把衣服穿上吧，我好了。朦胧空间内，一座玉石莲台上，女子背对青年，如水的薄纱滑下，掩住了女子洁白的身躯。顾晨风仍处于发懵状态，他一穿越过来就意外坠崖，醒来就发现自己不干净了。一名他前世今生见过最美丽、最有气质的女人把他强占了。感谢大自然的馈赠，顾晨风不是正人君子，从错愕到享受只用了半秒，并主动配合。但很快他就发现这不是一个级别的较量。顾晨风开始求饶，但此女却如同吃了炫迈，根本停不下来。如今大战结束，唉，女子轻叹一声，想不到本尊威震天衡界，最终竟会沦落到与一凡俗之辈苟合。哼，三皇四圣，你们竟敢算计我，等本尊回归，必血染天衡。眸中杀机一敛，女子回头望来，她容颜如玉，五官精致绝伦，连肌肤仿佛都泛着光晕，恍惚似神女临凡。我乃永夜魔尊冷星夜，你救了我一命，想要什么回报？助人为快乐之本，魔尊大人不必客气。被此女目光凝视的一瞬，顾晨风只觉遍体冰寒，血液仿佛都被冻结。这女人的实力显然很变态，不杀人灭口就好，哪敢索要报酬？本尊的功法极为特殊，如今已与你血脉绑定，我伤势还未痊愈，今后会再来寻你。听到再来二字，顾晨风双腿直打哆嗦。放心吧，下次会在3年后，但那时你至少要有宗师级以上的修为，不然你会死的。宗师，顾晨风已经融合了这个世界的记忆。天星大陆，武道为尊，这里是大陆9州之一，兖州大黎王朝。自己的名字也叫顾晨风，爷爷是帝国右相，3朝元老，修为非凡。父亲是镇北大将军，手握重兵，号称帝国战神。2个姐姐也是一流的武道天才，唯有他是帝都有名的废物纨绔，16岁还未成为武者。武者按修为分为淬体境、通脉境、元气境、元海境、元丹境、元灵境、元象境。元象境强者可称宗师，一人可屠万军。整个大黎王朝只有4位宗师级强者，自己爷爷就是其中之一。3年入宗师境，顾晨风觉得对方疯了。有难度吗？冷星夜似乎想到了什么。也对，你的体质很特殊，随着修为提升才会显露。既如此，我将这幻武神虚空间赠予你，助你提升修为。忽然冷星夜轻哼一声，眼底一丝火苗跃动。该死，怎么还有一丝业火？未被压制，只能再来一次了。你不要过来啊！下一刻，顾晨风就被扑倒，惊呼声瞬间被吞没。顾晨风耳边同时传来冷星夜急促的声音：幻武神虚乃天衡界至宝，玄妙无穷。可惜欲让宝物认主，必先散功，本尊付出巨大代价所得，如今却便宜了你。下一刻，顾晨风感觉肩膀被咬了一口，鲜血渗向身下莲台，这莲台乃幻武神虚根基悟道台，在此修炼可感悟出最适合你的功法。随着鲜血渗入莲台，顾晨风脑轰的一声，浩瀚信息涌入，如百川归海，最终汇聚成一篇玄奥生涩的功法：混沌分阴阳，弹指荡乾坤，开天造化诀。这一刻，顾晨风身上泛起阵阵金辉，冷星夜都忍不住露出惊容，他竟然能感悟出幻武神虚的核心功法。顾晨风对外界变化并不知晓，只觉脑海中这篇功法玄奥生涩，难以修炼。但随着2人身下的悟道台亮起微光，这门功法却变得简洁明了，理解起来丝滑无比。他察觉到，不是功法内容变了，是自己变聪明了。我的悟性好像在提升，悟道台可以令生灵悟性飙升，你快点修炼。冷星夜异样的声音再次传来：现在修炼，快点。顾晨风下意识按照功法指引，幻想有一道气流在体内循环。哗啦，片刻后，顾晨风看到周围空间中大量白色光点朝自己汇聚而来，这是元气，丝丝缕缕的白光融入他周身经脉窍穴。顾晨风身体宛如过电，酥麻发痒，无比畅快，血脉沸腾，新陈代谢加速，体质开始增强。顷刻间，轰，一道无形枷锁被打破，顾晨风的身体发生质的突破。淬体境，我成武者了。引气淬体，普通人至少要1年半载，便是一些修炼天才也要用个把月时间，自己却只用了片刻，而且还是1星2用。此时身体强化速度有增无减，淬体境1星、2星、3星，一直突破到淬体境9星。突然耳边传来一阵高亢妙音，顾晨风胸口被一只鲜美玉足用力一蹬，霎时天旋地转。下一刻，他已置身一片阴暗密林中。
这是他方才坠崖之地。天地昏暗，月色惨白，森林中只闻虫鸣鸟叫。刚才发生的一切恍若梦境，但顾晨风知道那并不是梦。此刻他除了感觉精神疲惫外，身上伤势已经痊愈，并有了淬体9星的修为。有人类来了，是2个人类，一公一母。顾晨风十分惊愕，他并没有听到什么响动，而是从周围的虫鸣鸟叫中感知到了这些信息。我竟能听懂兽语，应该是修炼了开天造化诀的功效。很快，顾晨风也听到了细微的脚步声，他顿时警觉，大脑飞速运转。原主是帝国3公主瑶音公主的忠实舔狗，数日前，公主丢失了一只元兽灵宠，原主便与一支狩猎队进入太荒岭狩猎，捕捉元兽，讨公主欢心。没想到在狩猎时，胯下马匹被一块横飞而来的石子击中，受惊冲下悬崖。这显然是有人暗中谋害。那么，此时来人可能是营救自己的人，也可能是来确认自己死亡的。片刻后，一男一女2名身穿甲胄的卫士走出密林，他们一眼就看到瘫倒在地、浑身染血的顾晨风。三少，你还活着，太好了！我等乃虎贲卫的禁卫，奉命前来营救。帝都禁军共有12位，由清一色的武者组成。2人赶忙就要上前搀扶。等等，顾晨风看向那男子，我骨头好像断了，你去附近找找我的荷包，里面有许多灵药和银票。闻言，男子止步，眼底闪过一丝热光。好，男子匆忙离去。顾晨风看向那面容姣好、身材夸张的女子，姑娘，你来扶我。女子乖巧点头，上前挽住顾晨风的一只胳膊，另一只手顺势往身后摸去。啪！手伸到一半，身后挺敲处却被人狠狠拍捏一把。女子身子一僵，眼中闪过一丝羞愤和杀意。姑娘，你好大！噗！你好大意！鲜血喷溅，女子瞪大双眼，嫩白的脖颈一侧横插着一柄匕首。她张口欲喊，却被一只手死死捂住嘴。别紧张，深呼吸，一会儿就好了。穿越第一天就杀人，顾晨风慌的一批，但他知道对方是来杀他的，他必须先下手为强。好在这女人似乎修为不高，而他已有了淬体9星修为，才偷袭得手。很快，女子气绝倒地。看着对方曼妙的曲线，顾晨风自语：身材这么好，都快兜不住了，好歹找件合身的甲胄。顾晨风没有松懈，侧耳倾听林中的虫鸣鸟语，又得到了信息，那男子正在返回。片刻后，甲胄男子回到此地，就见顾晨风一口鼻溢血，瘫倒在地。已经杀了吗？可惜没找到他说的荷包，那女人跑哪去了？连尸体都没处理。抱怨了一句，男子靠近顾晨风，下意识先伸手试探呼吸。手刚靠近，唰！顾晨风双眼紧闭，袖中一抹寒光。男子瞳孔一缩，身形如猿猴纵跃，堪堪避过要害，但大腿根部还是被刀尖划中，鲜血直流。好快的速度！死人顾晨风飞快爬起，有些惋惜和吃惊，以自己如今的身手，又装死偷袭，居然还是被此人躲过了。对方实力在自己之上，很可能是通脉境武者。你既然没死，还是武者？男子一脸吃惊。谁让你们来杀我的？他出多少钱？我出10倍。偷袭失败，顾晨风选择谈判。呵，死人是没资格出价的。枪！男子拔剑，冷笑着靠近，裆部的刺痛令他走出了8字步。是谁？顾晨风突然看向男子身后，大喝一声。男子侧目的同时，手中剑锋一扫，当，长剑精准磕飞，射来的匕首。三少，花样挺多呀，可惜我已达通脉境8星，你必死。再次偷袭失败，顾晨风心中一沉，他拔出后腰那女子的匕首，准备殊死一搏。在男子距离他只有5步之遥，顾晨风突然又看向对方身后，目光一缩，谁？还来这招？白痴！男子头也不回，提剑急冲。噗！才刚跨出一步，一道蓝光穿胸而过，将男子定在原地。那是一杆染血长枪。男子身形巨震，口中涌血，骇然回头。黑暗中，一道身影踱步走来，那是一名束高马尾、身穿软甲的年轻女子，身材高挑，玄甲如翎。那张不施粉黛的玉颜，如素笔雕琢，在月光照耀下，格外清冷动人。谁派你来的？女子语气冰冷慑人，男子眼中却露出决然之色，嘴角翕动，下一刻便口鼻溢出黑血，气绝身亡。见状，女子眉头一皱，抬手拔出长枪，枪尖如电，直指顾晨风咽喉。哐当！顾晨风扔了匕首，却是长舒一口气。你终于来了。他一眼认出来人，大姐顾言霜，爷爷当年在边关
救下的弃婴，被老爷子收为孙女，还改了顾姓。顾炎霜修炼天赋惊人，才20出头便已突破元海境，是帝都年轻一辈的顶尖强者，现任禁军12位之一，虎贲卫副统领。虽然这个大姐一直看不惯顾晨风的纨绔行径，但感念顾家养育之恩，她对顾家上下尽心尽力，并多次规劝顾晨风。原主却一直觉得对方不是顾家血脉，没资格管教自己，时常顶撞。我不是告诉过你，近期不许离开帝都半步吗？为何不听？顾炎霜寒声质问。顾晨风苦笑：大姐，我错了。顾炎霜一时愣住，从记事起，顾晨风就从未叫过自己一声大姐，更没有主动认过错。难道是这次生死危机让这小子醒悟了？想到这里，顾炎霜的神色缓和了下来，收了长枪。知错就好，将今日发生之事原原本本告诉我。顾晨风当即将自己坠崖后遭遇杀手之事告知，但他却隐瞒了与那魔女邂逅成为武者的经历。毕竟这件事太玄乎，那魔女来历又太神秘，大姐知道太多未必是好事。你是说这男的先杀了自己的同伴，再对你下手？顾晨风连连点头，将女人的死甩锅给男人。顾炎霜思索道，这两人事先在口中藏毒，是专业的杀手，他们修为不高，混入此地也不易引起怀疑，看来的确是针对你的。至于他们为何内讧，却是有些可疑。大姐，你觉得是谁要害我？顾晨风心虚地转移话题。顾炎霜叹道，不好说，自从3个月前爷爷就患复发，闭关疗伤，帝都多有传言，认为爷爷难以活命。父亲虽坐镇北关，但他的情况你应该清楚，根本无法威慑各方。如今以左相黄甫红为首，与我顾家敌对的各大家族势力都蠢蠢欲动，想要扳倒我们。你是顾家3代唯一男丁，杀了你，顾家便绝后了。顾炎霜讲述的同时，顾晨风也从记忆中梳理出顾家的处境。爷爷顾北武，3朝元老，帝国4大宗师之一，曾率大军北上，杀入蛮族皇庭，威震兖州，赐公爵，拜元帅。顾家一跃成为帝都顶级权贵，但随着爷爷年老，暗疾缠身，最终不再掌兵，任帝国右相，兵权则转移到父亲顾凌霄头上。顾凌霄也是个纨绔二世祖，当年被老爷子赶到边境历练，恰遇蛮族再次入侵，不会带兵的顾凌霄硬是被老爷子的旧部带飞，一举战胜蛮族，被封镇北大将军，还得了一个帝国战神的称号，成为帝都最大的笑话。如今爷爷这座泰山不稳，顾家却没一个男人能挑起重担，只有顾炎霜竭力维护家族稳定，情况不妙呀。所谓富不过3代，顾家明显进入了衰弱期，原本靠着老爷子的荫庇，家族还能维持不倒，如今老爷子一闭关，生死未知，各方势力便露出了獠牙。今日对自己的暗杀就是最好的例子。你也不用太过担心，此事我自会调查清楚。我顾家屹立大黎王朝这么多年，哪是那么容易倒下的？只要你待在帝都，没人敢伤你分毫。等爷爷伤势恢复，顾家依旧稳固。顾晨风乖巧点头。不多时，一队禁卫赶到，将2名杀手尸体带回。顾晨风也骑上一匹马，随行返回帝都。途中，顾晨风低头，透过衣领，隐隐看到自己胸膛上出现了一个奇异印记，那是冷心叶留给自己的幻武神虚。临别前，此女交代，幻武神虚藏有诸多玄妙，他和此女激情双排的那座莲台，名曰悟道台，可提升修炼者的悟性，却需要损耗精神力。如今顾晨风就感觉精神疲惫，无法再次进入幻武神虚，而恢复精神力最快的办法就是服用对应的灵药。虽然灵药极为珍贵，但自己身为相府少爷，应该不差钱。只要灵药管够，以悟道台的悟性加持，3年成宗师似乎也不算太难。一旦成为宗师级强者，便是千军万马，自己亦可一人敌之。3年后再见到那魔女，我一定要在上面。帝都相国府，顾晨风回府后第一时间赶到库房。什么？库房被清空了？面对守卫的回答，顾晨风难以置信。昨日父亲派人从边关回来，将库房的灵药和金银搬空了。身后传来顾炎霜的声音。这……顾晨风眼前发黑，他早就听说自己父亲在边关夜夜笙歌，纸醉金迷。如今顾家陷入险境，这家伙不想办法保护家族，竟然趁机卷走家财。这个老混蛋！顾晨风忍不住骂道。顾炎霜罕见的默认。你来库房干什么？我想找一些灵药。灵药？顾炎霜讶然。你要修炼？顾晨风点点头。如今他已成了各方狙击的热点目标，自然要尽快恢复精神力，再入幻武神虚，提升修为。见顾晨风肯定，顾炎霜面露欣慰之色。小风，看来你真的长大了，虽然你修炼天赋一般，
但勤能补拙。只要你刻苦修炼，加上灵药辅助，半年之内成为武者不难。顾晨风心想，大姐要是知道自己一夜9次，不对，一夜破9星，会是什么反应？此时，顾言霜随手抛过一物，顾晨风下意识接过，是一只泛光的水晶手镯。这东西应该值些钱，你拿去当了，购买灵药吧。顾晨风却是有些吃惊，大姐，这不是你的家传之物吗？顾言霜被爷爷带回时，这只手镯就在他的襁褓中，应该与他的身世有关。一只就手镯而已，留着也没用。话虽如此，顾晨风却暗自察觉到顾言霜眼底的一丝不舍。小风，顾言霜语气忽然变得坚定。如今爷爷情况未明，父亲又难堪重任，你二姐自幼离家，顾家只能靠你我姐弟二人。你别怕，只要有大姐在，哪怕豁出性命，我也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你。顾晨风心头微震，一股暖流莫名涌动。他暗骂原主不是人，这么好的大姐竟不懂得珍惜。握紧手中的手镯，顾晨风用力点头，我知道了，大姐。顾言霜转身离去，又忍不住回头，小风，我知道你喜欢公主殿下，但大黎王朝以武立国，公主殿下天赋不凡，眼界极高，而你，总之强扭的瓜不甜。对于自己弟弟跪舔瑶音公主的行为，顾言霜也很无奈。他劝说过多次，每次顾晨风都会激烈驳斥。然而今日的顾晨风却是脸上堆笑，嘿嘿，大姐你放心，在我心中，世间女子，大姐排在第一位。顾晨风说完，一溜烟跑没影了。顾言霜却是愣在原地，良久才展颜一笑，这小子好像真的变了，只希望顾家能够挺过这次难关吧。回到厢房，顾晨风再次尝试进入幻武神虚，果然无法进入，他必须先恢复损耗的精神力。接下来的几日，除了养精蓄锐，顾晨风满脑子都是搞钱。他并没有卖掉顾言霜的手镯，如今整个顾家都是大姐一力撑起，自己还要吸他的血，未免太过无耻。而且悟道台修炼会持续消耗精神力，需要大量灵药，这不是一只手镯能解决的。顾晨风想过搞点发明创造，弄点肥皂、香水啥的，但这些东西听起来简单，操作可不易，关键来钱太慢。这日清晨，正头疼之际，侍女来报，少爷，欧阳公子求见。哪个欧阳公子？没空。侍女有些诧异地解释道，就是户部尚书之子欧阳才公子，您的至交好友呀。顾晨风却只听到了2个字，户部，专掌帝国财政的部门。快带我去见我的好兄弟。相府大厅，顾晨风见到了欧阳才，此人模样倒是板正，就是那一身锦衣华服和手上的玉戒指、金手串，实在有些晃眼。这是在 cos 财神爷。来的路上，顾晨风已经回忆起此人，和自己一样，欧阳才也是帝都有名的纨绔，吃喝嫖赌比他还精通。二人不但臭味相投，武道天赋也一样差。欧阳家砸下重金，费尽心血，才让欧阳才勉强达到淬体净一星。帝都权贵圈，有人将他与顾晨风并称帝都双废。一见到顾晨风，欧阳才就掏出一封请柬，三少，有热闹凑了。这是帝都郊外的真情园今日开张，这是邀请函，只有帝都权贵人家才有资格受邀。真情园就是那座新开的斗兽场，大黎王朝武风鼎盛，除了武者之间比斗，贵族购买元兽进行赌斗也是极为盛行。顾晨风忽然想起，数日前自己就是跟随真情园的狩猎队进的太荒岭，那日暗害我之人定与真情园有关。顾晨风暗自思索，三少，这次真情园可是专门找到我，说三少您是帝都风云人物，一定要请你去捧场。我风云人物？顾晨风暗自警惕，莫非有人听说我没死，心中不安，想要借机试探。三少别犹豫了，听说这次真情园开业，还邀请了瑶音公主和帝都诸多名门闺秀。欧阳才知道，只要有瑶音公主出席的场合，便是刀山火海，顾晨风也会去。果然，顾晨风只略一沉吟，好吧，随你去看看。三少果然是个痴情种。片刻后，顾晨风坐上了欧阳才金碧辉煌的马车，车厢内还有多名俏丽侍女伺候二人茶点，揉肩捶腿，殷勤服侍，果然是万恶的资本家。这茶点真香，给我再揉揉腰。顾晨风觉得还是该尊重传统文化。马车驶向城外，一路上欧阳才摩拳擦掌，恨不得立刻杀到真情园斗兽豪赌。顾晨风心中想的却是，如果真是真情园对我下手，我若不去，反倒会引起他们的警觉，不妨将计就计，探探他们的底，即便找不到，去寻个发财的门路也不错。为了保险起见，临行前顾晨风带了一批相府护卫随行。半个时辰后，马车抵达了真情园。
这是一座靠山而建的大型庄园，环境清幽雅致，却又处处透着奢华。此时，庄园内的一座广场上摆放着大大小小的铁笼围栏，笼中是各式各样的珍禽猛兽，其中一部分是普通野兽，也有不少元兽。元兽可吸收天地元气，灵性惊人，深受贵族喜爱。此时，一群衣着华贵的青年男女正四下观赏着这些兽类，忽见一群护卫簇拥下，两道人影大摇大摆而来，人群一阵骚动。咦，这不是帝都二废吗？顾晨风竟然也来了，听说他前些日子坠崖了，居然没摔死。废话，今日公主殿下都亲自驾临，顾晨风就算摔断了腿也得来啊。与此同时，广场西南角，两名容颜绝美、气质出众的年轻女子站在一群贵族女之中，依旧鹤立鸡群。二女也瞧见了引起骚动的顾晨风和欧阳才，其中那名身穿红裙、头插凤钗、五官精致、气质高贵的女子黛眉微蹙。这家伙怎么也来了？他拉了拉身旁气质清冷、美貌丝毫不逊自己的青衣女子。冰心，我们到别处去，别让他看到本宫。青衣女子却道：他们过来了。众女望去，果见顾晨风和欧阳才正朝这里走来，真是阴魂不散。瑶音公主有些气恼地跺了跺脚。很快，顾晨风等人就靠近了这里。此时，瑶音公主的神情已变得极为冷漠，目光瞥向远处，假装没有看到走来的顾晨风，直到顾晨风走到她身前，然后径直离去。瑶音公主一愣，一群等着看热闹的贵族少女们也是有些惊诧，这是什么情况？顾三少居然没有第一时间拜见公主，但下一刻，顾晨风却突然止步，又快步折返。瑶音公主满脸不耐，她已经准备好拒绝顾晨风的一切邀请和示好，直到那熟悉的声音传来：这位姑娘好生面生，在下顾家三郎，为请教姑娘芳名。此时，望着对面容貌清秀、彬彬有礼的青年，青衣女子一时有些迟疑。你在跟我说话？顾晨风面露和煦微笑。姑娘，你着实有些过分。过分？女子一脸懵。你气质太独特，过分地吸引了我。一瞬间，全场寂静。青衣女子愣住了，瑶音公主也愣住了。顾三少突如其来的搭讪，硬控大家3秒。姑娘，你叫什么名字？青衣女子明显还没回过神，下意识开口：上官冰心。冰丸未染红尘色，新似芙蕖出照水，好名字。顾晨风出言赞道。听到这诗句，上官冰心不禁目光一亮，一时竟忽略了对方言语的冒犯。好文采，上官姑娘谬赞。顾晨风拱手，目光却是瞥向上官冰心腰间那枚麒麟纹饰的玉佩。方才幻武神虚忽然对此女生出感应，顾晨风这才主动搭讪，并锁定了这枚玉佩。莫非这玉佩有什么特殊功效，对幻武神虚有用？不等顾晨风开口多问，一旁的瑶音公主终于忍不住插言：顾晨风，冰心是本公主的好友，你休要无理纠缠。顾晨风瞥了眼瑶音公主，心说这女人长得虽美，却有些多管闲事哦，原来公主殿下也在。顾晨风故作惊讶。瑶音公主呼吸一沉，自己存在感有这么低吗？顾晨风，你来这里干什么？她自然清楚顾晨风来此的目的，肯定是因为自己。换以前她都懒得搭理，可此时她却想让对方亲口道出。而顾晨风见有人搅局，知道无法达成目的，索性一拱手：公主殿下，我还有事，告辞了。说罢，拉着欧阳才转身就走，同时他还不忘回头朝上官冰心眨了眨眼，似乎在说：姑娘，下次再约。这一幕让瑶音公主的表情一时僵住，周围的贵族女子们也神色异样的窃窃私语。顾三少今日对公主殿下怎么如此冷淡？难道三少放弃追求公主，喜欢上其他人了？他好像对上官小姐特别上心。周围议论声虽小，身为武者的瑶音公主却听得清楚，脸色愈发难看起来。今日顾晨风一反常态的冷漠，令他很不适应。难道这家伙是怪我？他坠崖受伤后，我没有关心过他。瑶音公主心中冷哼，哼，不过是个纨绔子弟而已，本宫凭什么在意他？心情稍微平复，却听上官冰心低声呢喃：冰丸未染红尘色，心似芙蕖出照水，的确是好诗。听到这诗句，瑶音公主顿觉心烦，这家伙就是个不学无术之徒，怎么可能会作诗，定是他人代笔。不过他可从未替我做过诗。两人在广场上逛了一圈，欧阳才就按耐不住毒瘾：三少，我们去斗兽区玩2把。真情园分为展览区和斗兽区，前者可以购买兽宠，后者可以斗兽下注。和许多贵族一样，顾晨风和欧阳才都热衷此道。你先去吧，我再逛逛。欧阳才离去后，顾晨风在广场随意闲逛，
时而逗弄笼中的元兽。修炼开天造化诀后，他竟能够通晓这些元兽的心意，脑海中出现各种声音，倒是热闹有趣。顾晨风有些诧异的是，从自己进入真情园，虽然有工作人员热情接待，却并无任何试探之举。难道是我猜错了？那件事与真情园无关？又逛了一阵子，欧阳才的一名侍女却急匆匆赶来。三少，不好了！怎么了？少爷输了好多钱，我们都劝不住，您快去瞧瞧吧。顾晨风一愣，这才过去多久？欧阳才手气在背，又能输多少？他还是赶往了斗兽区。斗兽区位于广场东面，由数十座斗兽台组成，有些高台上正有野兽厮杀，兽吼、哀嚎与喝彩声夹杂，隐隐还有一丝血腥气浮动。顾晨风在中央一座斗兽台附近看到了欧阳才，他正揪住一名工作人员的衣领，破口大骂：妈的，让你给我再拿1万两来，没听到吗？那工作人员怯怯道：欧阳少爷，你已经超额借贷，我们实在没法借给你了。操，我可是欧阳家的少爷，还缺你这点钱，快点取钱来。欧阳才显然输急了眼，挥手就要给对方一拳，但他的拳头还未落下，就被人一把抓住。你发什么疯呢？欧阳才转头见是顾晨风，这才清醒了几分。三少，快借我点钱翻本。顾晨风皱眉，他记得欧阳才来时可带着整整1万两银票。你的钱呢？全输光了，还借了真情园4万两。欧阳才一脸懊恼。顾晨风一惊，数万两银票对于一些贵族都是一笔大开支了，关键这么短时间输5万两，这货是怎么做到的？到底什么情况？不等欧阳才回答，擂台对面一名面白腮尖的华服青年揶揄道：欧阳才，你堂堂户部尚书家的独子，不会连几万两都拿不出来吧？要不让你爹给你送钱来。擂台周围顿时传来一阵哄笑。顾晨风循声望去，张游，青年乃吏部尚书次子。吏部尚书一直是左相黄甫弘的忠实党羽，明里暗里没少与顾家作对。数日前前往太荒岭的狩猎队也有此人。与此同时，张游也看到了顾晨风，他眼底闪过一丝极不自然的神情，似是有些诧异。三少，我的钱都输给这家伙了。欧阳才咬牙切齿。先前欧阳才本是正常下注，却遇到张游主动挑衅，同为帝都权贵子弟，欧阳才如何能忍，当即和对方对赌。两人各自挑选元兽出战，起初欧阳才还赢了不少，但没过几局，张游便开始主动加注，欧阳才自然也奉陪，但他却开始连败，越输越多，越赌越大，最后一局直接输了1万两。此时欧阳才附近几名年轻貌美的贵族女子更是讥笑出声，刚才欧阳公子那么威风，怎么现在不行了？看来他也输怕了，毕竟户部的银钱再多，又不是他欧阳家的家产。听到这些议论声，欧阳才眼睛都红了，而顾晨风却是心中冷笑，还他娘的，请了气氛组。欧阳才明显被人做局了。此时张游主动开口道：三少，前几日你意外坠崖，这么快就恢复了？顾晨风目光一眯，突然反问道：怎么，本少爷没事，你很意外吗？本只是随口试探一句，不料那张游闻言却是面色骤变，眼底闪过一丝心虚之色。顾晨风敏锐捕捉到对方的表情变化，不由心中一动，这家伙明显心里有鬼，莫非在太皇里谋害我的就是他？不等张游开口，他身旁一名同伴嗤笑道：顾家底蕴深厚，连顾侯爷都能成为帝国战神，三少只是恢复的快些，倒也不稀奇。听到帝国战神这一顾家的黑料，人群又是一阵哄笑，而顾晨风竟也微笑着看向青年。阁下是？在夏田荣家父任吏部左侍郎正三品官职青年傲然回道：很好，来人，把他拖出去，先暴打半个时辰。是。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几名相府侍卫不由分说将田荣揪出人群，随即便传来一阵杀猪般的惨叫。张游回过神来，惊怒道：三少，就算顾家权势滔天，你也不能如此目中无人，当众殴打官员家属，藐视国法吧？顾晨风冷笑，想给老子扣帽子。哼，家父镇守北境，浴血奋战，死战蛮族，田荣竟敢出言诋毁，意图扰乱边防军心，动摇江山社稷，其罪当诛。啊！张游都听懵了，不就是取笑了一句，怎么就上升到了江山社稷了？再说，你爹是什么德行？帝都上层，人人皆知，你怎么有脸说这话？怎么，张公子也赞同田荣的话？这我可没说过这话。张游连忙摇头。那顾凌霄毕竟是陛下亲封的镇北大将军，大家顶多背后取笑几句，岂敢公然质疑？三少，我们走吧。见顾晨风来帮自己撑场面，欧阳才冷静了不少，不打算再赌了。慢着！
张游却突然喝道：“欧阳公子，你欠真情园的4万两还没还呢，这就想走？老子欠真情园的钱关你屁事！不好意思，真情园有本公子的股份，我也是话事人之一，有权向你追债。”张游一脸玩味，一听对方竟然是真情园的东家，欧阳才猛然惊醒：“操，张游，你他娘的敢坑我！”欧阳公子，大庭广众之下，擂台斗兽，谁也无法作弊，我什么时候坑你了？难道你欧阳家输不起，想赖账不成？欧阳才顿时语塞，4万两欧阳家自然是拿得出来，但明知道被对方做局，还要掏钱还债，实在太憋屈，而且被父亲知道了，自己免不了被狠狠惩戒一番。欧阳才心中纠结之际，张游突然看向一旁的顾晨风。当然，若是三少肯出面替欧阳公子还债，本源倒是可以给相国府打一个欠条，只不过利息会高一些罢了。早已心中生疑的顾晨风听到这句话，终于肯定张游就是在太荒岭谋害自己之人，今日这局多半也是冲着自己来的，这货是想让老子借高利贷封我的口，只怕还有更险恶的用心。三少，这事你不用掺和，我这就派人回家取钱。欧阳才虽然纨绔，却真的将顾晨风当成兄弟，不想拖累对方，但张游却继续煽风点火道：“都说三少为人仗义，如今自己兄弟有难，却要当缩头乌龟吗？”不得不说，张游的激将法十分拙劣，但以原主的性格，被人当众如此讥讽，恐怕早已热血上头，担下债务。顾晨风心中暗暗冷笑，既然你做贼心虚，自己蹦了出来，事情就好办了。他当即大手一挥，满脸不屑道：“区4万两，还用开欠条给本少爷1炷香时间，连本带利把钱还你。”看着顾晨风大摇大摆带着欧阳才走出人群，张游满心狐疑。据他的了解，如今的相国府应该已经被掏空了，顾晨风哪来的4万两？难道自己消息有误？他当即吩咐身后几名随从盯着他们，别让他们溜走了。与此同时，欧阳才满脸感动地看着顾晨风：“三少，好兄弟一辈子，这钱算我借你的，过2日就还你。”顾晨风瞥了他一眼：“废话少说，先拿点钱来。”啊！欧阳才一脸懵逼：“你不会以为本少爷有钱帮你还债吧？”欧阳才愕然道：“三少，那你刚才承诺的1炷香内连本带利，当然是帮你赢回来，可斗兽总得有钱下注吧？我可没有带钱的习惯。”欧阳才瞬间无语，身为顾晨风的好基友，对方的斗兽水平，欧阳才清楚得很，根本是10赌9输的扑街。三少，要不我还是派人去家里取钱吧？再说了，我身上的钱都输光了，没赌本了。这帝都双废，面面相觑。顾晨风一扫周围人群，忽然眼前一亮，锁定了2道亮丽身影。却说瑶音公主方才心中发堵，便带着上官冰心离开了广场，来到斗兽区闲逛。期间听到中央区域动静不小，二女好奇之下过来围观，不想又遇到了顾晨风2人。见顾晨风突然朝他们看来，瑶音公主轻哼一声，转身欲走。且慢！身后传来顾晨风的喊声。瑶音公主头也不回，却听顾晨风道：“上官小姐，请留步。”瑶音公主脚步一僵，上官冰心清冷秀丽的玉颜浮起一丝亚色：“顾公子，何事？”“上官小姐，我想借点钱。”“借钱？”上官冰心一愣，这些年来求问他姓名、年龄、家世的男子比比皆是，来找他借钱的这还是头一个，以至于他都有些反应不及。“上官姑娘，你身上有1万两银票吗？”“没这么多。”上官冰心下意识回答。“那你有多少？”“500两。”“行，那就500两吧。”顾晨风勉为其难的开口。上官冰心一愣，心说：“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借钱给你了？这人怎么如此冒昧？”然而当注意到周围汇聚而来的目光，以及顾晨风大咧咧伸过来找自己要钱的手，一向睿智淡定的上官冰心竟感觉有些骑虎难下。任他再聪慧，遇到顾晨风这种厚颜之徒，一时也没了章法。犹豫着，上官冰心从荷包取出1张500两银票，递给顾晨风。顾晨风一把接过：“多谢，待会定10倍奉还给姑娘。”上官冰心秀眉微皱，这人不但冒昧无礼，还如此信口开河，果非君子也。方才因为那诗句而生出的一丝欣赏也荡然无存。哼，顾晨风这家伙连女人的钱也骗。瑶音公主去而复返：“公主殿下，你不是走了吗？”公主一滞，用怒容掩盖尴尬：“冰心，我得看着他，把钱还给你。”片刻后，斗兽区某座斗兽台下，顾晨风正双手抱膝，蹲在一个大铁笼子前，挑选元兽下场赌斗。常规斗兽都是各自挑选同种兽类，擂台战斗。
参赛者可购买或租赁元兽下场，也可自带同类元兽。规则类似顾晨风前世古代斗鸡、斗蛐蛐。顾晨风此刻挑选的是一种形似虎豹、声如犬吠，名为豹犬，生性好斗的低阶元兽。三少，你真的有把握吗？见顾晨风真的开始挑选元兽，欧阳才心中越发没底。然而顾晨风却是回以他一个坚定的眼神，不夸张地说，我能赢到真情缘倾家荡产。欧阳才一时被顾晨风的气势所慑，平生出几分信任。下一刻，顾晨风手指铁笼角落，一只身子蜷缩的瘦弱豹犬，就选这只吧。欧阳才嘴角一抽，三少，这是只母豹犬，战斗力比公豹犬要弱得多，是用来配种的。这不重要。三少，这母豹犬好像还有点瘸腿，应该受过伤。这也不重要。当看到顾晨风用100两租下这只母豹犬，并将剩余的400两全部压住，欧阳才险些眼前一黑。片刻后，斗兽台上随着10几只豹犬被解开铁锁，混战一触即发。吼吼！但想象中瘸腿母豹犬被光速淘汰的画面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极为诡异的一幕。斗兽台上，母豹犬懒洋洋地趴在擂台一角，任由一群公豹犬拼杀。最终，那只获胜的公豹犬战战兢兢地来到母豹犬身前，将身躯匍匐，而那母豹犬却不耐烦地一巴掌扇在他脸上。呜！公豹犬呜咽一声，身子顺势翻滚，一路滚下高台，夹着尾巴就跑了。全场哗然一片。欧阳才险些没把眼珠子给瞪出来。这是什么情况？一旁的顾晨风淡定道：这只母豹犬是他们的犬后，前几天跟犬王闹别扭，两口子干架，母豹犬腿上的伤就是扇她老公时留下的。即便如此，犬后的威严也不是其他豹犬能够冒犯的。靠，这也行？欧阳才显然不太相信，如此扯淡的理由只认为是顾晨风运气逆天。而这一把顾晨风挑选的母豹犬是个大冷门，现场除了其他参赛者，还有外围压住的赔率高达11%，只一局400两就变成了4000两。三少牛逼啊！走，去其他斗兽台试试手气。顾晨风能够取胜，靠的自然是修炼开天造化诀后能够听懂兽语的能力。方才他听了一阵墙角，才知晓了母豹犬的犬后身份。可尴尬的是，他会听却不会说，无法主动和元兽交流，探求信息，为了确保取胜，只能四处溜达，探听有用的情报。却说张游一直派人盯着顾晨风二人的一举一动。起初得知顾晨风竟想靠斗兽赢回数万两的赌债，张游险些笑翻，这家伙是嫌输的不够多吧？可随着手下一次次汇报，张游的脸色却开始变得难看。你说什么？顾晨风已经连胜3场，赢了2万多两。是啊，那家伙运气太逆天了，选只瘸腿元兽都能赢，而且每次都几乎压下全部身家，翻本极快。这家伙走了什么狗屎运？张游面色一沉。今日他精心布局，一是为了试探太荒岭事件后顾晨风的态度，二来也为了引顾晨风入套，以便谋划另一件大事。可眼下的局势显然有失控的迹象。不行，我得去看看。当张游带人来到一座斗兽台时，一场斗兽赛刚结束，欧阳才捧着一大把银票，嘴角都咧成了尿盆。哈哈，赢了，又赢了！三少，我们已经赢了5万两了，你真是神了！顾晨风笑着回头，正好对上匆匆赶来的张游。哦，张公子，这还没到一炷香时间，你就来催债了？本少爷可还没赢够呢。看到那厚厚一沓银票，张游难以置信，他绝不相信顾晨风这废物会懂什么斗兽之术。但事已至此，他可不能让对方就这么还债走人。心念一转，张游当即开口：三少出手果然非同凡响，既然三少还没过瘾，敢不敢玩点刺激的？哦，怎么个刺激法？顾晨风似是被勾起了兴趣。你我二人各自挑选一只修为不超过淬体境的元兽出战，不分种类，单独对决，如何？顾晨风自然知道对方在下套，故作犹豫之色。一旁的欧阳才也连忙劝说：三少，这家伙是真情缘的东家，多半私藏了什么厉害的元兽，咱们可别上当。此时张游却故意用挑衅的口吻道：怎么，难道堂堂相国府公子顾家三少爷连这点胆气都没有？三少若是怕了，在下可不会勉强。顾晨风生性傲慢，好面子，这是帝都人尽皆知的事情。如今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甚至还有瑶音公主在旁围观，张游料定他不会拒绝。果然，顾晨风闻言目光一横，梗着脖子就道：赌就赌，你要赌多少？张游心中一喜，这个蠢货果然上头了。他犹豫着竖起5根手指：5，好，不就是5万两吗？我跟。
顾晨风直接出言打断。张游眼皮一跳，心说我说的明明是5000两呀。他本打算先来一场5000两的赌局，慢慢引顾晨风上钩的，但此刻人群却已经沸腾起来。5万两赌一场，这可是好赌呀。张公子好大的手笔，三少也是胆气过人。这下可有热闹看了，气氛都已经烘托到这了，张游也不好再解释，暗自冷笑。哼，既然这废物自己要全压，倒省去我不少麻烦。好，那就这么赌。斗兽区中心高台早已人满为患，都期待着顾晨风和张游这场5万两一局的豪赌。观众席，瑶音公主和上官冰心也在其中。这个顾晨风真是沉不住气，别人激他几句，他就上当了。瑶音公主低声自语，公主殿下也看出这是张游的计谋。上官冰心有些讶然，如今顾老相国闭关，情况不明，以左相为首的皇甫家一直与顾家针锋相对，张家作为皇甫家的铁杆盟友，趁此时机自然会采取些行动。偏顾晨风这家伙身为顾家3代唯一男丁，文不成武不就也就罢了，这种时候还如此张扬，看不清局势，实在愚蠢。上官冰心微微颔首，公主殿下言之有理，不过这顾晨风似乎也没有传言中那么不堪，至少能够在一炷香时间将400两变成5万两，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瑶音公主微微一滞，顾晨风方才的3场赌局，他们都是亲眼见证了的。赢的确是赢了，但每一把都赢得莫名其妙，不是恰好挑中了瘸腿的犬后，就是选中了某只变异的元兽。除了运气，他实在想不到其他原因。就在此时，人群忽然骚动起来。此时，张游亲自牵着一头半人多高、毛发银灰、目光幽冷的巨狼登台。那是疾风狼。疾风狼属于低阶元兽，成年体实力普遍在淬体境7星以上，甚至有机会达到通脉境。这头疾风狼毛发几乎要蜕变成银色，实力已达淬体境巅峰，加之狼类元兽天生战力不凡，同等级的元兽中也少有对手。方才广场上众人可没有见过这只疾风狼，明显是张游私人圈养的。而顾晨风和欧阳才因为没有携带元兽，只能在真情园现场挑选。一些懂行的观众都觉得这场赌斗已经没有了悬念。快看，顾三少和欧阳公子来了。人群后方，一脸淡定的顾晨风和神情怪异的欧阳才走向了高台。咦，他们挑选的元兽呢？看着二人身边空空如也，众人又是一阵骚动。台上的张游也是微微皱眉，随即就见顾晨风登上了斗兽台。他双手一摊，将一只巴掌大小、通体雪白、双眼泛着淡淡银芒的小兽放在高台中央。这是银瞳狐幼崽。真是银瞳狐，好可爱啊！台下不少女子双眼放光。银瞳狐同属低阶元兽行列，但因为其数量稀少，且外形可爱，是许多大家闺秀喜爱的灵宠。然而此刻这只明显才出生不久，正在酣睡的银瞳狐却被摆上斗兽台，即将迎战一只淬体巅峰的疾风狼。拿银瞳狐幼崽对战疾风狼，顾晨风疯了吗？观众席上，瑶音公主忍不住低呼，许多贵族女子也对顾晨风口诛笔伐，唯有上官冰心凝视着那只银瞳狐幼崽，隐隐觉得哪里不对劲。三少，你确定要用这只元兽对战？此刻台上的张游都被顾晨风整不会了。银瞳狐可不是什么高阶元兽，这只幼崽还不够给疾风狼塞牙缝的。顾晨风却淡定道，别墨迹，开始吧。虽然不知道顾晨风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张游实在想不到自己有什么理由会输，于是他毫不犹豫解开了疾风狼向上铁箍。上！吼！看到银瞳狐幼崽的一刻，疾风狼眸中就已露出贪婪嗜血之意，一解除控制，他便咆哮着扑向那只幼崽。却说顾晨风此刻还蹲在银瞳狐幼崽身边，见疾风狼朝这里冲来，他不紧不慢地伸手在那银瞳狐幼崽屁股上屈指一弹。小家伙，醒醒！被搅醒美梦的幼兽吃痛，发出一阵微弱的叫喊。啾啾！银瞳狐幼崽奶声奶气的叫声在斗兽台上响起，场下的女观众们一阵揪心，大骂顾晨风太禽兽。银瞳狐这么可爱，怎么能拿去喂狼呢？然而原本低吼如雷、暴掠向银瞳狐的疾风狼，在听到那幼崽的叫声后，吼嗷，他的声线忽然抬高8度，然后戛然而止，那疾驰的身形也骤然僵立原地，一双狼眼中竟露出惊疑不定的神色。这一幕让在场众人都是一阵诧异，什么情况？疾风狼怎么停下了？难道他是不想欺凌弱小？我怎么看着他像是有些害怕呢？你看他的脚好像在抖。
众人这才发现，台上的疾风狼此刻竟是夹紧了尾巴，两腿微微发颤，那双冰冷嗜血的眼眸此刻望向银瞳湖幼崽，目光竟呆萌如二哈。此时顾晨风又在幼崽屁股上用力弹了一下，啾啾！小家伙吃痛惊醒，又觉腹中饥饿，顿时放声叫喊起来。那小奶鹰别提有多萌了。然而这声音听在疾风狼耳中却不亚于晴天霹雳。嗷呜！疾风狼终于意识到了什么，一种源自灵魂的恐惧涌上心头，他顿时呜咽一声，掉头就跑。什么？见疾风狼突然掉头逃遁，张游大感吃惊，忙喝道：给我回去，干掉他！他挥动手中铁链，发出威胁。真情猿这些元兽都经过特殊训练，对这些铁链有着天然的恐惧和服从。那疾风狼见张游挥动铁链，身形一滞，但却不敢回头攻击那只幼崽，竟是换了一个方向，想要冲下高台。该死的畜生，给我滚回去！张游顿时急了，这一场可是5万两的赌局，即便他是吏部尚书之子，真情园股东，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更何况他还想借机把顾晨风套进来，于是他赶忙追上去，继续挥舞铁链阻拦疾风狼逃离。一人一狼在斗兽台上追赶起来，场面十分诡异。台下的观众们也是一头雾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只银瞳湖幼崽能把一只即将成为狼王的疾风狼吓成这样？人群中，上官冰心凝视着那只银瞳湖幼崽，突然目光一缩，这不是银瞳湖幼崽。众人顿时被他的话吸引，瑶音公主也投来惊诧的目光。冰心，这就是银瞳湖呀？不，这是一只银月妖狼幼崽。上官冰心语出惊人。银月妖狼，听到这个名字，在场众人都是心中一惊。同为狼类元兽，银月妖狼的名气可比疾风狼大得多。成年的银月妖狼实力都在通脉境以上，有不小几率达到元气境，甚至在太荒岭深处有人见过元海境的银月妖狼王。元兽世界等级森严，尤其重视血脉，这只银月妖狼的血脉恐怕是这座真情园等级最高的。而疾风狼与之同属狼类元兽，天然的血脉压制下，疾风狼根本生不起抗衡之心。此时台上的顾晨风看着四处赶狼的张游，不禁心中好笑。这只银月妖狼幼崽，他之前在广场闲逛时就已发现，当时他被当成银瞳湖，与其他银瞳湖幼崽关在一个笼子里。虽然小家伙身体很是虚弱，却引得其他幼崽惊恐叫喊，好可怕的气息！妈妈，谁他妈把狼放进来了？好怕怕！顾晨风料定小家伙血脉不凡，方才便用数百两买下了这只幼崽。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果然没错。眼见张游还在拼命追赶疾风狼，顾晨风目光一闪，趁二者追逐经过自己身边的一刹，他用宽袖遮掩，不着痕迹的伸手一拽，恰好抓住张游手中挥舞的铁链。哗啦！张游猝不及防，手中铁链滑落，但他却来不及去捡，生怕疾风狼跳下高台输掉赌局。他追上去照着疾风狼屁股就是一脚。狗畜生，快给老子回去战斗！疾风狼吃痛，回头一瞥间，咦，似乎发现少了点什么。操，给老子回去！张游急得红了眼，又是一脚踹向疾风狼。然而这一次，吼！原本狼狈逃遁的疾风狼却突然张开血盆大口，正好咬住张游的腿。嗷！这回换张游发出了哀嚎，他这才想起自己手中没有了铁链。畜生，给我松开！张游抡起拳头猛砸疾风狼的头部。然而没有了铁链威慑，疾风狼哪里会惯着他？新仇旧恨一起算，他恶狠狠咬住张游大腿，猛烈撕扯起来。啊！张游也是一名淬体7重的武者，但奈何疾风狼实力更强且肉身坚韧，任凭他如何抡砸，疾风狼非但不松口，反而咬得更狠了，鲜血汩汩涌出，染红了斗兽台。这一幕再次惊呆了现场观众，反应最快的是台上的顾晨风。张公子，我来救你。顾晨风是个热心肠的人，见到这种危机情况，他二话不说，抓起地上的铁链就冲了上去。畜生，快松口！顾晨风挥动铁链，卯足了劲儿，一顿猛抽。也不知道是不是疾风狼见了血，彻底失控，面对铁鞭抽打，硬是不松口。反倒是张游发出了更加凄厉的惨叫。没办法，疾风狼的撕咬已经痛极，顾晨风的鞭子却抽得更狠。这家伙不知道是鞭法太差，还是故意为之，10鞭有9鞭都抽打在自己身上，挨一鞭就是一条血槽。转眼间，张游就变成了个血葫芦。顾晨风一边咒骂疾风狼凶恶，一边狠命抽打。这一刻，他将淬体9重的力量和准头暗自发挥到了极致。眼看张游身子已经开始抽搐，嘴角溢出白沫。张少，
一群真情园护卫终于冲上斗兽台，七手八脚的制止疾风狼，解救张游。见状，顾晨风心中叹息一声，也赶紧上去帮忙，但似乎是忙中出错。顾晨风上前拉扯疾风狼时，一个趔趄，不小心踩中了张游的大胯，咔嚓一声脆响，张游咯的一声，两眼一翻，彻底昏死过去。一刻钟后，顾晨风守在张游的担架旁，一脸关切地嘱咐一名真情园管事，把张公子抬回去好生照料，救命之恩就不用报答了，折现1万两吧，毕竟刚才铁链把我手都磨破皮了，总得医治一下。闻言，那中年管事满头黑线，心说您要真的这么关心张少，干嘛死死拽住担架不让我们抬走，这不是趁火打劫吗？但对方可是顾家三少，相国大人的亲孙子，他自不敢轻易得罪。眼看此刻张游翻着白眼，奄奄一息，中年管事生怕对方真的出事，毕竟张游不仅是真情园的股东，更是吏部尚书之子，要是死在了真情园，他们可担待不起。来人，快给三少结账，方才对赌赢的5万两以及1万两救援费，再除去欧阳才欠下的4万两。手握7万两银票的顾晨风终于松开了担架，虽然没能借此机会弄死张游，有些遗憾，但至少解决了购买灵药的资金问题，此行不虚。拿着钱，带着银月妖狼幼崽，顾晨风径直来到上官冰心身前。顾晨风取出5000两银票，上官姑娘，多谢方才慷慨解囊，这是还给你的。上官冰心用一种异样的目光打量着顾晨风，似是要重新认识此人。沉吟片刻，他摇了摇头，举手之劳，不足挂齿，三少只需还我500两就好。上官冰心拒不肯收这5000两。顾晨风话锋一转，这样如何？可否请上官姑娘帮我照看这只妖狼幼崽，多出的4500两就当是他的照看费，毕竟我实在不擅长饲养元兽，只能劳烦姑娘了。看到顾晨风将那只毛茸茸萌哒哒的银月妖狼幼崽递到自己面前，原本想要开口婉拒的上官冰心美眸泛起一丝异彩，有些犹豫。恰在此时，妖狼幼崽伸出粉嫩小舌，咿呀地叫唤了一声。上官冰心忍不住伸手接过小家伙，又顺手撸了2把，然后就松不开手了。而一旁的瑶音公主原本一直绷着俏脸，一言不发，但当她看到顾晨风将银月妖狼幼崽交给了上官冰心，终于是绷不住了。嘿嘿，顾晨风，你之前不是说要送给本宫一只灵宠吗？其实本宫也挺喜欢狼类元兽的，暗示的再明显不过，这只妖狼幼崽就很合本宫心意。顾晨风闻言却是大方道：哦，公主殿下喜欢狼类元兽吗？那我把刚才那只发疯的疾风狼买来送你如何？瑶音公主深吸一口气，没有说话，转身拂袖而去，只是那婀娜的背影微微有些发颤，气都冷。此时的上官冰心也终于做出决定，好，这只银月妖狼就由我来照顾吧。一刻钟后，顾晨风和欧阳才坐上了回城的马车。马车上，欧阳才劝说道：三少，我看你对上官小姐很上心，这是改变目标了。不过上官小姐可是上官大学士的掌上明珠，帝都第一才女，对我们这些纨绔子弟最是看不上。你把那银月妖狼幼崽交给她，就不怕鸡飞蛋打，什么也捞不着。顾晨风倚在马车上，惬意地享受丫鬟揉腿。你懂什么？既然她答应了帮我饲养那只幼崽，今后我就有理由时常去上官府了。你以为我在讨好她，其实她是我养在池塘里的鱼。卧槽！欧阳才虽然不懂养鱼，依旧大为震撼。三少竟有如此高明的泡妞手段，再想起他方才神乎其技的斗兽技艺，欧阳才忽然觉得眼前的顾晨风变得有些陌生。说好一起当废材，怎么感觉三少要背刺我？回到帝都，顾晨风就和欧阳才分道而行。这次在真情园，欧阳才栽了个大跟头，虽然被顾晨风解围，但欧阳才身为帝都有名的纨绔，哪里咽得下这口气？加上这一路顾晨风有意引导，欧阳才觉得这件事不能这么算了。张家竟然敢如此坑害我，说不定是想借此拉我欧阳家下水。我得将事情告诉父亲，动用家族力量对张家还以颜色。此时顾晨风换成了自家马车，心中也在盘算，如今爷爷伤重闭关，老爹又靠不住，顾家被群狼环伺，这张油对自己出手便是一种试探。一旦自己出事，而老爷子没有反应，接下来恐怕就是墙倒众人推，顾家将彻底陷入危局。以自己如今的力量难以正面反击，倒是可以借助欧阳家的力量先牵制张家。虽然有利用兄弟的嫌疑，但有兄弟不用，那还算什么兄弟？帝都万宝斋作为帝都最大的几家商行之一，万宝斋坐落在帝都东部的黄金口岸，一幢修葺奢华的7层高楼俯视周围建筑，气势非凡。此刻万宝斋3楼雅间，
顾晨风正慵懒地坐在一张太师椅上，轻啜着一盏香茗。尽管他竭力保持淡定，眼角余光还是忍不住瞥向对面。对面坐着一名身穿紫色裹身长裙、身材修长丰腴、浑身透着成熟魅惑、御姐风十足的年轻女子。紫色果然最有韵味，尤其是穿在这样一位肤若凝脂、眉眼如画的尤物身上。那裙摆开叉处交叠的雪白长腿，领口深不见底的丘壑，无疑不令人遐想万千。心中暗叹一句：地级强者，恐怖如斯。好在经历了冷心液的魔鬼训练，顾晨风还顶得住。此时女子妙目凝视顾晨风，声音酥柔如4月春风。顾公子，小女子柳福烟是万宝斋帝都分行的副长房，不知公子今日驾临万宝斋，有什么需求？身为万宝斋副长房，柳福烟眼力毒辣，仅是通过青年的衣着气质和随行的护卫，就知道来人身份不凡。至于对方的眼角余光，他已经习惯了。看到他柳福烟能目不斜视的男人才有鬼。可顾晨风收回目光，稍微夹紧了腿。柳长房，贵商行可有恢复精神力的灵药？听到对方需要精神类灵药，柳福烟略感讶异。自然是有的，不知顾公子是要药剂还是丹药？两者有什么区别吗？当然，普通的灵药药剂是以蕴含原力的灵材为原料，按剂量配比而成。而丹药虽然也是灵材制成，却需要炼丹师按丹方精心炼制，将灵药中的药力完全激发。两者功效和价值相差极大。柳福烟说着，便给顾晨风介绍了几种精神类的药剂和丹药，其中精神类药剂的价格在几十两至几百两一剂不等，而精神类丹药不仅种类稀少，价格也基本都超过1000两一枚。这丹药可不便宜啊！顾晨风感叹道。柳福烟笑道：顾公子，精神类丹药本就比较稀有，这还只是普通丹药的价格。一些专攻元气进修为以上武者服用的丹药，价格甚至是前者的数倍乃至10倍不止。灵药的成本固然是一方面，真正的大头还是聘请炼丹师的炼制费用。顾晨风不禁咂舌，一枚丹药竟能卖到1万两，简直是暴利。要是自己也能成为炼丹师，那资源问题不就轻松解决了吗？当然，目前也只能想一想。顾晨风的第一要务还是先提升修为自保。二人交谈片刻后，顾晨风做出决断：先给我来10枚，1000两一枚的清心丹，再来几十副养神药剂。顾晨风打算丹药、药剂一起尝试，先试试效果再说。见顾晨风随口就要了近2万两的灵药，还一副只是浅尝辄止的模样，柳福烟脸上的笑容顿时更浓郁了，身子也不着痕迹的微微前倾。顾晨风顿觉香风袭面，雪风压城，压力好大啊！他暗暗吞咽一口唾沫，竭力稳住心神。柳长房，初次见面，你不打算给我打个折吗？见对方竟然在这种时候还没忘记讲价，柳福烟眼底浮起一抹幽怨之色。顾公子看人家的目光可不像是初次见面呀。顾晨风老脸一红，稍微挪开专注风景的目光。他心知这女人是想拿捏自己，一般的男人可招架不住这种攻势。想到这里，顾晨风干脆也凑近几分，目光大胆地探入峰峦险地，并感慨道：哎，我也不是好色，只是花开的正艳，我若不去欣赏，倒显得有些不解风情了。闻言，柳福烟先是微微一愣，旋即忍不住掩嘴娇笑，笑得花枝乱颤。呵，顾公子还真是个妙人，冲您这番话，小女子给你个8折优惠如何？顾晨风鼻头一热，由衷赞叹。柳长房出手阔绰，有容乃大，顾某佩服。过不多时，顾晨风带着10枚清心丹和一大包药剂，坐马车离开了万宝斋。3楼雅间，纱窗虚掩，柳福烟目睹着对方离去，目光深邃。副长房，8折优惠只有本行的贵宾才能享有，您为何要给此人如此优待？一名灰衣老者好奇问道。柳福烟淡淡一笑，帝都中能够随便拿出几万两出行有武者护卫的年轻人，偏偏还姓顾，你道他是何人？老者目光一闪，顾家3少，不错，只能是他了。副长房是想通过此人与相府打好关系吗？可是如今的相府处境似乎不太妙呀，此时与他们交好会不会？柳福烟不以为然的一摆手，张执事，你要记住，万宝斋是做生意的，不会参与任何权力斗争，我们只投资有价值的客户。如今那位相国大人的情况不明，顾家固然形势不妙，可万一相国大人挺过来了呢？一位军政2界举足轻重的大佬，堂堂宗师级强者，若能支持我万宝斋，我万宝斋在大黎王朝的影响力必能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况且那小子说话还怪好听的，以后他来万宝斋都要特殊照顾。老者会意，钦佩躬身。长房英明，相国府后院。
顾言双着一袭黑色劲装，长发依旧梳成马尾，负手而立。明明很男性化的装扮，却掩盖不了那秀丽容颜和婀娜身段所散发出的女性魅力，真是又飒又美，英气十足。顾晨风见之，赞叹道：“大姐，你今天真是容光焕发，巾帼不让须眉。”站在院中的顾言双微微一愣，嘴角无意识的翘起，但下一刻就恢复冷厉：“少给我打岔，你又出城了？”顾晨风苦笑，话题转移失败，他只得讪讪点头：“哎，出去了一趟，不过我带了护卫，近期也不会再离开帝都了。”看着顾晨风老实认怂的样子，顾言双刚到嘴边的训斥又收了回来。罢了，先不说此事。那日在太荒岭刺杀你的杀手，经过尸检，已确认他们并非帝都人士，且身上被中过蛊虫，应该是北疆武者的手段。但北疆与我大黎王朝素无来往，且距离遥远，不可能为帝都各方势力所驱使。蛊虫，北疆。顾晨风心中微凛。兖州大地疆域辽阔，王朝众多，东西南北各有一方霸主，分别是大炎、大周、大黎、大夏。大黎王朝是兖州南部的霸主，所谓的北疆就是兖州北部大夏王朝统治的一带。大夏王朝与大黎王朝相距甚远，中间隔着一片茫茫冰原。曾经称霸南部的蛮族就生活在这片冰原。如此说来，那两人不是帝都敌对势力派来杀我的。今日真情缘一行，顾晨风基本可以肯定，自己意外坠崖之事和张游脱不了干系。但他也有个疑惑，按理说自己坠崖后，若无冷星夜出手，早已死无葬身之地，张游为何还要派人在悬崖下追杀自己？岂不是多此一举，反而会留下痕迹？如今终于得到了答案，原来那两名杀手是另一伙人派来的。顾晨风心中顿感郁闷，靠，怎么这么多人要搞我？顾言双安慰道：“虽然不知道这些人出于何种目的对你下手，但他们已经失败，如今行迹败露，自不敢再轻易出手。而我也派人在调查此事，很快会有结果。”随后顾言双话锋一转：“前几日你说想要修炼，可有想过要修炼什么功法？”顾晨风一愣，如今他已修炼了开天造化诀，修为达到淬体9星，自然无需修炼其他功法。但此事不能明言，他只能摇头道：“还没想好。”顾言双开口道：“你可以尝试修炼外功。”外功？顾晨风有些惊讶。顾言双介绍道：“修炼一道本就分为内外两派，内功感悟元气，引气入体，淬炼己身；外功则是横练之法，打熬体魄，辅以药物，同样可以强筋健骨，壮大气血。”顾晨风秒懂，这就像武侠小说中内家和外家功夫。顾言双总结道：“内功和外功虽然修炼方法不同，却是殊途同归，尤其在淬体、通脉两重境界，修炼外功的外家武者甚至强于内家武者。不过等跨入元气境后，形势就会逆转，内家武者越来越强，而外家武者却会因为对身体淬炼不彻底，出现各种问题。修为达到元气境巅峰便已是极限，以你在内功一道的修炼天赋，突破淬体境都很难，不如修炼外功，虽然会痛苦些，至少还有机会踏入元气境。”顾晨风思索片刻，却是反问道：“既然两种功法都能增进实力，为何不内外兼修？”听到这个问题，顾言双略感讶异，还是解答道：“修炼一道博大精深，无论是内家还是外家，各自道路都有千条万条，两者兼修固然更强，但世间却没人有那般强大的悟性和毅力。我大黎王朝也曾有天赋不凡之辈，尝试过内外兼修，但最终却卡在了元气境，止步不前。最终他又选择专修元气一道，却因为内外兼修耗费太多时间，错过了修炼的黄金年龄，抱憾终生。言外之意，你小子连内功都练不好，还想着内外兼修，想屁吃呢？”听了顾言双的话，顾晨风却是心中一动。内外兼修难在修炼感悟，可自己似乎最不缺悟性。这两本典籍是我为你挑选的外功功法和武技，你可以试着修炼。顾言双伸出背负的双手，递给顾晨风两本线装书册。顾晨风接过一看，分别是铁相功和伏虎枪法。顾言双叮嘱道：“这铁相功是我用军功在禁军典籍阁中换取的，一种颇为高明的外功，足够你修炼到元气境。至于伏虎枪法，乃是我自身习练的枪法武技，待你外功修炼有成，我会亲自教导你。”闻言，顾晨风不禁心中一暖。那日自己不过是表现出想要修炼的念头，大姐先是将自己的传家之物拿给自己买药，如今又用军功为自己换取功法，还将自己修炼的武技也一并传授。这个看似严厉的女人，实则处处为自己着想。一时间，刚来到这个陌生世界不久，心中多少有些抵触的顾晨风，此刻竟有了一丝归属感。“谢谢大姐。”
顾晨风只说出这4个字。顾炎霜语重心长道：“小风，你是顾家第3代的继承人，将来顾家注定要交到你手中，你必须强大起来，至少要先拥有自保之力。”随即，顾炎霜亲自指导顾晨风如何修炼铁相功。这门外功共有3层境界：灰甲、铁甲、银甲，分别对应淬体、通脉和元气3重境界。功法入门，首先要学会几种基础桩功，调动气血运转。顾炎霜教导顾晨风几种桩功的姿势细节后，嘱咐他要勤加修炼，这才离去。然而，顾炎霜才刚一离开，顾晨风当即收工就回房了。不是他要偷懒，而是不想浪费时间。当务之急是赶紧服药恢复精神力，进入幻武神虚修炼。而顾晨风离去不久，院门外一角静静驻足的顾炎霜不禁美眸一暗，微微摇头。修行武道要的是持之以恒的毅力，他躲在暗处是想看看顾晨风到底有多大的决心。可他前脚一走，顾晨风后脚就溜，哪有半点习武之人的样子？唉，看来是我想多了，这小子对修炼不过是心血来潮，终究是心性未定，难当大任。轻叹一声，顾炎霜看向一旁竹林阴影处，吩咐道：“如今爷爷闭关，帝都暗流涌动，少爷的安全至关重要，普通护卫我不放心，只能劳烦你出手了。”竹林中传出一道略显沙哑的声音：“大小姐客气了，我等既忠于相爷，亦忠于顾家，保护少爷乃分内之事。”闻言，顾炎霜微微颔首，大步离去。爽！后院厢房，顾晨风盘坐床榻，刚服下一枚清心丹，丹药入口即溶，化作一道清流直入丹田，随即一股清凉之意扩散全身，那种感觉就像是极度疲惫的人跳入一池冰水，先是强烈的刺激感，随后身体活性激发，莫名舒爽。此前顾晨风还觉得自己明明精力充沛，精神并不疲惫，可此时在清心丹药力扩散下，自身才显现出一种深层次的疲倦，并贪婪地吮吸着药力。人的身体是会欺骗自己的，有些人日日压榨自己的精力，外表看似与常人无异，时间一长，等真正显露出来，身体就会迅速崩溃，无力回天。历史上很多帝王也是这么把自己身体搞垮的。药力激发下，顾晨风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放松。约莫半个时辰后，身上的清凉之意退去，身体变得温暖之极，其眉心处白光闪烁。下一刻，顾晨风进入了一种玄妙状态，他感觉自己的身体仿佛一分为二，一个身体还盘坐在床榻上，另一个身体却已经置身于一片雾霭之中，身下是一座玉石莲台，仿佛是平行时空中的2个自己。果然进来了。再度进入幻武神虚，顾晨风心中大定。如今得知，不仅是帝都各大家族，连远在北疆都有人对自己不利，顾晨风危机感倍增，迫切想要提升实力，总不能一辈子都活在大姐和顾家庇护之下。更何况如今的顾家本就风雨飘摇，要是闭关的老爷子2腿一蹬，这家估计就没了。趁老爷子余威还在，顾家尚未失势，我要尽快提升实力。收敛思绪，顾晨风直接运转开天造化诀，莲台亮起一丝微光，将它包裹。刹那间，天清地明，念头通达，那种仿佛与天地共鸣、悟性飙升的感觉再现。4方元气汇聚，钻入周身窍穴。顾晨风体内气血沸腾，五脏共鸣，修为迅速提升。约莫1炷香时间过去，轰！顾晨风体内轰鸣一声，他只感觉血脉喷张，经脉发胀，体内沸腾的血液仿佛突然开闸的洪流，奔涌全身，气血如龙，带动元气在体内流淌，加速融入五脏六腑、筋骨皮膜，同时伴随着一股强大力量充盈全身。通脉境，顾晨风眼中金光一闪，便知道自己冲破了淬体9星，跨入通脉境1星。不同于淬体境只是简单的引气入体，通脉境5者经脉畅通，血气运转，带动引入体内的元气进行周天运转，对身体的淬炼程度大幅提升，自己的力量和速度也暴涨了一大截。继续练，有悟道台辅助，又有清心丹加持，顾晨风自然要继续提升。如此又修炼了一段时间，呼，气血和元气震荡，经脉啸鸣，通脉境2星。跨入此境后，顾晨风已经感觉到一丝疲倦，清心丹的药力即将耗尽。又修炼了一阵，还未突破通脉境3星，倦意已如潮涌。床榻上的顾晨风忙取出一颗清心丹，直接服下，那股倦意顿时消退不少，精神力开始恢复。悟道台上的顾晨风继续修炼，这一次他一口气冲击到了通脉境4星，感到疲倦再度袭来，顾晨风又是一枚清心丹服下，本以为能够靠着嗑药
修为一路飙升，直接冲击元气境。不料第3枚清心丹服下后，顾晨风的精神力虽然开始恢复，悟道台的能力也未消退，他却惊诧地发现自己气血之力无法再提升。咦，这是怎么回事？顾晨风停止修炼，默默感受自身。他发现丹田经脉都被气血和元气充盈，身体如同吹胀的气球，隐隐有些胀痛。很快，顾晨风推测出修为停滞的原因，应该是我修为突破的太快，身体蜕变还没有跟上。身体进化不是一蹴而就的，即便有气血和元气滋养，可以加速蜕变，但这个过程也需要消耗时间。绝大多数武者修炼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往往身体先蜕变到某个极限，修为才会随之推进。顾晨风却恰恰相反，有悟道台的强大悟性加持，他的修为提升速度太快，身体素质根本追不上，这就令顾晨风有些犯难了。身体素质跟不上，难道要自己慢慢等？如今这帝都危机四伏，到处都有人要干我，他们会等我吗？答案不言而喻。心中犯愁之际，顾晨风忽然心念一转，对了，既然身体素质跟不上，何不主动提升体魄？他想到了大姐今日教给他的铁相功，外家功法不就是直接提升体魄吗？想到就做，顾晨风直接翻出铁相功开始翻阅。虽然是外功，同样需要悟性，尤其是修炼这些庄功。正所谓百炼不如一战，若领悟不到精髓，庄功姿势不对，就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想要练好外功，绝非易事。偏偏顾晨风现在悟性强得可怕，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他迅速掌握了这些庄功的精髓，直接起身在悟道台上站桩修炼。有了通脉境4星修为做基础，顾晨风站桩的效果更是事半功倍。庄功摆出片刻，他便感觉到身体一阵发热，体内趋于平静的气血再度变得灼热沸腾。虽然气血依旧没有壮大的迹象，但自身筋骨皮膜、五脏六腑却仿佛被唤醒，身体竟开始主动吐纳气血，加速强化果然有效。顾晨风心中大喜，如此一来，自己的身体素质很快就能跟上气血强度，不但修为可以继续飙升，还能内外兼修。思及此处，他脸上不禁浮起一抹冷笑。结，本少爷先猥琐发育，等实力足够，再把那些暗中加害我的人全都拍死。啪！真情园深处，一间雅致阁楼内，刚刚苏醒不久的张游面上就被抽出一条血痕。蠢货！一名头戴斗笠、手握玉骨折扇、气质飘逸的青年端坐一张太师椅上，即便是在训斥，声音依旧出尘，给人一种气定神闲之意。而身体被纱布包裹成粽子的张游，脸上火辣辣的疼，却不敢动怒，还连声赔罪：“公子，是小弟办事不力，我也没想到顾晨风的运气竟然会这么好，非但没有负债，还狠狠宰了我一笔。你以为我说的是这件事？”薄纱之下，青年冰冷的目光盯着张游，透着一丝彻骨寒意。那日在太荒岭，谁让你自作主张将顾晨风推下悬崖的？我说过，顾晨风可以伤，可以残，却不能死。我们只是要借此试探右相大人的情况，否则一旦顾北武没死，而顾家绝了后，就将是不死不休的局面。到时不但帝都诸多家族势力要受到波及，你和老子也都得给顾晨风陪葬。张游闻言不禁打了个寒战，背后冷汗唰的就流了下来。顾北武，这位3朝元老，一等公爵，曾经的兵马大元帅，如今当朝右相，4大宗师之一。即便传闻他就患复发，命不久矣，一提到他的名字，依旧如同一座大山般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要是顾晨风真的死了，而顾北武活着出关了，张游不敢想象到这位右相大人暴怒之下会带来何等恐怖的后果。回过神来，张游又是一脸的委屈：“公子冤枉呀！那日在太荒岭，我遵从您的吩咐，只是暗中刺激顾晨风的马匹，想让他坠马受伤，也不知道那匹马撞了什么邪，径直就冲下了100丈外的悬崖。”听到张游辩解，青年微微沉吟：“这么说，你并没有下杀手？可我却调查到，顾晨风坠崖后，有2名杀手前去灭口，是顾言霜及时赶到，杀了2名杀手。”什么？张游闻言大吃一惊，顾晨风竟然遭到了刺杀，这是要是被顾家的人将自己让顾晨风坠马之事联系起来，自己的嫌疑岂不是最大的？那还了得！公子，不是我派的杀手呀，您可要救救我！张游吓得脸都白了，公然刺杀襄国府公子，这口锅他可背不起。青年淡然道：“你慌什么？我自然知道不是你干的，想来是有人想借刀杀人。毕竟大黎王朝盼着顾家倒台的可不止我们，而顾家没有向我们发难，自然是没有实质性的证据。”张游这才渐渐冷静下来：“公子，
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我这样子怕是不中用了。连续2次任务失败，这次还差点丢了小命，连大胯都被卸了。张游觉得顾晨风有些邪性，他不想再对上此人。青年缓缓起身，折扇微摇道：“顾晨风能够2次化险为夷，的确有些出乎我的预料。不过右相府的那件东西，我们必须要拿到手，还有右相的真实情况，我们也要试探出来。我已经有了具体计划，你先安心养伤，到时候你从旁辅助便是。”闻言，张游心中一松，公子英明，顾晨风那废物定逃不出公子手心。深夜，相府后院的厢房内，顾晨风盘坐在床榻上，呼吸均匀，一动不动，看似陷入了沉睡。同一时间，幻武神虚悟道台上，顾晨风双手抱拳，如揽圆月，屈膝下蹲，身躯规律起伏，若骑奔马。此刻，顾晨风的皮肤隐隐泛起一层辉光，周身肌肉线条清晰可见。虽然此刻保持着站桩姿势，却给人一种动如猛虎、蓄势而发的压迫感。突然，顾晨风突然睁开双眼，唰！他身形迅捷如豹，猛然跃下悟道台，身形急冲间，拳出如风。呼呼！一番凌厉的拳势过后，顾晨风体表灰色，骤然加深，周身肌肉隆起，身躯竟都膨胀了一圈，猛然一记日字，冲拳轰出，轰！虚空都发出一声轻微爆鸣，拳风烈烈片刻后，床榻上，顾晨风睁开双眼，口中呼出一口灼热气浪，额头微微见汗。他看起来有些疲惫，却难掩兴奋之意。从真情园回到相府，才过去短短数日，他又有了极大的提升。铁甲功已经练至第1层灰甲境巅峰，即将跨入铁甲境，肉身素质终于追上了气血强度，武道修炼也再度提升，达到了通脉境6星。而且顾晨风如今是内外兼修，论速度、力量和爆发力，应该比同阶武者更强。可惜的是，身在相府，顾晨风暂时没有实战的机会，不知道自己的具体实力。不过顾晨风现在就是要猥琐发育，不能暴露实力，待危险降临再一招爆发，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而且这种每天实力飙升的感觉令他着实有些上瘾。但今日顾晨风却不得不暂停修炼，因为清心丹和养神药剂基本耗尽了。此前他在万宝斋买了10枚清心丹和许多养神药剂，可悟道台修炼实在太耗精神力，尤其如今要内外兼修，这种消耗更是倍增。并且顾晨风还发现，铁甲功这种外功不能只靠悟道台的加持，毕竟身体蜕变不是光靠悟性能够决定的，还需要使用辅助药剂提升修炼速度。总之要不能停。顾晨风揉了揉眉心，看来又得去一趟万宝斋了。抬眼望向窗外，夜色正浓，顾晨风将最后一副养神药剂服下，没有再修炼，而是美美的睡了一觉。这几日顾晨风几乎是不眠不休的修炼，虽然有清心丹和养神药剂恢复精神，但这种爆肝修炼法对身体总归不利，偶尔也需要彻底放松。然而顾晨风这一觉睡得却并不美丽，因为他做梦了，梦到3年之期已到，冷星夜再次降临，还是在幻武神虚悟道台上，那女人将自己死死压制，狠狠蹂躏，自己不仅没有丝毫反抗之力，甚至濒临死境。梦中冷星夜嘴角浮起一丝冷漠不屑的笑容，小菜鸡，菜就多练。靠！顾晨风猛然翻身起，冷汗浸透衣背，一看天色竟已日落西山，自己这一觉睡了将近1天，看来那女人给我造成的心理阴影不小。顾晨风擦了把额头冷汗，暗自握拳，冷星夜，你给我等着，3年后本少爷一定要翻身做主。匆忙起身洗漱用膳，顾晨风就准备去万宝斋买药，不料下人来报，少爷，欧阳公子求见。欧阳才，请他进来吧。不一会儿，顾晨风在相府大厅见到了欧阳才。数日不见，欧阳才一扫当日在真情园的颓色，眉飞色舞，一脸得意。见到顾晨风，他直接伸手入怀，掏出5万两银票。三少，给，这是还你的。看到银票，顾晨风有些诧异，我又没让你还钱，而且我也只帮你还了4万两的赌债。欧阳才却是一拍胸脯，毫不在意道，多出的1万两算是利息，三少帮我出了口恶气，我哪能亏待自家兄弟。闻言，顾晨风也不废话，接过银票揣进怀里。你小子这是去打家劫舍了？顾晨风有些好奇，即便欧阳才是户部尚书的公子，一次性输掉数万两银票，回去不被责罚就该谢天谢地，怎么还能如此豪阔？欧阳才嘿嘿一笑，可不就是打家劫舍吗？不过劫的是张家。闻言，顾晨风目光一亮，这几日他沉迷修炼，对外界之事的确不知。一番追问之下才知道，那日
欧阳才在自己的引导下，回到家就将自己被坑的事情告诉他爹，户部尚书欧阳德。这位尚书大人只有欧阳才一个儿子，平日甚是宠溺。得知他被人做局，当众羞辱，甚至意图污蔑欧阳家贪没国库，顿时大怒。于是第二日，欧阳德就以户部清查帝都赋税为由，请旨调派差役兵丁在帝都来了一波大清洗，凡是偷税漏税的商户产业都要受到严惩。当然，说是全面严查，这里面的门道可多得很。毕竟能够在帝都经营买卖的商户，哪个没点关系和手段，账面不可能完全干净。于是在户部有意针对下，这场大清洗中，吏部尚书张家的产业就得到了特殊关照。什么酒楼、当铺、丝绸铺，张家的产业一夜之间被光顾了个遍，缴纳的罚金数额惊人。这些钱一部分进入了国库，一部分用来打点上下关系，还有一部分自然进入了欧阳家。欧阳才的衣兜也随之鼓胀起来。听了欧阳才的讲述，顾晨风不禁失笑。他之前想过借助欧阳家的力量牵制张家，却没想到欧阳家如此给力。这种程度的出手，虽然无法伤及张家根本，也能让他们脱一层皮，狠狠肉痛一番了。欧阳才兴奋道：三少，这次可真是大快人心，走，咱们去千椒阁庆祝一番。你是不知道，千椒阁有一位艺妓，不但貌似天仙，琴棋书画也样样精通，素有帝都第一大家之称，是无数男人心中的女神。我带你见识一番。千椒阁号称帝都第一青楼，能够在此楼成为大家，自非凡女。然而顾晨风却是断然摇头，我对烟花之地不感兴趣。他心说，逛青楼哪有修炼爽。见顾晨风拒绝，欧阳才也不意外，嘿嘿，三少是怕公主殿下还有上官姑娘知晓，所以不去吧。顾晨风也懒得解释，行了，没有什么事的话，你就走吧，本少爷还有正事要办。闻言，欧阳才又想到了什么，三少，你这么一说，我倒真的想起一事。你知道吗？这次户部清理帝都赋税，还清出了一伙怪人。怪人？顾晨风生出些许兴趣。怎么个怪法？欧阳才道，那伙人用一家丝绸铺做幌子，暗中却藏着许多兵刃，还用一些瓶瓶罐罐养虫子。户部差役发现他们的秘密，那群人就直接暴起，竟杀了许多差役。他们身手不凡，都是武者，还有人能够驱使虫子杀人，竟直接杀出了包围。后来帝都禁军出动追捕，却发现他们已遭人袭击，全部七窍流血，暴毙当场。三少，你说怪不怪？说起此事，欧阳才一脸的猎奇和惊悚。殊不知顾晨风的目光早已经变了数次，只是被他很好的隐藏起来。他故作惊诧道，还有这种事？那你们查到那伙人的来历了吗？欧阳才答道，我爹没给我细说，只说这伙人应该来自北疆。顾晨风目光微微收缩，心中基本可以断定，那日在太荒岭刺杀自己的2名杀手，即便与这群人不是一伙的，也必定有所联系，或许可以借此查出真凶。可如欧阳才所言，这群人全都暴毙，似乎无从查起。顾晨风不死心道，现场还有没有其他线索或是别的发现？欧阳才摇头道，这案子已经转交给大理寺和刑部，现场也被封锁，我也不清楚。顾晨风心中暗自一叹，恐怕只能让大姐帮忙调查了。正想着，欧阳才忽然一拍脑门，三少，给你看一件东西。他神秘兮兮地从袖中掏出一个透明的水晶瓷瓶，顾晨风一眼就被瓶中一只拇指大小，身体散发莹莹白光，宛如白玉雕琢的甲虫吸引。这是？欧阳才低声道，三少，那日事发之后，我心中好奇，便带着府中护卫去看了现场。嘿嘿，然后我在那家丝绸铺的角落发现了这只虫子。顾晨风目光凝视着水晶瓶中的虫子，侧耳倾听片刻，神色越发怪异。是挺别致的，不过你把它捉起来干什么？为何不上交大理寺？欧阳才有些不好意思道，一只虫子而已，交不交有什么关系？再说这虫子长得挺漂亮，说不定能讨一些大家闺秀喜欢。我要是像三少一样把它送给心仪的姑娘，不就有借口去看虫子，顺便和姑娘们多交流吗？顾晨风听得瞠目结舌，这货偷偷捉来这只虫子，竟也是想学养鱼之法。关键你东施效颦就算了，好歹找只可爱的元兽呀。弄只蛊虫，这么重口味，是想送给猎口女？见顾晨风神情怪异，欧阳才也意识到有些不对劲。三少，你怎么这么看着我？这虫子有什么古怪吗？顾晨风没有回答，目光凝视着瓶中的虫子，倾听瓶中发出的细微嘶鸣，随即脑海中浮现出特殊的声音，快放了我，你们这2个混蛋！主人，快来救我，把他们杀掉，通通杀掉！刺奥！在倾听了玉白甲虫的授语，顾晨风顿时做出判断，这玩意儿绝对是蛊虫，
而且不是一般的蛊，乃是本命蛊。自从顾言霜告诉他刺杀他的2人来自北疆，会用蛊术后，他也曾抽空在襄府藏书阁找了一本关于蛊术的典籍，了解过北疆蛊术。他知道普通蛊虫除了攻击力强一些，或是具有毒性，与普通昆虫差别不大。而欧阳才捉到的这只明显智慧非凡，甚至能主动呼唤主人，唯有尸骨者以精血培育，性命相连的本命蛊才能做到。而能够培养出本命蛊的蛊师也绝非一般人。此时瓶中的蛊虫看向欧阳才，目光怨毒，还在嘶鸣咒骂：可恶的人类，趁主人身受重伤将我捉走，等主人恢复了，一定要将你碎尸万段。一边咒骂，他还不时呼唤：主人，你什么时候来接我？我不想待在这里。此时顾晨风就隐约感应到有一缕细微波动传入瓶中，随即瓶中的蛊虫渐渐恢复平静。主人，我知道了，等你恢复了伤势再来救我。顾晨风心中一动，顿时猜测那一缕波动应该是本命蛊主人传递的意念或精神力。自从修炼了开天造化诀，顾晨风的灵觉就变得极其灵敏，尤其对于精神力波动感知异常敏锐。如今踏入通脉境更是如此，换做其他人恐怕就是元海境武者也无法察觉。顾晨风心思电转，本命蛊的主人还能够给蛊虫传讯，证明他距离蛊虫不会太远，多半还在帝都。找到此人，就有可能揪出那2名杀手的幕后指使者。而且此人身受重伤，连本命蛊也不敢来取，这是个好机会。顾晨风当即有了决断，对欧阳才道：你送女孩子虫子也不怕吓着人家，想要泡妞还不简单，回头教你2招，至于这虫子我收下了。欧阳才有些愕然，但想想送女孩虫子似乎的确不妥，而且3少肯传授自己经验，还要这破虫子干嘛？行，3少你说了算，走，陪我在帝都转转。3少，你不是说还有正事要做吗？正事哪有陪兄弟重要？片刻后，顾晨风和欧阳才走出襄府大门，看着身后跟着的数十名顾家护卫，欧阳才有些诧异：3少，就在帝都逛逛街，需要带这么多人吗？你不是说帝都出现了歹人吗？多带些护卫，安全些。说的也是。一路上顾晨风真就像是出来逛街的，走走停停，左看看右瞧瞧，时不时还会抖动那只水晶瓶，逗弄一下那只白色甲虫。欧阳才不以为意，只当是3少今日颇有雅兴。殊不知顾晨风这一路上看似随意，实则保持着高度警惕，凝神感应四周传来的精神力波动。他故意抖动水晶瓶，晃动里面的本命蛊，蛊虫受惊便下意识呼唤主人，而那名隐藏在帝都的蛊师就会释放出一缕精神力，安抚蛊虫。顾晨风顺着精神力传来的方向一路靠近，最终一行人停在了帝都东面玉香河畔一座灯火通明、人来人往的高楼，楼高5层，披红挂彩，还未踏入楼中就有阵阵脂粉香气顺着河畔清风溢散。一楼大门处有环肥燕瘦、打扮或妖艳或清纯的年轻女子，扭腰摇扇向来往的男人暗送秋波。不时有男客携美入楼，众人抬头赫然看到楼阁上的3个大字千交阁，然后场面就有些尴尬了。欧阳才一脸怪异地看向顾晨风：3少，我刚才请你来千交阁，你不来怎么？不等顾晨风回答，欧阳才忽然意味深长地哦了一声：哦，明白明白。欧阳才对身后2家的护卫道：你们都看到了，3少和我是碰巧经过千交阁，现在本少爷要强行将3少拖进去，你们可要给3少作证。说着，欧阳才冲着顾晨风挤眉弄眼，拽着他就往里钻。欧阳才已是千交阁的常客，早有老鸨热情相迎，将2人请上了4楼雅间，修葺奢华典雅的包厢内。欧阳才左右各搂着一名衣着暴露的年轻女子，一女为他喝酒，一女帮他夹菜。欧阳才则双手上下摸索，像是经验丰富的大厨，在加热锅里的菜惹得2女娇嗔连连。那场面，的确不堪入目。对面的顾晨风身边同样有2名女子，殷勤服侍，身材样貌也俱是不俗，但顾晨风却是正襟危坐，丝毫没有上手的意思。欧阳才见状，似乎找到了主场优势，笑着打趣：哈哈，3少别这么拘谨，一回生二回熟嘛。你身边的春花、秋月，那可是千交阁里花魁级别的姑娘，今晚就让他们服侍你，一切花销本公子买单。欧阳才这番露骨的话，惹得2名花魁俏脸绯红，眼角余光，却都灼灼地看向顾晨风。他们自然知晓这2位贵公子的身份，顾晨风那可是相国府的少爷，2女不敢奢求，飞上枝头变凤凰，当妻做妾。但要是哄得这位少爷开心，多给些赏赐，
今后照拂一二也是莫大的光彩和脸面。更何况这位三少模样还生得挺俊俏。对于欧阳才的调侃，顾晨风笑着摇头，心中却是嗤之以鼻，到底还是太年轻，没吃过好的呀。他顾晨风身为冷心液训练出来的战士，寻常姿色的女子哪里还入得了他的眼？更何况他今日前来可是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顾晨风假意饮酒，目光却是透过厢房窗栏暗中扫视千交阁大厅，心中暗自疑惑，那股精神力波动消失了。顾晨风并不担心对方会逃走，因为他知道本命蛊与蛊师性命相连，没有蛊师会舍弃本命蛊。而且看蛊虫现在异常安静的模样，显然也是感应到了主人就在附近，情绪很稳定。顾晨风也不着急，那蛊师不会错过这个机会，他一定会想办法接近自己，夺回本命蛊。如今千交阁周围已被相府护卫包围，那名蛊师又身受重伤，而我也有通脉境6星，内外兼修的实力，虽然有些风险，但问题应该不大。顾晨风心中分析敌我力量的同时，目光不由瞥了眼4楼窗外某个阴暗角落，以他敏锐的感知力自然察觉到相府内那道一直在暗中守护自己的气息也跟到了千交阁，应该是大姐派来保护我的高手，这种配置对付一个重伤的蛊师足够了。顾晨风继续与欧阳才淡定饮酒，并任由身旁2位花魁借服侍之机在禁区带球撞人。如此过了约莫1炷香的时间，忽然千交阁大厅传来击磬之声，搅扰了这旖旎香艳的气氛。一名管事模样的中年人高声呼喊道：诸位，今日苏大家为了答谢诸位客官的支持，要亲自为诸位抚琴一曲。闻听此言，原本还抱怨被搅扰了兴致的客人们，无论老少都是精神一振，就连明显已经有些上头抱着2盘白菜乱啃的欧阳才都瞬间清醒过来。什么？苏大家要表演琴艺，机会难得，我可得好好欣赏。此时顾晨风也是神色微动，方才在酒桌上他可没少听欧阳才夸赞那位苏大家此女加入千交阁不过数月时间，却因她的绝世姿容和出神入化的琴艺与才名名动帝都，甚至有人将此女和上官家的才女上官冰心并称帝都2大才女，一跃成为千交阁第1大家，达成艺伎的巅峰成就。不过传闻近来苏大家偶感风寒，身体不适，一直没有露面，今日竟突然主动献艺，着实令阁中宾客喜出望外。然而顾晨风却从中嗅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味道。事情好像变得有趣起来了。吱呀，随着千交阁顶楼西厢一扇木门缓缓开启，2名侍女抬着一张桐木古琴，在廊道木栏将古琴架好，又铺上青竹凉席和一张蒲团。随即在一众宾客的欢呼呐喊中，一道倩影徐徐走出厢房，阁中的喧嚣声骤然一寂，而后又轰然沸腾。苏大家出来了！楼上楼下无数目光汇聚的焦点，一袭月白身影浮现，女子身形修长曼妙，衣袂如流云垂落，腰间素带青束，衬得身段更显倩袅。她面上覆着烟紫色的轻纱，只露一双眉眼，眸若秋水，清冽寒光，眼尾微挑，慵懒间透出3分媚意。青丝半挽，一只白玉簪斜插，余发垂落颈侧，更显肌肤胜雪。莲步轻移，裙裾微漾间，无声的风情溢散，妩媚清纯，还带着一股神秘色彩，瞬间抓住了所有人的眼睛。尽管还隔着面纱，无法完全看清楚此女的容貌，仅是那绝美的步态和完美身材，就令在场宾客的心脏情不自禁地狠狠抽动。好一个尤物！便是被千锤百炼的顾晨风，看到此女的一刹，也有片刻的失神。万众瞩目下，女子款步上前，坐于蒲团之上，轻甩长袖，一根玉指拨动琴弦，叮，清脆悠扬的琴音回荡阁楼。原本人声鼎沸的千交阁，竟瞬间变得寂静，落针可闻。小女子抚琴一首，献给诸位客官。苏大家的声音亦如琴音般清脆悦耳，绕梁不绝。阁中众人如被施展了定身法，就那么痴痴地望着她的身影，像朝圣的信徒般虔诚。顾晨风透过窗栏望向此女，目光也呆滞了一瞬，下一刻他却面色一变，这女人有点邪门。从对方出现到拨动那根琴弦，整个过程他仿佛接管了千交阁内所有人的情绪和心神。这是催眠。顾晨风心中微凛，若非他修炼了开天造化诀，精神力异于常人，对这种手段有很强的抗性，不然也要遭到。心中大概猜到了对方的用意，顾晨风没有出言叫破，反而配合对方表演。他也故作痴呆地望向苏大家。此刻此女那双秋水眼眸居高临下，扫视楼阁，目光在对面顾晨风和欧阳才所在包厢多停留了片刻，
随即，袅袅琴音如朦胧烟雨，浸润四方。苏大家的琴艺果然高绝，即便以顾晨风这个现代人的眼光，也感到颇为惊艳。其他人自是更加如痴如醉，整个千焦阁都沉浸在悠扬的琴音之中，气氛和谐。但顾晨风却敏锐察觉到异常，他先是感应到水晶瓶中的本命鼓一阵躁动，主动发声：“主人，快救我！”随即，一缕暗藏于琴音下极其隐晦的精神力波动没入自己脑海。顾晨风瞳孔微震，目光似乎更加涣散了。随着琴音继续，那一丝精神力仿佛一根无形丝线，逐渐掌控了顾晨风的身躯。他目光呆滞地望着抚琴的苏大家，无意识地伸手将袖中的水晶瓶取出，又将拧紧的瓶塞缓缓拧转。这一刻，苏大家明媚澄澈的眼眸都升起一丝紧张的情绪。而千焦阁4楼窗台外，一双隐没在黑暗中的眼睛隐隐察觉到一丝异常，便要有所行动。同一时间，随着水晶瓶盖松开，那只散发白光的蛊虫早已迫不及待冲出瓶口，发出兴奋嘶鸣：“主人，我回来了！”但下一刻，随着2根手指闪电般的夹住蛊虫身躯，一切戛然而止。本命蛊奋力挣扎，却如同被铁钳钳住一般。他下意识用锋利的獠牙去撕咬手指，2根手指却蓦地泛起灰色，一股巨力挤压而来。本命蛊发出一声痛苦嘶鸣。啊！阁中袅袅琴音一顿，抚琴的苏大家突然发出一声痛哼，身躯如遭雷击，险些栽倒。什么情况？琴声怎么停了？大厅内原本如痴如醉、眼神呆滞的人群都惊醒过来。众人望向顶楼，就见苏大家在2名侍女的搀扶下起身：“诸位客官，实在不好意思，妾身忽然有些不适，需要小憩片刻。”说话间，苏大家一双幽潭般的眼眸透过4楼包厢的窗口，深深地看了一眼某人，转身离去。苏大家的情谊暂时中断，楼中众人意犹未尽，但一想到苏大家那绝世姿容与气质，也没有人忍心苛责，只觉十分遗憾。欧阳才搂着2名花魁，一脸叹息：“可惜，实在可惜，好不容易见一次苏大家抚琴，竟然不能尽兴。”顾晨风已将本命蛊重新装入水晶瓶，笑道：“以你欧阳家的权势，区区一个艺妓，让他到你府上演奏几曲，又有何难？”欧阳才却是连连摇头：“三少，这你可就错了。苏大家这等人物，岂会屈服权贵？这几个月来，苏大家不知道拒绝了多少帝都权贵的邀请，甚至有人出价万两求他弹奏一曲，都无法打动他。我听说不久前国舅爷派人邀请他到府上做客，都被他直接拒绝了。苏大家乃是天人，又岂是普通艺妓可比？”欧阳才满脸倾慕，堂堂户部尚书公子，此时竟有几分自惭形秽之意，仿佛这位苏大家真是一位不可亵渎的神女。顾晨风不屑一笑：“这苏大家被你吹得这么神，还真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不成说到底，还是你们泡妞的水平太次，拿不下他。”闻言，欧阳才嗤之以鼻：“三少，你就别吹了，虽然你最近泡妞手段大涨，让我刮目相看，但你想打苏大家的主意，就是痴人说梦，别说泡他，估计见他一面都费劲。”哦，顾晨风耳廓微动，笑容变得玩味：“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泡他了？本少爷是那么主动的人吗？就怕那苏大家见到本少惊为天人，自己主动扑上来。”噗！欧阳才扑哧一乐：“三少，苏大家若真的主动扑你，我直接吃。”咚咚！突然，厢房房门被人敲响，进来。房门推开，一名容貌俏丽的侍女步入厢房。原本龇牙嘲笑的欧阳才不由一怔，他认出此女是苏大家身边的侍女。这侍女朝他们盈盈一礼后，径直走到顾晨风身边：“这位是就是顾晨风，顾公子吧？”“正是本少。”“何事？”顾晨风鼻孔朝天，一脸傲然：“婢子是苏大家的侍女，苏姐姐让我来传话。姐姐说早闻公子大名，名动帝都，今日难得有缘，姐姐想单独与公子见上一面，还请公子一步一叙。”此言一出，厢房内静得可怕，尤其是欧阳才脸上的嘲讽笑容迅速凝固，双眼逐渐瞪圆，眼珠子都有些泛红了。苏大家竟然派人来邀请三少私下相会，自己一定是听错了。顾晨风却是一脸淡定道：“行，你到门外等我，本少再陪我兄弟喝几杯。”“是。”侍女应声退下。顾晨风端起酒杯，欧阳才脸上消失的笑容浮现在他的脸上：“兄弟，你刚才想说什么来着？你要吃什么？我没听清，你再说一遍。”千焦阁顶楼，在那侍女的带领下，顾晨风从一处隐蔽的侧门进入了西厢，穿过珠帘，入得内室，就见厅中摆放着一张实木小几，2张蒲团。白衣如雪、面容轻纱的苏婉月正
正端坐在一张蒲团上，玉手指展，以茶筅搅动，点出墨波，制成一杯上好的茶汤。沏茶毕，此女一双明媚如秋红的眼眸才看向顾晨风：“顾公子，你来了。”不用此女招呼，顾晨风已经大咧咧坐在了对面的蒲团上，他目光肆意打量着对面的苏婉月。尽管此女脸上覆盖纱巾，但那鲜美合度的面部轮廓和挺翘的鼻梁，不难看出这女人的确是天姿国色。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这种没有医美的时代，此女看似纤细的身材竟是细枝接硕果，极其有料。顾公子，你打算一直这样盯着妾身？对面的苏婉月原本一直神情淡然地端坐着，试图无视顾晨风冒昧的目光，可眼见这家伙目光越发肆无忌惮，甚至开始身子前倾，嘴里啧啧有声，他终于受不了，出声提醒。闻言，顾晨风一拍脑门，差点忘了这里是青楼，苏大家若是想宽衣解带，让顾某进一步欣赏也无不可。呼，苏婉月深吸一口气，平息胸中怒火。三少，我们不妨开门见山，你挟持我的本命骨，又一路寻到此处，究竟有何用意？想听实话？当然。顾晨风目光越发炽热逼人。其实我想将你捉住，蹂躏折磨，为所欲为。闻言，苏婉月眼中寒芒渐射，身上一股无形气势瞬间笼罩顾晨风。顾晨风心中警惕，背后汗毛倒竖，眼前的女人给他一种极其危险的感觉，对方的实力绝对非同一般。然而此刻顾晨风脸上却没有丝毫畏惧之色，他端起身前那精致的茶杯，轻轻抹撒着。怎么还不动手？是因为你身上的伤势太重，还是你清楚即便动手你也逃不出千交阁？此刻千交阁外散布着顾家护卫，包括厢房门口都有几名武者护卫把守，清一色的武者，其中还有元气境武者。顾晨风的目光又有意无意的瞥了眼阁楼房顶，那里隐隐有着一丝隐蔽的气息波动。随行的护卫和暗中的高手，加之自身隐藏的修为，如今还掌控着对方的本命骨，此女还负伤在身，令他有足够的底气试探。果然，苏婉月身上的气势逐渐消散，他主动开口：“看来你认为那日在太荒岭是我们派人暗杀了你，难道不是吗？”苏婉月平静道：“顾公子，我们的确来自北疆，也会蛊术，但北疆地域辽阔，宗门无数，修行蛊术之人不知凡几，难道都是一伙的？况且若真是我们安排的刺杀，若任务失败，我们当然会第一时间撤离，哪里会傻乎乎的留在帝都任你们抓捕？”顾晨风眉头微皱，此前他对此事也产生过一丝疑惑，不排除你们心存侥幸，或者还想孤注一掷，再度对我出手。苏婉月无奈摇头：“顾公子，恕我直言，若我们真的对你有加害之心，办法有很多种。至少那日如果是我亲自出手，你没有活路的。而且如果只是暗杀你，我们这么多人入驻帝都，岂不是更容易暴露？”这次顾晨风没有否认，对方提出的这几点也都是他来的路上思考过的疑点，但他依旧默然道：“可帝都附近同时出现2波会蛊术的人马，实在太巧。你也没有告诉我你们潜伏在帝都的目的。”苏婉月犹豫片刻开口：“实不相瞒，我们潜伏在贵国帝都是要执行一件重要的任务，我们并不想节外生枝。当我们得到情报阁下在太荒岭的意外，且有蛊师参与的痕迹，我们也很诧异，并着手调查此事。”顾晨风目光一闪：“哦，那你们可有发现？”苏婉月点点头：“我们的确查到一些线索，原本已经顺藤摸瓜，即将追查到幕后之人贵国的官差，却被人故意引到了我们的藏身之处，并且有人趁乱向我们发动袭击。我的手下都被对方灭杀，我也遭到一名强者袭击，受了重伤，本命骨都因此失散。”此女语气不善道：“我怀疑有人借此事栽赃嫁祸，想让我们和顾家结仇。”顾晨风沉吟良久，开口道：“虽然有些道理，但这都是你的一面之词，你要如何才肯相信我？查出刺杀我的真凶，自证清白。”苏婉月目光冰寒：“这一点不用顾公子提醒，我也会去做，毕竟我的同伴们不能白死。”啪！顾晨风一拍手：“既然大家的目标一致，我们可以临时达成合作，我也正有此意。”化敌为友后，此女眼中的冰冷渐渐消退。既然已是合作伙伴，顾公子能否将我的本命骨？顾晨风直接出言打断：“苏姑娘还是先安心养伤，在我们找出真凶前，本公子自会帮你照料好这只蛊虫。”这……苏婉月迟疑了一瞬，最终点头道：“好吧，那就有劳顾公子了。为了预祝我们合作愉快，妾身以茶代酒，敬公子一杯。”说着，此女竟是主动起身，轻移莲步来到顾晨风身边，举杯相邀，望着家人捧杯，妙目流转，在嗅着对方身上飘来的丝丝缕缕的诱人体香。顾晨风目光微荡，
随手端起茶盏与对方相碰，叮，茶盏碰撞，发出一声清脆声响。顾晨风荡漾的目光如被搅乱的湖面，化作一片迷茫。苏婉月眸光一闪，号手靠近顾晨风，柔声耳语：“顾公子，还请怜惜妾身，将本命骨还给人家，好不好？”顾晨风神情茫然点头：“还，这就还你。”啪！话音未落，一声清脆响亮的巴掌声响彻厢房。苏婉月脸上原本魅惑得逞的笑容，突然被臀部袭来的火辣痛感瞬间冲散。你！苏婉月惊怒交加，下意识挥出一掌，啪嚓！茶盏落地之声掩盖了顾晨风两指之间一声痛苦嘶鸣。嘶！刹那间，苏婉月紧绷的身躯如遭雷击，那挥出的手掌软塌塌地搭在顾晨风胸口，后者顺势将苏婉月柔弱无骨的娇躯揽在怀中，软玉温香在怀。顾晨风却是神色冷漠，捏住蛊虫的手持续发力。好痛！别用力！本命骨与自身血脉相连，苏婉月顿时感到一阵钻心剧痛，她眼前一黑，险些晕倒，口中下意识的哀求。同一时间，原本听到茶盏落地之声，准备冲进房中的护卫和阁楼顶部一道已经飞跃到窗棂外就要破窗而入的黑影，在听到这声呻吟哀求后，同时停止了动作。几名护卫脸上露出怪异神色。窗外黑影也是无语摇头，而房间里，顾晨风冷冷地看着怀中的苏婉月，森然低语：“你如果真的想跟我合作，最好收起你的小心思。这些低劣的催眠之术对本少可不起作用。我只是想拿回本命骨，并非想加害你。”苏婉月有气无力地说道：“若非如此，你已经是一个死人了。”顾晨风冷冷回应一声，终于松开对方娇躯，并将本命骨再次收回。厢房内一阵沉默，气氛有些尴尬。苏婉月心中又惊又恼又悔，惊的是顾晨风竟然能够数次抵挡住自己的催眠之术，恼的是这家伙竟然假装被催眠，暗施偷袭。他竟然打我这脸，还敢抱我，真是无耻。感受到身体某处传来火辣辣的刺痛感，他估计那里已经肿了。早知如此，就不该尝试拿回本命骨，赔了夫人又折兵。而顾晨风此刻表面依旧冷漠，心中却忍不住回味胸膛和手上的触感。乖乖，这手感这回弹力要了亲命了。片刻后，顾晨风板着脸道：“苏姑娘，此事下不为例，希望我们能够好好合作，等找到真凶，我自会将本命骨归还。”说罢，他转身欲走。等等，苏婉月却叫住了他：“还有何事？我现在的身份毕竟是青楼艺妓，顾公子是我第一位入幕之宾，还是与我交换一件信物吧。”苏婉月提醒道。说着，此女主动从腰间取下一个造型精美的香囊。顾晨风恍然，这里可不像现代，男女交往互留信物是最常见的方式。既然两人已经合作，今后少不得还要来见苏婉月。有了彼此的信物，方便走动不说，也不会引起别人怀疑。但顾晨风身上除了银票也没带什么信物。犹豫片刻，他开口道：“苏姑娘，这里可有笔墨纸砚？”苏婉月点点头，又有些诧异道：“顾公子要这些东西作甚？”顾某来的匆忙，身上没有信物相赠，就随意赋诗一首，赠与姑娘吧。千交阁包厢内，自从顾晨风被苏婉月请进了厢房，私下会面，欧阳才就觉得这菜也不好吃，酒也不香了，就连身旁两位作陪的花魁卖力服侍，他也提不起兴致了。他心中不敢亵渎的女神，才貌冠绝帝都的苏大家，居然会主动邀请三少当他的首位入幕之宾，哪怕三少是他的好兄弟，欧阳才一时也难以接受。我和三少并称帝都二妃，为什么就把我落下了？难道是我不够废吗？在包厢内左等右等，终于顾晨风返回了包厢。欧阳才急得跳脚：“三少，你怎么去了这么久？你和苏大家都干了些什么？”顾晨风没有多言，只将手中那只带着美人体香的香囊在半空扬了扬，淡淡开口道：“苏大家果然很润。”欧阳才顿时手捂胸口，脸色发白，身躯摇摇欲坠。经过一阵幻灭后，他由衷感慨：“三少，我服了，今后泡妞一到，你就是我的祖师爷了。祖师爷在上，请受我一拜。”同一时间，顶楼西厢房内，苏婉月靠在书案前的长椅上，用手轻揉娇躯某处，俏脸绯红，眸中晕色未消。这个混蛋下手真重，一点也不知道怜香惜玉，而且不仅粗鲁，还小妾，连一件珍贵点的信物都舍不得给，还学别人题诗。谁不知道顾家三少是个不学无术的纨绔？苏婉月满怀幽怨和愤懑，奈何本命骨被对方控制，他也只能受制于人。如今他伤势未愈，手下也全部丧生，要找出嫁祸自己的真凶，说不得还真要借助顾家的力量。
且先与这家伙合作，找机会夺回本命谷，说不定还能利用他，帮我完成那个任务。打定主意后，苏婉月的目光终于看向桌案上顾晨风写的那首诗词。方才顾晨风在这里写画画时，他压根儿没心情去看。如今既然要和顾晨风维持艺伎与入幕之宾的关系，这幅诗词再拙劣，他也只能收下，大不了自己改写一番，再装裱起来。随即，苏婉月执笔，目光随意扫过诗句开头，苏大家，果然是很庸俗的标题。他又看向诗文第一句：清风婉月醉西楼，笑问红尘又一秋。只一句，苏婉月便微微一怔，脸上的不屑之色悄然收敛。他下意识坐直了身子，凝神细读起来。清风婉月醉西楼，笑问红尘又一秋。欲诉往昔难落笔，纸短情长意难留。昨日已随晚风去，几度惆怅无来由。试问秋雨为谁休？落花含泪诉离愁。啪嗒！读完全诗，苏婉月的神情彻底呆滞，连手中笔杆滑落都不自知。眼前画面忽然变得朦胧起来，他仿佛看到了清风明月夜，痴男怨女恩爱缠绵后，天降秋雨，簌簌而落，情人洒泪相别。最终，男人的背影渐渐模糊在雨幕和女子眼眶的泪水中。不自觉的，苏婉月的眼角竟也有些湿润了，完全被诗句中的意境所感染。却说顾晨风和欧阳才此时已经离开了千交阁，欧阳才打道回府。顾晨风见天色不算晚，便赶去了万宝斋。回想今日千交阁一行，虽然没有找到真凶，却也得到了不少线索和消息。至于那苏婉月，顾晨风的确想要利用她找到暗杀自己的凶手，却也留了个心眼。此女身份不明，待人潜藏在帝都，即便不是针对自己，恐怕也图谋不小，倒是可以在日后的接触中慢慢试探出来。坐在马车里，顾晨风灵觉感知到那道隐秘的气息又跟着自己前行，他不由心中暗自吐槽：还他娘的高手，老子差点被那女人阴了，也没见你预判出手。若是让暗中随行之人听到顾晨风的心声，估计要郁闷的吐血。即便是高阶武者，能够通过契机提前预判一些危险和杀气，但苏婉月对于顾晨风并无杀意，用的也都是极为隐晦的催眠手段，自然难以感知。而顾晨风逛的又是青楼，不便直接监视看他的活春宫，如何提前发现端倪？很快，顾晨风来到了万宝斋，在3楼雅间等待了半晌，那熟悉的婀娜身影才姗姗来迟。今日的柳福烟身着一袭黑色紧身长裙，将她那修长丰腴的娇躯衬得淋漓尽致，曲线迷人。尤其是裙摆尾部大胆的镂空设计，竟颇有几分黑丝风韵，深得某心。不过顾晨风却留意到柳福烟眼中略带一丝疲态，似乎心情不佳。顾公子，今日光顾我万宝斋，又想采购些什么？姐姐还是给你8折优惠。见到顾晨风，柳福烟掩去倦容，展颜笑道。顾晨风道：我想再采购一批清心丹，以及一批炼体灵药。听闻顾晨风又来买丹药，还要炼体药物，柳福烟有些惊讶。毕竟顾晨风数日前才购买了不少丹药，他也没有多问，直接为顾晨风介绍起炼体灵药的品种。顾晨风本以为炼体灵药会很便宜，结果却是大出所料。那些高品质不伤身体的炼体药剂，因为原料稀有，配方罕见，价格甚至比一些丹药还贵。普通外加武者使用的炼体药剂大多含有杂质，甚至会有些副作用和毒性。但既然选择了修炼外加功法，这些武者也就默认了修为最多达到元气境，几乎都不在乎长远影响。但顾晨风要内外兼修，不能顾此失彼，只能选择高品质的炼体药剂。不一会儿，一桩价值8万两的买卖便在雅间内达成。这次顾晨风一口气购买了40多枚清心丹，又花费4万两购买了一批炼体药剂。买卖达成，柳福烟乐得合不拢嘴，顾晨风却肉痛的直抖腿，太特么贵了。之前购买丹药剩下的5万两银票，加上今日欧阳才给自己的5万两，转眼就只剩下2万两了。果然是穷文富武，这氪金的速度实在有些吓人。自己现在还是通脉境，等到日后境界越来越高，消耗速度恐怕还会更恐怖。要修炼到宗师之境，耗费资源恐怕会是个天文数字。顾晨风感觉有些头大，但眼下这种危险处境，他必须不计代价的提升修为。交易完成后，顾晨风随口问道：刘长房，方才见你兴致不高，是有什么烦心事吗？柳福烟伸手揉了揉眉心，浮起一丝苦笑，让顾公子见笑了。分行中的确有些麻烦事，与我们合作多年的一位3品炼丹师被帝都另一家商行挖走了，导致我们流失了不少客户。听闻柳福烟将万宝斋的困境直言不讳相告，顾晨风略感诧异，忍不住问道：万宝斋可是帝都最大的几家商行之一，不过走了一个炼丹师，再请一位便是。
柳福烟轻笑摇头：“顾公子有所不知，炼丹师可是最稀缺的职业。每一位炼丹师，哪怕是初入一品的炼丹师，都是各大商行争抢的对象，狼多肉少。而3品以上，步入中3品的炼丹大师，更是只有皇家亦或是一些隐士宗门才能培养。我万宝斋总部倒也有炼丹大师，却不可能在此坐镇。而那位离去的3品炼丹师，是我们分行的首席炼丹师，他所炼制的几种丹药品质上佳，即便是临时找来的炼丹师，也很难达到这种水准。”闻言，顾晨风大致明白了，能够买得起丹药的客户大多非富即贵，价钱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品质才是王道。如今万宝斋首席炼丹师一走，丹药品质下滑，客人自然不会买账，而这种高级客户的流失带来的损失难以估量，难怪柳福烟会如此烦忧。柳福烟不知想到了什么，眸光闪闪地望向顾晨风：“顾公子，要是有门路找到厉害的炼丹师，可一定要引荐给姐姐，到时候人家一定好好报答你的。”看到此女面上浮起的一丝暧昧神情，虽然知道这女人是在有意调戏，顾晨风还是忍不住心中一荡，暗自尊敬了一下。那是自然。1刻钟后，顾晨风带着购买的丹药和炼体灵药，坐上了回府的马车。此时他脑海中还回想着与柳福烟交谈时对方透露的关于炼丹师的收入。妈的，光是1品炼丹师1个月的丹药利润分成就有上万两的保底，2品、3品炼丹师收入还能倍增，太夸张了。顾晨风忽然觉得自己是不是该兼个职了？按照他目前的氪金速度，相府家产又被老爹败光，似乎只有炼丹师这个职业能够支撑起自己修炼。虽然他没有学过炼丹，但他有幻武神虚和悟道台，只要悟性逆天，什么学不会。等我将修为再提升一番，便开始研究炼丹之事。回到相府后，顾晨风直接一头扎进厢房，紧闭房门。此时屋外一路跟随着他的隐晦气息也随之消失了。顾晨风打开一个包裹，从10几只白玉瓷瓶中取出一只，从中倾倒出一种琥珀状的黄色液体。这是黄金髓，一种高级的炼体药剂，原料是元气境修为的虎系元兽骨髓，配合多种灵材配制熬煮而成的精华，一瓶就价值2000两。据柳福烟说，还有原料更珍贵、药性更强的炼体药剂，但顾晨风实在消费不起，而且他如今的修为也承受不住那么猛的药力。此时他已将自己脱了个精光，双手将黄金髓揉搓着涂满全身。初时还不觉得有什么，就和涂抹精油差不多，但仅仅过了10几个呼吸后，顾晨风就感觉体表隐隐有些灼烫，并且这种感觉正在迅速加剧。不一会儿，顾晨风全身犹如火燎般，白皙的皮肤变得通红，毛孔之中都开始喷薄热气。好热！顾晨风觉得灼热难耐，其他地方都还能忍受，但某些敏感部位就像是涂了浓缩版风油精，那滋味简直要上天。柳福烟提醒过顾晨风，黄金髓作为外敷型药物，使用者可以选择性涂抹，比如炼铁砂掌只需涂抹双掌，炼铁不删就涂躯干，这样既能集中药力淬炼，还能省钱。但顾晨风却有不同看法，老子都横练了，还给你们留罩门，那不是脑残吗？真男人全身都要硬。果然在那种欲仙欲死的灼烧感中，顾晨风察觉到那股热力渗入筋骨皮膜、五脏六腑，令自己达到灰甲境界的肉身淬炼加剧，连带着周身气血都开始加速奔涌。这还是在没有修炼的状态下，效果果然很好。顾晨风没有犹豫，取出一枚清心丹丢进嘴里，随着丹药入腹，药力化作清流扩散全身，精神力在药力作用下变得活跃无比。顾晨风眉心白光闪烁，心念一动，另一个自己进入幻武神虚，来到悟道台上，先练铁相功。黄金髓的药力加持，搭配悟道台的超强悟性，顾晨风的修炼效率可想而知。随着他摆出庄功，周身皮肤肌肉隆起，经脉求结，原本匀称修长的身躯迅速膨胀，皮肤也逐渐变灰。随着时间流逝，灰色逐渐加深，隐隐泛起微光。与此同时，相府西面一间练功房内，呼呼，顾岩双手握杖掌大枪，长枪翻飞舞动，似虎啸山林。练功房中竟刮起烈烈劲风，长枪散发着赤红光芒，仿若银血，气势慑人。片刻后，一套枪法施展完毕，顾岩双收枪而立，将额间一缕青丝拨到耳后。他看向练功房门外，平静问道：今日少爷去了哪些地方？见了什么人？一道低沉的声音在门外响起：少爷和欧阳公子去了帝都第一青楼千交阁，与一位当红大家私下会面，两人还互换了信物。青楼，顾岩双的秀眉当即便皱了起来。门外的声音又道：随后少爷又去了帝都3大商行之一的万宝斋，
购买了一批药物。万宝斋的副长房柳福烟亲自将他送出门，两人似乎很熟络。我知道了，你继续在暗处护着少爷。是。那人离去后，顾言霜的脸色陡然沉了下去。这个臭小子，枉我还以为他浪子回头了。前些10日都在房间里睡大觉，没见他修炼过。今日好不容易出了门，竟然是去青楼。对于顾晨风去青楼之事，顾言霜倒也不是完全不可接受。毕竟这个时代，不仅权贵公子，便是一些士大夫、才子大儒也爱勾栏听曲儿。而且顾晨风此前一直痴迷瑶音公主，如今踏足青楼，看来是不再执着此事。但这小子自幼体弱，若是沉迷酒色，身体恐怕承受不住。他去万宝斋买的又是什么药？顾言霜虽然还是黄花大闺女，但身为禁军副统领，手底下都是一群粗鄙武夫，耳濡目染下，自然知道一些男人的龌龊事。有些男人为了提升自信心，不惜压榨自身，使用一些稀奇古怪的药物。旁人他可管不着，但顾晨风是自己的弟弟，又是顾家第3代唯一男丁，他必须在意。看来得找个机会跟这小子谈谈。此后数日，相国府一片平静。虽然自从传出相国大人旧患复发，闭关疗伤的消息后，相府上下慌乱过一阵，但在那位武道天赋惊人、身为禁军副统领的大小姐坐镇下，相府重新变得井然有序。三少爷最近也老实了很多，一直待在家里，虽然整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每天躺在床上摆烂，但总归是平安无事。倒是近几日的帝都颇不平静，这一切都源于帝都千交阁那位才貌冠绝帝都的苏大家。数日前，苏大家公布了一首诗词《醉西厢》，据说这首诗是苏大家的入幕之宾，为他量身所作。起初听说这个消息，帝都无数王孙公子、世子文人扼腕叹息，关注的重点都是名满帝都的苏大家居然有了入幕之宾，无数人义愤填膺，是与此人不共戴天。但当这首《醉西厢》真正传开，众人窥见此诗全貌后，情况发生变化。那一句清风婉月醉西楼，笑问红尘又一秋，令帝都文坛震动，无数文人士子悚然。诗篇甚至惊动了国子监几位大儒，他们纷纷惊叹，这首诗词虽然讲的是男欢女爱、离愁别绪，但能够将这种儿女情长表达得如此诗意唯美，足见作者才高八斗，乃是一位大才。于是一首《醉西厢》风靡帝都，清风婉月、纸短情长、秋雨落花等词句被无数人传唱。本已是帝都公认大家的苏婉月，更是凭借此诗红得发了紫。接连数日，无数文人骚客踏破千交阁门槛，观摩《醉西厢》原稿。众人都很好奇，到底是谁做出了这首《醉西厢》，又是谁竟能成为苏大家的入幕之宾，成为帝都男人的公敌？而答案就在那幅被千交阁精心装裱后挂在大厅中央的诗篇上。诗句落款清楚写着：顾家三郎，顾晨风赠。对于帝都发生的这些事，顾晨风并不知晓。此刻他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顾晨风一丝不挂地盘坐在床榻上，身躯不再膨胀，体表没有了夸张隆起的肌肉和起伏的经络，但他的皮肤却从前几日的深灰色变成了淡淡的银灰色，隐隐有了一丝金属质感，这正是铁相公第2层铁甲境巅峰的征兆。短短7、8日时间，顾晨风靠着黄金髓淬炼体魄，清心丹恢复精神力，在幻武神虚中内外兼修，日夜修炼，修为再度飙升。如今不但铁相公修炼到第2层铁甲境巅峰，修为也从通脉境6星达到了通脉境9星巅峰。此刻他正运转开天造化诀，试图冲破通脉境9星，直达元气境。元气境乃是武道修炼的分水岭，淬体境、通脉境武者只能引元气淬体，自身留不住元气，但元气境武者却能够将元气融于血肉丹田，不但能够时刻淬炼体魄，战斗时还能借助元气爆发出超常战力。帝都年轻一辈能够在20岁前达到元气境修为，便已算天赋非凡。而顾晨风今年才刚满18岁，更关键的是，从他开始修炼到如今冲击元气境，只用了1个月不到。在悟道台的悟性加持下，开天造化诀急速运转，四面八方的元气不断钻入他体内。顾晨风隐隐感受到自己的力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并即将发生质变。但诡异的是，无论他如何修炼，却始终无法突破。良久，随着床榻上的顾晨风缓缓睁开双眼，他的肤色恢复如初，体内沸腾的气血也逐渐平复。又失败了。顾晨风无奈摇头，这已经是他第3次尝试冲击元气境失败。顾晨风很清楚，他突破失败不是因为瓶颈，在悟道台的辅助下，他念头通达，修为1日千里，根本没有瓶颈可言。如果将他的修炼之路比作道路，
那就是一条宽阔无比、只有他一人的跑道。之所以无法突破，是他自己的燃料不够。看来突破元气境必须要服用大丹。早在第一次突破失败，顾晨风就已去藏书阁查阅了相关资料，得知武者突破元气境时，身体需要一次性吸取大量元气，以满足肉身蜕变的需求。越是高级的功法，突破时对元气的要求越苛刻。但突破的能量不足，武者通常会选择服用大丹。此类丹药能够提供爆发式的元气能量，帮助武者突破。但因为这类丹药原料珍贵，炼制艰难，价格更是极其高昂。据说一枚能够辅助武者突破元气境的大丹，价值至少在5万两以上，而且往往是有价无市。这些10日的修炼，顾晨风将手中的清心丹和黄金髓已经消耗了大半，如今身上也只剩2万多银票，竟是陷入了买不起大丹的窘境。本想凭借悟道台的功效直接莽上元气境，但如今看来，悟道台虽然能够提升悟性，却无法改变周围的元气环境，而且开天造化诀的功法等级怕是极高，想要突破必须服用大丹，顾晨风也就必须搞钱。看来炼丹事业得正式启动了。自从上次在柳福烟那里得知了炼丹师的赚钱能力，顾晨风早就上了心，查阅了不少关于炼丹师的资料。相府藏书阁中甚至还有一些3品以内的丹药丹方。炼丹师炼丹，只要有一个丹炉、火源和炼制丹药的原材料，再通过自己的炼丹技艺就能炼丹。其中丹炉和火源很好解决，难就难在技术和原料上。顾晨风有悟道台相助，只有药丹方，技术完全可以自学。所以最大的问题是原料，炼制丹药的灵材可都不便宜。如今他自己还缺钱，自然不可能再花费一大笔资金购买原料。顾晨风这几日早已有了打算，还是再去一趟太荒岭吧。太荒岭乃是大黎王朝境内一座面积广阔的原始森林，其中生活着大量元兽，还生长着数之不尽的灵材。距离帝都最近的区域不足100里。当初顾晨风就是前往太荒岭狩猎，发生了意外，炼制1品丹药所需的灵材和元兽材料都能在太荒岭寻到。数日的斟酌，加上连续3次突破失败，顾晨风最终决定前往太荒岭。此去太荒岭不仅要收集炼丹的材料，更是检验我实力的机会。顾晨风如今已是通脉境9星修为，而且是内外兼修，在帝都年轻1倍，也算是1号高手了。可尴尬的是，他却没多少出手的机会。为了隐藏实力，避免敌人察觉，即便在相府，他修炼时都做得极其隐蔽，一切修炼过程都在悟道台，在外界从不展现实力。加之开天造化诀玄妙无比，只要顾晨风不刻意激发，气血蛰伏之下，连元海境的大姐和暗中庇护自己的那位高手都不可能知晓。而出了相府，身边又有武者护卫随行，也根本用不着他亲自出手。这也就造成了顾晨风修为提升迅猛，但实战经验却严重匮乏。除了穿越而来时袭杀那名女杀手，他连一次真正对敌实战的机会都没有。温室里养不出参天松，庭院里跑不出千里马。顾晨风知道，若不经历实战磨砺，即便他修为再高，今后遇到真正的生死考验，他也发挥不出真正的实力。所以太荒岭之行势在必行。不过出于安全考虑，他必须做到以下几点：第一，确保自己在太荒岭有足够的实力自保；第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自己的行踪，不仅是敌人，还包括相府中人。其中最难的是最后一点，以大姐的修为，加上那名隐藏在暗中的高手对自己的贴身保护，顾晨风几乎不可能毫无察觉地脱离他们的视野。他不是没考虑过直接向大姐坦白自己的修为，但估计那样做的后果会令大姐对自己的保护变得更加严密，根本不会让自己犯险。而且他还要解释清楚自己修为短时间内飙升的原因。至于炼丹搞钱以及一切别的谋划，就更不可能了，着手准备吧。顾晨风不是优柔寡断之人，做下决断便迅速行动起来。他没有急着离开相府，而是从枕头下翻出了大姐交给他的那本黄品武技伏虎枪法。在修炼界，功法、武技都有等级划分，天、地、玄、黄、人，每个等级又有低级、中级和高级之分。寻常武者最多接触到人级功法和武技，黄级以上典籍足够修炼者使用到元气境乃至元海境，极为珍贵，通常只有一些豪门望族才用得上。而这本伏虎枪法乃是黄品高级武技，便是他修炼的铁相功，也是黄品中级的外功，起步就比别人高出一大截。顾晨风打算在前往太荒岭前，将这门伏虎枪法也修炼一番，以增强自己的实力。以他如今的修为打底，又有悟道台加持，
修炼一门武技自然不难。这门伏虎枪法除了枪法的基本套路外，还有着3式绝技。第一是虎啸山林，第二是虎爪裂空，第三是黑虎十跃，威力层层递进，向后倍增。但对于修为也有要求，尤其是第三式黑虎十跃，更是远海境武者才能施展。倒也无妨，只要学会基本的套路，再练成第一式虎啸山林也就足够了。顾晨风将一枚清心丹服下，再度进入幻武神虚。这一次，顾晨风直接跃下悟道台，他意念一动，手中便凝聚出一杆虚幻的长枪。随着这段时间频繁修炼，顾晨风也掌握了幻武神虚更多功效。他发现幻武神虚并非只能在悟道台上活动，周围还有不小的空间，只要自己意念激发悟道台，在这片空间任何地方都能进入悟性加持状态，甚至他还能通过消耗精神力，临时凝聚出一些刀枪棍棒和一些简单的器具。此时他手握长枪，脑海中伏虎枪法内容浮现，强大悟性加持下，顾晨风迅速完成浏览感悟、融会贯通的过程。在一切了然于心后，悍然出枪。噗！2日后，清晨，右厢府邸，一辆马车在护卫保护下出了府门，一路向东，最终抵达玉香河畔的千交阁。顶楼西厢，当红大家苏婉月的厢房内。我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顾晨风抿了一口苏婉月精心点制的茶汤，咂了咂嘴，脸色有些发黑，也不知道是被气的，还是这点茶法制成的茶汤不合他的口味。苏婉月自然清楚这男人摆出一张臭脸的原因。他气定神闲地跪坐于蒲团上，玉手交叠放在下腹，腰身挺直修长，沿着平坦的小腹向上，巍峨之势凸显，尽显帝都第一大家风范。妾身让三少的诗篇名扬帝都，为世人传颂，三少难道不喜？呼！顾晨风深吸一口气，感觉自己火气很大。他也是今早出门才发现了异常。帝都百姓见到自己的车驾，都是指指点点，不少人面带惊奇和质疑之色，口中时不时蹦出几句熟悉的诗句。意识到不妙的顾晨风一问身边的护卫，这才知道苏婉月将自己所赠诗篇公之于众，狠狠地炒作了一番。如今帝都百姓皆知巷闻，顾家三少成为苏婉月的入幕之宾，并留下一首惊艳帝都的《醉西厢》。只是顾晨风这些时日闭门不出，只顾修炼，才没得到消息。面对此女的自作主张，顾晨风当然没好气。你这样做会给我带来很多麻烦。顾晨风如今只想猥琐发育，这篇《醉西厢》也只是识人牙慧，从前世搬来应付苏婉月的。如今被对方这么一搞，不知道吸引来多少关注的目光，对他可没有任何好处。面对顾晨风的指责，苏婉月故作委屈之态，可怜兮兮道：三少，你要妾身配合你寻到那幕后黑手，妾身少不得要暗中行动。可妾身的身份只是一介艺妓，帝都中不知有多少权贵子弟如饿狼般盯着人家，日夜搅扰纠缠。若不能告诉世人，妾身已是三少庇护之人，妾身如何摆脱干扰，专心为三少办事？妾身甘愿自污名节，三少却责怪人家好生无情。说到伤心处，苏婉月竟是泪光盈盈，渲然欲泣。顾晨风见状一时无语，女人果然是天生的演员。他知道此女公布自己诗篇的用意，其中固然有借自己的身份免除干扰的目的，但定然也有报复自己，控制他本命骨，还让他肿过的原因。否则他大可不必如此大张旗鼓地宣传自己。事已至此，顾晨风也不想再纠结。两人如今毕竟是合作伙伴，只要没有越过底线，也不好撕破脸皮。顾晨风暗自把这笔账先记下，反正对方本命骨在自己手中，日后再用大棒敲打调教便是。行了，不说此事了，今日来找你是想请你帮个忙。帮忙？苏婉月有些诧异。顾晨风有些神秘地压低声音：你们北疆蛊师有没有能够改变人体的方面的能力？苏婉月闻言一愣，目光下意识地扫向顾晨风的下盘，神情异样。你是想？一刻钟后，千交阁大门，一名身穿灰色劲装、满脸络腮胡、脸上还有着一道刀疤的大汉出现。大汉脸上酒气未消，扶门而出，嘴里还嘟囔着：妈的，那骚娘们差点把老子的腰给摇断了。出了千交阁大门，大汉一路向西而行，走出1里多路，来到一个隐蔽的巷口。大汉暗暗回头望向千交阁的方向，那道气息没有跟来，看来没有发现我离开。那女人的易容术的确有一套，这络腮胡大汉自然便是顾晨风。靠着苏婉月以某种蛊虫施展的易容术，顾晨风容貌大变不说，他又以开天造化诀将自身气息完全封锁，甚至还按运铁相功让自己的身体看起来壮硕了一圈，整个人由内至外完全变了一个人。别说是暗中跟随之人，
便是自己大姐和自己擦肩而过，也绝对认不出来。现在时间还早，我得尽快赶到太荒岭，在萧境关城门前返回。打定主意，顾晨风在城中买了一匹快马，又在铁匠铺选了一杆还算顺手的金铁长枪，带了些干粮和野外可能用得上的药物。随即一人一马背负长枪，自西城门而出，一路疾驰，直奔太荒岭。太荒岭距帝都不过数十里，顾晨风只用了半个时辰就来到了太荒岭附近的一座驿站。太荒岭虽然危险，但无论是元兽还是其中生长的灵材都是价值不菲，每日都会有不少狩猎队进入其中探险寻宝，驿站便是他们的补给站。顾晨风在驿站寄养了马匹，背着行囊，扛着长枪便向山岭中行去。看着他孤身一人走向太荒岭，驿站中不少人投来诧异的目光，毕竟在太荒岭敢只身一人行动的不是蠢货就是狠人。很快顾晨风便踏入了太荒岭范围。他敢一个人进入太荒岭，除了依仗自己通脉境9星内外兼修的实力外，最重要的是他灵觉敏锐，还能听懂兽语，这会让他的安全性大大提高。而且顾晨风此次要寻找的灵材都生长在太荒岭外围，而外围区域活动的元兽几乎都是元气境以下，以他如今的实力都能应付。不同于其他人类，踏入太荒岭立刻会感到危险和陌生。顾晨风一进入密林，脑海中各种各样生动的声音就响了起来，有小鸟议论着那个人类一个人进来想干什么，附近的虫豸则惊慌大喊快跑，别被这怪物踩死了。顾晨风会心一笑的同时，莫运转开天造化诀，体内蛰伏已久的气血自然涌动，自身的感知力也全力扩展开，那种力量肆意流淌，精神外放的感觉令顾晨风十分舒畅。在帝都和相府时，他时刻都要隐藏自身，到了这片原始森林，他终于能无所顾忌。没有浪费时间，顾晨风一进入密林中就开始四下搜寻起来。他已在相府藏书阁中挑选了2种一品丹药的丹方，金元丹和养神丹，前者可用于元气境武者紧急恢复元气，养神丹效果则类似清心丹，可恢复精神力，但效果更强。2种丹药所需灵材他都已经牢记心中，但搜寻起来也不容易。太荒岭外围不知被多少狩猎队搜刮过，那些家伙都是验过拔毛之辈，将太荒岭外围都快薅秃了。好在顾晨风观察力过人，而且还可以通过兽类交谈得到信息。1个时辰后，他已在一些树丛、石洞等隐秘之地寻到了几种灵材，收获还算不错，而且一点危险也没有遇到。太荒岭似乎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危险，谁知顾晨风刚生出这种念头不久，刷刷耳廓一动，忽听远方灌木丛簌簌作响，四周鸟兽惊飞，快跑，好可怕的怪物！他冲过来了。鸟兽惊呼声中，灌木摩擦声加剧，声音迅速逼近。顾晨风心中一凛，隐约看到前方灌木丛中一道灰黑色的巨大身影朝自己快速冲来，耳中还传来一阵兴奋的嘶吼声，这里有只猎物，我要吃掉它！吼吼吼！说时迟，那时快，黑影转瞬间冲出密林，竟是一只半人多高、毛发倒竖、獠牙外翻、足有数百斤重的野猪。此刻那野猪席卷着尘土落叶，气势汹汹地撞向顾晨风。尽管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真的看到一头数百斤重的二师兄全速冲向自己，顾晨风还是免不了心中一紧，本能的后退一步，同时体内气血狂涌，脚跟发力，力量顺着小腿、大腿、腰杆和脊背瞬间传达到右臂。呵，顾晨风全力轰出一拳，整个右臂都膨胀了一圈，皮肤变为银灰色，闪电般的一拳直接轰在野猪拱来的头顶。砰一声闷响迸发，顾晨风只觉手臂一震，旋即那只凶悍的野猪竟倒飞了出去，庞大的身躯在地上一路翻滚了7、8圈，随后野猪脖梗一歪，七窍流血，连哼都没有哼一声就当场毙命，且脑门塌陷，头骨都被轰碎了。顾晨风愣了愣，看了眼自己的拳头，又看了眼暴毙的野猪，吓老子一跳，现在的野猪都这么不经打，当然不是野猪太脆，这头野猪好歹也是一只淬体境元兽，奈何顾晨风不但修为达到了通脉境9星，还兼修了外功，肉身强横，更胜猛兽，加之悟道台上修炼，悟性全开，无论是内功外功，修炼效果都堪称完美，根基扎实。此刻应激之下爆发的一拳，这头野猪哪里承受得住？经此一事，顾晨风隐隐意识到，他对自身的战力似乎低估了很多。果然，随着他继续在太荒岭外围搜寻灵材，又遇到了几只主动进攻的元兽，其中包括一只通脉境1星的灰狼。
却无一例外都被他一拳轰杀，连他背后的长枪都没有动用过一次。这种战斗实在是没有悬念。太阳落山之前，顾晨风返回了驿站，他将收集的一些元兽材料以数百两的价格卖给了驿站，装作是进山狩猎的猎人，随后又匆匆赶往帝都。今日他收获不错，炼制丹药的灵材收集了1/4以上，只要再来几日也就能够凑齐了。更重要的是，顾晨风得到了实战的机会，虽然是单方面的屠杀。回到帝都，顾晨风直接前往千交阁。千交阁中像他这样的武者猎户并不少见，用辛苦狩猎赚来的钱喝酒吃肉不说，还能资助迷途少女，帮他们供养嗜酒的父亲、上学的弟弟和瘫痪的母亲。顾晨风大咧咧走进楼中，在门外几名姑娘身上开了几把油，惹来一阵娇嗔。随后上个茅厕的机会，摇身一变又恢复成顾家三少。三少揉着腰扶着门，好似在千交阁中辛勤劳作了一天，带上等候在外的相府护卫，浩浩荡荡返回相府。此后接连几日，顾晨风都是早出晚归，按时打卡千交阁。外人眼中，顾三少日日在苏大家身上辛勤耕耘，实则他已经在太荒岭中独自探索了数日，经历了多场战斗。今日是顾晨风连续第4日进入太荒岭，经过数日收集，金元丹和养神丹只剩下最后2味主药材，2种药材都处于外围区域的较深处。顾晨风刻意留在最后找寻。今日他直接深入太荒岭外围区域，搜寻了小半日，终于在一座山洞中寻到了金元丹的最后1味主药血关花，一种形似兰花、顶部赤红如血的灵材。昏暗山洞内，顾晨风看到这朵血关花的瞬间，腥风乍起，一道暗红身影快如闪电直扑他面门。山洞中突遇袭击的顾晨风早有防备，开天造化诀的强大灵觉和兽语精通令他早已察觉洞中蛰伏着一道强劲气息，提前防备。呼！顾晨风抡掌如电，似一条长鞭甩出，正中那道血红身影。啪的一声爆响，顾晨风只觉手掌巨震，微微发麻。嘶！一声嘶鸣传来，那红影也被震退。顾晨风定睛一看，便看到自己身前2丈之遥，一条长约丈许、身体灰黑、背脊处生有一条红线延伸至头顶的大蛇，正盘身昂头，用一双幽冷蛇眼死死盯着自己，蛇性吞吐不定。那造型与过山峰极为相似。顾晨风目光收缩，脑海迅速从此前看过的典籍中翻找出此兽的信息。血关蛇，性凶残，嗜血肉，无毒，成年可达通脉境，其体内精血可孕育血关花，并以此诱捕猎物。这条血关蛇的血线已经变成了暗红色，长及尾部，实力应该堪比通脉境9星的武者。山洞一角还堆着不少白骨，有野兽也有人类的，足见此兽的凶残。然而顾晨风看着大蛇，却有种见猎欣喜之感，总算上点难度了。他这些天遇到的元兽战斗力都太弱，最多2拳就能解决战斗。顾晨风也不可能为了磨砺自身闯进太荒岭深处犯险。眼前这条血关蛇和自己修为相当，而且是无毒，是个不错的练手对象。显然血关蛇也感知到眼前这个人类实力非同一般，然而他的凶残本性令他不可能放过这送上门的大餐。只稍一犹豫，血关蛇眼中寒芒一闪，蛇身骤然弹射而起，灰黑色的鳞甲与昏暗的山洞相融，只有背部那条红线如一道血色电光飞袭而来。血关蛇的速度很快，但顾晨风反应更快，抬手又是一巴掌，啪！巴掌抽打在蛇手，发出一声爆响，血关蛇再度被震退。血关蛇吃痛，非但没有退缩，反而被激起凶性。他尖笑一声，接连发起进攻。顾晨风目光锁定对方，双掌抡动如风车，啪啪啪！转眼间数十个巴掌抡出去，血关蛇非但没有近身伤到顾晨风分毫，反而被抽打的脑袋发晕，身躯摇摇晃晃。血关蛇终于意识到他根本不是这个人类的对手，眼底也流露出一丝惧意。然而顾晨风却是有些无语，通脉境9星也不行呀，我铁相公都没用上，你就快倒下了。下一刻，顾晨风体表骤然泛起一层银灰微光，随即全身肌肉隆起，青筋乍现，整个人迅速膨胀了一圈。看着被这一幕惊得倒退的血关蛇，他脸上露出狰狞笑意。你打完了，那该我了。轰！地面一震，烟尘四起，顾晨风已经消失在原地。片刻后，顾晨风看着地上被自己拳头砸得变了形，深陷地底，死的不能再死的血关蛇，心中对自己的实力有了更具体的认知。同境界中
我应该没有对手了。便是元气境的敌人，只要修为不太高深，估计也能正面硬刚。这就是内外兼修的效果吗？随即，顾晨风将血关蛇最珍贵的蛇胆割下，又采摘下血关花。他正要将此花封存起来，忽然听到洞外有细微声响。他在侧耳倾听，洞外的虫鸣鸟叫之声，目光便是一寒。稍请。洞内响起脚步声，一道黑影随之冲出。哗！突然，洞口上方一张大网落下，罩住黑影。嗖嗖嗖，数根淬毒利剑和一大捧石灰随之袭来。中了，那小子完蛋了！咻！随着一阵尖利哨音响起，7、8个大汉从密林中冲出，一拥而上。待冲到近前，他们才发现，大网罩住的竟是一块黑布包裹的白骨架。什么？下一刻，就听洞内传来一道冰冷的声音：“你们是在找我吗？”众人吃惊回头，就见一名络腮胡大汉背着长枪和包囊站在洞口，目光悠悠地注视着他们。妈的，这狗日的还挺鸡贼！为首一名秃头独眼袒露着半边肩膀的大汉先是一愣，随即叫骂出声。一伙人手持刀兵将顾晨风围住。那秃头大汉冷笑道：“既然被你发现了，就给你个机会，将身上的野货和银票交出来，我饶你不死。”顾晨风一眼扫过几人，看扮相应该是太荒岭中的狩猎队。他隐隐感受出几人的气血波动，除了这秃头男子，其他人都是淬体境修为。你们是什么人？什么时候盯上我的？顾晨风平静发问。秃头大汉怒道：“废话少说，你这几日在驿站中可是出售了不少元兽材料身上的银票和收集的灵材，应该不少吧？”闻言，顾晨风恍然，虽然他在太荒岭的行动已经很小心，却还是缺乏了一些江湖经验。所谓财帛动人心，他在驿站中交易的金额于他而言算不得什么，却足以令旁人动歪心思。这些狩猎队野外活动经验丰富，若是提前盯上自己，循着自己的痕迹一路追踪而来，倒也不稀奇。虽然大黎王朝有律法约束，可茫茫太荒岭却没有法度可言，杀人越货再常见不过。此时这群人中，一名精瘦青年忽然看向顾晨风背后的包囊，包囊封口处有顾晨风在洞中匆忙收整时不慎露出一片血红色花瓣。你们看，那是血关花。众人凝目望去，待看到那朵血色花瓣，俱都瞳孔一缩，眼放金光。娘的，还真的是血关花！血关花可是炼制一品丹药的重要灵材，一朵就值数千两。众人顿时面露贪婪之色，唯有秃头大汉惊觉，不对，血关花周围一般都有成年的血关蛇守护，难道他杀了血关蛇？此时，那第一个发现血关花的精瘦青年又道：“独龙哥，不可能，成年血关蛇可都是通脉境实力，这家伙却毫发无伤，连他背后的长枪都没有半点血迹。”秃头大汉闻言，这才放下心来。瘦猴，还是你小子眼尖，这家伙运气倒是不错，能捡这种大漏。秃头男子下意识认为对方没有遭遇血关蛇，否则遇到这种玩意儿，即便是通脉境武者，不死也得脱层皮。对方总不可能是元气境武者，这类高手根本不会在这片区域活动。一时间，几人交换眼色，眼中杀机毕露，朝顾晨风逼近。顾晨风默默伸手抽出背后的金铁长枪，枪尖反射寒光，晃得几人眼前一花。你们猜我的枪为何没有染血？不等对方作答，顾晨风身形一动，扑哧，下一刻他出现在那名精瘦青年身前。后者难以置信地低头，死死盯着那杆贯穿自己身躯、鲜血顺流而下的长枪。顾晨风一脸平静的低语，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见血。下一刻，顾晨风身形消失，噗噗噗，眨眼之间，山洞外的草地上，朵朵血花绽放，绚烂且妖异。顾晨风的速度快如鬼魅，每出现在一个人身前，就是一枪刺出。这种枪法中最普通的刺枪，在顾晨风恐怖的速度和力量加持下，宛如索命的勾连。那些淬体境修为的大汉根本连他的人影都看不清，瞬间就被长枪贯穿心脏，咽喉转瞬间已有7人倒在血泊。唯有那名秃头独眼的汉子，在顾晨风出手杀死第一人时，他就已掉头跑路了。此刻秃头汉子的身影几乎要消失在密林深处，他心中早已没有贪婪和杀意，有的只有浓浓的恐惧。身为一名刀口舔血、江湖经验丰富的武者，在顾晨风出手的一刹，秃头汉子就知道这回踢到铁板了。虽然他也是通脉境5星武者，可对方的速度和爆发力完全和他不在一个层次，这绝不是通脉境武者能够拥有的实力。这家伙居然真是元气境武者！秃头大汉越跑越快，在森林中疯狂穿梭。他觉得自己应该已经摆脱危险，那人肯定追不到自己了。
心中的恐惧渐渐转化为怨恨和恼怒。大汉的面孔变得扭曲起来。妈的，敢杀老子的兄弟，我要赶紧通知三当家，带队来宰了这。话音戛然而止，因为前方茂密灌木中，一点寒光乍现，如毒蛇吐信，瞬间抵在了大汉的咽喉。秃头大汉身形僵立如冰，再不敢移动毫厘。密林深处，顾晨风手握长枪，抵住秃头大汉的咽喉。接下来的谈话就顺利多了。他问一句，对方答10句，知无不言。据秃头男子告知，他们来自帝都以外一座名为四方门的江湖门派，最近跟随四方门三当家在太荒岭狩猎。他们注意到顾晨风最近独自前往太荒岭，每日收获颇丰，便存了养肥再宰的想法。今日他刚到驿站，那位三当家便派他们这支小队跟踪截杀。与顾晨风前世古代类似，在大黎王朝乃至整个兖州都有着大量江湖门派，这些门派由武者建立，受朝廷管辖，并缴纳赋税。他们靠着经商、押运、狩猎等等方式生存，其中不乏一些强大的门派势力，能够承接朝廷的重要任务，镇守一方。甚至大黎王朝还有一座地位超然的宗门——云苍宗。传闻这座宗门强者如云，不受皇权制约，俯瞰兖州南部。当然，四方门与云苍宗乃云泥之别，顶多算个2、3流门派。他们除了经商狩猎，还兼职杀人夺宝。大爷，您问的问题小人都交代了，求您饶我一命吧。那秃头大汉被长枪顶住要害，早已经吓得汗湿衣襟，口中不住的哀求。顾晨风点点头，我数10个数，能逃走是你的造化。1，秃头大汉哪敢争辩，转身抬腿就跑。然而他才跑出去一步，噗嗤，一杆长枪自他后心窝直接捅了个对穿。秃头大汉惊愕的瞪大双眼，艰难回头。你说好数10个数。不好意思，我又反悔了。顾晨风平静回应，手中长枪一抖，彻底震碎对方心脏。噗！秃头大汉一头栽倒，死不瞑目。顾晨风握着长枪，无奈摇头，太弱了，好歹让我开个大招啊！将这些四方门弟子解决后，顾晨风迅速搜刮了他们身上的财物。除了那秃头男子身上有数百两银票，其他人身上都没什么油水。顾晨风还得到了少量灵材，一枚四方门的令牌，以及一个传递信息用的竹哨。将这几人的尸体扔进山洞中，自有元兽循着味道过来享用。顾晨风继续上路，如今血关花已经到手，还差炼制养神丹的主药冰灵草。这种灵草通常生长在潮湿的环境，顾晨风便顺着一条河流，沿河道向太荒岭深处探寻。随着继续深入，顾晨风又遇到了几次元兽袭击，其中不乏通脉境元兽，但凭借他强大的灵觉和战力，都是轻松解决。大半个时辰过去，顾晨风杀了10几只元兽，又采摘了几株灵材，却始终没有发现冰灵草的踪迹。眼看日影西斜，他心想，是不是等明日再来寻觅？正犹豫间，咻！忽然他隐隐听到远方密林中传来一声极其细微的哨音，声音微小，却很熟悉。这是四方门传讯的哨音。先前那几人埋伏顾晨风时曾吹响过哨音，那秃头男也曾交代，此次他们三当家带了40、50号人来太荒岭狩猎，他们负责来截杀自己，三当家则带着其他人去狩猎。眼下自己应该是遇上四方门的大部队了，还真是冤家路窄，这都能让我遇到。对方吹响哨音传讯，应该是有所发现。顾晨风本不想过多理会，但转念一想，万一这群人是发现了冰灵草呢？据秃头男子说，这支狩猎队中除他之外，只有5名通脉劲武者，唯有那位三当家乃是一位元气劲武者，不过也是2个月前才刚刚突破。以我的实力，稍微谨慎些，不会有危险，先过去看看。打定主意，顾晨风收敛气息，朝着哨音传来的方向迅速靠近。在这片森林中活动，顾晨风有着先天优势，林中的鸟兽都是他的耳目，可避免在潜伏过程中撞上四方门之人，或是踏入某处陷阱。如此，朝前方前行了数百丈，他隐约听到一阵兽吼之声和人群喊杀声，又行数10丈，悄悄爬上一株大树，拨开枝叶往前看。顾晨风终于发现了声音的源头，那是一片湖泊旁的空地，数10名汉子手持刀斧弓箭，在一名身穿兽皮软甲、手持狼牙棒、脸上有着刺青的短发男子带领下，围攻一头巨熊。那巨熊身形庞大，体长近2丈，灰色鬃毛坚硬如钢针，表面还隐隐泛起银芒，而那4只粗壮如蒲扇的熊掌竟是赤红如火，赤焰蛮熊。顾晨风一眼认出这只巨熊，关于元兽的典籍中对此兽有过介绍。赤焰蛮熊天生神力，
皮毛坚硬如甲，熊掌炙热如火。成年赤焰蛮熊，修为可达元气境，即便在同阶元兽中，此兽的战斗力也绝对名列前茅。这头赤焰蛮熊明显已经成年，甚至徽宗都出现银色，这是实力达到巅峰的表现，修为怕是达到元气境后期7-9星。然而此刻这头能够横行太荒岭外围的凶物身上却是缠绕着数层用某种韧性惊人的藤蔓编成的大网，周身遍布刀剑、铁斧和弓箭留下的伤痕，但这些伤势对于赤焰蛮熊的强横肉身而言根本不值一提。它身上真正严重的是胸口处几道交错的爪痕，这爪痕明显是某种元兽留下的，伤口皮肉外翻，深可见骨，不断有鲜血涌出。看来这头赤焰蛮熊之前受过伤，实力大幅下滑，随后又遭到这群人的袭击。顾晨风在暗处冷静分析，即便赤焰蛮熊已经身受重伤，却凶悍依旧。他身上缠绕的藤蔓网被他撕扯的已经破烂不堪，一双散发着灼热气浪的熊掌四面狂挥，恐怖的力量能够拍断刀剑，轰碎岩石。那些四方门武者根本不敢靠近，只能围在四周不断射箭，投掷兵刃。此刻那名手持狼牙棒的短发大汉正在指挥众人进攻，再撒几张藤网，快射箭，射他的眼睛。妈那个巴子，谁撒的毒粉，差点撒到老子身上了。那个谁，快传讯周围的兄弟们都过来帮忙。短发男子口中不断叫骂，脸上神情却很激动。今天真是撞了大运，竟然能遇到一只重伤的赤焰蛮熊。这家伙的修为只怕达到了元气境7-8星，要不是受了重伤，咱们这一群人都不够他杀的。只要能将他成功猎杀，咱们可就发了。这家伙身上全是宝贝，尤其是雄心和熊胆，听说对于武者修为提升大有裨益。男子身旁的一名壮汉讨好道：三当家的，您突破元气境后第一次带队狩猎就收获如此丰盛，等回到门中，大当家定会重重嘉奖。一旁又有人附和：那是自然，三当家不但实力高强，还鸿福齐天。咱们这几日在三当家的带领下，成功干掉了好几支狩猎队，今日运气更好，先是寻得了一株冰凝草，又碰上了这么只大货。还有刘秃子那边估计已经宰了那只肥羊，这几日的收获当真是了不得呀。听到众人的马屁，三当家心情大好，放肆狂笑：哈哈，兄弟们加把劲儿，等宰了这只赤焰蛮熊，带你们去城里玩娘们儿。好，三当家万岁。在众人不断的纠缠围攻下，加上身上的伤势和各种毒药侵蚀，赤焰蛮熊的体力开始逐渐下滑。三当家见时机成熟，一把抄起狼牙棒，招呼着5名通脉境手下：走，跟老子去送这畜生上路。狩猎队陷入到一场即将丰收的狂欢中，全然没有注意到10几丈外的树丛中，一双眼眸正悠悠地注视着这里发生的一切，眼底金光暗涌。树丛高处一簇枝叶微动，将顾晨风的目光掩映在一片昏暗之中。然而此刻顾晨风的眼中却隐有金光浮动。虽然距离那片战场仍有不短距离，但顾晨风的耳目何其敏锐，这些人的对话又没有刻意隐藏，被他听得一清二楚。这些家伙竟然采摘到了冰凝草。原本心中就有些想法的顾晨风越发坚定了一个念头：灵草我要，他们得死。此番本就是这伙人对顾晨风下手在先，从对方的行事风格和方才的对话可见，这群人没少干伤天害理之事，都不是好鸟。所谓除恶便是行善，顾晨风毫无心理负担。不过对方毕竟人多势众，有各种阴毒手段，还有一位元气境武者压阵，他也要寻找合适的下手时机。顾晨风静静在树上观察，此刻那三当家带着5名通脉境武者已经出手，趁着赤焰蛮熊变得虚弱，6名高手携带兵刃从4面袭杀。这头赤焰蛮熊的确强悍，即便是通脉境武者的全力攻击落到他身上，也最多是划出一道浅浅的血痕，难以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不过那三当家的进攻威力可就不一样了。顾晨风注意到三当家手中狼牙棒挥动时，其双手隐隐泛起淡淡黄芒，一丝厚重的元气波动与磅礴气血之力加持狼牙棒，轰在赤焰蛮熊身上，发出擂鼓般的闷响。狼牙棒势大力沉，其上的尖刺还能刺穿皮肉。蛮熊吃痛怒吼，伤口不断淌血。原来这就是元气境1星武者的实力，倒也一般。顾晨风观察半晌，得出结论，终于决定出手了。此时这群人都在围攻赤焰蛮熊，现场一片混乱，四周不时有个别听到哨音赶来的四方门武者加入战场。好机会！顾晨风目光一亮，身形轻灵如猫，落地无声，手提长枪朝前方快速逼近。顾晨风的衣着普通，与这些四方门武者类似，
速度又迅猛，转眼来到战场。即便有人留意到他，也只当是赶来相助的同门。而混到人群后方的顾晨风没有丝毫犹豫，长枪如电，急刺而出。噗！一名站在人群后方，手提大刀，隔蛮雄老远却喊杀卖力的摸鱼大汉，被一枪刺入后颈，贯穿咽喉。呵！大汉双眼圆瞪，想要张口呼喊，却已然做不到，身子迅速软倒。整个过程就在一息之间完成。大汉身形完全落地之前，顾晨风早已拔枪转移，现在另一人身后。噗！顾晨风如化身战场幽灵，又似一具高效的杀人机器。四方门武者疯狂砍杀赤焰蛮雄之际，他也在人群外围急速出枪刺杀。主打一个，你杀你的，我杀我的。在场的四方门武者足有40余人，人数虽然不少，却又哪里经得起顾晨风这种杀法。终于在顾晨风一枪洞穿第17人咽喉时，他还是被人察觉了。一名跟随三当家在内圈出手的通脉近4星大汉，被赤焰蛮雄震得踉跄倒退，正稳步调息之际，恰好瞥见人群外围自己同伴被长枪贯喉的一幕。你是何人？那名虬髯大汉目光锁定顾晨风，惊怒大喝。恰好调息完毕的他身形一跃丈许，手持战刀如大鹏展翅般直斩向顾晨风。顾晨风知道自己动作再快也不可能无声无息地将敌人杀光，他心中早有准备。在大汉跃起的瞬间，手中长枪没有拔出身前那人咽喉，而是力透臂膀，攥紧长枪，猛然一拧，继续向前捅出。长枪恐怖的力量直接将那人身体提起，枪尖如电刺向半空中的大汉。什么？虬髯大汉全没想到对方如此彪悍，长枪竟能带人冲刺。猝不及防之下，他手中刀势急变，想以刀身格挡长枪。然而当他的刀背回旋撞击枪头之际，嗡！虬髯大汉手臂一麻，长刀直接被震飞。那一刻他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完了！噗嗤，长枪穿心而过，将尚在半空的虬髯大汉捅了个对穿，和自己的同伴串了糖葫芦。想用战刀震我的大枪，白痴！顾晨风一枪刺杀两人，急速拔枪后撤，避开了几根迎面来的毒箭和一捧毒粉。此时四方门所有人都已发现了他，看到那身穿劲装手持长枪貌不惊人的年轻汉子，有人惊呼，是那个独行客。数日前四方门众人就盯上了在太荒岭独行的顾晨风，今日三当家更是派出一支小队跟踪截杀此人。在众人看来，此刻的顾晨风本该是一具尸体，万没想到他会出现在这里，还杀了他们这么多同门。刚才更是一枪刺穿两人，其中还包括一位通脉近4星的高手。此时三当家也瞥见外围满地的同门尸首，他脸色变得无比难看。他妈的，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老子弄死你！三当家怒喝一声，不管那越发虚弱的赤焰蛮雄，手持狼牙棒暴掠而来。顾晨风只觉一阵恶风袭面，狼牙棒已经当头砸来。顾晨风横枪一拨，枪棒撞击，当，金铁交鸣。即便顾晨风用的是泄力的枪势，仍是被这一击震得退后一步。这一幕却令三当家大为吃惊，能够应接自己蓄势一击，只是退后一步，这人的力量和自己在一个层次。元气劲武者，三当家目光阴冷地盯着顾晨风，原来还是个高手，老子居然看走了眼，看来刘兔子他们已经被你杀了。顾晨风却没有回答对方，稳住身形的一瞬，脚下发力，如猎豹前冲，手中长枪刺出，直捣三当家面门。哼！三当家见状，忙挥舞狼牙棒相迎。当当当，二人兵刃碰撞，火花四溅，荡起烈烈劲风。那三当家看似粗莽，一手狼牙棒却使得粗中有细，进退极有章法。加上元气劲武者能够调动体内一丝元气加持，攻势压迫感十足。顾晨风第一次与这种级别的武者交手，心中颇为兴奋，这才有战斗的感觉吗？此刻他全身气血运转如龙，手中长枪舞动，崩、拨、压、盖、挑、扎、伏虎枪法中多种基本枪式在他手中灵活施展。虽然顾晨风只掌握了伏虎枪法第一层绝技，但通过悟道台加持，他的枪法基本功也极为扎实。二人激战片刻，顾晨风且战且退，似乎落于下风，而三当家攻势虽猛，却始终无法取胜。给我死来！三当家有些焦躁起来，身形跃起，又是一棒砸下。顾晨风拨枪抵挡，却是借力横移，突然冲向另一个方向。原来在三当家与顾晨风对战时，其他四方门武者已分成两波，
一部分继续围着赤焰蛮熊发动进攻，还有一部分人则手持毒箭、毒粉和各种暗器，伺机而动，不时对顾晨风施以偷袭。顾晨风可不喜被人放冷箭的感觉，此刻寻到机会，他突然冲向几名手持弓箭的四方门武者，吓得几人仓皇逃窜，但还是有2人逃避不及，被他长枪穿喉，一命呜呼。顾晨风不惧追击他人，也不管身后追来的三当家，而是径直冲向赤焰蛮熊被围攻的战场。砰砰，长枪横扫，轰飞2名淬体劲武者，枪尖直刺向那只被众人围攻、套上层层藤网、遍体鳞伤的赤焰蛮熊。长枪并未伤及赤焰蛮熊，而是在他周身急速搅动一圈，嗤嗤嗤，锋利的枪头将赤焰蛮熊体表缠绕的重重藤蔓迅速绞碎。大家伙，你自由了，有仇报仇吧。顾晨风以长枪绞碎缠绕赤焰巨熊的藤网，下一刻他头也不回，偏头横移一步，唰，如此堪堪避开当头砸来的一棒，扭身与追来的三当家再度激战。却说那赤焰蛮熊本已经陷入绝境，身上那束缚他行动的大网却突然被人撕毁。虽然因为伤势和毒素，他的实力已经大幅下滑，但毕竟是元气境后期的强大元兽，战力依旧彪悍。一经脱困，赤焰蛮熊心中的暴力和怒火如火山喷薄。吼！他咆哮一声，熊掌横扫，直接将他身边一名通脉境3星的武者连人带兵任扫飞出去。那人被砸得翻滚在地，眼冒金星，还没来得及翻身而起，就感到眼前一黑，轰！一双熊掌落下，直接拍爆了他的脑袋，鲜血和脑浆迸溅。啊！血腥且震撼的画面吓得一众四方门武者肝胆欲裂，而赤焰蛮熊却没有停止杀戮，转眼间又拍死数人，甚至将其中一人脑袋啃下，嚼碎生吞。快跑呀！不知道是谁大喊了一声，被吓破胆的众人再没有勇气出手，竟是一哄而散，包括那3名通脉劲武者。但赤焰蛮熊却哪里肯放过他们庞大身躯，爆发出惊人速度追击出去，现场展开了一场报复性的屠杀。三当家瞥见这一幕，脸都气得扭曲了，眼前这灰衣男子实在阴险狡猾，方才趁乱偷袭，杀害了自己不少手下，如今居然又解救了那只赤焰蛮熊，让己方损兵折将。今日若不能斩杀此人，自己如何向门主交代？混账东西，老子要把你砸成肉泥喂狼！三当家调动全身气血，连体内存量不多的元气都全力运转起来。经过方才的战斗，他自觉摸清楚了对方的实力。此人的枪法虽然不错，但力量却一般，应该也是刚踏入元气境1星修为。凭自己的战斗经验和力量优势，定能斩杀此人。怒吼一声，三当家双掌泛起浓郁黄芒，黄暴力量加持狼牙棒朝顾晨风狠狠砸去，力量比之先前竟提升了数成不止。三当家对这一棒很自信，顾晨风对这一棒也很满意，终于可以放开手脚战斗了。下一刻，顾晨风眼中金芒一闪，体表肌肤泛起诡异的银灰色光泽，铁相功全力运转，顾晨风身躯瞬间膨胀，原本匀称的身形竟变得比健硕的三当家还要彪悍几分。来得好！顾晨风直接一枪刺出，正面硬汉狼牙棒，轰！轰鸣声中，2股巨力爆发。三当家只觉得自己这一棒如同砸在了一头铁牛身上，恐怖的反震之力震得他手掌发麻，身形踉跄后退。好惊人的力量！眼见对面的顾晨风身形岿然不动，体表泛起诡异的银灰光泽，三当家悚然一惊：“你是体修？”顾晨风没有回答，眼中满是兴奋和战意。再来！他一步跨出，身形如虎豹，长枪破空刺出，令空气微微啸鸣。三当家瞳孔一缩，来不及多想，双手紧握狼牙棒，全力迎击。轰！又是一声轰鸣，三当家虎口崩裂，急步倒退，脸色又惊又怒。对方这一枪的力量比上一枪更恐怖，不等他有任何思考的时间，呼！顾晨风的第3枪已经呼啸而至，三当家心中大骇，却只能勉力抵挡。轰轰轰！又连挡了3枪。三当家本想拼尽全力，在顾晨风力量衰弱时赢得一丝反攻之机，不料顾晨风这3枪的力量居然还在不断提升。当顾晨风最后一枪轰出，噗！三当家终于一口逆血喷出，身形倒飞了出去。爽！顾晨风终于将自身力量完全爆发出来，只觉气血沸腾，毛孔舒张，畅快到了极致。操！飞出去的三当家却是头晕眼花，五脏如焚，已然受了重伤。此刻他看顾晨风的眼神就如同看一个怪物，这家伙的力量强得不似人类。
更关键的是，对方由始至终还没有动用元气，显然自己又看走眼了。这家伙修为绝对比自己高，他是故意戏耍，想虐杀老子乎？长枪啸鸣之声如魔音贯耳，急速逼近。再来！顾晨风气血沸腾，战意达到巅峰，岂会停手？来个屁！三当家一个机灵，手中一捧石灰混杂毒粉撒出，阻了顾晨风这一枪的攻势，爬起来就跑。哪里走？顾晨风闪身避开粉尘，拔腿就追，速度竟还要超过三当家几分。一路上，三当家接连泼洒石灰、毒粉，但两人的距离却在逐渐拉近。三当家终于慌了：我是四方门三当家，我四方门门主，乃是远海境武者，阁下若肯放我一马，今日之事就一笔勾销。顾晨风丝毫不在意对方的威胁，冷笑道：出来混的要讲信用，你说了要杀我，跑什么？老子大招还没用吗？顾晨风是真的想拿对方试一试伏虎枪法第一层的绝技。见顾晨风的身影越来越近，自身伤势也要压制不住，三当家一咬牙，干脆将背后的包裹解下，向后方用力一抛：这些灵财银票都给你，放我一马。三当家没指望对方真能放过自己，只希望拖延对方片刻，寻一丝生机。前方就是一片茂密灌木，只要成功冲进去，自己逃生的机会将大大提升。而让三当家惊喜的是，自己抛出的包裹真的起作用了，身后那家伙竟停住身形，没有来追自己。不过奇怪的是，他也没有去捡那包裹，而是用一种怪异的眼神望向自己。对方的目光之中隐隐透着惊骇之意。下一刻，那人居然掉头就跑。三当家先是一愣，咚！突然地面狠狠震动了一下，随即吼！一声震天动地的怒吼从前方密林中传来，并卷起一阵猛烈腥风。三当家心觉不妙，骤然回望前方，刹那间他便瞪大了双眼，看到了此生难忘的画面。那是一只通体绽放银芒、身高数丈，如一座小山般庞大的巨熊，从密林中高高跃起，庞大的身躯遮蔽了落日，怒吼声响若惊雷。更恐怖的是，那怪物怒张的血盆巨口中有赤光耀眼，下一刻竟喷出一道直径数尺的炙热火柱，火柱瞬间席卷而至，将三当家的身形淹没其中。高温令他的身躯迅速碳化，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便已被冲散成灰。此时扛着长枪拼命狂奔的顾晨风回头瞥见了这一幕，忍不住倒抽凉气。方才追赶三当家之时，他突然察觉到密林中鸟兽惊逃，一股恐怖气息袭来，那股气息之强，令他有种毛骨悚然、无法抗衡之感。所以顾晨风第一时间选择逃离。如今亲眼见到那只银色巨熊口喷火柱，秒杀了三当家，他更是心惊肉跳。这到底是什么级别的元兽？此兽和刚才那只赤焰蛮熊模样相似，但体型却是前者的数倍不止。而且赤焰蛮熊巅峰期毛发最多泛起一丝银光，这家伙怎么全身银毛？难道是变异元兽？顾晨风脑海中突然蹦出这几个字，典籍中记载过，一旦元兽出现变异，他们的战斗力和上限就不能以常理估量了。逃，赶紧逃！顾晨风脑海中只有这一个念头。虽然他能够匹敌甚至击败元气境低星强者，但眼前这只变异巨熊绝不是他能够对付的，这家伙多半是远海境元兽，甚至更强。顾晨风全力奔逃，可也就过去了数息时间。呼！随着他头顶一阵狂风呼啸，轰隆！一具庞然大物如泰山压顶，轰然砸落，挡住了他的去路。吼！震天怒吼声中，顾晨风便看到那只变异的赤焰蛮熊拦在自己前方，双眼血光大作，怒张的熊口中赤光再度闪烁，便要向自己发动毁灭一击。顾晨风心头一沉，骤然攥紧了长枪。吼！千钧一发之际，远处传来一声嘶吼，打断了变异巨熊的进攻。吼！顾晨风远远望见先前被四方门围困的赤焰蛮熊，此刻浑身染血，从远处狂奔而来。一面奔跑，他还不断朝那变异巨熊发出低吼。见到赤焰蛮熊，变异巨熊疯狂嗜血的眸光中竟然露出一丝人性化的惊喜神情，口中的赤光也迅速消失。换做其他人见到这一幕，恐怕会摸不着头脑，但顾晨风却能够听懂兽语。他亲耳听到那赤焰蛮熊对变异巨熊呼喊：大哥，不要伤害他，是这个人类救了我。这一刻，顾晨风有种想给赤焰蛮熊磕一个的冲动。熊哥，你来得太及时了。此前他出手解救赤焰蛮熊，只是想让他帮忙搞定四方门的其他人，哪曾想这位还有这么彪悍的大哥。听了自己弟弟的话，熊大哥看向顾晨风的目光果然变得清澈。
待到熊小弟奔到他面前，就见熊大哥一巴掌呼过去，砰！熊小弟被这一巴掌扇得翻滚了好几圈，却听熊大哥惊喜道：“小弟，你没事吧？大哥真担心死你了。”熊小弟一咕噜爬起来，朝熊大哥大腿上拍了一巴掌，激动道：“大哥，我没事，只是受了些伤而已，多亏这个人类救了我。”两头巨熊，你一巴掌，我一巴掌的交流方式，看得顾晨风眼皮直跳。得亏他们皮糙肉厚，不然高低得拍死几个好兄弟。兄弟俩交流片刻，顾晨风便知道自己这条命算是保住了。果然，片刻后，两只庞然大物转身面朝自己，竟是一起抱着前掌，有些滑稽的朝自己作揖，以示感谢。顾晨风见状，也是赶忙抱拳还礼。俗话说，救熊一命胜造7级浮屠，两位熊兄不必言谢。双方无法交流，随意客套一番后，熊大便带着熊二朝着远处密林行去。看着两尊庞然大物消失在密林深处，顾晨风刚松了一口气，咚咚，大地突然震动，就见熊大庞大如山的身形又跃出密林，转眼间冲到了自己身前。顾晨风心中一紧，却见熊大随手一抛，将一块用巨大叶片包裹的东西扔到了自己面前。这是给我的。好，熊大连连点头。顾晨风解开叶片一看，里面居然是一颗人头大小，散发着淡淡赤光的兽类心脏，旁边还放着一根造型普通的红色枯枝。好！熊大冲顾晨风连吼带比划。顾晨风听懂了，这是熊大答谢自己的东西。一头虎系元兽的心脏是熊大在太荒岭深处斩杀一头虎妖所得。至于那根枯枝，熊大表示只要顾晨风今后在太荒岭遇到麻烦，点燃枯枝，他们兄弟俩闻到味道就会赶来相助。交代完毕，熊大亲热地伸出熊掌，在顾晨风胸口上拍了一下，转身飞奔进密林。片刻后，咳，顾晨风从10几丈外的草地中艰难爬起，眼睛直冒金星。眼看天色已晚，太阳即将落山，他赶紧收拾战场，离开了太荒岭。1个时辰后，千交阁顶楼西厢，苏婉月玉手掩方唇，有些吃惊：“你这东西好大！”“废话，也不看是谁的玩意儿。”顾晨风将装成虎心的木匣重新盖上，交代道：“这虎心之中有元气滋养，便不会腐坏，只是我暂时用不上，先存放在你这里。”苏婉月点头道：“此物恐怕是远海境元兽的心脏，我可以帮你封锁住其中元气，使其不会流失。”顾晨风满意点头。今日太荒岭之行，他可谓收获满满，不但成功采摘了金元丹主药血关花，还得到了熊大赠送的远海境大妖心脏，与2只巨熊有了交情。而且顾晨风在后来清点战场时，还从那3当家的包裹中找到了许多灵材，其中就有养神丹的主要冰灵草，另外还有2万两银票。此行算是超额完成目标，唯一的遗憾是他还是没机会施展伏虎枪法第1式绝技，放不出大招的憋屈谁懂。对了，还要劳烦苏大家一件事情，明日开始在楼中给我留一间静室，再帮我购买一座丹炉和相应的炼丹用品。你要炼丹？苏婉月有些惊讶。闲来无事练着玩的，你照做便是。顾晨风随口回答。苏婉月秀眉微蹙，有些不悦。顾公子，请你弄清楚，我们是合作关系，我可不是你的侍女。顾晨风眉梢一挑。苏姑娘，本公子日理万机，还要替你照顾蛊虫，你也不想自己的本命蛊出现什么闪失吧？苏婉月气势一致，强挤出一丝笑容。顾公子误会了，妾身只是开个玩笑而已，这点小事就交给我吧。顾晨风点点头道。对了，那件事情有进展吗？苏婉月自然知道对方说的是调查真凶。我的伤势还需要恢复一段时日，等我痊愈便会顺着线索调查的。好，有任何情报第一时间向我汇报。顾晨风嘱咐一句便告辞离去。见对方离去，苏婉月气哼哼的用玉足踢了踢身下的蒲团。哼，要不是本姑娘伤势未愈，本命蛊又落入你手中，凭你一个废材纨绔也能对我颐指气使。心中恼恨一阵，冷静下来后，苏婉月又忍不住自语：这家伙能够抵挡我的催眠，又能弄到远海境妖兽的心脏，还能做出那等水平的诗篇，如今他竟然还要炼丹，这是一个废才能做到的，还是说这家伙一直都是装的？想到这里，苏婉月不禁有些吃惊。这世上有本事的人并不少，可如此有本事还能将自己伪装成帝都文明的纨绔废材，连帝都各大家族那些老谋深算的家伙都被蒙在鼓里，那此人就太不简单了。这家伙身上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心中一股八卦之火悄然窜起。苏婉月对顾晨风竟生出几分窥探之心，反正那件任务也需要和大黎王朝的权贵大族接触，
不如就从这家伙身上下手。虽然本命谷暂时落入他手中，但我也能通过本命谷探听一些消息，先了解他，再掌控他，然后再玩弄他的感情。苏婉月面纱下的笑容逐渐玩味，似乎看到了某人为他痴迷疯狂，最终却被他残忍抛弃，生无可恋的模样。他对自己的魅力有绝对的自信，尤其当他想要攻略某个男人时。却说顾晨风此时已经回到了襄府，从床榻下的暗格中取出一方玉盒，打开玉盒，里面有个半尺见方的铁笼，苏婉月的本命骨就被圈养在铁笼里。顾晨风不知道苏婉月到底是什么修为，但肯定比自己高。本命骨是他制衡对方的手段，自然要妥善保管。而襄府之中护卫众多，暗中还有高手坐镇，已是最安全的地方。顾晨风隔着铁笼，随手撒了一些暗红色的颗粒，这是苏婉月交给自己的投喂蛊虫的饲料。苏婉月交代，一天要喂蛊虫3顿，时辰要固定。但顾晨风这些天忙着采药，只能一天1顿，时间也不固定，这也就导致蛊虫时常挨饿。此刻狼吞虎咽进食的同时，嘴里还在嘶鸣不断，快饿死我了！这个王八蛋，主人怎么还不弄死他？还让我暗中监视他，说是要想办法掌控他。我每天都被这坏人关着挨饿，怎么监视吗？真是麻烦死了！等我脱困了，一定要让主人干死他。顾晨风一边喂食蛊虫，一边心中冷笑，掌控我。他大致知道这女人心中打的什么主意了。这只本命蛊被苏婉月当成探听自己秘密的眼线，实则他却是顾晨风的情报提取站。虽然顾晨风只能听懂兽语，无法与之交谈，但这只蛊虫不但性格暴躁，而且是个话痨。每次苏婉月暗中给他下令，蛊虫总能各种吐槽抱怨，从而让顾晨风对于苏婉月的目的一清二楚。他清楚此女对自己的确没有恶意，同时他带人来到帝都也是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目的，这个目的连他的本命蛊都从未泄露。顾晨风对此极为好奇，并在心中暗想，这只蛊虫看起来很有2、5载的潜质，等我学会了炼丹，倒是可以试着给他吃点不一样的东西，让他再多吐露些情报。翌日清晨，千交阁，顾晨风比以往来的更早些。此时顶楼与西厢相连的一间暗室内，顾晨风看着那口半人高的黄铜丹炉，和丹炉下方散发着惊人温度的赤红晶石，满意点头。苏姑娘办事果然高效。今日苏婉月一改往日朴素的白裙，反而换了一袭浅霞色的长裙。那衣料并非艳俗的绯红，而是像将落日余晖揉碎后染就的陈飞，外披烟罗纱。行走时如雾里燃起一簇暗火，既金贵又隐带侵略。其腰间还束了一条织金缎带，勒出纤窄的弧度，下摆自然垂坠，勾勒出圆润完美的弧线和比例惊人的长腿。虽然此女依旧面覆轻纱，却丝毫不影响她的美，尤其那双淡蓝的晶莹瞳孔，像阳光映照的琥珀，颇具异域风情。这女人明显精心打扮过，美得有些晃眼。面对顾晨风的夸赞，苏婉月脸色平静。我听闻相国大人旧疾复发，正在闭关，顾家的情况不容乐观。三少忍辱负重，不惜以纨绔之名自污，自是胸怀丘壑。你让妾身帮忙做这些事情，定有大用途。妾身怕耽搁，连夜冒着被敌人发现的风险，千辛万苦才寻来这些物品。顾晨风闻言，心中直翻白眼。京城喂食蛊虫时，他就已经知晓，这女人自己就有一座丹炉，用来加工蛊虫饲料，最多也就是从这屋搬到那屋的功夫，却成了他口中的冒着生命危险。顾晨风故作感动道：“苏姑娘，实在辛苦你了，今后顾某一定会报答姑娘。”看到顾晨风眼中的感激之色，苏婉月嘴角不可察觉的一勾，轻叹道：“如今妾身孤身一人，身处这大离帝都，举目无亲，唯有三少这一个朋友，我们自当互帮互助，同舟共济才是。今后三少有任何困难，甚至心事，都可以向妾身倾诉的。”苏婉月知道自己和顾晨风之间虽是合作伙伴，彼此却颇多猜忌，想要掌控对方的心，绝不是靠简单的色诱和勾引，关键是拉近两人的距离，获得更多的认同感。而像顾晨风这样从小伪装成纨绔，背负了太多东西的男人，他们的内心通常都是孤独的，需要认同和依靠。果然，他这话一出，顾晨风眼中顿时闪过一抹动容，看向他的目光似乎有所变化。果然如此，苏婉月暗笑，这女人脑子有问题吧，想当我的知心姐姐。顾晨风目光怪异，自然明白了此女的套路，他干脆将计就计，转身偏头斜仰45度，摆出男人最忧郁的角度。深吸一口气后，顾晨风轻叹道：“苏姑娘，你也知道，顾家位高权重，树大招风。我身为顾家第3代，唯一男丁，从出生起
就有无数双眼睛盯着我，他们有人盼着我好，有人盼着我死。我不仅是为自己而活，我的身上背负了太多责任。顾晨风嘴角浮起一抹自嘲的笑。曾经我以为装傻充愣，当一个纨绔二世祖便能逍遥度此生，如今看来这不过是奢望，我终究逃不出这牢笼。哼，或许我生来就是个被命运遗弃之人。听到顾晨风最后那一句话，本就听得入神的苏婉月不禁娇躯一颤，平静的心湖仿佛被人重击，浪涛暗涌。被命运遗弃的人，他似乎想到了什么，脸色苍白了一瞬，又转瞬恢复了正常。此时顾晨风也已恢复了常态，并尴尬一笑。苏姑娘，对不起，我不该对你说这些的，只是你方才的话给了我一种家人般的温暖，我忍不住向你倾诉。那仓促遮掩的忧伤和强颜欢笑的样子，看得人有些心疼。苏婉月忽然有些同情这个男人，略一犹豫，他竟是一伸手拉住顾晨风的胳膊。顾公子，不妨事的，你可以将我当成你的家人。顾晨风目光一红，竟似有些哽咽。下一刻他竟一把抱住苏婉月，将那香香软软的娇躯用力揽入怀中。苏婉月下意识想要挣扎，耳边却传来顾晨风真挚且磁性的声音：谢谢你，苏婉月。苏大家娇躯一震，整个人就这么愣在了原地，任由顾晨风拥抱。片刻后，苏婉月转身离去。掩住房门的一瞬，她忍不住长长的呼出一口气。此刻苏婉月脑子仍然有些晕乎乎的，不知道是不是刚才顾晨风抱自己抱得太用力，有些缺氧。可恶，他竟敢！或许他是真的把我当家人了吧？而且他真的有些可怜。苏婉月目露怜悯，但随之又觉得有些不对。等等，我不是要让他感动吗？怎么自己先同情上了？不过他已经将我当成家人，证明他对我产生了依赖。计划还是很顺利的，我很快就能让他沦陷了。噗！房间里，顾晨风捂住嘴，努力憋笑。男人三分醉，演到你流泪。既然苏婉月要演，他就选择配合，让对方觉得计谋得逞，其他方面就会乖乖配合自己。不过话说回来，这女人真的好香，好软，好弹呀。过不多时，顾晨风坐在丹炉前的蒲团上，准备开始炼丹。这是顾晨风第一次炼丹，原材料和丹方他都已经准备好了，只缺实践。他心念一动，另一个自己已经进入了幻武神虚，整个人处于一种玄妙的临界状态。他可以自由选择在两个世界活动。此时他让幻武神虚内的自己盘坐在悟道台上，悟性加持开启，开始仔细浏览丹方，进行感悟。本体坐在丹炉前，盘膝闭目，一动不动。在这个过程中，静室内一只细小的蚊蝇静静趴伏在房间角落，目光一瞬不瞬地盯着顾晨风。顾晨风敏锐的灵觉早已察觉到这只蚊蝇，并且猜到是苏婉月在偷窥自己，不过他却没有阻止。合作的前提是平等。虽然不知道苏婉月的真实身份，但直觉告诉他，这个女人的身份和实力都不一般，除了用本命蛊威胁，可以适当展现一定的能力，有助于打消对方一些不好的念头。很快，顾晨风通过强大悟性吃透了金元丹丹方的理论知识，处于临界感悟状态的他直接开始实操，开始淬炼药材。他先取出金元丹的一味辅材，这猪灵才已被均分成多份。顾晨风取出一份带丹炉下的火晶，火候足够便直接投入灵材。噗！片刻后，丹炉内一道黑烟冒起，一股焦糊味传了出来。咳，顾晨风尴尬地咬出黑灰，心说炼丹之术果然非同一般，即便在悟道台的加持下，都无法确保万无一失。顾晨风又接连投入几种药材，结果不是淬炼不足，就是淬炼过头了，过程颇为狼狈。噗嗤！西厢内室，苏婉月盘膝坐在绣榻上，靠着驱使蛊虫监视着静室内顾晨风炼丹的全过程，将对方这些操作看在眼中，不禁一阵发笑，还以为这家伙真的会炼丹，感情还真是个业余爱好者。不过这倒也不奇怪，此人如此年轻便有此等城府和非凡文采，已是不易，若是还会炼丹，岂不过于妖孽？心中如此想着，苏婉月又通过蛊虫观察了一阵，其脸上的表情却开始出现变化。静室内，顾晨风还在不断淬炼药材，丹炉中依旧时常冒起黑烟，但偶尔顾晨风也能成功几次了。随着时间推移，顾晨风失败的次数开始减少，淬炼成功率大增，而且他先前略显生疏的手法也开始变得娴熟，淬炼的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顺。到后来，顾晨风几乎没有失败的情况，淬炼过程如行云流水般顺畅。绣榻上，苏婉月小嘴张成了 O 字形，难道这家伙真的会炼丹？很快，金元丹的所有材料
淬炼完成。顾晨风开始更重要的步骤，凝丹。好在药材足够炼制10多枚金元丹，他有足够的试错机会。果然，在凝丹的过程中，顾晨风又开始不断失败。轰轰，净室内不时传来轰鸣和熟悉的焦糊味儿，但每一次轰鸣，净室四周就会散发出淡淡微光，净室外没有任何波动和声响传出。这是苏婉月提前在此布置的阵法。凝丹的过程很难，接连10次，顾晨风都失败了。房间里的苏婉月再度松了一口气，看来这家伙只是有些基本功，还不是真正的炼丹师。但很快他的眼睛就瞪大了，因为不多时，净室丹炉内溢散出一阵丹香。成了！净室内，顾晨风手托一枚发烫的黄色丹丸，脸上露出欣喜之色。他仔细打量着自己炼成的第一枚丹药。丹药按照品相可以划分为上中下3等乃至极品丹药，这枚金元丹只是下等品质。不过顾晨风不在意，既然能够成丹，就证明自己掌握了炼丹的方法和精髓。丹药品质高低靠的是炼丹师的悟性，而自己就是悟性本性。顾晨风假装伸了个懒腰，自言自语道：顾某5岁食药，7岁炼丹，10岁就已跻身一品炼丹师境界，多年不曾有机会炼丹，如今的确是手生了，这么久才炼出一枚下等的一品丹药。好在手艺还在，多练几次应该就能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了。于是顾晨风又开始继续凝丹，然后他丹炉中凝成的金元丹品质就开始了火箭式的上升，下等、中等、上等。当顾晨风最后一炉丹药炼成，丹炉表面竟然闪过一道淡淡霞光浓郁精纯的丹香，如浪潮席卷丹房。顾晨风手握一枚极品金元丹，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果然宝刀未老。同一时间，西厢内室扑通，随即传来丫鬟们的惊呼：哎呀，苏姐姐，你怎么跌到地上去了？快来扶姐姐！3日后，万宝斋4楼，一袭绛紫长裙，曲线婀娜，身姿丰腴的柳福烟坐在书房，翻看分行近日的账目。看了一阵，柳福烟就合上了账册，银白玉指，轻柔眉心，那双含嗔带媚的凤眸，此时隐隐透出疲惫和焦躁。唉，柳福烟最近比较烦，近来帝都分行的营收下降了近30%之多，一切原因都是那名离开的3品炼丹师。他的离去导致分行的丹药品质明显下滑，虽然分行向总部申请来一批2品丹药，却是远水难解近渴。再加上挖走那名炼丹师的帝都3大商行之一齐轩阁，近来大肆宣扬万宝斋首席炼丹师加盟齐轩阁，并以那名炼丹师的关系网挖走了许多万宝斋大客户，直接导致万宝斋收入骤降。其实这种事情对于万宝斋这样有后台的大商行而言，也不算太大的危机，大不了先高价采购一些品质优良的丹药顶上去，再慢慢寻找，甚至培养一位有能力的炼丹师，也就能缓过来了。可问题的关键是，商行能等，柳福烟却等不了。再过3个月就是总部对帝都分行的考核期限，事关我能否升任帝都分行正账房。以目前的情况来看，考核必然会受影响。一旦考核失败，别说是分行正账房，说不定我会被调离帝都。帝都分行长房之位可是有很多人盯着的，那些人巴不得自己考核失败。如今商行总部迟迟没有派来炼丹师，多半也是有人从中作梗。怎么偏在这种节骨眼上出问题？柳福烟心情郁闷无比，他也曾极力挽留过那位首席炼丹师，不惜大幅提升其待遇，奈何那人太过无耻，居然对他有那种龌龊心思。哼，我柳福烟岂能被你们如此轻易拿捏？就在此时，房门被敲响，副长房，今日又有一位炼丹师前来应聘。哦，柳福烟没有太多表情。近来万宝斋正高薪招聘炼丹师，已经来过很多人面试，可炼丹师实在稀有，好的炼丹师更是万中无一，大多都被一些大势力招揽。前来面试者能力大多差强人意，有人10炉丹药只能炼成1炉，品质还是下等；有人干脆只是炼丹学徒，想来浑水摸鱼。虽然不太抱希望，但柳福烟还是振作起精神，哪怕有1线机会，我也要争取。行，带我去看看吧，我来亲自面试。不多时，万宝斋一间炼丹房内，当看到前来面试的炼丹师是一位相貌平平、约莫25、26岁的年轻男子时，柳福烟心中暗暗摇头。炼丹师除非天赋异禀，否则都需要深厚的积淀和经验。眼前这男子太年轻，身上的气质也不像造诣高深的炼丹师。出于礼貌，他还是主动开口：我是万宝斋副长房柳福烟，不知阁下尊姓大名，是极品炼丹师，师从何门？柳长房，失敬，在下葛洪，一品炼丹师，自学丹术，并无师门。听到对方只是一品炼丹师，柳福烟心已经凉了一半。
再听到那自学丹术4个字，就彻底凉透了。他基本可以判定，眼前这人如果不是来浑水摸鱼的，那就是不知道撞了什么大运，勉强练出过一炉下品丹药，就自命不凡草根炼丹师。葛先生，不好意思，本斋如今急缺高品质的1品丹药，所以还是想招聘2品乃至3品的炼丹师，以确保丹药品质。万宝斋帝都分行销量最大的丹药就是专攻元气境武者修炼的1品丹药，但想要高品质的1品丹药，往往需要品级更高的炼丹师。柳福烟这已经是变相的拒绝，想让对方知难而退。然而名为葛洪的男子却是神色平静道：柳长房怎么就知道在下无法炼制出高品质的1品丹药？此言一出，柳福烟和身边的老管事对视一眼，皆是心中存疑。毕竟这些日子他们可没少遇到夸夸其谈之辈。柳长房若有疑虑，在下可以当面炼制1炉1品丹药。葛洪主动开口。听到对方要当面炼丹，柳福烟终于目光一亮，对此人也升起几分好奇。既如此，我们马上为先生准备，不知先生想炼制哪种1品丹药？金元丹吧。好，先生稍后。片刻后，丹房内中已经摆好了炼制金元丹所需的原料。柳福烟和老管事站在丹房角落，静静观摩葛洪炼丹。本以为葛洪炼丹前会先打坐养神，调整状态，不料对方只是试了试火后，拿起各种灵材就往炼丹炉中倾倒，动作很干脆，甚至有些粗鲁，丝毫没有其他炼丹师的优雅姿态。那下药的速度就跟炒菜放佐料似的，看得柳福烟和老管事心惊肉跳，甚至怀疑对方到底是炼丹师还是厨师。不过随着那一份份淬炼完成的灵材取出丹炉，两人又才放下心来。这人还真有些本事，灵材都淬炼成功了。完成这一切，葛洪又跟竹筒倒豆似的，将淬炼的药物一股脑倒入丹炉，搅拌融合，时不时还伸手摸摸丹炉，用手拍打炉壁，敲得丹炉咚咚作响。一系列操作看得柳福烟二人满头问号。直到半个时辰后，随着叮的一声脆响，丹炉震动，丹香四溢，成丹了。柳福烟目光一亮，还真的炼成了。这丹香颇为浓郁纯净，绝不是下品丹药，至少是中品。果然，就见葛洪掀开丹炉，从里面取出一枚淡黄色丹丸，伸手就抛给了柳福烟。柳福烟连忙伸手接过，心中有些无语，这人还真是粗鲁呀，这可是1品丹药，价值数千两的东西，怎么就跟扔糖丸似的？随即他就和老管事打量起这枚丹药。表面光滑，质地晶莹，丹香纯净，中等品质，接近上等，不错不错。两人对丹药评头论足，倒是颇为满意。虽然这枚金元丹的品质还比不上那位首席炼丹师的手笔，但差距已经不大，暂时用来应急还是勉强可以的。葛先生，柳福烟抬头刚要和葛洪商谈待遇问题，却见丹炉前的葛洪已经再度忙碌起来，向着丹炉中继续投入灵材。葛先生，您这是？柳福烟一脸疑惑。葛洪头也不回道：刚才先设下火候，以便掌握这丹炉的品质与特性，现在开始炼丹了。啊！柳福烟和老管事对视一眼，同时从对方眼中看到了震惊之色。那枚中等品质的金元丹，居然是对方用来测试火候和丹炉的试验品。难道此人还能炼制出品质更高的金元丹？半个时辰后，万宝斋丹房内，柳福烟手托一枚质地晶莹如琥珀，散发着纯净药香的丹丸，双眼发亮，甚至那托着丹丸的玉手都在轻轻发颤。经过仔细鉴定，他可以确定这枚金元丹的品质已经达到上等品质，甚至极其接近极品。便是那位前任首席炼丹师也罕见能炼制出这种级别的1品丹药。一时间，柳福烟看向葛洪的目光都变得炙热起来。方才第一眼看到此人，还觉得他相貌平平，如今却忽然觉得此人气质非凡起来。他强抑住激动的心情，开口询问道：葛先生，您除了金元丹，你还擅长炼制什么丹药？我精通的丹药不多，除了金元丹外，还能炼制1品养神丹。柳福烟呼吸微微加重，炼丹师一般精通的丹药种类都很少，一来学习炼制一种丹药会耗费大量时间和资源，二来丹方珍贵，只有某些大势力培养的炼丹师才能接触到更多种类的丹方。这葛洪能够将金元丹炼到这种火候，已经难能可贵，没想到还能炼制养神丹这种更珍贵的精神类丹药。不知葛先生能够炼制出何等品质的养神丹？应该不会比金元丹品质差。葛洪淡然回应。听到这个回答，柳福烟脸上的表情收敛，直接开口：葛先生，您很符合本斋的需求，我想聘请您担任我们的独家炼丹师，条件可以由您开。听到柳福烟这句话，化身炼丹师葛洪的顾晨风心中一定，嘿嘿，面试成功。
此前，柳福烟曾想借助他顾家三少的人脉寻找炼丹师，但顾晨风还要扮演好一个废柴纨绔的角色，所以今日只能以葛洪的身份来面试。他其实已经能够炼制出极品一品丹药，但他不想一开始就表现得太过惊人，故意留了一手。即便如此，他的手艺也明显征服了柳福烟。到了谈待遇的时候，柳福烟那双妩媚勾人眼眸仿佛都在发光，看得顾晨风心中一阵警惕。他可是领教过这女人的谈判本领，一定不能被其美色迷惑。于是他目不斜视道：柳长房，在下也曾面试过其他商行，但他们的待遇我不大满意，不妨由你开个价，让我看看贵斋的诚意。虽然柳福烟曾经给顾晨风提过一些炼丹师的待遇，但里面的门门道道他并不懂，索性来个以退为进，给对方制造一些危机感。果然，听闻顾晨风还去过其他商行，柳福烟顿时心中一惊。且不说如今帝都分行急需高品质的一品丹药，以葛洪这样的炼丹天赋，可谓潜力无穷，绝对值得培养。此人一定要拿下。想到这里，柳福烟不再犹豫，当即伸出3根手指：葛先生，本斋愿与阁下3-7分账，今后丹药销售的利润，本行占30%，您占70%如何？另外，只要您每月炼制丹药数量符合最低限度，我们还可以额外支付给你2万两的保底供奉。听到柳福烟开出的条件，顾晨风心中颇感意外。3-7分账的比例可是极高的，毕竟万宝斋还要负责原料收集、提供销售的平台和服务，否则即便是炼丹师没有大型商行做保的话，一般武者也不敢购买他的丹药。顾晨风知道万宝斋的状况，也清楚若是自己表现出不满，这女人应该还会割肉让步，但他并没有这么做。行吧，不过我有个条件。听到葛洪爽快答应，柳福烟心中大喜。先生有什么条件，但说无妨。顾晨风道：贵斋可有突破元气境的大丹？大丹？柳福烟有些惊诧。葛先生还是武者，不错，在下修为卡在了通脉境9星，如今正想采购一枚大丹，借此突破。柳福烟看向顾晨风的目光越发惊讶，此人如此年轻就有这般精湛的炼丹术，本就很惊人了，没想到修为竟也不弱。犹豫片刻，柳福烟开口道：大丹可以帮助修士冲击瓶颈，提升大境界，的确是有价无市，即便我万宝斋也不对外售卖。闻言，顾晨风心中微微一沉，却听柳福烟接着说道：不过葛先生既然已经加盟我万宝斋，那就是内部人员，妾身便破例以自己的权限赠送葛先生一枚大丹，作为本行对今后合作的诚意。1刻钟后，顾晨风走出了万宝斋大门，即便他竭力压制，眼中仍旧闪过了兴奋之色。就在刚才，顾晨风已经与万宝斋签订了一份为期3年的独家合作契约，柳福烟更是当场赠送了一枚一品大丹熔元丹。如今顾晨风已是万宝斋的独家炼丹师，今后不但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炼制丹药的灵材原料乃至采购修炼之物都会方便得多。同一时间，万宝斋内，老管事请示柳福烟：柳长房是否要派人跟踪此人，摸清楚他的根脚？柳福烟微微摆手：不必了，既然葛先生没有明言，自是不希望别人知道这些，我们不要弄巧成拙，惹先生不快。可是长房赠送了此人一枚大丹，那枚熔元丹品质上佳，若按市价，只怕能卖到8万两乃至10万两。长房就不怕此人得了丹药一走了之？柳福烟淡然一笑：俗话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更何况能够随意炼制出上等品质的一品丹药之人，想要弄到一枚大丹很难吗？我不送，自有别人送。柳福烟眸中金光一闪，此人年纪轻轻，炼丹术就有此等造诣，更难的是他武道修为也不凡，而想要成为中3品的炼丹大师，可不仅要有炼丹天赋，对武道境界也有要求。老管事豁然一惊，长房是想将此人培养成一位炼丹大师，想要成为炼丹大师谈何容易，此人目前也只是有潜力罢了。但即便他成不了炼丹大师，解决分行目前的困境也是足够了，也该给齐轩阁和那只白眼狼还以颜色了。离开万宝斋，确认没有人跟踪后，顾晨风回到千交阁，恢复了顾家3少的身份，带队回府。刚一回府，大姐顾言霜就已在大厅等着他了。大姐，你找我？今日的顾言霜身上软甲未卸，玉颜不施粉黛，脸上看不到任何情绪，她只是静静坐在那里，便给人一种渊庭月至般的压迫感，仿佛刚从修罗战场厮杀出来的女将军。便是顾晨风如今已有通脉境9星的修为，步入大厅的一刻，还是被大姐的气势所摄，又去千交阁了。顾晨风记得最近大姐忙得都不着家了，这了如指掌的语气是什么情况？
好吧，早知道有人会通风报信，去了。顾晨风选择坦白，听说你成了那位号称帝都第一大家苏大家的入幕之宾，你每天早出晚归，也都跟他在一起。嘿嘿，是有这么回事。苏大家欣赏我的文采，我们每日都会交流诗词歌赋。顾言霜唇角微掀，审视着顾晨风，看得他心中一阵发虚。你的那首《醉西厢》已经名扬帝都，我也看过了，的确有点东西。看不出你小子还挺有才，为了这苏大家没少花心思吧？我和自己大姐讨论逛青楼这种事情，顾晨风实在感觉别扭。顾言霜反倒很洒脱，别紧张，这件事情我并不反对。那位苏大家虽然只是一介艺妓，想成为相国府少爷的正妻，自然是没资格的。不过收她当个妾室，为顾家传宗接代也未尝不可，总比你整日痴缠着那位公主殿下，惹是生非的好。顾晨风嘴角一阵抽动，自己之前得多混账呀，让大姐觉得自己日日去青楼都算进步了。顾言霜话锋一转，我不反对你去千娇阁，但有2个前提。什么前提？顾晨风有些好奇。第一，你既然喜欢那位苏大家，就不可始乱终弃，等爷爷出关后当主动禀报，早日为其赎身，收为妾室。顾晨风自知和苏婉月的关系解释不清，而且大姐也不会相信，只得点点头。那第2个前提呢？顾言霜迟疑了一下，最终还是开口道：可年轻人血气方刚可以理解，但要注意节制，更何况你没有修为，切莫伤身啊。顾晨风一时愣住，大姐是怕顾家这根独苗被自己玩淹了。顾言霜板起脸道：长姐如母，你小时候我和你2姐还一起帮你洗过澡，什么没见过？这点小事何须大惊小怪？顾晨风彻底无语，心说大姐你瞧不起谁呢？现在我可不是小事了。还有大姐你分明在强装淡定，别以为我没看到，你刚才偷偷脸红了。好了，说点正事。顾言霜转移了话题，当初刺杀你的2名刺客，我们判断出与北疆古尸有关后，就一直在调查。前些日子帝都出现过一伙古尸，可等我们的人手赶到，他们已经被人灭口，线索中断了。顾晨风点点头，这件事情他得到的消息更多，如今有苏婉月帮忙推进，倒是不急。顾言霜再度叮嘱道，在真凶被追查出来前，你尽量不要离开帝都，尤其是近些时日。顾晨风心念微动，从进入大厅时他就看出顾言霜眉宇间隐有一丝阴霾，再加上近些时日大姐忙得不见人影，他大概也猜到了一些，是皇甫家开始发难了。顾言霜露出惊讶之色，旋即点了点头。当今陛下体弱多病，少理朝政，太子之位又迟迟未立，帝国许多事务都是由左右2相与6部尚书共同决议，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了2大派系。因为爷爷曾是帝国军部第一人，在军方影响力巨大，如今由武将转为文官，与左相并列。左相黄甫宏等人心怀忌惮，竭力在政治方面打压遏制。发展到现在，2大派系之间早已势同水火，彼此结下深仇。而今爷爷因伤闭关，顾家群龙无首，左相一派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说到此处，顾言霜目光变得凝重了几分。近些时日，朝中官员出现了不少职位变动，与我顾家交好的许多文官武将，因为种种原因遭到罢黜贬谪或调离原岗，这背后便是左相利用权柄，配合吏部所为。顾晨风知道权力斗争的残酷，左相一派的终极目的是要打垮顾家。一旦顾家倒台，绝不只是失势那么简单，对方定会斩尽杀绝。这一点就从张游那家伙连番对自己心怀不轨的算计便可见一斑。话说那家伙伤势应该也快好了，说不定又会作妖。思绪一敛，顾晨风问道：大姐，那我们可有应对之策？顾言霜点头道：虽然如今左相把持朝政，我们无法与之正面交锋，但我顾家在帝都经营这么多年，积累的实力和人脉又岂会这么轻易崩塌？这些天我已和顾家的盟友暗中会面，商议了联手制衡之策，不说能够压制左相一派，至少能够稳住当前的局势。另外我正在争取晋升，虎贲卫正统领一职，虽然禁军乃皇家私军，不可参与任何党派争斗，但只要我坐上那个位置，拥护我顾家的盟友就会更加坚定放心。接触到顾言霜那犀利的目光，顾晨风心中却有些心疼。顾言霜才20出头，换做前世，他这个年龄还在象牙塔里谈情说爱，无忧无虑。可如今这一介女流却要在这云谲波诡的帝都维系一座庞大家族运转，自身还要拼命修炼，努力晋升，却无怨无悔。大姐，你辛苦了，今后顾家还有我。顾晨风脱口而出。顾言霜微微一愣，目光动容，脸上终于浮起欣慰的笑容。小家伙长大了，
知道替姐姐分担了。不过，朝堂争斗之事，自由我来处理。而你要做的是好好保护好自己，早日帮顾家开枝散叶。顾晨风嘴角狠狠抽动。大姐，我是想当顾家的战斗机，不是想当播种机呀。似是觉得顾晨风懂事了许多，顾言霜除了给他讲解如今帝都的局势，也给他透露了目前顾家最大的困境。如今左相一派明面上的进攻大部分已经被我们接下了，最难抵挡的却是他们暗处的攻势。暗处的攻势你还不知道吧？近来帝都内开始有许多不利于我顾家的谣言散播，有人检举父亲在10年前与蛮族的大战中杀良冒功，且在边关担任主将期间骄奢淫逸，搜刮民脂民膏。闻言，顾晨风面色微变。若说顾家的黑料，自己这个纨绔3世祖都得靠边站，那便宜老爹才是最大的坑。帝国战神的水分几乎是帝都上层人尽皆知。我听说当年蛮族入侵，的确是爷爷的旧部辅佐父亲取胜，甚至将很多功劳让给他了。若追究起来，最多算个虚报战功，何来杀良冒功？还有骄奢淫逸这事，虽然也属实，可北方边境土地贫瘠，百姓穷苦，哪有民脂民膏可刮？他刮的分明是我们相府的油水。顾言霜苦笑，所谓杀人不见血，这才是最阴毒的手段。父亲在边关确实留下了不少把柄，这些人揪住这些把柄，将之放大，谣言中有真有假，才叫人难以分辨。一旦确认一件事为真，其他事情百姓哪里会去分辨真假？听到这里，顾晨风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左相一派这一招甚至比朝堂上打压更为阴毒，这是要毁了顾家的名誉。要知道，顾老爷子乃3朝元老，跟随太祖打天下，随先皇开疆拓土，还救过当今陛下的性命，可谓建功无数。即便老爹虽是一个水货战神，可当年北境一战，大军也的确将蛮族击溃。老爹的战功可能是假的，但那些蛮族士兵的脑袋和鲜血可不是假的。所以时至今日，在帝国百姓眼中，顾家依旧是满门忠勇，国之栋梁。左相一派是想借助老爹这个支点，掀翻顾家的名望和声誉。顾言霜微露愁容道：这件事情难就难在父亲却有污点，若我们不承认，敌人会揪住不放；而若是承认一点，舆论会对顾家的一切全盘否定。顾晨风也是心中犯难，这的确是两难的局面。事到如今，恐怕只有老爷子出关才能平息一切。以顾北武显赫功勋，加上宗师境界的实力，横跨军政2界的资历，即便左相相一派在文官体系扎根多年，这么多年来也无法撼动顾北武的影响力。只要顾北武出关，一切谣言就会烟消云散。对了，大姐爷爷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他在哪里闭关？顾晨风终于问出了他一直好奇的问题。自从他来到这个世界，还从未见过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老爷子。顾言霜却是无奈摇头。当初爷爷旧疾突然复发，来不及告诉任何人，只是通过传讯告知家族和陛下，表明他要闭关疗伤一段时间。至于何时出关，在哪里闭关，没人知道。顾晨风闻言，心中暗暗摇头。老爷子的情况完全是未知数，只能期待，却不能依赖。既然成为了顾家的一份子，大姐又待我又这么好，我也得想办法改变一下顾家的处境，替大姐分忧才行。别多想了，我会想办法解决此事的，你回去休息吧。顾言霜起身看了眼顾晨风，本想询问对方最近修炼的如何，但一想到顾晨风不是整日睡大觉，就泡在千椒阁，也就息了这心思。顾晨风答应了一声，匆忙回房。如今大丹到手，当务之急是赶紧突破元气境。相府厢房，顾晨风五心朝天，盘膝而坐，表面看上去十分平静，可若是抵近细观，就会发现他全身泛起一丝淡如月辉的光华，周身毛孔也在此刻彻底舒展。房间内无法用肉眼捕捉的元气源源不断地汇入他的体内，再回到房间后，顾晨风先是服用了一枚亲手炼制的极品养神丹，以恢复今日奔波炼制丹药消耗的精神力。作为一品丹药的养神丹，效力比之清心丹强劲数倍不止。不多时，顾晨风的精神力就恢复到巅峰，随即他直接进入幻武神虚，正式冲击元气境。元气境顾名思义，就是将天地间元气与肉身融合，将元气藏于筋骨皮膜、五脏六腑，如此既能时刻淬炼肉身，又能在战斗时调动体内元气，爆发出超常战力。此刻顾晨风在悟道台悟性加持下，开天造化绝运转，体内如龙气血裹挟元气在经脉中疯狂冲击。如此数个周天循环下来，功法运转达到极致时，熟悉的感觉再度出现。顾晨风感觉周身经脉开始膨胀，
毛孔扩张，体内那条气血巨龙开始疯狂吸收天地间的元气。然而，空间中的元气数量显然不能满足这条巨龙，一种强烈的饥饿感传来，得不到能量补充的气血巨龙运转速度即将减缓。就在此时，顾晨风果断取出一只玉瓶，倾倒出一枚赤红如火的丹丸，一品大丹荣元丹。没有丝毫犹豫，他直接服下。丹药入腹，一股强烈的灼热感自丹田处骤然升腾，伴随着惊人的热流在体内四散，一团磅礴精纯的元气也骤然扩散。啊！经脉中的气血巨龙发出兴奋的咆哮，开始疯狂吞噬这汹涌的元气大餐。荣元丹药力强劲，元气磅礴，支撑着气血巨龙急剧壮大。呼呼！这一刻，顾晨风体内仿佛有湍急的河流奔涌，越冲越快。当江河蓄势达到极致，如巨龙一飞冲天。轰！顾晨风脑海一声轰鸣，仿佛一道无形壁障被冲破。成了！顾晨风知道自己已成功踏入元气境，他并没有停止运功，体内膨胀了数倍的气血巨龙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声势持续运转，将大量元气输入他四肢百骸、经脉窍穴。境界突破后，肉身与元气之间产生微妙联系，开始相互融合。顾晨风的肉身也终于迎来新的蜕变，经脉拓宽加固，骨密度提升，五脏六腑韧性增强，直到第二日黎明，天光未亮。轰！顾晨风的小院厢房中一声轻微的轰鸣，伴随着一股能量波动四溢。唰！几乎是下一瞬，一道黑影如鬼魅般贴在厢房屋顶，同时一股隐晦且强大的气机扫过顾晨风的厢房。房间里没有任何意外和危险出现，隐约感知到三少爷正躺在床榻上酣睡，呼吸均匀，对方身上也没有任何能量波动，只是普通人的气息。奇怪，刚才明明感知到一股不弱的元气波动从这里传来，难道是老元帅留给少爷的什么防身宝物产生了波动？心中固然狐疑，黑影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的职责是在暗中保护顾晨风的安全，只要确认顾晨风安然无恙，其他的并不在他的职责范围。唰！身影一晃，转瞬消失不见。片刻后，房间里酣睡的顾晨风悄然睁开双眼，轻呼了一口气。呼，好险！历经一夜时间，顾晨风终于完成了突破。那一瞬间暴涨的力量和融入全身的元气充盈体魄，令他一时没有控制住，气息外涌，险些泄露了秘密。低头看向周身，体表自毛孔中渗出的带着腥臭气的黑泥。洗精法髓，顾晨风脑海中蹦出这个念头。没听说过突破元气境有这个效果呀，看来也是开天造化诀的功效。片刻后，顾晨风命人送来浴桶热水，冲洗一番，跳入热气蒸腾的大木桶，将全身浸泡在热水中，坐靠在桶壁上。呼，全身心放松，双目闭合，顾晨风仿佛在假寐。然而他的脑海中却如地成像般清晰浮现出整个厢房内的场景，床榻、桌椅、茶盏、被褥，甚至连地上的尘埃、尚未干涸的水渍都清晰浮现。顾晨风感觉自己好像有了一双天眼，意念所及皆可洞察。他试着扩散自己的感知范围，脑海中的画面竟是跨过房门。顾晨风清晰看到守在门外的两个侍女，其中一名体态丰满的侍女悄悄伸手整理了一下勒人的抹胸，又挠了挠挺翘的臀部，这便已经是顾晨风能够感知的范围极限，约莫3丈10米左右的距离。妈的，那个王八蛋是不是又忘记给我喂食了？主人，快来弄死他啊！忽然，顾晨风脑海中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床榻下圈进的蛊虫肚子饿了，又开始闹腾起来。特殊感知状态下，这种声音特别刺耳，真是聒噪。顾晨风心中轻斥一声，笼中的蛊虫惊疑止声。谁在跟我说话？咦，这回换顾晨风诧异了，我竟然能够用心声和兽类交流了。联想到自己第一次修炼开天造化诀后就有了听懂兽语的能力，如今突破元气境，不但有了这种特殊感知力，还能与兽类交流。看来自己修为越高，开天造化诀就能带来越多超乎寻常的能力。这到底是什么等级的功法？玄级、地级？难不成还是天级功法？抛却了心中杂念，顾晨风直接进入幻武神虚。临界状态下，悟道台上，顾晨风运转起开天造化诀。典籍上说，武者突破元气境后，可以用元气加持自身，让力量暴涨。不过不同武者觉醒的元气属性不同，也不知道我的元气是什么属性。心中带着一丝期待，顾晨风运功，将体内元气激发，
凝雨掌心随着汇聚一股热流，顾晨风的掌心突然闪烁起蒙蒙辉光，强劲的能量波动带起虚空气流乱窜。这是什么属性的元气？正常武者的元气多是金、木、水、火、土等五行属性，有些天赋异禀之人拥有冰、雷、风、光明、黑暗等特殊属性元气，还有一些天之骄子更是拥有双属性元气。而顾晨风的元气能量属性却很模糊，找不到任何对标的属性，而且颜色灰蒙蒙的，看起来一点也不高级，这明显不符合开天造化诀的定位，难道其中还有什么奥秘？顾晨风也没有多想，是骡是马拉出来溜溜便是。唰，他身形一跃，跳下悟道台，直接在幻武神虚空间内辗转腾挪，施展一些普通的拳脚招式。看似寻常的招式，在顾晨风如今强大气血加持下，一拳一脚皆有千斤之。而随着他将体内元气激发，双拳之上出现蒙蒙辉光。顾晨风意念转动，消耗精神力，在神虚空间中模拟出一片乱世嶙峋的空间。他身形穿梭其中，出拳如电，轰轰轰！元气加持下，顾晨风拳出如山崩，力透岩石内部，石块直接被震碎，化作白雾消散。好强的力量！顾晨风明显感觉到，在元气加持下，自己的气血之力威力暴涨数倍不止，且这股力量宛如那家真气，穿透性和破坏力极强。若是现在的自己再对上四方门三当家，只需一拳就能把他打爆。看来我的元气虽然卖相差点，威力还是很强的。心中大感安慰，顾晨风又运转气血，将铁相功激发，修为提升，外功和武技威力应该也会水涨船高。果然，铁相功施展后，顾晨风全身肌肉隆起，筋脉如龙，体表呈现深邃的银灰色，身体膨胀一大圈，气势慑人。他一步跨出，四胸兽出笼，双拳大开大合，轰在嶙峋巨石之上，发出咚咚如凿钟般的巨响，石块轰然爆碎。顾晨风又用身体直接蛮牛冲撞，将一块巨石生生撞碎。爽！一番疯狂的肉身输出后，顾晨风抬手一抓，虚空中凝聚出一柄丈长大枪，又开始演绎伏虎枪法。其枪法威猛霸道，直欲伏虎降龙。近几日，帝都谣言四起，关于帝国战神顾凌霄在边境祸国殃民行径的传言，在有心人的煽动下传得沸沸扬扬。此事在帝都引起了极大的争论，有人认为这是子虚乌有之事，有人故意造谣污蔑顾家，但也有人认为顾老相国的确是忠臣良将，但他的后代却未必。众说纷纭，虽然没有定论，但舆论发酵之下，顾家的名誉终究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此时，帝都一座奢华的酒家雅间，伤势恢复大半的张游和一名白衣如雪、俊美无愁的青年相对而坐。张游脸上带着谄笑说道：“公子您这招真是绝了！如今帝都街头巷尾，人人都在议论，说镇北大将军这些年在边关专干伤天害理之事，贪污了不知多少金银，顾家的忠良之名，怕是要不了多久就会臭掉。”白衣青年微微摇头，区区谣言还撼动不了顾家在大黎王朝的地位。只要顾老相国一出关，以他在民间的声望和军政两界的影响力，这些谣言立刻会烟消云散。张游试探道：“公子此举是在给顾家施压，试探幼香的情况，逼其现身。”白衣青年却是再次摇头，那位老相国无论是资历还是自身实力都太过强大，用普通的权谋之术对付这位只会弄巧成拙。对于他，我皇甫家长辈自有更周密的应对，我的目标并不是他。张游目光转动，公子的意思是？白衣青年淡然道：“顾家第二代顾凌霄镇守边关，虽庸碌无能，骄奢淫逸，但他毕竟手握重兵，镇守边关，我们很难影响到他。顾家第三代长女顾延霜天赋非凡，又是禁军12位虎贲卫副统领，如今的顾家都是他在撑着，是块难啃的硬骨头。至于次女顾清轩，据说幼时被一位武道强者收为弟子，离家修行，至今没有消息。”说到这里，白衣青年指尖轻扣桌面，顾家三代中最大的软肋还是那位顾家三少顾晨风。听到顾晨风的名字，张游顿时想起那日在真情园，自己被那家伙抽得头破血流，踩断大胯，坑走银票的痛。他目露怨毒之色：“公子，您上次说已经有了对付这家伙的主意。”白衣青年不答反问：“听说顾晨风前些时日在千交阁做了一首《醉西厢》，名动帝都。”闻言，张游嗤之以鼻：“哼，就顾晨风那种不学无术的废材，他也会作诗？也不知道请谁代笔所作，竟骗得了那位苏大家芳心。一想到
这混蛋竟然能够听到苏大家最动听的声音，我就心痛。白衣青年却悠悠一笑，我原本还在想如何将顾晨风引入局中，他这首诗来的正是时候，我要让顾晨风和顾家遗臭万年，还要借助他拿到顾家的那件东西。张游闻言也兴奋的两眼冒光，公子，您到底有什么计划？白衣青年以折扇代笔，在桌上写出3个字：金陵会。啪嗒，千交阁一间包厢内，顾晨风随手将一份装饰精美的请柬丢在桌子上。什么金陵会？没听说过。对面的欧阳才拿起请柬，一脸得意。三少，你连金陵会都没听过？这可是帝都文坛1年1度的盛事，届时不仅有帝都、书香门第的显贵人家出席，还有国子监的才子、帝都的文官清流，乃至当代大儒都会出席，一般人哪里能收到他们的请柬？哦，原来是帝都的高级文化沙龙。沙龙？欧阳才一脸疑惑。既然是文学聚会，他们邀请我作甚？顾晨风觉得自己的名声应该出现在帝都选妃大会。欧阳才解释道：三少，你献给苏大家的那首《醉西厢》，如今可是震动文坛，金陵会哪能少得了你？况且金陵会的主办方是上官家，此次的主办人就是上官冰心，是他亲自发放的请柬，邀请我们2人出席。上官冰心，顾晨风想到了那个聪慧美丽的女子，又想起她腰间的那块玉佩，那可是能够让幻武神虚生出感应的。当初真情缘一别，自己还将一只银月妖郎幼崽交给他照料，原本还想着借此养鱼，与此女多接触，摸清楚那玉佩的作用，但这段时间一直忙着修炼炼丹，连鱼塘里的鱼儿都忘了。想不到此女竟主动找到自己了，她请我也算合理，可还请了你。顾晨风的目光多少有些不礼貌了。欧阳才老脸一红，解释道：我这文采的确比三少你略逊一筹，但金陵会开办总是要花钱的，本次金陵会我欧阳家可出资不少。哦，原来是带资进组，这就说得通了。三少，你到底去不去？我也好给上官小姐回个话。我考虑考虑吧，最近没日没夜的干活，实在有点累。顾晨风打了个哈欠，又揉了揉腰，目光下意识瞥了眼顶楼西厢的位置。这几日他的确太忙了。自从突破元气境后，顾晨风实力大幅提升，身体素质和力量暴涨，意味着自身潜力的提升。为了最快速度稳固修为，将修为转化为战力，顾晨风这些时日夜晚就在幻武神虚修炼铁象功和伏虎枪法，白日里则要来千交阁炼制丹药。毕竟和万宝斋签了约，柳福烟也很大方，直接送出1枚荣元丹。依照承诺，顾晨风也要多炼这些丹药交付。这不，今日又炼了一整天的丹药，腰间发酸。这番话听在欧阳才的耳朵里却是赤裸裸的炫耀。如今帝都谁不知道顾家三少每日来千交阁与苏大家私会，2人从白日到黑日，就三少这身子骨腰子受得了。当然三少的腰再酸也没有欧阳才的心酸，毕竟苏大家也曾是他心中不可亵渎的女神，如今却是三少的枕边人。哪怕已经接受事实，见顾晨风如此炫耀，欧阳才还是有些心塞。不说了，三少，我要回家冲击3星了。顾晨风一阵惊讶，你修为都突破淬体2星了？欧阳才摇头，没，前几日我收了一名淬体近3星的妾室。牛儿逼之！顾晨风竖起大拇指。待欧阳才离去，顾晨风再度拿起那份请柬，手指抹下封面，眸中金光闪烁。金陵会3日后傍晚，万宝斋一间雅致静室内。刘长房，够了吗？够了够了，葛先生您量好大，品相还好，真是技艺高超。静室内，顾晨风交付了本月最后一批金元丹。柳福烟检验了这批金元丹，发现90%以上都是上等品质。此女不由巧笑嫣然，乐得合不拢嘴。她现在万分庆幸当初以高额分成和1枚荣元丹签下了这位炼丹师，对方的丹药不但质量上乘，而且炼丹效率惊人，短短数日时间就将1个月的量交付了。凭借这批质量过硬的金元丹，不少万宝斋流失的老客户又会被争取了回来，甚至还有新顾客闻讯前来采购，算是暂时化解了齐轩阁挖走首席炼丹师的危机。顾晨风笑着摆摆手，不算快，只是恰好有些存货而已，如果刘长房还想要，我夜里可以再加把劲儿。柳福烟忙道，这个月的金元丹已经足够，先生不必如此操劳，别累坏了身体。2人又交谈了一阵，柳福烟吩咐下人取来一方锦盒。葛先生，这是您这个月的利润分成和保底。顾晨风接过锦盒，打开盒盖，一阵温润白光浮现，空气中的元气都浓郁了几分。盒中是40枚鸽蛋大小的乳白色晶石，顾晨风利用那种特殊感知力，能够清晰感受到这些白色晶石内部
凝聚着大量精纯的元气。元精，身为相府少爷，顾晨风得记忆中有关于元精的记忆。元精乃是元气精华凝聚之物，分为下品、中品和上品，可供武者修炼、临战恢复，甚至可用于炼丹、炼器。几乎武者从事的一切活动都会用到元精，但能够用得起元精的武者却不多。即便是一枚下品元精，市价也能达到3000两一枚，盒中的40枚下品元精就价值12万两白银。顾晨风目光微微闪烁，怎么多了1万两？柳福烟巧笑嫣然，先生，此番炼制的丹药数量和质量标准极高，对分行的名誉多有益处，多出的1万两就当是分红吧。顾晨风心说，这女人有胸怀，还有魄力，果然是天生做生意的料。那便多谢刘长房了。另外，我还想采购一些材料，研究养神丹和炼体丹药。听闻顾晨风还要炼养神丹以及炼体类丹药，柳福烟美眸泛起异彩。万宝斋若能同时提供高品质的元气类、精神类和炼体类一品丹药，不仅能为帝都分行带来极大利益，更能产生强大的品牌效应。葛先生需要什么材料，只管列出，我们免费提供给先生。顾晨风却是摇头道，这种便宜我就不占了，刘长房给我一个内部采购价就行。没问题。柳福烟妩媚一笑，越发欣赏这位炼丹师。入夜相府东院厢房，一口半人多高的黄桶中，赤红色的热水蒸腾起阵阵药香和雾气。顾晨风早已经除去衣物，将炼体药剂黄金髓涂遍全身，一步跃入黄桶之中。他修炼外功，相府上下知道的人不少，倒是不怕别人发现。如今的黄金髓对于顾晨风肉身的淬炼效果已经较为有限，所以顾晨风又在热水中倾倒了一瓶效果更强的炼体药剂冰咸露。如此冰火两重天的搭配，对于肉身的淬炼效果是1+1大于2，但同样痛苦也是翻倍的。即便以顾晨风的肉身强度，也疼得龇牙咧嘴，但为了实力，为了自保，他强忍住了这份痛苦。他又伸手从一旁取过一枚养神丹，仰头服下，腹中药力炼化，清流四溢，精神力不断得到滋养，这才舒服了很多。顾晨风不去感受修炼的痛苦，脑海中想的是今日到手的价值12万两的元精，以及存放在千焦阁的大批养神丹灵材和炼体药剂。炼丹师来钱果然快，而且今后丹药上都能自给自足，原料还不用自己收集，直接内部价采购。如此一来，修炼资源的问题基本解决，接下来就可以全速提升了。我的铁相功即将突破第3层银甲境，伏虎枪法也刚学成了第2式绝技虎爪裂空，元气一星的修为已然稳固。今夜就将铁相功突破银甲，然后全力提升元气修为。虽然自从太荒岭的意外过后，敌人似乎并未对顾晨风采取具有威胁性的行动，顾晨风露面时身边也总是有人保护，处于一个相对安全的状态。可顾晨风有种直觉，敌人一直在暗处盯着自己，只等着自己松懈后发动致命一击，所以他不但不能放松，还要勇猛精进，变得更强，只等敌人露头予以雷霆暴击。顾晨风心念一动，另一个空间的自己已经坐上了悟道台，气血席卷，铁相功全速运转。同一时间，帝都一座奢华无比的府邸，后院池塘旁一袭白衣，在月色衬托下飘逸潇洒，青年挥袖间在夜色下向着池水中洒入饵料，鱼儿争相夺食，搅起凛冽波光。这次行动都准备好了吗？身后一道黑影躬身拜道：回禀公子，一切都已安排妥当，静待3日后公子的吩咐。青年微微颔首，轻声言语：善意者，行一步，观5步，谋而后动，动辄如雷霆万钧。白衣青年仰望明月，目光孤傲：顾晨风，虽然你不配成为我的对手，但狮子搏兔，亦尽全力。更何况你对顾家的意义极大，只要控制住你，算是掐住了顾家半条命脉。3日后，初春时节的帝都郊外，万物生长，绿草如茵，正是踏青出游的好时节。帝都东郊七凤山上，桃花已开，为青山点缀漫天樱红。每不胜收1年1度的精灵会就在这七凤山上举办。此时辰时未至，山脚下早已人声鼎沸，流金苗银的马车，华贵的朱漆大轿，锦衣华服的公子，裙裾飘飘的闺秀，甚至有不少挑担的货郎、摊贩，都向着山上赶去，人群络绎不绝。上山人流中，一辆护卫跟随，奢华宽敞的马车中，欧阳才不时掀开车帘，四处观望，一脸兴奋。而对面的顾晨风却是伸了个懒腰，意兴阑珊。是的，顾晨风还是来参加精灵会了。原因很简单，首先顾晨风对于上官冰心的那块玉佩很感兴趣，既然是对方主动邀请，便有机会深入接触。其次，
如今帝都舆论场对于顾家的污蔑和各种谣言甚嚣尘上，近来大姐为了此事颇为犯愁。像金陵会这种帝都关注度极高的盛会，顾晨风收到请柬不来，就会显得心虚怯弱，遭人诟病。反之，只要顾晨风出面，哪怕他什么也不用做，也代表顾家的一种坦荡态度。虽然又要走出帝都，但顾晨风带足了护卫，暗中又有那名强者跟随。更关键的是，如今的自己也有了不弱的自保之力。很快，马车抵达山上一座规模不小的半山庄园，金陵会的会场就在庄园内部，大门外有差役把守。顾晨风二人交了请柬，带着几名随行护卫进入庄园。园内殿堂楼阁、亭台舞榭，应有尽有，奢华雅致。两人行至金陵会的主场地，一座秀丽广场。广场上已经聚集了很多人，有衣着华贵的世家公子、大家闺秀，也有关京长衫的文人雅士、国子监学子，甚至还有身穿长服的文官清流，乃至一些帝都闻名的儒士贤能。众人在场中吟诗作对，谈笑晏晏，到处透露着高雅的气息。突然来到这样的环境，顾晨风感觉空气中仿佛都有墨香飘扬，有点文人骚客的味道了。但很快他就眉头一皱，看到了一粒老鼠屎。不远处，一名面白腮尖，一只脚还杵着拐杖的青年，正在搭讪一名容貌清秀的年轻女子。张游，靠，这种垃圾都能来如此高雅的地方。顾晨风一脸嫌弃地骂道。他的骂声不小，立刻引来四周关注的目光。张游也看到了顾晨风，脸上的肌肉一阵抽搐，表情比吃了苍蝇还难受。一旁的欧阳才忙低声提醒道：三少，你小点声，咱们的名声可比张游更臭。帝都双废的称号绝非浪得虚名。顾晨风和欧阳才不学无术，吃喝嫖赌败家子的名声早已传遍帝都。即便顾晨风做出了《醉西厢》这首佳作风靡一时，但大部人都猜测这是顾晨风请人代笔，对其的卑劣行径也越发憎恶。果然，两人刚一到来，周围便传来一阵议论之声。这两个家伙怎么也来了？这不是拉低金陵会的水准吗？是啊，这种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出现在这里，简直是有辱斯文。听到这些议论声，欧阳才臊得老脸发烫。三少，我们到别处去避避。顾晨风却毫不在意，不知从哪里摸出一把折扇，随手一抖。避什么？看我不爽，让他们来打我呀！说着便一走三晃的走出了江南四大才子的步伐。敬业是一种美德。顾晨风知道自己在帝都的人设是纨绔，纨绔就要有纨绔的样子，更何况以顾家如今的状况，自己越低调，别人反而会觉得顾家大势将倾，越嚣张，敌人反倒越摸不透。顾晨风的张狂态度和吊儿郎当的姿态，惹得周围人群更加不满。然而的确没一个人敢拿他怎么样。相国府的三少爷，顾家第三代唯一男丁，别说是他们了，便是皇子公主也不敢拿顾晨风如何。更何况顾晨风身后还跟着几名膀大腰圆、凶神恶煞的武者护卫。见众人怒目而视，却无可奈何的样子，顾晨风嗤笑道：我就喜欢你们看我不爽又不敢动我的样子，一群怂货。说话间正好经过张游身边，后者正眼含怨恨地看着顾晨风。不等对方开口，顾晨风主动打招呼：张兄，又见面了，你这狗腿还没好呢，小心点，别又折了。张游脑子嗡的一声，气得脸色涨红，连话都不会说了。等缓过劲儿来，顾晨风二人已经走远。顾晨风看着对方离去的背影，张游咬牙切齿，表情扭曲：哼，让你这个废柴再得意一会儿，今日过后你就再也得意不起来了。同一时间，手摇折扇，神态欠揍的顾晨风眼中也闪过一抹金光。如今他的灵觉非比寻常，仅凭张游刚才看自己的眼神和自己故意辱骂对方后，张游那刻意隐忍的表现，他便知道这家伙心中有鬼，恐怕有什么阴谋。看来今日这场金陵会不会太安宁了。金陵会的会场面积不小，说是一座广场，实则亭台楼阁，依山势起伏，假山流水，环绕穿梭，随处可见繁茂草木，簇簇红荫，可谓自然与建筑完美融合。此时顾晨风和欧阳才在几座环绕广场弧形修建的一座凉亭中落座，这是金陵会上最好的几处席位之一，不仅环境优美，还能俯瞰整个会场。虽然两人都不是什么才子大儒，但一位是相国府少爷，一位是金陵会的重要赞助商，又是上官冰心亲自邀请的贵客，自然有资格独占一庭。二人在庭中品佳酿，享美食。欧阳才目光四下扫视，多是在一些端庄秀丽、身姿绰约的年轻女子身上停留，眼中只有单纯对美色的向往。顾晨风则懒洋洋的
靠在一张长椅上，看似对周围一切漠不关心，实则却是暗暗发散自己的精神力，突破元气境后，顾晨风拥有了一种极强的感知能力，方圆3丈范围可动若观火。此刻他将这种感知力全力扩散，不求观察细节，只是倾听这园中的种种声音。一时间，园中各处不少议论声便传入他的耳中。不出所料，议论声中有不少都是关于顾家的，议题自然是镇北大将军顾凌霄在边关杀良冒功、贪赃枉法等等传闻，情况果然不容乐观。若之前这些话还只是道听途说的谣言，如今连士林阶层也开始热议此事，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文人看似弱势，实则以笔为刀，杀人无形。若这些能够著书立说、掌握言论之辈也相信了这些传言，这些普通人中的权威人士就能影响无数人，一传十，十传百，到时候众口铄金，假的也变成真的了。顾晨风再度意识到这场精灵会暗藏的凶险。就在此时，一行人的到来引起广场上一阵骚动。顾晨风抬眼一看，先是看到一列身着工装、姿态严谨的仪仗队伍，中央簇拥着几名男女，其中一道靓丽身影颇为熟悉。少女身着一袭流霞般明艳的工装长裙，上绣金丝鸾凤花纹，如墨青丝挽成了精致的灵蛇髻，斜插一只点翠嵌明珠的凤钗，步摇轻颤，更添华贵。少女容貌娇美，一张瓜子脸银白如玉，灵动含水的杏眼顾盼生辉，鼻梁挺翘，阴唇不点珠，小巧的下巴习惯性的微微抬起，像是一只骄傲的孔雀。瑶音公主，她怎么也来了？欧阳才不以为奇，我大黎王朝武风鼎盛，称霸兖州南部大地后，由众闻教。金陵会这种文坛盛事，虽非官方活动，皇家也会有代表出席。三少你看，来的可不止瑶音公主，三皇子也来了。顾晨风居高临下观瞧，果见瑶音公主身旁还有一名气度不凡的蟒袍青年，此人步履稳健，目光锐利，应该是一名武者。在两人身后还跟着一名衣着华贵、体型略显浑圆的男子，此人约莫27、8岁，神态肆意，隐有桀骜之色。之所以会注意此人，是因为对方进入会场后，目光四下扫视，远远望见了庭中的顾晨风，男子脸色一沉，隐隐带着一丝敌意。那人是？顾晨风有些疑惑，那是萧国舅萧贵妃的亲弟弟。欧阳才倒是认识此人，当今陛下少理国事，皇后在10年前就已病逝，后位空悬已久。萧贵妃乃瑶音公主和三皇子的生母，很受宠幸，传闻极有可能登上后位。萧贵妃的娘家萧氏也是名门大族，但在萧贵妃这一代，嫡出的男丁却只有萧国舅一人，自幼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其地位基本等同于顾晨风在相国府的位置，都是大族独苗。我跟这人有仇？他看我的眼神不大对啊。欧阳才苦笑道：三少，你何止跟萧国舅有仇，如今大半个帝都的男人都跟你有仇。难道你不知道苏大家是帝都多少男人心目中的女神吗？听说萧国就为了得到苏大家的芳心，更是煞费苦心，曾扬言苏大家非他莫属。没成想你第一次去千交阁就把苏大家拿下了，待会儿你可要小心点，别被这家伙找茬。顾晨风恍然，不屑一笑：哦，原来是只卑微的舔狗。欧阳才表情怪异，心说到舔，三少您才是祖宗嘞。随着皇家代表在会场中央一座凉亭入席，这场金陵会也终于拉开了序幕。金陵会主会场中央搭建的舞台上，作为这场盛会主办人的上官冰心终于登场。他身着一袭青衣，墨发仅以玉簪轻挽，眸如寒星映镜水，眉间自带书卷清气。此女未雨先凝神，目光扫过满园才俊，识疏离而洞明，恰似画中谪仙落凡尘，令会场上无数才子俊彦心向往之。少顷，上官冰心开口，吐字轻柔却不失大气：承蒙诸君雅意，参加此次金陵会。今时盛会，聚旧友而纳新朋，希望诸位大才轻谈徽墨，以文会友，方不负此间春光，和诸君满腹才学。西侧凉亭之中，顾晨风望向高台上的女子，眼中也不浮起一丝欣赏。此女不愧是帝都闻名的才女，外表柔弱斯文，面对这么多如是权贵，却是不卑不亢，掌控全场。当然，顾晨风关注更多的还是此女腰间那枚麒麟玉佩。尽管两者相距较远，顾晨风依旧感应到幻武神虚内部传来不同寻常的波动。在突破后蜕变的精神力感应下，顾晨风隐隐察觉到幻武神虚对此物的渴求。看来这枚玉佩对幻武神虚应该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作用，得想个办法将此物弄到手才行。上官冰心上台一番致辞，博得现场热烈掌声后，金陵会便正式开始了。按照惯例，金陵会分为2部分，前半场是才艺表演，
主办方精心策划了各种文娱节目，舞蹈、戏曲、诗文朗诵后半场才是在场的文人雅士切磋交流，共探文学之道。此刻舞台上，一群身姿曼妙、衣着绚丽的舞姬轻歌曼舞，吸引了无数目光，也令盛会的气氛逐渐活跃起来。此时，已经走下舞台的上官冰心直接走向会场正前方最高处的凉亭，那里是三皇子瑶音公主和萧国舅所在之地。无论是出于他和瑶音公主的私交，还是正式的交际活动，作为主办人的上官冰心都要上前单独拜见一番。随后他又一次前往其他凉亭，对贵客表示欢迎。顾晨风和欧阳才所在的凉亭恰好是上官冰心的最后一站。顾公子、欧阳公子，感谢两位赏光莅临。上官冰心面上虽带着微笑，骨子里却蕴含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清冷，这一点在当初在真情园顾晨风就已经深有体会。顾晨风和欧阳才起身还礼，双方简单客套两句，上官冰心便欲转身离去。虽然双方在真情园有过一些交集，但显然还没有到在这种公开场合过多交流的地步。顾晨风心中暗自皱眉，他还想多了解一些那块玉佩的信息，却又不知用什么理由留下此女。他下意识将强大的精神力扫过此女，忽然感应到了什么。咦，他心头一动，伸手从腰间荷包中取出一枚黄澄澄的丹丸，嗅嗅。与此同时，上官冰心长袖之下似乎有什么东西动了动。下一刻，唰，一道小巧的银白身影如闪电般从其袖中掠出。月牙！上官冰心惊呼一声，就看到那银白身影扑入顾晨风怀中。嘤嘤，一阵急切的小奶音传来。顾晨风伸手轻揉银月妖狼幼崽的脑袋，随手将那枚黄澄澄的丹丸喂给小家伙。嗷嗷！小家伙一口吞下丹药，兴奋的嗷嗷叫，还不停舔舐顾晨风的手指，意犹未尽。太香了，还想吃。顾晨风感知到了小家伙的意识，他暗中以精神力与之交流。小家伙，你平时吃的是什么？听到顾晨风的声音，妖狼幼崽气哼哼道：那女人给我喂了好多肉，难吃死了，人家好饿。好人，再给我吃一点嘛。说着，小家伙还讨好的用脑袋去蹭顾晨风，疯狂卖萌。顾晨风又给小家伙喂了一枚黄色丹丸，真好吃，你真是个大好人。小家伙吃下去，精神越发抖擞，对顾晨风更加亲近，无比乖巧。上官冰心见到这一幕，神情十分诧异。你给月牙吃的什么？自从顾晨风将这只银月妖狼幼崽交给他照顾，此女对这只萌哒哒的小家伙就喜爱到了骨子里，对其的照顾更是无微不至。上等的蚕丝和鹅绒打造的暖窝，名贵肉类烹制的佳肴，修剪指甲，喜香香。谁知上官冰心悉心照料，小家伙却根本不买账。没过几天，他就变得厌食易怒，还嗜睡方才，小家伙就一直在他袖中酣睡。上官冰心与顾晨风打完招呼就匆忙离去，也未尝没有担心对方问起妖狼幼崽情况的尴尬，似是看出了上官冰心的心思。顾晨风淡淡一笑：月牙名字倒是不错，我给他喂的是奶丸。奶丸？上官姑娘可能不大清楚月牙的习性。银月妖狼虽然是元兽，但幼崽平日的营养更多还是来自母乳，即便偶尔要喂些肉食，也要喂些剁细了的生肉，而非熟食。这种奶丸是用狼类元兽的奶水混合一些灵材制成，很符合月牙的口味。闻听此言，上官冰心清冷秀美的脸颊顿时泛起两抹红晕，原来自己之前的喂食方法完全是错误的。而听到顾晨风谈及的母乳喂养之法，还未出阁的上官冰心本能的有些羞涩，但上官冰心毕竟不是普通人，很快调整过来。见顾晨风似乎对于饲养妖兽一道颇有心得，他略一迟疑，便回身坐于庭中请教起顾晨风。他将月牙这些10日以来出现的种种情况告知，而顾晨风则一一给出答案。如银月妖狼身体御寒能力本就极强，若用鹅绒制窝，它会过于燥热，无法安眠。其次，妖狼幼崽嗅觉敏锐，不要用各种熏香香囊给它增香，否则小家伙会觉得气息刺鼻难闻，从而暴躁易怒。顾晨风点出的每一条都是切中要害，直击上官冰心的谬误。直听得上官冰心面红耳赤，心中赧然，原来自己为月牙所做的一切看似贴心，实则有害无益。同时他心中对顾晨风也着实钦佩，虽然对方素有纨绔之名，但仅凭这一手照料元兽的本事，他也算是身怀绝技了。他又哪里知道顾晨风指出的这些都是直接询问月牙，现学现卖。一番御兽之道，将这位帝都大才女征服的俯首帖耳，面带潮红。顾晨风终于将目光顺势看向对方腰间，看似无意的问道：
咦，上官姑娘这枚玉佩好生精美，不知从何处购得？玉佩？见顾晨风看向自己腰间玉佩，上官冰心大方介绍道：“顾公子误会了，此乃上官家传之物，据说有凝神安眠之效，冰心自幼佩戴在身。”哦，顾晨风表面并不在意，心中却暗自思索：既是家传之物，索要或购买自是行不通。一般这种东西也只有父母子女以及配偶之间才能相互赠与，总不可能为了这枚玉佩要和这女人成亲吧？顾晨风觉得不大现实，而且上官冰心这种女人又哪是那么好哄骗的？看来还得想其他办法。顾晨风当即转移话题，有一搭没一搭的和上官冰心闲聊。却说此时会场正中心最高处的凉亭中，两道目光时不时瞥向顾晨风三人所在的凉亭。其中萧国舅自是不用说，情敌见面分外眼红，对顾晨风时常投去不善的目光。但此时瑶音公主的目光也不时地看向这里。确切地说，瑶音公主来到会场后就开始关注那座凉亭了。那个可恶的家伙竟然也出现在了金陵会。自从上次真情缘一别，瑶音公主暗暗发誓这辈子都不会再搭理顾晨风。可不知怎地，这些日子待在宫里，她老是回想起顾晨风为上官冰心赋诗，将那只可爱的银月妖郎幼崽送给对方的场面。原本她还在心中自我安慰，这个烦人的家伙终于被本宫摆脱了，他是看我追求我没希望，才又缠上了冰心。心中这么想着，瑶音公主无聊时却时不时回想起顾晨风曾经为了讨自己欢心做过的那些傻事。他听说自己喜欢贝壳，就不惜砸下重金，命人去南海之滨收集数百种贝壳，制成一扇屏风。他听说自己喜欢北方的雪景，竟运来大量北方的草木，将郊外一座山峰布置成一片雪景。他听说自己丢失了兽宠，竟然偷溜出帝都，跟随狩猎队去太荒岭狩猎，还因此坠崖，险些丢了性命。这一桩桩一件件顾晨风为自己做过的傻事，都曾让瑶音公主感到厌烦和负担，恨不得此人凭空消失。可自从那日在真情缘相见，顾晨风如同变了个人一般，对自己忽视、冷漠，甚至有些不耐烦。瑶音公主却感受到了一种复杂难明的味道。她本以为自己只会觉得解脱开心，可一想到顾晨风今后会对别的女人如此殷勤付出，她心中就莫名的难受。我明明很讨厌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一定是因为他追求的人是冰心，本宫最好的朋友，我才会有这种感觉。瑶音公主笃定自己的情绪波动是因为好闺蜜，于是她便暗下决定，我绝不能让冰心被这个家伙蒙骗，掉进他的圈套。只要他不纠缠冰心去追求别的女人，又与本公主何干？抱着这种念头，今日来到金陵会现场，注意到顾晨风也在这里，瑶音公主就格外留心，这家伙定是又来纠缠冰心的，我绝不能让他得逞。瑶音公主时不时看向那座凉亭，关注顾晨风的举动，尤其当看到上官冰心进入那座凉亭后，公主殿下的注意力就高度集中起来。原本看到上官冰心打了一个招呼就要离去，她刚松了一口气，却见冰心竟又返回，进入亭中与顾晨风交流起来。瑶音公主一颗心顿时悬了起来，这妮子还回去干什么？和那种人有什么好说的？本以为两人只是寒暄几句，不料二人竟是聊得十分投机。因为顾晨风恰好是背对自己，他只能看到上官冰心侧脸的表情。他一开始还是一贯的清冷作风，没什么表情，可两人不知聊到了什么，竟是越说越热切。上官冰心的表情也从一开始的清冷淡然变得惊讶好奇，到后来甚至俏脸都开始泛起红晕，那一双大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顾晨风，听得跟入迷了一般。瑶音公主隔得太远，听不到两人在说些什么，心中一阵焦急。他们到底在说什么？莫不是顾晨风在用什么花言巧语哄骗冰心？冰心那丫头可别耳根子发软，信了那家伙的鬼话。不过话说回来，冰心平日跟我在一起也都是冷冰冰的样子，怎么跟这家伙在一起不仅会脸红，还有这么多表情味，那伸手捂住嘴巴的惊讶模样，有点做作了吧？还有他为什么直勾勾盯着顾晨风，眼睛都在发光？哎呀，他好会啊！瑶音公主的注意力开始跑偏，心急如热锅上的蚂蚁，原本偶尔转头随意一瞥，变成了高频率的转头，目光灼灼凝视。连一旁欣赏歌舞、品尝美酒佳肴的三皇子都忍不住看向他。四妹，你在看什么呢？没有呀。瑶音公主心虚的回应。是吗？你这脑袋转的都能扇风了。与此同时，远处凉亭中，上官小姐，你看，月牙喜欢你这样抚摸她的脑袋和身子。此时顾晨风正在教上官冰心如何抚摸月牙，以增进二者之间的感情。见识过顾晨风在饲养元兽一道的能力，
上官冰心对他说的话也完全信服。此刻观摩顾晨风的抚摸之法，见月牙果然很享受的模样，他顿时两眼发亮。我来试试看。他本想将月牙接到自己怀中，试着抚摸，但月牙双爪抱紧顾晨风大腿，就赖着不肯走。于是上官冰心主动靠近顾晨风，伸手来回抚摸躺在顾晨风大腿上的月牙。顾晨风教的认真，没有多想；上官冰心学的专注，也没有多想。可远处如移动5G 摄像头般，时刻关注着这里的瑶音公主，此刻却是惊得猛然站起。她的角度看过去，可看不到顾晨风腿上的月牙，只看到顾晨风身体后仰，双手依靠围栏，上官冰心伸手上下抚弄，所以两人此时的姿势在他的视野中简直是伤风败俗，逆天至极。他们，四妹，你怎么了？凉亭中的三皇子和萧国舅都被他吓了一跳。没什么，我觉得这些节目太无趣了，我去找冰心聊会天。关键时刻，瑶音公主还是下意识先护住姐妹的名声。说完，瑶音公主火急火燎地冲向那座凉亭，还没登上阶梯，她就压低声音怒斥：你们两个光天化日怎么？下一刻，凉亭中顾晨风三人也露出了三皇子和萧国舅同款的惊愕表情。公主殿下，上官冰心的手还放在月牙身上，惊讶地抬头看向瑶音公主。而此时的公主殿下看到顾晨风腿上的妖狼幼崽，脸上怒其不争的悲愤之色也全部凝固在了脸上。公主殿下，你有什么事吗？顾晨风皱眉问道。欧阳才也是一脸懵逼的直挠头。眼前的一幕让瑶音公主大脑瞬间宕机。死脑子，快转呀！几秒钟后，公主殿下终于挤出一丝极不自然的笑容。嘿嘿，本宫想说今日天光不错，你们在干什么呢？上官冰心淡笑解释，我在请教顾公子饲养元兽之法，顾公子乃是此道行家。行家。瑶音公主只用了3个字就表达了极致的嘲讽顾公子的却精通此道。上官冰心却深信不疑。完了，这妮子被那混蛋洗脑了，都开始跟我杠了。瑶音公主心中暗叫不妙，知道必须出手干预了。她当即说道：冰心，本宫有话对你说，我们换个地方说话吧。上官冰心有些犹豫，她还想继续学习，看在瑶音公主眼中却是中毒已深的征兆。她忙上前拉住上官冰心，就想将对方带走。正此时，忽听会场上一片喧哗喝彩之声，却是精灵会的才艺演出，最后的压轴嘉宾登场了。原本只能算热闹的场面，突然间就躁动沸腾起来，尤其是现场的男性观众，无论老少，都如同被打了鸡血般。便是怀抱着月牙，坐怀不乱的顾晨风，在看到舞台上的压轴嘉宾时，也是吃了一惊。他怎么也来了？一道修长曼妙的倩影在万众瞩目下款款登上舞台。女子身着一袭月白长裙，宛如披着月华，衣袂如流云般垂落，荡漾出优雅的弧度。腰之处用一条素带盈盈一束，便将那倩袅婀娜的身段显露无遗。面覆轻纱，眸似秋水，肌肤如羊脂美玉，未窥全貌，已知乃人间绝色。且此女莲不轻移间，身上透着一种天然的风流韵致，那种妩媚清纯柔和的气质，真可谓一眼摄魂，令人怦然心动。苏婉月，顾晨风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女人会出现在这里，难怪现场的雄性动物们跟打了鸡血似的。帝都第一艺妓苏大家的影响力何其惊人！别看今日到场的有诸多帝都名媛，帝都响当当的才女上官冰心，甚至还有当朝公主，可论知名度和粉丝量，两者跟苏婉月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道理也很简单，上官冰心和瑶音公主类似顾晨风前世那些名门贵女，普通人不了解，也根本接触不到。而苏婉月却如同前世的超一线明星，走到哪里都是山呼海啸的粉丝打 call。所以苏婉月一登场，现场气氛直接被推上顶峰，连瑶音公主都被这场面惊住了，忘了带走上官冰心，诧异道：冰心，这女人是谁啊？长得好漂亮。她是我请来的压轴嘉宾，帝都第一大家苏婉月。说话的同时，上官冰心不禁回头看了一眼顾晨风，眼神有些意味深长。显然上官冰心早已听说过醉西厢以及顾三少与这位苏大家的风流韵事。瑶音公主平日都在宫里，倒是还未听说此事，却也早闻苏婉月帝都第一大家之名。原来她就是苏大家，观其外貌气质，的确是人间绝色，就是不知道她有什么能耐，敢称第一大家。听说还与冰心你并称帝都2大才女。二女言语间，舞台上早有侍女将一张雅致的桐木古琴安放在舞台中央的矮几上，苏大家对满场的热烈置若罔闻，款步上前于蒲团上优雅落座。
落座后，他并未急于开始，只轻甩长袖，露出一截银白皓腕，纤纤玉指悬停，琴弦上竖膝，似在凝聚心神。片刻后，那根完美无瑕的食指如蕴含着某种魔力，轻轻的、精准的拨动了最中央的一根琴弦。叮，一声清脆至极却又空灵悠扬的琴音瞬间迸发，回荡在会场上空。上一刻还沸反盈天的会场，如同被按下了静音键，瞬间变得鸦雀无声，落针可闻。在这极致的寂静中，苏大家清冽悦耳的声音才悠然响起。妾身抚琴一首，献于诸位贵客。话音落下，他的指尖开始在琴弦上翩然舞动，袅袅琴音如同初春江南的烟雨弥漫开来，温柔地无声无息地浸润着整个会场现场的观众们，神思仿佛脱离躯壳，被那如丝如缕的旋律牵引着，不自觉地沉浸其中，眼神愈发迷离陶醉。一曲终了，当最后一个尾音被苏大家指尖拨动，声音仿佛着穿透人心的力量，余音绕梁不绝。这一刻，金陵会的中心此刻只剩下那位月白轻纱、清冷妩媚的女子，和她指下流淌出的能令万人屏息、神魂沉醉的绝世琴音。好，不知道是谁先喊出一个好字，现场的观众们才如同梦中惊醒，纷纷欢呼喝彩起来。苏大家果然琴艺超高，此曲只应天上有呀！能听苏大家抚琴一首，今日也算不虚此行了。现场霎时间被欢呼喝彩之声淹没，便是顾晨风所在凉亭中被琴音吸引，忘记离去的瑶音公主，这一刻都忍不住用力鼓掌，眼中满是惊艳和钦佩，俨然一副小迷妹的样子。好美妙的琴音，这位苏大家真乃天人也，真不知道他这样的人物，什么样的男子才配得上他。一旁的上官冰心闻言，脸上神情越发怪异。却说一曲终了后，以绝色姿容和美妙琴音征服现场的苏大家朝众人欠身，便踱步走下擂台，随后径直走向会场西面的一座凉亭。见此情形，人群顿时议论开来。那座凉亭好像是顾三少所在之地，听说顾三少成了苏大家的入幕之宾，两人关系匪浅，传言果然不虚。何止关系匪浅，我听说这些时日，顾三少日日前往千交阁，每日扶墙而走，两人只怕已是日久生情。眼看着苏大家走进那座凉亭，现场充斥着一片八卦和叹惋之声。而此时那座凉亭中的气氛却更是诡异。原本被苏大家的风采和情意征服的瑶音公主，眼睁睁看着苏大家朝自己走来，她原本还兴冲冲的想要与对方结识一番，直到苏大家优雅的迈步进入凉亭后，一双妙目流转，看向厅中的顾晨风三郎。这一声三郎带着几分惊喜，几分羞怯，还透着股甜蜜亲昵的味道。顾晨风一个机灵，只觉得浑身一酥，人都麻了。不等他反应过来，鼻尖幽香浮动，苏婉月已经款步走来，在他身边坐下。三郎，你怎么知道妾身今日要在金陵会演出？偷偷赶来也不告诉人家一声。顾晨风暗自深吸了一口气，这女人是闹哪出呢？从她踏入凉亭，言行举止无一不显示出与自己具有超友谊关系，就算两人约定要在人前演戏，也不至于如此暧昧吧。很快顾晨风就捕捉到苏婉月在望向自己时，眼角余光瞥向凉亭内其他两位美女时，眼中不经意间闪过的一丝犀利。他顿时醒悟过来，这女人是在宣示主权。原来苏婉月在舞台上看到顾晨风时，心中也很惊讶，尤其当她在看到凉亭中的上官冰心和瑶音公主两位活色生香的大美人时，立刻生出了警觉之意。如今她正计划着攻陷顾晨风的内心，让他彻底沦陷，如此才能夺回自己的本命骨，顺带掌控顾晨风为自己所用。突然出现的两位优秀同性让他产生了危机感，所以表演完毕，他就匆匆赶来宣示主权。此时庭中的上官冰心也察觉到了现场气氛异常，他略感不适的朝着苏婉月微微颔首，便拉着瑶音公主的衣袖。公主殿下，我们走吧，你不是有话对我说吗？然而他这一拉却发现没拽动公主，他诧异的看向瑶音公主，却见后者目光闪烁几下，忽然开口道，其实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下次再说也一样。金陵会现场人太多了，本公主向来喜欢清静，正好这庭中人少，我们就待在这里吧。说着不等上官冰心多言，瑶音公主直接拉着她又坐回了座位。也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瑶音公主将上官冰心推到了顾晨风身边另一侧的座位，而她则紧挨着上官冰心坐下。如此一来，顾晨风便被三位娇滴滴的大美人包围起来。金陵会场雅致的凉亭之中，顾晨风被三位倾国倾城、气质迥异的大美人包围，这一幕足以让任何男人羡慕嫉妒。可顾晨风此时
却是叫苦不迭。谁能想到参加一场文会也能遇到修罗场？自己只是教导上官冰心如何饲养月牙。先是瑶音公主这个不速之客闯入，然后自己的假姘头帝都第一大家苏婉月竟然赶赴战场。如今的苏婉月正密谋着如何攻陷自己。在顾晨风的配合下，苏婉月感觉自己已经逐步要将顾晨风掌控渐入佳境，这眼看着要到手的鸭子岂容他人沾染？所以眼见两个美貌不逊色自己的女子出现在顾晨风身边，苏婉月顿时急了，坚决捍卫自己的猎物。打从跨入凉亭的一刹，他就已经进入战斗模式，一言一行无不透露着与顾晨风的亲密无间。那一声声三郎喊得顾晨风鸡皮疙瘩都掉了一地。他心想着等瑶音公主和上官冰心一走也就完事。然而让顾晨风无比郁闷的是，这瑶音公主也不知抽了什么风，先前恨不得立刻带走上官冰心，苏婉月一来，这妮子却又带着上官冰心光速返场。回来就回来吧，这话怎么还多了起来？公主殿下还开始主动与苏婉月搭话，三言两语间一股火药味便悄然弥漫。二女直接上演了庭中对线，瑶音公主巧笑嫣然。苏大家虽只是一介艺妓，却生得美若天仙，琴棋书画无一不通，倒是让本宫颇为钦佩。名为钦佩，实则暗贬对方身份。若是一般的艺妓，被堂堂公主殿下打压，捏着鼻子就认了。可艺妓身份不过是苏婉月的伪装，她岂会低头？于是苏婉月浅笑道：“让公主殿下见笑了。婉月自幼孤苦，无依无靠，只能自力更生，不像公主殿下，生来便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哪怕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做，也可锦衣玉食一辈子。”看似自嘲，却分明在嘲讽瑶音公主四体不勤，无意长相。瑶音公主气得瞳孔收缩，不等她开口，苏婉月又转头，含情脉脉地望着顾晨风：“唉，妾身命苦，为守住清白，只能在卖艺红尘中幸得遇良人。三少他知我，懂我，怜我，对妾身体贴入微，愿救我脱离苦海，妾身实在无以为报。”顾晨风一愣：“我怎么知你懂你怜你了？”苏婉月一手熟练的二连绝世，直杀得瑶音公主阵脚大乱。一旁的上官冰心暗暗拉拽她的衣袖，示意她适可而止。然而瑶音公主却是拒绝下线。原本她想着带走上官冰心，不让她被顾晨风哄骗也就罢了，却没想到这位帝都第一大家竟然也和顾晨风纠缠不清。这本不关她的事，但瑶音公主觉得顾晨风好歹也是曾经疯狂追求过自己的人，如今却和一名艺妓打得火热，传出去或许对自己名声不好，所以她只能屈尊降贵，亲自将这个女人赶出顾晨风身边。这不是为了顾晨风，是为了我自己。秉承着这个信念，瑶音公主一咬牙发动大招。她忽然看向顾晨风：“顾晨风，本宫知道你为本宫付出了很多，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做了许多傻事。或许本宫以前忽视了你的感受，让你受了委屈，但你也不该因此自暴自弃，随意宣泄自己的情感吧。如此本宫也会有些内疚的。”瑶音公主一句话就将顾晨风与苏婉月的感情变成是顾晨风被自己拒绝后随意的情感发泄，这一招的确杀伤力不小，但奈何与他对线的是苏婉月。苏婉月只是风轻云淡的一笑，随之竟自然无比的主动握住顾晨风的一只手，那双明媚如日照秋波的眼眸动情地望着他：“三郎，我不在乎别人说什么，感情不问过往，缘分不问结果，无论你受过怎样的创伤，妾身都会想办法替你抚平。妾身不要什么荣华富贵，只要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说完，苏婉月还看向顾晨风的腰间，带着几分羞涩之意的低声道：“三郎，你最近老是腰酸，今晚妾身给你炖一盅十全大补汤，给你补补身子。”不得不说，苏婉月的段位太高了。如果说瑶音公主是白银，这女人都快上大师了。几句话下来，顾晨风都差点上头，瑶音公主更是被气的俏脸涨红，红唇紧抿，话都说不出来了。她终于意识到自己和对手的差距巨大，于是她悄悄用胳膊肘顶了顶身旁的上官冰心，试图呼叫打野支援。唉，一旁的上官冰心感觉有点心累，自己只是来请教顾晨风如何照料月牙，怎么就变成这种局面了？她自然明白瑶音公主在求援，可她实在不擅长这种事情。于是上官冰心干脆说道：“顾公子，公主殿下和苏大家似乎还有很多话说，要不我们换个地方继续聊聊照料月牙的方法？”不行。不等顾晨风回答，苏婉月和瑶音公主异口同声。那一刻，二女看向上官冰心的目光无比戒备，就像是看到了
想偷水晶的贼。两道目光自得上官冰心莫名躁动，这忽然升起的战斗欲是怎么回事？此时顾晨风终于感受到何谓如坐针毡，他很想逃，可苏婉月握住他手掌的手很紧。庭中被人遗忘在角落的欧阳才此时也很心塞，他觉得自己应该在亭底，不应该在亭里。却说在苏大家登台献艺过后，金陵会终于开启第二流程，参会的文人雅士们自由活动，或交流诗词文章，或讨论琴棋书画，或议论时政军事等。金陵会不是比赛，更像是一场文人 party， 现场还有很多人各自聚在一起玩各类文学游戏，如飞花令、唱和、联句、行酒令等，场面十分热闹。而此时两道人影在一群人簇拥下来到了顾晨风等人所在的凉亭外。一名相府护卫此时来报，三少萧国舅和张游公子带着一群国子监学子前来拜访。此时在修罗场的煎熬下，已经汗流浃背的顾三少如闻天籁之音。虽然这两人的名字在他心中已经打上了反派的标签，两人联袂前来绝对没有好事，但顾晨风却从未如此，期盼他们的到来。快快有请。萧国舅、张公子，快快请坐。顾某本想主动来拜见二位，没想到你们却先到了，失礼失礼。凉亭中看到顾晨风主动起身相邀，无比热情的态度，原本气势汹汹的萧国舅和张游都有些不会了，差点忘记自己前来的目的。萧国舅的目光先是瞥向了亭中的苏大家，这位名满帝都的大家依旧是风姿绰约，美妙如画，可对方却看也没看自己一眼，目光始终追随着顾晨风，仿佛这世间男子在他的眼中只有顾晨风一人。一时间萧国舅心中嫉妒与怨恨的火焰熊熊燃烧，那张蓄着八字胡须白胖的脸庞，嘴角微微扯动。呵，三少不必客气，顾家乃国之栋梁，三少亦是人中龙凤，此前一直无缘与三少往来，萧某深感遗憾，今日借此机会自然要来讨杯酒水，结交一番。同为帝都权贵圈有名的纨绔，这位萧国舅却自诩清高，不屑与顾晨风这种废材来往，又因顾家的权势熏天，也不曾招惹。两人都是各玩各的，算是纨绔版的王不见王。虽然知道对方肯定不安好心，但顾晨风同样是笑脸相迎。一番寒暄客套下来，这两人几乎要称兄道弟，彼此勾肩搭背。庭中的三女也因这两人和一群国子监学子的到来，暂时恢复到和平状态，气氛看似和睦平静，但凶险却往往藏在这平静之下。正与顾晨风勾肩搭背，一副熟络模样的萧国舅，在饮下一杯酒水后，忽然朗声笑道：哈哈，三少，我突然想起一事。近来整个帝都文坛被三少所做的一首《醉西厢》压得抬不起头来，三少大才当称帝都诗魁啊。因为凉亭空间有限，跟随萧国舅和张游前来的那群国子监学子都在亭外设立的坐席落座，方才众人都是各自宴饮。此时萧国舅突然提高了音量，说出这番话，亭外顿时安静了下来，众国子监生员们表情也变得有些怪异。近日《醉西厢》这首诗词的影响力仍在发酵，虽然有很多文人才子抨击这首诗词脂粉气太重，却无人敢质疑其文采。诗篇的确是上好之作，可萧国舅那句压得帝都文坛抬不起头来的说法，甚至称顾晨风为帝都诗魁，就太打帝都文人脸了。在场这些国子监生员们便是帝都文人中最顶尖的一撮，顿时感觉有被内涵到。数息过后，庭外一名容貌清秀、青衣束冠、做文人打扮的青年起身朝顾晨风拱手，在下国子监学子邹泰，近来得闻三少所作《醉西厢》，亦是深感钦佩。想不到三少竟有如此大才，看来世人此前对三少的评价多有谬误。面对此人的恭维，顾晨风只是淡笑摆手：无妨无妨，本少向来不在乎虚名，那首诗词也是随意之作，承蒙诸位抬爱了。闻言，在场不少人心中都暗自腹诽，这家伙还真敢说是他做的诗词，还随意之作，简直是厚颜无耻。此时邹泰脸上也浮起一丝玩味笑容，并再度拱手将身子压低：三少今是大才，还如此谦逊，学生受教了。今日适逢金陵盛会，我等国子监学子对三少亦是仰慕崇敬，邹某斗胆，恳请三少现场赋诗一首，方不负我等虔诚求学之心。此言一出，凉亭内外的气氛顿时发生微妙变化。顾晨风这首《醉西厢》有猫腻，极有可能是请人代笔，这在帝都舆论圈早已不是秘密。可知道真相是一回事，当着正主的面戳破此事又完全是另一回事。顾晨风是何许人也？堂堂帝国右相的孙子，镇北大将军亲儿子，顾家三代第一继承人，
此等熏天权势的贵胄，谁敢当面让他难堪？可此时邹泰却站出来了，灼灼地望着他。庭中的顾晨风也是目光微微一眯，他知道敌人拔刀了。顾晨风淡然摆手，作诗就免了吧，顾某向来不喜卖弄文采。一旁的萧国就心中冷笑，面上却高声斥道：大胆，姓邹的，你是什么身份，也敢让三少为你作诗？人群一时议论纷纷。此时会场周围的人群早已被此处的风波所吸引，纷纷围拢上来。众人瞩目之下，邹泰连忙躬身，连道不敢。国舅误会了，学生岂敢指令三少？学生不过是敬仰三少的经世才华，想要当面聆听教诲。想必在场诸公、诸位同窗们也想见识一下我帝都诗魁的才华吧。所谓一旦激起千层浪，对于顾晨风抄诗扬名之事，帝都文人们嗤之以鼻，却不敢正面指摘。如今有邹泰当出头鸟，人群顿时受到了鼓舞，纷纷出言：是啊，我等也仰慕三少诗才，万望三少不吝赐教。堂堂帝都诗魁，现场创作一首诗词，应该不会有什么难度吧？三少大才，切莫敝帚自珍呀！现场起哄声一片，有人揣着明白装糊涂，想让顾晨风出丑，也有人是真的好奇顾晨风是否有真才学。然而顾晨风对众人的起哄却根本置若罔闻，只是自在饮酒。毕竟他身份摆在那里，任他人如何起哄，只要他不肯，没人敢强迫。见此情形，萧国舅和张游暗中交换眼色。张游扫了眼周围聚拢的人群，下一刻，哄闹的人群中突然就有人喊道：只怕那守醉西厢根本不是三少所作，乃他偷师扬名。此言一出，人群骤然一寂。众人扫视周围，却因为现场人太多，根本寻不到说话之人。现场议论声刚起，另一个方向又有人喊道：冒牌诗魁和冒牌战神，果然是虎父无犬子，当天下人都是愚钝之辈。哗！此言一出，现场哗然一片。近日关于镇北大将军顾凌霄的种种恶劣行径，在帝都传言极盛。可此时竟然有人将顾晨风的诗魁之名和帝国战神联系在一起，简直是贴脸开大。偏偏这些人有意混在拥挤的人群中，趁乱喊上一嗓子，就缩进人群里，竟一时寻不到踪迹。而这种当众打顾家和顾晨风脸的大胆行为，也形成了破窗效应。原本将这两件事情当成禁忌，只敢私下议论的众人，此刻竟然也开始当众议论起来。这些声音汇聚在一起，仿佛无数根无形的毛尖指向了庭中的顾晨风。这一刻，顾晨风终于皱了皱眉。此时一道月白倩影却先一步跨出，挡在他身前。苏婉月幽冷的眸光扫过人群，语气清冷且坚定：醉西厢这是首诗，乃是三少当着妾身的面现场创作，绝非他人代笔，妾身可以作证。随即另一道身影也站了出来。欧阳才怒指人群，破口大骂：他妈的，哪个王八蛋不想活了，敢胡乱造谣？信不信老子立刻让官府来拿人，打你们80大板！二人出面控场，令现场的议论声低了一些，却无法彻底压住。偏在这时，萧国就又开口了：三少，这些酸儒就爱胡说八道，三少莫要动怒，随便赋诗一首，将他们打发了吧。他表面指责庭外之人，实则却是煽风点火。果然，见萧国就出面帮腔，刚刚得到控制的现场再度议论声大作，无法压制。见此情形，连上官冰心和瑶音公主也意识到不对劲。上官冰心刚要出面制止，一直沉默不语的顾晨风换过身后2名护卫，朝着人群中点指2处。2名实力达到通脉境巅峰的护卫立刻纵身跃入人群，下一刻就听到2声惊呼，2道人影如麻袋般被扔进了凉亭之中，滚倒在顾晨风脚下。那是一高一矮2名文士打扮的国子监生员，二人被摔得七荤八素，惊怒呼喊：哎呦，你们干什么？为何要抓我们？顾晨风淡定地放下手中酒杯，坐在长椅上，居高临下地看向2人。你们刚才一个人质疑醉西厢并非本少原创，另一个人说家父是冒牌战神，怎么不站出来直言？何必躲躲藏藏？顾晨风语调平静，但眼中却似有摄人金光迸发。被他目光凝视的2人心中莫名惊悚，竟是连撒谎都忘了，心中只剩惊骇和不解。刚才他们明明混在人群堆里，趁乱大喊，怎么会被顾晨风锁定揪了出来？顾晨风嘴角浮起一丝笑意：别怕，本少绝非心胸狭隘之人，既然你们提出质疑，就请拿出证据来，也好让这2件事情真相大白。2人闻言脸色不禁一片惨白，他们哪里有什么证据，不过是收人钱财，暗中喊话搅乱局面罢了。见2人哑口无言，顾晨风脸上的笑容越发明晰了。哦，
原来两位没有证据，便信口污蔑本少和家父。一大离律，污蔑诽谤朝廷3品以上大员及其家属者，杖80，服徭役，取消科举资格。此言一出，这两人终于吓破了胆，慌得连连磕头。三少饶命，饶命呀！我们再也不敢了。且不说服徭役、取消科举资格就已经掐住了两人的命门，单是那杖80的惩罚，毫无修为的两人就能被活活打死7、8次。顾晨风脸上的笑意一敛，语气淡漠道：哎，谁让本少爷心善呢？别的刑罚就免了，但本少爷要你们明白祸从口出的道理。拖下去，掌嘴！清脆有力的抽击声伴随着一声声凄厉呜咽，响彻金陵会上空原本议论不休的会场，此刻一片死寂。众人的目光聚焦在会场中央的高台上，两名国子监学生已被抽打的脸颊肿胀，鲜血混着碎牙洒满地面。而此时凉亭之中，顾晨风正端起一杯佳酿，轻晃酒杯，面上没有一丝波澜。在场众人心中激愤的同时，又感到背脊一阵发寒。当着在场众多文人士子的面，对两名国子监生员施以如此暴行，不可谓不狂妄。可奈何这两人被顾晨风抓了现行，又拿不出证据，旁人也爱莫能助。在这血腥场面震慑下，方才议论纷纷，对顾家父子评头论足的众文人雅士，此刻都是噤若寒蝉，不敢出声了。他们这才想起，眼前这位顾家少爷可不是什么善男信女，乃是帝都闻名的纨绔，而顾家更是站在大黎王朝权势顶端的家族，容不得他们非议。萧国舅和张游也没想到顾晨风竟能找到他们安插人群中的人手，更没想到对方手段如此犀利，当着公主和三皇子的面当众施行，震慑全场，完全打乱了他们的计划。两人不禁暗自焦急。但就在此时，人群中忽然传来一声威严呵斥：住手！人群自动分开，一名身穿儒衫的老者大踏步走来。老者身材心长，须发银白，年岁虽大，却目光炯炯，中气十足，身上自带着一股浩然正气。见到来人，在场的文人学子纷纷躬身施礼，甚至连各座凉亭中的贵客都纷纷起身见礼。见过钟先生，此人竟是前任国子监祭酒院长钟衍齐，大黎王朝几位有名的大儒之一。诸位皇子年少时，钟衍齐曾为他们讲解经义，有师生之意，所以此人无论在官场还是在儒林，都威望极高。他一出现，在场的文人学子们也如同找到了主心骨，纷纷央求：钟先生，快救救那两位同窗吧！钟衍齐目光扫向高台上被打得不成人样的两名学子，不禁怒视庭中的顾晨风。放肆！顾晨风，你竟敢当众对国子监生员、天子门生动用私刑！见到钟衍齐突然出面，原本焦急的萧国舅和张游顿时目光大亮。这位钟老先生为人刚正不阿，向来是眼睛里容不得沙子。他虽然没有站队左相一派，但对于镇北大将军顾凌霄在边关的不良作风，曾不止一次上书弹劾，也曾在许多场合言辞抨击，算是帝都少有的有胆量、有资历、敢和顾家叫板的硬骨头。顾晨风今日的放肆行为，显然已经激怒了这位大儒，此事必难善了。便是欧阳才见到来人，都悄悄来到顾晨风身边，低声道：三少，这种老头可不好惹，咱们先撤吧。此时的顾晨风却依旧稳坐庭中主位，目光与钟衍齐平静对视。钟老先生，此言差矣，此乃大庭广众之下，何来私刑一说？听到顾晨风竟敢当场驳斥钟老，满座皆惊诧。钟衍齐亦是银眉一挑，沉声道：强词夺理，这二人纵有罪过，也该上报官府，交由刑部或大理寺审理结案后再行惩戒。在此之前，随意滥用刑法，不是私刑又是什么？幼香乃3朝元老，你身为顾家子孙，知法犯法，当罪加一等。钟老先生一番言辞，犀利有理，引得周围对顾晨风不满的文人学子振臂支持。萧国舅和张游更是心中一阵兴奋，这顾晨风真是不开眼，找谁硬刚不好，竟敢和钟老先生抬杠。然而顾晨风却是呵呵一笑：钟老，你这话有2个谬误。众人闻言都是一怔，钟衍齐也是皱眉：什么谬误？第一，我此前当众说过，对于这两人的诽谤污蔑，本少爷不予追究罪责，我命人对他们掌嘴。你可以说本少欺负他们，也可以说本少教他们做人，但绝不是用刑。听到这话，众人都不禁愣住了，隐约回想起顾晨风的确说过这样的话。钟衍齐也是微微一滞，而顾晨风紧接着又道：钟老方才说我滥用私刑，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可谓当众给本少爷扣了一顶大帽子，着实威风。可您不是说过定论罪责需要上报官府，
有关部门审理，才能定罪。莫非钟老认为自己资历够深，年龄够长，就能一言定他人罪过？面对顾晨风这角度刁钻的两记反攻，钟衍齐神色微变，显然没料到顾晨风诡辩能力这么强。他当即轻哼一声：“你休要胡搅蛮缠，老夫只是见你屈打国子监学子，事急从权，制止你犯错罢了。”顾晨风嘴角一勾，笑容讥讽：“原来如此，既然钟老一直都在会场中，方才那2名学子和一些无知狂徒妄议朝中大臣，对我顾家行污蔑诽谤之举时，钟老你在哪里？为何不出来制止他们的恶行？偏在本少亲自惩戒恶人时，钟老却出来伸张正义了。老先生果真是刚正不阿，令人钦佩啊！”哗！这番话出口，场上众人的表情都变得极为精彩。钟衍齐神色再变，眉头也皱得更紧。周围一众以他为中心，期待钟老为他们出头的文人学子们，此时也哑口无言。反倒是庭中原本担心顾晨风的欧阳才、苏婉月等人，看向顾晨风的目光顿时变得不一样了，就像是逆风局中看到了一位超神队友，便是上官冰心和瑶音公主都目露惊异之色。这家伙的口才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了？瑶音公主忍不住嘀咕。现场陷入一阵诡异的寂静。片刻后，钟衍齐脸色变幻一阵，终于恢复了镇定。近来常听帝都中传扬3少的惊世诗才，不想3少的口才也是如此不凡。老夫年纪老迈，思绪堵塞，论诡辩之道，无不如也。出人意料的，钟衍齐竟是当众示弱，但随即这位老先生两眼金光亮起，面露坚毅决然之色。方才3少质问老夫为何不出面制止诸位学子对顾家的议论，老夫可以正面回答：非不能，实不愿也。非不能，实不愿也。简单几个字，却让在场众人知道，这位钟老先生要放大招了。果然，只见钟衍齐深吸一口气，厉声开口：我大黎王朝武风鼎盛，雄踞兖州南部，先皇和当今陛下却大力发展文治，这是为何？因为武可立国，文可治国。钟衍齐忽然目光锐利地盯着顾晨风。顾老相国3朝元老，曾追随太祖先皇打天下，乃开国功勋，如今又卸甲从文，任国之右相，为陛下治理朝政，可谓居功尽瘁，死而后已，钟某钦佩之至。然而功不可抵过。钟衍齐再度话锋一转，顾老相国个人功勋再大，为帝国付出的再多，难道他的子孙后代就能够理所当然的肆意妄为，祸国殃民，蒙蔽天下苍生？听到钟老先生将顾家之事抛到公开场合，当场鞭笞，在场的文人学子以及坐山观虎斗的萧国舅和张游，内心都开始激动起来。而庭中的顾晨风目光则首次变得冷厉，有关顾家的种种不堪传言，无论真假，从未被摆到台面上言说。而今这位在儒林和庙堂影响力极大的当代大儒，却在金陵会这种文人士子齐聚的公开场合，对顾家针砭时弊，盖棺定论。凭借此人的影响力和在场这些文人士子的春秋笔法，恐怕今日过后，无论是否有真凭实据，顾家忠良之名都将彻底崩塌。这是在舆论层面对顾家的直接扼杀，而且是杀人不见血。庭中众人也都意识到了一点，气氛陡然变得紧张起来。顾晨风深吸一口气，却表现得漫不经心。他悠悠开口道：钟老一开口，就将我顾家从功劳簿上摘除，定上了耻辱柱，当真是金口玉言，一言而决人生死。但本少还是那句话，证据呢？我顾家是如何祸国殃民，如何蒙蔽苍生？还是钟老先生觉得自己比太祖、比先皇、比陛下更加圣明，更能明辨是非？金陵会现场听到顾晨风的反问，钟衍齐也是心中一凛，他一口祸国殃民的大帽扣在顾家头上，本以为可以将这位帝都有名的纨绔吓得惊慌失措，却没想到顾晨风反手就搬出太祖、先皇和当今圣上，将金口玉言、决人生死这种明显僭越、大不敬的罪名也压到了自己头上。很明显，这位顾3少是豁出去了，这是要拿整个顾家的名誉做赌注，和自己死磕到底。钟衍齐终于忍不住再度审视庭中那个神色镇定的年轻人，他难以相信这位帝都盛传的废材少爷竟然有如此胆魄与决心。然而钟衍齐虽心惊，却并畏惧，因为他是大黎王朝当代大儒，是皇子师，他的身后有国子监，有无数文人士子，有整个儒林做后盾，除非对方能够拿出铁证反驳自己，否则他的一言一行自有天下文士为其辩经。想到这里，钟衍齐心神大定，胸腔中那股书生意气熊熊燃烧起来，他朗声大笑：哈哈，
证据？何须证据？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顾老相国之后，你顾家后辈做的荒唐事还少吗？钟偃旗慷慨激昂，手指青天，如视死如归的斗士。20年前，镇北大将军顾凌霄不过20出头的年纪，在帝都中终日斗鸡遛狗，吃喝嫖赌，乃是帝都有名的纨绔。因聚众斗殴，被羁押多日，后被右相大人派人送往北方边境参军。数月后，北方兵源，蛮族大军入侵，顾大将军却勇冠三军，带领大军连战连胜，斩杀敌将数十人，生擒蛮族副元帅，用兵如神。说到这里，钟偃旗不禁再度发笑，笑声充满嘲讽。前后数月时间，顾大将军竟能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变，除非是天神附体，否则便是3岁小儿也不可能相信这种事情吧。反倒是这些年，有边关兵士和客商亲眼目睹顾大将军在边关苦寒之地，日日莺歌燕舞，醉生梦死，大堆的美酒美人，金银珠宝，灵丹妙药送入将军府。难道这就是我大黎王朝最年轻有为的大将，帝国战神的风采？钟偃旗舌战惊雷，在场的文人士子们听他悉述顾凌霄在边关的行径，也不禁胸腔怒火上涌，义愤填膺，只觉帝国战神这被地大黎百姓冠以顾家的崇拜称号，是时候被拆穿，令真相大白于天下了。而钟偃旗还在输出，他目光凝视顾晨风，眼中的嘲讽意味更浓。正所谓上行下效，老夫本以为帝国战神之名已经足够讽刺，却想不到顾家又出了一位帝都尸魁。据老夫所知，3少不喜文，不善武，幼时完成蒙学后便已荒废了学业，期间也不曾听闻3少有任何诗词文章问世。岂不料3少不出手则已，一出手便写出《醉西厢》这等精彩绝艳的诗篇。钟偃旗不禁发出冷笑，哼，3少之奇，尤胜乃父。恕老朽见识浅薄，莫非这等惊天转变乃是顾家子弟的天赋，还是某些人为博名利，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蒙蔽世人？钟偃旗一字一句，振聋发聩。现场有热血学子受到鼓舞，高声呼喊：钟老所言极是，顾家父子欺世盗名，愚弄世人，实在可恨。不错，顾老相国虽是忠良，子孙却败坏门风，有负天下。一时间群情激愤，众口铄金。厅中的萧国舅和张游脸上的兴奋之色已经无法掩饰，而苏婉月、欧阳才和上官冰心，甚至连瑶音公主一颗心都不禁悬了起来，为顾晨风和顾家担忧。经此一变，只怕顾家将会身败名裂，顾氏父子也将成为大黎王朝的过街老鼠。便是另一座凉亭中一直冷眼旁观事态发展的三皇子，此刻也眉头紧皱，凝神关注起这里的情况。同时钟偃旗也发出了最后一问：顾晨风，老夫的回答你可还满意？万众瞩目下，厅中的顾晨风依旧安坐，他自顾自地为自己斟酒，连饮3杯后，啪啪啪，顾晨风竟突然拍掌称赞：好好好，钟老不愧为我大黎如临之泰斗，文官清流之楷模。好一番酣畅淋漓的发言。见状，在场众人都是十分诧异，顾晨风这是怎么了？莫非是受到太大刺激，精神失常了？钟偃旗抚须冷笑，这么说3少是认可老夫的观点了？顾晨风的笑容逐渐泛冷，我认你老母。顾晨风一声暴喝，将众人惊了一跳。钟偃旗也是一愣后冷哼道：哼，3少恼羞成怒，口出污言秽语，就不怕污了顾家的名声？我污你老母？顾晨风继续问候对方高堂：庶子休得无礼。钟偃旗终于有些恼了，我无礼你老母？你！钟偃旗气得脸色涨红，点指顾晨风。啪！这一刻，庭中的顾晨风中终于拍案而起，反指钟偃旗，怒斥出声：钟偃旗，汝好手匹夫！苍然老贼，你空披一身儒山，妄称一身正气，实则心怀叵测，老朽昏聩。汝一生好手穷经，所读圣贤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你之所为，非但无异于江山社稷，反倒是在戮忠臣之心，寒将士之胆，助奸佞之事，断国家脊梁。顾晨风这一番辱骂之言，如连珠炮弹般密不透风，直骂的钟偃旗双目眼瞪，呼吸急促，指向顾晨风的手指不住的发颤。庶子，你！顾晨风却是毫不停歇，疯狂输出：你这老贼，说家父在边关冒名贪功，枉法敛财，你这双狗眼可曾亲眼看见？你讽刺本少爷的诗篇并非原创，诋毁本少爷不学无术，本少爷用功苦读时，你这狗眼可曾看见？你无凭无据，却舔着一张老脸在此，信口栽赃，好生无耻！
你！钟衍齐被骂得脑袋发昏，连身子都开始哆嗦了。顾晨风却是提高嗓音，予以致命一击。你！就是一身腐儒酸臭，满腹蛇蝎心肠，妄图祸乱大黎朝的国贼、老贼、匹夫。听到这句话，钟衍齐之气得张口结舌，全身发抖。你庶子啊！终于，这位大黎王朝的儒学大家大张着嘴，两眼一翻，当场晕厥过去。钟老周围一群文人学子们一拥而上，揉肩按胸，又是掐人中，又是泼水，现场乱作一团。庭中的苏婉月、欧阳才、上官冰心、姚英公主，乃至原本等着看热闹的萧国舅和张游，全都呆住了，心说顾晨风不会将这位大儒活活骂死了吧？幸好，片刻后，钟衍齐咯的一声，身子一抖，悠悠行转。庶子，比亲娘，嗨嗨！强行收回一句骂娘的话，钟老双眼虚弱而阴沉的看向顾晨风。三少，好生牙尖嘴利。不过你刚才所言却有一定的道理，老夫的确没有去过边关，无法亲自对顾大将军取账。可关于三少那首诗词是否为原创，却很好证明。三少若有真才实学，方才邹太邀你作诗，三少为何不敢答应？钟衍齐不愧为一代大儒，即便在此等情况下，依旧能稳住心态，寻找敌人的破绽。而现场这些对钟衍齐无比崇拜、马首是瞻的文人士子们，闻言也立刻发起进攻。不错，三少既有真才实学，为何不敢作诗？想必是担心露馅，心虚吧？就是钟老一代大家，岂会污蔑你一个小辈？面对众人的攻讦与质疑，顾晨风却是轻蔑一笑：“你们以为我不作诗是怕？难道不是吗？”钟衍齐寒声反问。哈哈，庭中的顾晨风仰天大笑一阵，随即他的目光扫视庭外无数激愤的文人士子和神色冰冷的钟衍齐，他语气讥讽无比：“非是本少自夸，若论诗词之道，在座诸位尚且不配让我提笔，在座诸位不配为我提笔。”顾晨风此话一出，现场顿时炸了锅。狂妄！顾晨风，你太放肆了！一旁的萧国舅目光一闪，终于找到机会开口道：“三少，你这话可就过分了。钟老曾是皇子们的老师，若他老人家都没资格为你提笔，那诸位皇子呢？”张游也是趁机煽风点火，看来三少是不把帝都乃至我大黎的文人士子放在眼中了。随着两人的挑拨，在场的文人学子越发愤怒，声讨之声不绝，甚至有人都想冲进庭中了。欧阳才连忙命护卫挡在四周，神情紧张：“三少，这逼是不是装大了点？”此时上官冰心一时开口道：“顾公子，你假意醉酒不是，我来稳住他们，你先离开这里。”眼见顾晨风一句话引发众怒，钟衍齐并未幸灾乐祸，只是神色冷肃道：“三少如此自负，想必胸中已有惊世才华，还请三少指点老夫和在场诸位。如若不然，这欺世盗名之举，恐彻底败坏顾家门风。到那时，老夫容得你，这天下的文人士子，大黎的黎民百姓也容不得你。”一句话将顾晨风是否有才华与顾家门风与天下百姓绑定在一起，可谓绝杀一击。然而面对现场几乎失控的局面，今日大骂国之大儒、藐视天下文人的顾三少，忽然拿起桌上一只白玉酒壶，仰头长长的灌了一口。就在众人以为三少要借醉酒逃遁之际，顾晨风忽然朗笑出声，那迷离的醉眼带着藐视之意，扫视周围义愤填膺的文人学子。诸君且静听！这一声呼喝竟带着一股无形威势，令哄闹的现场骤然一静，所有人的目光都不由聚焦在庭中那手提酒壶、一身锦衣华服、神色狂渺的清秀青年身上。此刻顾晨风深吸一口气，沉吟数息后，他发出一声长叹：“铁衣尽裂见窗身，犹见如观论古今。”短短两句14个字，从顾晨风口中吟诵而出，却似重如泰山。原本寂静的现场，在这两句诗词道出后，更是鸦雀无声。便是那神态自若、目光锐利如鹰的钟衍齐，此刻也是微微失神，脸上露出惊诧之色。两句诗词算不得多惊艳，可今日本就是大黎如林，对顾家，尤其是镇北大将军顾凌霄的声讨。这句诗词明显是以此为题，向大黎如林发出反击。事发突然，对方不可能提前打好副稿，倒的确是即兴之作。这顾晨风却有几分才华，这是钟衍齐和在场众多文人士子心中生出的第一个念头。而此时的顾晨风却根本不在乎他们，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他仰头将壶中酒水一饮而尽，任由酒液飞溅，浸透衣襟，随后猛地将酒壶灌地。啪！
玉壶粉碎，琼浆飞溅。若使笔锋能破虏，何须壮士血染巾。这2句诗词，顾晨风几乎是怒吼出来，仿佛要将喉间的辛辣、满腔的怒火全部爆发开来。这一刹，在场众人只觉心头一颤，呼吸凝滞，眼前仿佛出现了烽火连天、两军厮杀的壮烈场面。边关战场，尸山血海冻结成冰，与帝都城内繁花似锦的街巷形成鲜明对照。此地是美酒佳肴，丝竹悦耳，有书生大儒高谈阔论；边关是马革裹尸，血染沙场，将士英魂带着无数血泪发出拷问。这一刻，沉默震耳欲聋，庭中众人和庭外的文人士子，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包括钟偃旗这位当代大儒的脸色，一瞬间都变得无比凝重。顾晨风这首诗词只有短短4句，却无比辛辣讽刺，对照鲜明。尤其最后那一句反问，犹如一道闪电在帝都上空发出惊天疑问。当这首诗现世的一刻，钟偃旗再不怀疑顾晨风就是最西厢的作者，同时也预感到自己今日豁出一切，代表大黎儒林向顾家父子发动的亲历一击终将落败。这一首诗虽不能平息帝都中对于镇北大将军的议论和传言，却无疑是对大黎儒林的一次暴击之手。今后儒生休想再妄议论国事，尤其是军事，否则此诗一出，足以让天下儒生羞愧难当。想到这里，钟偃旗不禁心头一颤，他忽然意识到自己似乎做了一件祸害天下儒生的蠢事。而此时庭中原本还担心顾晨风今日走不出凉亭的几人，此时看向顾晨风的目光简直惊为天人。苏婉月心中暗松了一口气的同时，不禁有些自豪，我苏婉月的入幕之宾又岂会是一般人？上官冰心则是目露惊诧欣赏之色，此人果然不是世人口中的废材纨绔，至少论诗才，帝都恐怕无人能与之比肩。便是瑶音公主，此刻看着那道潇洒狂傲的背影，都不禁一阵痴呆。他真的是顾晨风吗？为何与以前差别如此之大？此刻唯有欧阳才满眼痛惜，说好一起当废材，三少，你真的背刺我。至于一旁等着顾晨风身败名裂、顾家名誉扫地的萧国舅和张游，早已是目瞪口呆，怀疑人生。尼玛，这都能翻盘？顾晨风的一首诗词令整个金陵会风云色变。良久，庭外呆正失神的钟偃旗苍白的老脸抽动了几下，这位大黎当代大儒竟是朝顾晨风一拱手，躬身行了一礼。他嘴唇嗫嚅着说道：三少大才，老朽自愧不如也。老朽收回此前言论，醉西厢却为三少所作，是老夫错怪了三少，是老朽错了。钟偃旗的举动令在场众人震惊，这位帝国大儒皇子之师竟然当众向顾晨风赔礼道歉，态度如此谦卑，此举也引得现场诸多文人士子同情不已。然而作为被道歉的对象，庭中的顾晨风脸上却是浮起一抹讥诮的笑容。钟老这一声错认得可真是轻松。此言引得诸多文人愤慨。顾晨风，钟老已经向你道歉，你还想怎样？不错，钟老可是少妇，以他的身份公开道歉，已经给了你莫大的颜面。钟偃旗也是微微一愣后看向顾晨风，三少还待如何？顾晨风嗤笑一声，我大黎王朝能有今日之的辉煌，乃君王坐镇朝堂，日夜操劳，治国安邦，将军戍守边疆，出生入死，捍卫国土。而你们一群自诩清流的文人雅士，不思忠君爱国，贡献一份力，却唯恐天下不乱，污蔑边疆大将，攻讦他的子嗣后代。今日若非我以师自正，明日过后，顾某恐怕就会成为帝都的过街老鼠，顾家的名誉门风也将毁于一旦。顾晨风目光忽然变得锐利，凝视着钟偃旗，一字一句道：钟老险些毁了我，毁了我顾家的名誉，如今只是一句我错了，就可以风轻云淡地抹除一切罪过。好一位国之大儒，一代大家的风范，顾某好生佩服。一番话直说的钟偃旗脸色越发苍白，额头甚汗。三少，你要如何才肯原谅老夫？顾晨风却是摆了摆手，罢了，得饶人处且饶人，这是家父时常教导我的话。家父常言，君子要德才兼备，德性在前，才干在后。因此家父虽然时常教导我读书习文，钻研诗词文章，却让顾某莫在人前卖弄，而要先学做人。闻听此言，钟偃旗却是大感惊诧，三少的诗文之才乃令尊所授，在场众人也是无比惊讶。传闻顾凌霄年轻时也是帝都有名的纨绔，其恶劣行径比之顾晨风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怎么可能教导顾晨风诗词文章和做人之道？见众人的反应，顾晨风却是一声叹息，哎，
家父之名常被一些有心人刻意抹黑，但家父却不愿辩解。他常说，个人名誉与国之安危相比，微不足道。武将的天职就是精忠报国。当年家父奉命前往北境参军，临别前还留下了一首诗词，顾某自幼诵读，记忆犹新。随即顾晨风在庭中踱步，目露追忆之色。在众人惊奇的目光中，他缓缓吟诵出那首诗词：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满足齿，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北原黄庭。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可以满以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呼！清明时节的风拂过金陵会现场，风很轻，云很淡，但此刻场中所有人的胸腔与脑海中都仿佛有波涛怒卷，狂风呼啸，悲愤、怒火、仇恨、战意，种种强烈的情绪好似滚滚翻涌的岩浆，要将他们身心融化。这一刻，所有人都沉浸在顾晨风吟诵的这首词的意象之中。在这种强烈的情绪浪潮冲击下，一位背负无数污名与误解却依旧满怀热血，立志要击退蛮族，收服帝国山河，精忠报国的爱国将领形象此刻变得无比生动且深刻。顾凌霄，这位被大黎王朝高层嘲笑了多年的帝国战神，此刻在这首词句的冲刷洗涤下，其形象竟然变得高大伟岸，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光彩。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但此刻这座大山正在崩塌。在场众人心觉震撼的同时，不禁开始反思：帝都上流人士人人都说帝国战神名不副实，更有各种顾凌霄的负面传言不胫而走。然而传言再多也是传言，在场并无一人去过边关，也没人亲眼见过顾凌霄的所作所为，却都人云亦云，在心中诋毁蔑视这位镇守边关的大将。仔细想来，顾凌霄以右乡之子的身份北赴边关是真，在这期间边境大军连战连胜，将蛮族大军驱逐，收复大片国土也是真。顾凌霄担任镇北大将军，守护北境10余年，边境太平无事，还是真？他们为何放着眼前的真相不信，却要相信那些无凭无据的无稽流言？再深入思考，顾家树大招风，本就树敌颇多，这一切极有可能是政敌污蔑，不愿看到顾家做大。就如眼前的顾晨风，帝都皆言此人乃一不学无术的纨绔，但今日一见，方知此人满腹经纶，诗才傲世。那么当年同样被传为纨绔的顾凌霄，为何就不能是一位旷世将才？哪怕他的功绩真的有些虚拔，帝国战神之名有所夸张，可能够做出如此忠君爱国、壮怀激烈诗词的将领，又岂会杀良冒功、压榨百姓、作乱边关？更何况顾家的家主顾北武，可是3朝元老、帝国柱石，无人可以质疑的忠臣，他的后代子孙自然也该是忠良。这一刻，在场这些文人士子心中，一座更大的山岳横空筑成。顾家精忠报国，满门忠烈。此前关于镇北大将军顾凌霄的传言，必定是政敌抹黑打压。这位帝国战神多年蒙受不白之冤，背负无数骂名，却依旧忠心不二，护国佑民，当真是武将之楷模，忠臣之典范。此刻众人心中对顾家生出钦佩之意的同时，也产生了同情和浓浓的愧疚之意。顾家真是蒙受了天大的委屈。片刻之间，会场上的气氛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随着这种情绪的颠覆，在场的文人士子们看向钟偃旗这位当代大儒的眼神可就变了。既然顾家是受奸佞诬陷的忠良，那么这位经常在各种场合声讨顾家父子、煽动儒林文士抨击顾家的大儒，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呢？此时站在人群中央的钟偃旗神色呆滞，两眼无神，脸上早已经没有了一丝血色。在顾晨风送出那篇诗词后，他就知道自己的一世英名毁于一旦。凭借这一首词，顾凌霄无论功绩大小都足以名留青史，而自己却将名誉扫地，再无颜代表儒林。唉，一声长叹，钟偃旗稳住摇晃的身躯，昂首看向凉亭阶梯上的顾晨风。他的目光再度上下打量着顾晨风，仿佛第一次见到这名青年。敢问三少，此词作可有雅名？家父命名满江红北征。满江红北征，良久。钟偃旗拱手朝顾晨风再度躬身执礼，一一道地。三少大才，老朽才干不如三少，德行更是不如。今日过后，老朽就此封笔，告老还乡，以此谢罪。说完这句话，
钟衍齐转身而去，身形佝偻踉跄，仿佛瞬间苍老了10几岁。且慢！忽然顾晨风再度出言。钟衍齐回头，脸上带着苦涩的笑意。三少若还是不能满意，尽管责罚降罪，老朽无所不从。这一刻，这位如临民宿，目光晦暗，宛如一具行尸走肉。顾晨风遥望老者，先生误会了，在下有一言相赠。哦，请三少赐教。钟衍齐郑重拱手，先生之才学远胜在下100倍，若就此封笔归乡，岂不是帝国的损失？须知将军马上杀敌，文人以笔作刀，先生之才犹如一柄神兵，请先生莫叫神兵蒙尘，更莫要让神器为奸人所用。说完，顾晨风亦是抱拳还了一礼。闻听此言，原本已经万念俱灰的钟衍齐忽然身形一震，他目光扫过人群中，最早出言质疑顾晨风的国子监学生邹泰，以及庭中的萧国舅和张友等人，几人的目光都是极其心虚，不敢与之对视。钟衍齐眼底金光闪烁，似有醒悟之意。多谢三少提醒。钟衍齐深深看了顾晨风一眼，再度转身离去。只是他的背影又挺拔了些许，身上重新升起几分儒学大家的气魄。望着钟衍齐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顾晨风终于暗暗松了一口气。这一局终于是拿下了。在前来金陵会之前，顾晨风就隐隐猜到会有这么一出，但他还是来了。如今帝都到处都是不利于顾家的谣言，若是任由发酵，后果必然严峻，所以他必须借此机会为顾家证明，也为大解分忧。虽然没想到自己的对手会是钟衍齐这位一代大儒，但顾晨风终究是用那一诗一词压倒了对方，为顾家证明，同时也帮自己边关的混账老爹擦了屁股。至于这钟衍齐，顾晨风谈不上憎恨，此人并不坏，充其量是有些迂腐，眼睛里容不得沙子。他对自己老爹的抨击也不全是污蔑，但他却明显被人利用，成为崩坏顾家名誉的急先锋。事关顾家生死存亡，顾晨风只能将他踩在脚下。希望他听懂了我的临别赠言。钟衍齐乃儒学大家，在士林影响力极大，若能倒戈相向，去对付那些利用他的人，也能给对方带来不小的麻烦。将脑海中的思绪迅速收敛，顾晨风朝着庭外兀自聚集的文人学子们拱手：诸位，今日顾某有些喝高了，方才说了些狂渺之言，还望诸君海涵。逼已经装完，目的也已达成。顾晨风开始进行收尾工作。此时在场这些文人士子早已经被那一诗一词彻底征服，内心拥护顾家，连带着看顾晨风也十分顺眼和钦佩。见顾晨风如此谦逊，向众人赔礼，更觉得受宠若惊，纷纷拱手还礼。三少客气了，是我等误会了三少，非议令尊，三少却不计前嫌，心胸豁达，实在令我等惭愧。此后谁敢再说三少和令尊，乃至整个顾家的不是，就是跟我们过去不对。顾家的忠良之名，天地可见，无可争议。顾晨风脸上笑容谦逊，连连拱手还礼。可以预见，今日过后，场中这些文人士子将成为顾家最忠实的拥趸，并通过他们的影响力，让顾家的名望重新达到顶峰，再无任何谣言可以撼动金陵会场。一代大儒钟衍齐落寞离去，顾晨风又将一大批文人士子成功转化为顾家的忠实拥趸，还通过交流饲养月牙之法，拉近了与上官冰心的关系。此番赶赴金陵会的目的已经超额完成，顾晨风不想再浪费时间，转身朝上官冰心一抱拳：上官姑娘，不好意思，适才搅扰了这场文会，顾某还有事在身，就先告辞了。此时的上官冰心还有些神思恍惚，闻言蓦地惊醒：顾公子要走。方才那一场风波的确影响了金陵会的正常流程，然而上官冰心全不在乎，他的脑海中只有顾晨风吟诵的那一诗一词，尤其是那首《满江红》，那慷慨激昂、满腔热血的爱国之情，令他这天生清冷孤傲的性子都感到热血上涌，情绪亢奋，连带着那张清秀的面颊，此时都微微泛起红晕。虽然顾晨风说这首词是镇北大将军顾凌霄所作，然而上官冰心的父亲礼部尚书上官清风恰好与顾凌霄做过同窗，对于顾大将军的文学素养知根知底，对方绝不可能做出这样的词句。反之，顾晨风当初和自己第一次会面就以自己名字为引，做出冰丸未染红尘色，新四福渠出照水这样的佳句，随后的醉西厢，以及今日反攻钟衍齐和众位文士的那首七言诗，句都是文采斐然，才华绝佳。再结合如今顾家身处舆论漩涡的困境，他几乎可以肯定这首《满江红》绝对是顾晨风所作，为其父挽尊。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明明是帝都闻名的纨绔，却胸怀盖世诗才，能够做出醉西厢那样情意绵绵、缠绵悱恻的诗句，又能写出《满江红》这般壮怀激烈、气纵山河的热血之作。这一刻，顾晨风在上官冰心眼中仿佛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让他有一种想要拨开面纱深入了解对方的冲动。乍闻对方要走，他心中下意识想要挽留，但话未出口又觉不妥，两人之间似乎并无太深的交情。犹豫片刻，他忽然看向怀中的月牙，对顾晨风说道：顾公子既精通饲养元兽之法，冰心正好还有些不解之处，改日再亲自到府中拜会。闻言，顾晨风有些惊讶，池塘里的鱼儿学会主动咬钩了，这是好事。顾晨风满口答应，一旁的苏婉月和瑶音公主却是神色一变，目光警惕地盯着上官冰心。瑶音公主碍于身份不好说什么，一旁的苏婉月则直接走到顾晨风的身边：三郎，妾身也要回城，我们一道返程吧。顾晨风点点头，两人便朝着庭外走去。然而还未跨出庭外阶梯，一道不合时宜的声音却在此时响起：苏大家请留步。开口之人是还坐在庭中的萧国舅，就是此人方才与张游无端带着一帮国子监学子前来拜会，才引出后续一系列风波。在此过程中，萧国舅和张游多有挑拨煽动之举，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知道这是和这两人脱不了干系。顾晨风自然也很清楚，但他知道在金陵会这种地方不好收拾这两人，索性先无视掉了。没想到此时对方竟主动冒头了。顾晨风和苏婉月同时止步望去，不知国舅有何指教。苏婉月象征性的欠身一礼，萧国舅白胖的面上两撇八字胡微微上翘，沈笑道：苏大家，萧某这段时日几乎日日派遣家仆前往千交阁，邀请苏大家登门做客，可苏大家不是身体有恙，就是用各种事情推辞，今日难得有机会再次相见，苏大家总不能再借故推诿吧。萧某对苏大家仰慕已久，想借此良机与苏大家交流一二。此言一出，庭中众人表情都是一变。顾晨风与苏婉月的关系，如今帝都早已传得沸沸扬扬，萧国究竟当着顾晨风的面要留下苏婉月，这岂不是当众打顾晨风的脸？苏婉月也是柳眉一蹙，心头一阵厌烦。这位国舅爷流连风月的老手，在帝都可谓劣迹斑斑，其人出手虽然阔绰，却极其变态。服侍过他的姑娘往往是遍体鳞伤，身心俱损。自从在千交阁对方见过自己抚琴后，便仗着国舅的身份多次邀请，暗中威逼利诱，想逼他就范。但苏婉月这一级身份本就是一层伪装，又岂会搭理对方？却没想到今日会在金陵会撞见，对方更是不顾及场合与身份，再度相邀。国舅，实在不好意思，妾身今日有些乏了，不便久留。苏婉月当场婉拒，不料萧国舅竟是面色一沉，冷哼出声：哼，苏大家好大的排场，你要走也可以，过来陪我饮满3杯酒，再走不迟。闻言，不仅是苏婉月，庭中的上官冰心乃至瑶音公主都皱起了眉头。萧国舅却是语气不善道：只是陪我这个国舅喝3杯酒而已，苏大家不会连这点面子都不给吧？威胁之意已经不言而喻，这是拿国舅的身份当面逼迫。此时苏婉月的一张俏脸泛起寒意，袖中玉手都暗暗攥紧了。她恨不得不顾自身伤势未愈，直接出手拍死这家伙。奈何自己还有重要任务在身，不能暴露。可他现在的身份是千交阁的艺妓，哪怕有所谓帝都第一大家的身份加持，又如何敢叫板一位国舅爷？难道真的要去陪他喝酒？若不去，以这家伙的性格，恐怕会想尽办法让我在千交阁待不下去。苏婉月心中纠结之际，不好意思，萧国舅，这面子他给不了。一道熟悉的声音自身后传来，顾晨风踱步上前，将苏婉月挡在了身后。见顾晨风出面，萧国舅目光一眯：顾晨风，本国舅邀请苏姑娘饮酒，似乎与你无干吧？对于顾晨风，萧国舅恨得牙痒痒。苏婉月本就是他早已盯上的极品猎物，他本想着慢慢用手段降服这位高傲的美人，并享受其中，却不料顾晨风突然横插一手，成了苏婉月的入幕之宾。传闻两人日日相会，亲密无间，只怕早已经突破了最后一层关系。他因此极恨无比，今日带着那些国子监学子前来，就是想要让顾晨风身败名裂，以泄心头之恨。却没想到这顾晨风竟有如此才学，不但摆平了一代大儒钟偃旗，还收获了大批文人士子的支持。自己辛苦忙活一场，反帮顾晨风和他爹扬名了。这让萧国舅挫败的同时，心中的怨念更甚。凭什么所有好事都轮到你顾晨风？这口气他咽不下去，
而且必须找一个泄火的目标。于是他又盯上了苏婉月。虽然他应该已经被顾晨风占有了，但这外表和气质却还是那般迷人，身材似乎还更好了。等拿下此女，定要摆出18般姿势，用尽手段折磨对方，以此报复苏婉月和顾晨风。但他没想到苏婉月如此不识抬举，顾晨风也出面阻拦，这顿时让萧国就有些上头了。而面对萧国舅的质问，顾晨风却只是淡漠回应：国舅爷，你醉了，我与苏姑娘还有其他事情，不便久留，这酒还是你自己喝吧。说罢，顾晨风带着苏婉月就径直离去。站住！这时萧国舅终于恼了，竟上前拦住了两人去路。那张白胖的面庞也不知是愤怒还是喝醉了，涨得通红。他目光恶狠狠地瞪着顾晨风。顾晨风，你存心要跟本国舅作对吗？滚！面对萧国舅的威胁，顾晨风只回应了一个字：你。萧国舅面容有些扭曲起来。区区一个妓女，你顾晨风玩的，本国舅就玩不得吗？我就要让他陪我。说着，他竟直接伸手就去抓苏婉月的手。苏婉月被萧国舅口中的妓女二字刺得全身一震，又见对方竟朝自己伸手，他眼底怒火喷涌，丹田中一股强劲能量就要抑制不住爆发开来。啪！然而不等苏婉月出手，一记响亮无比的耳光声响彻此间。苏婉月亲眼看到萧国舅那张可憎的脸庞在他视野中扭曲变形，随即整个人都翻滚了出去。而一旁的顾晨风则是甩了甩手掌，脸上又恢复了嚣张的纨绔本色。你以为你是国舅，本少就不能抽你了？给脸不要脸东西！凉亭一脚，萧国就如死猪一般翻滚在地。噗！他口中吐出一口血水，其中竟然还混着2颗大牙，脸颊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肿胀起来，足足呆愣了几秒钟。啊！你敢打我！萧国舅几乎是尖叫出声，无法置信。虽然他也是个没有修为的普通人，但身为国舅，姐姐是皇宫最受宠的贵妃，有机会登上后位。自己的家族萧氏也是大理顶级的家族，他身为萧家嫡子，出生起就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从来只有他横行霸道，欺凌别人的份儿，从未有人敢得罪他，更不用说直接动手扇他。一旁的张游也是片刻后才反应过来，一手杵着拐棍赶上前来，他手指顾晨风，义正言辞的怒斥：顾晨风，你好大的胆子！国舅也不过是喝醉了酒，与你争辩2句，你就敢动手殴打皇亲国戚，简直是无法无天！我要把你告到刑部，告到大理！砰！张游口沫横飞，还未把话说完，对面的顾晨风突然飞起一脚，直接踹在他那条还在恢复的大腿上。咔嚓！啊！张游猝不及防被踹中伤处，当场翻滚在地，抱住大腿尖叫哀嚎。啊！我的大胯又断了！顾晨风不屑冷笑：哼，既然国舅喝醉了，我顾晨风今日也醉了。他之前正愁没机会收拾这2个乐色，如今对方都把脸凑上来了，岂有不打之理？反正闹起来顶多是2个纨绔之间醉酒斗殴。萧国舅可没想到顾晨风如此嚣张，他捂着淌血的嘴怒吼道：顾晨风，我可是国舅，我姐姐是贵妃，我乃萧家弟子，你竟敢如此对我！顾晨风冷笑一声，上前一步揪住萧国舅的衣领，幽冷如冰的目光俯视着对方。国舅又如何？老子打的就是你！你若不服，让你萧家去找我爹，找我爷爷说理去。萧家虽然也是帝都顶级大族，但论权势，论功勋，论实力，顾家比萧家只强不弱。若非顾老爷子出事，这萧国舅今日未必敢向自己龇牙。萧国舅一时愣住，顾晨风则拉起一旁神情呆滞的苏婉月，大踏步走出凉亭。回府！一群相府护卫赶忙跟上，护送着2人远去。见到顾晨风潇洒离去，萧国舅才反应过来，当即怒吼着吩咐手下人：别让他们走，给我拦住他们！够了！此刻庭中传出一声娇斥：国舅，你好大的胆子，当着本宫的面就敢如此肆无忌惮，以国舅的身份仗势欺人吗？瑶音公主一张俏脸笼罩寒霜，身上一股皇家贵胄之气自然散发。萧国舅闻言心中一凛，虽然论血缘自己是瑶音公主的亲舅舅，但2人年纪相差不算大，对方久居宫中，与他并不亲近。自己固然是国舅，可人家可是公主，且极得陛下宠爱。公主殿下，臣不敢。哼，今后若让本宫知道你在依仗皇亲国戚的身份肆意妄为，本宫定将此事禀告父皇，治你的罪。萧国就吓得一个哆嗦，连忙躬身：殿下，臣知错了。他心中却在暗骂：这公主怎么胳膊肘往外拐？我可是你舅舅呀！我被人一巴掌把牙都打掉了，
你不帮我出头，怎么还责罚起我了？顾晨风，咱们走着瞧，这事没完。瑶音公主轻哼一声，懒得多看萧国舅一眼，目光遥望金陵会场远处。顾晨风拉着苏婉月，逐渐消失在人群中的背影。此时他的心情无比复杂。在这短短1个月时间里，顾晨风的形象在他心中几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从顾晨风在太荒岭坠崖后，就对自己异常冷漠，再也不像当初那般百般纠缠讨好。瑶音公主原本还心中窃喜，终于解脱。然而当她看到顾晨风在真情园靠斗兽替欧阳才还债，为上官冰心赋诗，赠送他银月妖郎幼崽，再到今日亲眼见证他一人独占帝国大儒和国子监才子，一诗一词展露惊天才华，为顾家辟谣扬名。瑶音公主忽然觉得顾晨风好陌生，陌生到自己好像从来没有认识过他。是了，以前的顾晨风满心满眼只有我，本宫又何曾正眼瞧过他。再想起顾晨风方才替苏婉月出头，掌捆国舅，脚踹尚书公子，明明很纨绔暴力的手段，而且被打的还是自己的舅舅，却不知为何令瑶音公主的触动最深。那个女人只是一介艺妓，她却能冲冠一怒为红颜，不让她受半点委屈。或许曾经的她也能为我做到这一切吧。心中怅然若失，瑶音公主感觉自己似乎丢掉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与此同时，另一座凉亭中，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全程目睹顾晨风今日表现的三皇子，手中酒杯摇晃，荡起阵阵涟漪，俊逸的面庞浮起一抹惊异之色。帝都都传闻这顾晨风是个废材纨绔，今日一见，此人绝非等闲。可惜空有才智没有修为，还是难以担起顾家基业。此时顾晨风已经带着苏婉月穿过广场人流，向着庄园大门走去。多谢。苏婉月忽然开口。顾晨风讶然转头，与苏婉月明媚动人的眸光对视。苏婉月面上罩着轻纱，双眼却仿佛会说话，那眸光中蕴含着感激、动容，乃至一丝温柔的情意。顾晨风被看得心头一紧，而苏婉月却是心头暗喜。今日顾晨风为了她，不惜对国舅大打出手，搬出整个顾家与之抗衡。不得不承认，顾晨风出手的一刻，他真的有些感动，甚至觉得顾晨风有点小帅。但苏婉月及时克制情绪，没有上头，转而冷静分析，看来自己的计划很成功。顾晨风对自己已经生出了强烈的保护欲和占有欲，不容他人染指。占有和保护，那就是爱的开始。自己已经完全掌握主动，接下来就该想办法，让他进一步沦陷，乱其心智，为我所用。苏婉月心中思索间，双眼还在放电，对顾晨风释放魅力攻势，而顾晨风在一愣过后，就大概猜到了此女的心理。于是他主动松开了拉住苏婉月的手，却在下一刻突然上前一步，抬起双手。在苏婉月没有反应过来时，顾晨风指尖绕过她的秀发，双手捧住她的脸颊，并忽然凑近。刹那间，两人面容相隔不过咫尺。顾晨风能够感受到苏婉月呼吸间如兰如麝的幽香，甚至能听到她突然加速的心跳。你……苏婉月有些紧张，下意识想要摆脱顾晨风，她怕对方太动情，想要吻自己。然而顾晨风却是微微用力捧住她的面庞，没有进一步的动作，只是灼灼地望着她，一字一句说道：苏婉月，你记住，帝都的风敢乱吹你一片衣角，我就掀了这天。你是我顾晨风的女人，哪怕只是临时伪装的，我也不许任何人动你一根汗毛。说完，顾晨风松开了苏婉月，转身向着大门外的马车走去。此时已近黄昏，夕阳的余晖用最后的光将那个男人的背影照亮，亮得有些发烫。苏婉月呆呆地立在原地，望着对方的背影。他这是在向我表白吗？苏婉月下意识地认为这是自己攻略计划断信成功的结果，猎物已经完全上钩，对自己上头了。可为什么我的呼吸会这么急促，脸颊好烫，心跳也这么快？喂，回家了。此时顾晨风站在马车旁，转过头，夕阳映照出一张俊逸和煦的笑容。哦，猎人苏婉月呆呆的点头，快步跟了上去，好像只被主人牵着的小猫。顾晨风走了，和苏婉月乘坐马车，在一对相府护卫护送下，朝着帝都方向行去。与此同时，金陵会所在庄园后院修建的一座7层高塔顶层，塔楼一扇半开的纱窗后，一双犀利如鹰的眼眸缓缓敛去金光，目睹着马车远离庄园。魏许俗眼窥真貌，暂将鳞甲饮寒潭。白衣如雪的青年双眼微眯，发出一声感叹：难怪此前张有2次计划都失败了，原来我们对付的是一只潜龙，能够背负纨绔之名，在帝都藏风10余载，不露分毫破绽，不愧是顾家子孙。
这一刻，这位于暗中搅动风云，皇甫家年轻一辈最优秀的青年，竟感到了一丝挑战，因为即便是他，也对此人失算了。顾晨风，你的确有资格让我高看一眼，可惜也就仅此而已。青年回头朝身后黑暗处发令，传讯下去，准备行动。是。金陵会主场七凤山，距离帝都有10几里路程，距离不算远。途中要经过一条位于两山之间的峡谷，峡谷两侧树林葱茏茂密，偶有猿猴啼鸣。此时顾晨风的马车距离峡谷还有一段距离，他和苏婉月在马车中相对而坐，虽然马车十分宽阔，但车内的气氛却显得有些旖旎。苏婉月一直东张西望，偶尔还会突然脸红一下，目光始终不与顾晨风接触，不知道在想些什么。顾晨风的思绪同样没有闲着，此番金陵会萧国舅和张游带来的危机虽然被他化解，甚至反过来被自己利用，但仔细回想，这两人在会上针对自己的一系列安排却是极为巧妙狠辣。若非自己有着上一世的智慧和底蕴，今日换了任何人，只怕都化解不了这场危局。可如此精妙的计划，会是萧国舅和张游这两个脑残能想得出来的？答案不言而喻。顾晨风隐隐感知到，两人身后有着一只无形的黑手。从自己在太荒岭遇险，张游在真情园对自己设套，到今日金陵会对顾家声誉的迫害，那只黑手一直在针对自己，而能够调动萧国舅和张游为棋子，整个帝都除了皇家，恐怕也就只有皇甫家了。作为顾家的头号政敌，皇甫家对自己出手，顾晨风一点也不意外，只是他心中在想，到底是皇甫家的哪一位负责对自己的具体行动？既然对方已经接连3次计划失败，肯定会有第4次，而且应该会很猛烈，一击致命的那种。而对方会如何谋划，何时实行才是最好时机呢？大脑飞速运转片刻，顾晨风忽然瞳孔一缩，心中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或许现在就是最好时机。此时马车刚好行驶到峡谷入口，顾晨风暗中将精神力扩散，朝着幽静的峡谷四周一扫，一股强烈的危机感骤然袭来，情况不妙。下一刻，对面的苏婉月也突然抬头，美眸中一丝警惕之意浮现。二人目光对视，都意识到危险逼近。走！苏婉月起身，一把抓住顾晨风，就想带他逃离。顾晨风却摇了摇头，他们是冲我来的，你先走。一起走。苏婉月的手抓得更紧了些，顾晨风反手握住他的手掌，敌人实力不明，你伤势没有痊愈，未必能带我安全逃离。这里有我顾家护卫和一位高手守护，他们没那么容易得手。你想帮我，就立刻去帝都通知我大姐。苏婉月神色变幻一阵，一咬牙点点头。好，你等我。他身形一动，将要跃下马车前，回头看了顾晨风一眼。你自己多小心。顿了顿，他才补充道，你死了，我找谁讨要本命骨？说罢，身形一闪，从车厢消失。顾晨风笑着摇头，这女人真是除了嘴硬，哪里都软。此时马车已经在峡谷入口停了下来，三少且在马车上安坐，听到任何声音都不要出来。一道沙哑的声音自马车顶部悠悠传来，显然那位贴身保护自己多时的隐秘高手也已察觉到危机，并首次露面了。所有人原地警戒，有敌人逼近。马车顶部一袭灰衣身影发号施令，众顾家护卫尽管是第一次见到此人现身，在看到他手中亮出的那枚银色腰牌时，立刻选择服从命令。是。枪枪枪，兵刃出鞘之声，盾牌碰撞之声成片响起。嗖嗖，几乎是片刻过后，峡谷两侧一阵急促且密集的箭雨倾泻而下，嘟嘟嘟，弩箭击中木盾，发出密集的闷响。幸好顾家护卫们反应迅速，并且选择原地防御，而非仓促退出峡谷。一轮箭雨下来，只有一人轻伤，其他人安然无恙。下一刻，峡谷密林中，一群黑衣人冲了出来，将马车队伍前后包夹。来者何人？车顶的灰衣人用那沙哑的语调淡然问道。黑衣人为首的是一名膀大腰圆、黑衣蒙面的大汉，他扛着一口乌黑发亮的大砍刀，瓮声瓮气地喊道：待，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财。强盗！灰衣人和众顾家护卫都是一愣。先不说帝都郊外哪里来的盗匪，就算有赶拦路抢劫相国府车队的，还真是稀罕。你知道这是谁的车队吗？灰衣人平静发问。老子管你是谁的车队，让马车上的人滚下来，男的就劫财，女的就劫色。闻言，灰衣人没有再多问的兴趣，轻轻一挥手，留2个活口，其余人杀。接到命令，
相府护卫立刻开始行动，留下一半人手严密防守在马车四周，另一半人手直接杀向峡谷两面的黑衣人。这回换作是那群黑衣人发愣了，他们似乎没想到眼前这支车队的护卫如此彪悍，面对前后包围的形势，竟然选择主动出击。不过对方冲出来的不过20余人，他们足有60-70号人，倒也不惧。他妈的，反了天了，先砍死几个，给他们长长教训。随即众黑衣人挥舞着刀柄就和相府护卫交战起来，双方一交手，局面就呈现一边倒的局势。只不过倒的却是那群黑衣人。这群黑衣人虽几乎都是武者，但大部分都是淬体境武者，唯有那领头的彪形大汉和6名黑衣人是通脉境武者。这种阵容的盗匪其实已经很不错了，一般的行旅商队遇到了这伙人恐怕都只能认栽。然而相国府的护卫修为最弱都是通脉境，而被派来保护顾晨风的护卫更是护卫中的精锐，有1/4都是元气境，而且这些人大部分人都是上过战场，有过战阵杀敌经验的百战之士，无论是修为、实战能力还是心性，哪是一群盗匪可比。双方刚一接触，那些黑衣人就像刀割麦子一般迅速栽倒。才10几息的功夫，这群黑衣人已经倒下了一半。见到这一幕，那名先前还张狂无比的黑衣大汉直接被吓懵了。这是什么情况？门主不是说埋伏的是一名富商之子吗？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护卫队伍？这踏马是大理首富吗？而此时惊愕的不仅是黑衣人头目，车厢中暗自以超强感知力探查外界战况的顾晨风心中也是一阵惊诧，这和他预料中来人的实力可完全不同。难道是我猜错了？这伙人就是一群普通的劫匪？心这种念头刚一升起，顾晨风的精神力忽然察觉到异动。此时峡谷两侧密林中又有一群黑衣人逼近马车，不过这群人和那些盗匪截然不同，他们不但行动有序，且速度惊人，此刻如一张大网朝着顾晨风所在急速收紧而来。来了！顾晨风目光一凝，心知自己没有猜错，这才是今晚真正的敌人。所有人撤回来，结阵防御。在峡谷两侧密林中，第二波黑衣人展开行动，俯冲而下之际，车厢顶部指挥相府护卫的灰衣人同样察觉危机，他眉头一皱，立刻让刚才冲杀出去的相府护卫撤到马车附近，再度结成防御阵型。此时那群拦路盗匪已经被斩杀大半，相府护卫撤退时他们本有机会反攻的，但这群人早已被吓破了胆，哪里还敢对阵？那名带头的彪形大汉吓得跟孙子似的，掉头就跑。兄弟们，风紧扯呼！剩余的黑衣人也慌忙向着峡谷两头逃遁，满地的尸体和鲜血如同正式表演前的暖场嘉宾。不等那些黑衣人身影完全消失在峡谷，刷刷刷，两侧密林中又是一群黑衣人，手持兵刃，无缝衔接般朝着马车冲来。同样是黑衣蒙面，但这群人却是迅猛矫健，宛如一群下山猎豹，没有虚张声势的嘶吼喊杀，只有脚步摩擦沙石，衣袍带起劲风，刀兵切割空气的声音交织成片，裹挟着一股惊人煞气席卷而来。这绝对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单兵实力甚至不在相府护卫之下。双方相遇没有任何废话，枪枪刀兵相向，直取要害，出手就是死战。刹那间，马车周围刀兵碰撞声、利刃切割声、闷哼声响成一片。双方大战之际，车顶的灰衣人依旧屹立不动，直到数息过后，哗啦，峡谷左后方密林中，一条铁索相连，散发着战战蓝芒的铁爪激射如电，直袭向灰衣人背心。唰，灰衣人却似背上长眼，手腕一翻，金光闪现，当的一声，铁爪直接被金光扫飞。灰衣人手中不知何时抽出的一柄散发着淡淡金光的长剑，然而铁爪被震一瞬，锁链卷动，如蟒翻身，铁爪在虚空中画了一个圈，竟是再度飞袭而来。灰衣人身形不动，手中剑光如攒铁爪，无论从任何刁钻角度袭来，都被他轻易震飞。兵刃碰撞爆发出的气劲，令马车周围的地面飞沙走石，尘土飞扬。两人明显都是修为非凡，连续击飞铁爪10数次。灰衣人目光一眯，剑锋一卷，将铁索缠绕在剑身，随后发力一扯，给我滚出来！只听一声闷哼，密林中一名身材纤细的黑衣女子就被拽飞，朝马车方向飞来。灰衣人顺势出剑，直取对方黑衣女子咽喉，后者瞳孔一缩，骤然拔出腰间短刀与灰衣人交战，但也才交手不过数招，他就被一剑划伤肩头，腹部挨了一脚。噗！黑衣女子吐血倒飞，踉跄站稳。顾家血虎卫
果然名不虚传。你们是什么人？胆敢拦截右相府车队？灰衣人语气冰冷，杀机外溢。哼哼，这话等你活着走出这里再问吧。话音未落，两侧密林中竟然又有3道黑影飞扑而下。3人宛若苍鹰，皆是跃起5、6丈高，手持泛着异光的兵刃，冲杀向马车。3者身上的气势皆不在黑衣女子之下。4人联手不去进攻灰衣人，却是直扑马车而来。见状，灰衣人眼中寒光一闪，哼，休赏我家少爷。下一瞬，他身形跃起，于虚空倒转，剑锋朝下卷动如狂风骤雨。赤剑刃搅动间，金色剑光竟是冲出剑身，化作数尺长的金色剑芒，拦截向4名黑衣人。轰轰轰！4名黑衣人发动的强大攻势，尽数被剑芒阻拦，爆发出轰鸣巨响，流光飞溅。金色剑芒进入一口金钟，将马车车厢护在当中。精彩！此刻，马车中顾晨风眼中爆发出炙热光彩，几乎要喝彩出声，拥有那种360度无死角事物的精神感应。此时虽身在车厢，周围3丈之遥发生的一切，却尽在他的感应之中，就像是看一场沉浸式的全息电影般。顾晨风亲眼见到灰衣人以一敌4，长剑挥洒漫天剑芒的惊人一幕，元气离体，这是远海境武者才有的能力。围攻马车的4名黑衣人明显也是远海境武者，但修为和战力却明显逊色灰衣人很多。4人联手竟也攻不破灰衣人的防御，要不是灰衣人以保住自己为第一要务，主动进攻的话，4人联手都未必是他的对手。血虎卫，顾晨风念叨着这个名字，心想着看来顾家还是有点底蕴的。不过眼下的危机可没有解除，虽然灰衣人挡住了4名远海境强者的进攻，但那些相符普通护卫的局面可就艰难多了。此次出行，顾晨风带了足足40名护卫，已经算是声势不小，可对方的人数却足足多了1倍有余，不但准备充分，且人人黑衣之中还披着软甲。个人实力及相互间的配合作战皆不在相符护卫之下，如此一来，相符护卫们便陷入了苦战，不时有人受伤倒地。但相符护卫们拥有绝对的忠诚，即便在劣势的情况下，依旧斗志坚定，将敌人死死阻挡在外，保护住顾晨风的马车。虽然局势不妙，但这里毕竟是帝都附近，已经有护卫突破成功去帝都求援，只要坚守一段时间，援军一到，敌人必败。然而相府众人明白这个道理，敌人当然也明白。哗啦啦，突然顾晨风所在的马车剧烈一震，下坠数尺，马车下方坚硬的泥土地面竟突然软化，仿佛化作沙河一般流淌起来，将马车带动着向前快速移动。流沙阵，正在马车上方与4名黑衣人交战的血虎卫，猝不及防下身形脱离了马车，他脚尖一点地面，身形暴掠而起，就要追向马车。然而4名黑衣人却是联手阻拦，金色剑芒与4人兵刃交击，爆发出绚丽光彩，气劲四溢。4人竟是节节倒退，身上挂彩，难以抵挡。血虎卫果然强悍，这家伙还是金属性元气，最是犀利。4名黑衣人面露惊骇之色，旋即竟同时取出一枚赤红丹丸，吞入腹中。丹药入腹，4人身上的气势骤然沸腾提升，双目都变得有些赤红。燃血丹，灰衣人见状心下吃惊，对方准备的实在太充分，不但人手众多，提前布置了阵法，还准备了这种以损伤自身元气为代价，短暂提升实力的丹药。4人服下丹药后，实力皆是提升了一大截，联手之下竟是将灰衣人死死纠缠。该死！灰衣人一时无法脱身，心中焦急，眼看着阵法凝聚的流沙将马车一路推向峡谷深处，他连忙大喊：保护少爷！一群相府护卫见状，皆是奋不顾身地冲向马车。然而他们本就处于绝对劣势，能够维持阵型，将敌人阻挡在外已经不易。此刻马车急速移动，向着敌方阵营冲去，他们如何阻拦得住？最终马车还是被阵法移动到了敌人的包围外。赶去救援的相府护卫被敌人死死拦截，快将顾晨风抓住，带到约定地点。围攻灰衣人的黑衣女子见状，目光一喜，即刻下令。几名黑衣武者在马车脱离包围圈的一刻便已经围拢上来，如同嗅到美味肉香的饿狼。哈哈，终于成功了，把这小白脸少爷拿下，咱们可就立大功了。别废话，先拿人，顾家援军很快就到了。一名通迈进5星的黑衣武者果断跃上车甲板，掀开车辆一脚就钻了进去。然而黑衣人脑袋才刚探进去，砰一声闷响爆起，黑衣人身躯就如同炮弹般倒飞，
直接砸在数丈外巨石上，脑浆崩裂，当场毙命。突然看到那名同伴道飞出去，脑浆迸裂的惨状，几名黑衣人都是一惊，难道马车里还有相府护卫？众人念头方动，呼！车厢内劲风呼啸，两只大手一左一右从马车内探出，反扣在车厢两侧的门板上。下一刻，咔嚓咔嚓，数寸厚实木车板直接被大手捏碎。轰！下一刻，整个车厢如同被一头蛮牛破坏，车厢四分五裂，一道彪悍雄壮的身影暴掠而出，身形从天而降。两名站在车厢左右两侧的黑衣人猛然抬头，就见到一道黑影压下，两只蒲扇般的大手已经拍来，直接按在他们头顶。砰砰，两声闷响同时爆发，两名黑衣人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脑瓜便如皮球般被巨力轰入胸腔。另有一名离得稍远些的黑衣人见到这骇人一幕，刚要张口惊呼，呼！劲风迎面呼啸，一记高鞭腿当头砸下，轰！此人脑袋和上半身急速砸向身下地面，上身直接嵌入地底，血浆飞溅，当场毙命。嘶！突如其来的暴力血腥画面令更远处的黑衣人倒抽凉气，惊悚不已。此时他们也终于看清楚冲出车厢的人影。月色下，一名身高近9尺，肌肉虬结，虎背熊腰，体表隐隐泛着金属光泽的彪悍青年，如一头下山猛虎扑入兽群，虎目横扫四方，杀气逼人。这人是谁？这一刻，这些黑衣人都懵了。任务中描述过目标人物顾家三少，此人容貌清秀，无武道修为，自幼体弱多病。按照描述，顾晨风分明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弱鸡小白脸，眼前这家伙却是猛男中的猛男。不仅是黑衣人呆住了，包围圈内被死死拦截的顾家护卫们也呆住了。原本看到几名黑衣人冲向车厢，他们心中已经焦急万分，没想到马车中竟然冲下一位人间太岁，便是远处正与4名强敌交战的灰衣血虎卫。见到这一幕，也是面露惊愕之色，但一眼认出了那名彪形大汉的面容与三少一般无二。全场被这一幕硬控3秒，下一刻，他就是顾晨风，拿下他！围攻血虎卫的4人之一厉声喝道。那些黑衣人才反应过来，立刻挥舞兵刃冲杀向那人。面对4面冲杀而来的黑衣人，第一次在人前公开展露实力的顾晨风眼中闪过一抹亢奋之色。他秘密修炼了许久，为的不就是防备这一刻吗？来吧！顾晨风直接迎着敌人主动冲击。轰！他脚下留下一个深深凹陷，身形已经消失在原地。砰砰砰！下一刻，顾晨风已经冲入一群黑衣人之中，但见他双拳一痛，狂轰乱砸，一道道黑衣人影宛如被巨锤雷中的破麻袋，身体扭曲塌陷，四下翻飞。混战之中，这些黑衣人密集的攻势也偶尔会落到顾晨风身上，然而当这些刀兵利器落在顾晨风身上，却发出叮叮当当的金铁交鸣声，竟是无法破防。这一刻，顾晨风修炼外功的恐怖彻底彰显出来。铁相功本就是一门极其高明的外加横练功法，加上他又秉承着不留罩门，全身淬炼的观念，此刻的顾晨风无所顾忌的冲杀，真就如猛虎入羊群，又像是一台人肉打桩机。四周的黑衣人碰着就死，擦着就伤，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这骇人的一幕引起一群黑衣人的震撼，同时顾晨风外放的精神力敏锐感知到四周多道气息浑厚的黑影朝着自己迅速逼近。元气劲武者，此劲武者有元气加持自身，速度和爆发力皆不是通脉劲武者可比。这些人迅速窜至顾晨风周身，淡淡一光浮现在拳脚刀兵之上，朝顾晨风袭来。面对这些骤然犀利了数倍的攻势，顾晨风瞳孔一缩，周身散发淡淡银灰，体内浩瀚气血涌动，双拳强势对碰。轰轰轰！数名元气劲黑衣人与顾晨风对碰，身形如遭雷击，闷哼倒飞，更有人直接吐血。什么？众黑衣人大骇，虽然出手的几人都是不超过3星的元气劲初期武者，但居然连正面硬碰的能力都没有，这家伙到底是什么实力？这些黑衣人的反应极快，立刻又有数名元气劲武者赶来支援，其中甚至有3人气息格外雄厚，乃是元气劲中期强者。顾晨风见状，虽然无惧，却觉得这样厮杀效率太低。元气劲武者反应灵敏，元气在关键时刻可以护住脏腑心脉，纯力量的轰杀还不够。顾晨风目光一闪，身体向前一窜，一记炮拳将一名元气劲1星武者轰得胸膛塌陷，身躯倒飞的同时，顾晨风探手夺过此人手中
一杆长枪，长枪背身挽花，皆一式横扫千军。呼！枪身破空，爆发虎啸之音。伏虎枪法，长枪入手的刹那，宛如在顾晨风手中活了过来。刺枪、拨枪、拦枪、挑枪、崩枪，招式变幻多端，尤其在顾晨风那恐怖的力量和速度加持下，威力骇人。噗噗噗！夜色下，朵朵妖异血花绽放，长枪忽而如毒蛇吐信，枪尖穿破敌人咽喉、眉心、心脏；忽而如巨蟒摆尾，枪杆力运千钧，砸得敌人骨断筋折，内脏破碎。转眼之间，顾晨风周围的黑衣人倒下了一大片，包括多名元气境初期武者亦毙命当场。这就是武技与力量结合带来的威力。此刻，那3名元气境中期武者也已杀至近前，三人各自手中握着品相不凡的兵刃，施展凌厉招数袭来。顾晨风斗长枪相迎，当当当！但见战场上刀光剑影，火花飞溅，4道人影急速腾挪。元气境中期武者比之前3星的初期武者战力有着阶段性的提升，不仅气血之力更加磅礴，元气也浑厚得多。然而3人合力却依旧压不住顾晨风。对方的枪势精妙，浑然一体不说，那力量实在太恐怖了。3人之中，任何一人单独与那杆长枪对碰，都会被震得踉跄倒退，虎口发麻。顾晨风以1敌3，居然稳占上风。然而顾晨风可不满意这样的战果，眼见这3人不敢与自己正面硬碰，想要缠斗，他根本不给他们机会。长枪横扫，与3人拉开些许距离后，顾晨风右手稳定枪身，左手攥枪尾，全身气血爆发的同时，体内那股隐藏体内的灰色元气，此刻在气血掩盖下灌入枪身。呼！枪尖在巨力加持之下，化作一道刺目寒光，破开气流，向前横扫。伏虎枪法第一式虎啸山林，这一枪势如猛虎，百兽莫能抵挡。在感受到这一枪爆发出的恐怖气势时，3名黑衣人都是心中一惊，好似看到一头猛虎扑面而来。来不及闪避，3人手中兵刃交错，选择联手迎接这一击。轰！4柄兵刃几乎在一瞬间对焊在一起，只僵持了一瞬。吼！弯曲到夸张角度的长枪发出虎啸嗡鸣。轰！3名黑衣人直接被一股狂暴巨力扫飞。峡谷战场中，3名黑衣人被顾晨风一枪扫飞，俱都是闷哼一声，喉头发甜，体内气血翻涌如潮。还不等3人稳住气息，吼！顾晨风的第2枪再度横扫而来，依旧是虎啸山林。3人心中暗暗叫苦，但性命攸关之际，容不得多想。他们全力调动自身力量，再度联手抵挡枪势。轰！又是一声爆响，力量竟比上一枪还要恐怖。3人再度被震飞了出去，口鼻飙血，脸色惨白。一枪抡出，顾晨风却并没有继续追击，因为他手中以某种坚韧木材制成的枪杆竟已炸裂，当场报废。顾晨风有些无奈，如今他的铁相公已突破第3层银甲境，伏虎枪法掌握了2式绝技，修为也刚达到元气境2星，内外兼修下的爆发力太猛，这杆长枪根本撑不住，也无法发挥全力，否则第一击这3人就该挡不住的。他兵器损坏了，好机会。3名黑衣人也注意到这一幕，虽然受伤不轻，3人却强压伤势，招呼周围其他黑衣人一拥而上，想将顾晨风控制住。然而随着顾晨风的横空出手，这群黑衣人的计划早已被打乱。相府护卫们也不是吃素的，有人已经破开包围圈赶来相助。见顾晨风兵刃损毁，陷入困境，一名身材彪悍手持金铁战斧的元气境护卫直接将战斧抛向顾晨风。3少接斧！顾晨风心念一动，飞身接住战斧，斧长达4尺，重量足有50-60斤。便是那名相府护卫，有着元气境修为，天生力气又大于常人，想要挥舞起来与敌人交战也颇不轻松。顾晨风接过战斧，单手掂量了一下，露出满意之色，应该够用了。下一刻，顾晨风抡动战斧，直接杀向逼至近前的3名元气境中期武者。呼！半人多高的战斧在顾晨风手中抡动如风，虎啸山林。沉重的战斧横扫，发出低沉嗡鸣，真如山中猛虎咆哮，蓄势扑杀而来。3名元气境中期强者只觉一股劲风袭面，浑身毛骨悚然。3人兵刃交错，再度合力一击，阻挡巨斧。嘡！一声沉闷巨响中，3人兵刃直接脱手，最靠近斧刃的一人，扑哧，竟被战斧齐腰斩断，血如泉涌。另外2人也是惨叫一声，吐血横飞。哈哈，爽！一斧砍翻3人，
顾晨风畅快大笑，手中战斧抡转如电，直接杀向被这一斧震慑不敢上前的其他黑衣人。噗噗，月光之下，弹剑浮影翻飞，所过之处残肢断臂，兵刃碎甲，漫天飞舞，甚至连空气都被血气染红。顾晨风手持战斧，如人间魔神，无人可挡。他直接杀穿敌阵，与相府护卫们会合，帮助他们反杀敌人。那手持巨斧，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伟岸背影，直看得一众相府护卫们一阵错乱，到底是他们在保护少爷，还是少爷在保护他们？顾晨风的杀戮没有持续太久，他凭借强大感知力，忽然察觉到身后危险逼近。唰！顾晨风还没转头，手中战斧已经反抡出去。当一声金铁碰撞声爆发，顾晨风强大力量加持下，力达千钧的巨斧居然被震了回来。顾晨风发力稳住战斧，顺势扭身，就见到一名黑衣剑客持剑疾步而退。好强的力量！黑衣剑客手中青光闪烁，剑身一抖，化解了力量。顾晨风目光一缩，通过方才瞬间的交手，已经判断出此人的实力。元气境7星，此境已经迈入元气境后期，与元气境中期又有了质的变化。没有任何废话，二人目光交汇的瞬间，剑刃与战斧已同时动了。当当当，剑光斧影交汇，爆发出刺目火星，速度快得目不暇接。最终伴随一声巨响，顾晨风身形一晃，脚步不动，而那黑衣人则脚尖贴地滑出数丈之外。黑衣人动作看似飘逸，但那柄寒光闪烁的长剑和握剑的手掌却是青筋暴突，抑制不住的颤抖。望着对面手持巨斧，皮肤绽放银色光辉，凶悍如魔神的青年，他眼中流露惊骇之色。外功大成，修炼界中内家外家泾渭分明。顾晨风恐怖的力量和气血，以及强悍肉身防御力，是再明显不过的外家武者特征。而外家武者实力最强不超过元气境巅峰，是修炼界的共识，所以很多人将战力堪比元气境后期的外家武者称为外功大成。再进一步就是外功圆满，可战元气境巅峰内家武者。能够将外功修炼到如此地步的武者，比之元气境后期武者还稀少得多，难度也大得多。黑衣人因此震惊，哪来这么多废话？顾晨风铁相功只是刚刚迈入第3层，自然没有大成，但其强悍气血之力下，还隐藏着一股诡异而强劲的元气。嗡嗡，战斧再度轮转，顾晨风直接杀向对方。黑衣剑客瞳孔一缩，全力调动元气迎战。他临敌经验丰富，虽力量不济，却是竭力以剑招卸力抵挡，并在战斗中仔细寻找顾晨风的罩门，同时等待对方一轮力量爆发后，调息换气的节点，伺机反攻。然而双方交手片刻，黑衣人就发现不对劲了，这家伙身上气血流转如一，气势浑凝，竟然看不到丝毫破绽，根本就没有罩门弱点。更令他惊骇的是，对方的攻势连绵不绝，非但没有停息换气的迹象，甚至力量和速度如浪潮般节节暴涨。这怎么可能？黑衣人难以置信，他又哪里知道顾晨风是内外兼修，双核驱动，体内气血和元气两种力量可以配合运转，两股力量交替调息换气时，气势也不会有丝毫衰弱。顾晨风对于两种力量的运用，尤其是元气的运用，原本还有些生涩，但在今日的大战以及与这名元气境7星对手的战斗中，却是快速熟练，爆发出的威力也在不断提升。接连劈斩出数十斧，顾晨风气势一路飙升。反观那名黑衣剑客却是节节倒退，气息逐渐紊乱，连眼神也变得慌乱起来。此人太强了，快来助我！黑衣人忍不住开口呼叫支援。然而这一刻，顾晨风的气势已经积蓄到了巅峰，他朝前一步飞跃而起，双手持斧，身躯紧绷如弓，体内气血和元气按照一种特定路径运转，最终汇聚在战斧之上。伏虎枪法第2式虎爪裂空。这一刻，顾晨风以斧为枪，以力劈华山之势，一斧斩落。黑衣剑客眼前一花，只看到天空中仿佛有一只巨大的虎爪撕裂虚空。那一刹，他只觉浑身汗毛炸立，一种死亡阴影笼罩。他只来得及将所有元气一股脑融于剑身，横剑挡在头顶，想格挡住这一斧。然而当虎爪落下的一刻，一股排山倒海般的巨力压下，咔嚓，黑衣剑客全力凝聚的元气被当场轰散，双手骨骼也被巨力崩断，甚至那柄陪伴他多年、杀敌无数的长剑，也在这一斧之下当场折断。虚幻浮影在他眼前一晃而过，赤黑衣剑客身躯被战斧
力劈成两半，血气脏腑洒落一地。而也就在顾晨风这一斧斩落的瞬间，他忽然心中一紧，身后一抹寒芒突袭而来，一名气势还要强于这名黑衣剑客手持短刀的黑衣人，竟是趁顾晨风全力一击斩杀敌人时偷袭出手了。但还不等顾晨风想办法回防，嗖！忽然虚空中一道绚丽赤光如流星划过，噗！那名出手偷袭的黑衣人还没靠近顾晨风，就被赤光爆头，直接定杀在一块巨岩之上。同时，一道冰冷的女声在峡谷前方响起：“虎贲卫听令，包围现场，但有突围者，格杀勿论。”哗啦！黑夜峡谷中，一队身穿黑甲、手持兵戈、武装到了牙齿的铁骑如洪流般涌入。他们穿梭无声，只有甲胄摩擦、马蹄踏地和高速移动带起的呼啸声。眨眼间，铁骑已经冲入战场。是禁军，快撤！正与血虎卫交手的4名黑衣高手第一时间下令，并果断向着两侧密林逃去。其他黑衣人也立刻放弃战斗，四散逃离。随即就见那些黑甲骑兵加速从峡谷两侧包抄，许多试图突围的黑衣人或被乱枪捅穿马蜂窝，或被战马践踏成泥，或被当场劈斩。即便这些黑衣人中也有不少武道好手，可面对护卫帝都内外安全，军中精锐的虎贲卫铁骑以铁甲战阵冲锋，根本没有任何反抗的机会，形成一边倒的屠杀。前后只用了10几息时间，战场已被虎贲卫铁骑掌控。除了4名原海境武者，其他黑衣人几乎无一逃脱，不是被当场格杀，就是被重创或生擒。此时军队后方，一袭赤甲黑马，披风飞舞如火焰的倩影纵马疾驰到近前。顾延霜飞身下马，落到顾晨风身前，面上难掩关切焦急之色。小风，你没事？话到嘴边又噎住了。看着手持战斧，周围满地残肢断臂，如天神下凡，被一群相府护卫用崇拜目光簇拥的顾晨风，顾延霜有些发愣。下一刻，一袭灰衣，头上戴着斗笠，先前与4名原海境强者大战的血虎卫出现。大小姐，少爷。斗笠人声音沙哑，但听得出来年纪不会太大，应该是名中年男子。丁四，摸清楚敌人的情况了吗？灰衣人回答道。今夜对我们出手的有2拨人，第一拨人马实力稀疏平常，似乎出自江湖门派；第二拨人马则都是训练有素的死士，他们出手没有特定的路数，身上也没有任何特征标志，而且他们事先服毒了。顾延霜目光一扫，果然见到那些活口中有人已经发作，口吐黑血。这些人在出发前就已服毒，只有完成任务返回后才能得到解药，如此他们一旦任务失败就会毒发身亡，不用担心留下口供。可以确认的是，这2拨人都是冲着少爷来的。顾延霜眼中射人寒光一闪，将这些人都带回去，无论死活，这件事绝不会这么完了。片刻后，回城的马车内，顾晨风被对面顾延霜悠悠注视的目光看得有些发慌，他忍不住主动发问：大姐，你怎么来得这么快？你离开帝都，我不放心，派了人跟随你们的队伍。峡谷中一出现袭击，立刻有人发射信号弹，我便带队赶来了。不过我似乎来得有些多余了。身着赤色战甲，脸色冷肃的顾延霜，此刻俏脸上却浮起一丝玩味之意。几缕青丝因为纵马疾驰，垂在他一侧玉颜之上，无意间竟透出几分妩媚的风情，看得顾晨风一呆。大姐，其实你穿军装的样子更好看。顾延霜却是根本不吃这一套。少来这套，你什么时候开始偷偷修炼了？修为到什么程度了？为什么要瞒着我？面带大姐的夺命3连问，顾晨风心中苦笑，这一刻终究还是来了，不过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大姐，不是你给我的铁相功和伏虎枪法吗？顾晨风一脸单纯的反问。这回换顾延霜愣住了，他迟疑了几秒。你是说你是从我给你功法和武技后才开始修炼的？顾晨风老实的点头。顾延霜却满眼质疑之色。刚才他已经通过丁四和顾家护卫得知了峡谷一战中顾晨风的彪悍战绩。顾晨风一人至少杀了20多名通脉境武者，接近10名元气境武者，其中甚至有1名元气境7星武者。这说明顾晨风的战力几乎达到了元气境8星的水准，而自己交给顾晨风功法和武技，满打满算也才1个月时间呀。不可能，1个月时间就算是大黎王朝第一天才也绝对做不到。更何况你修炼的是外功，更需要时间打熬体质。你是不是还有什么秘密没告诉我？大姐果然没那么好哄，不是说胸大无脑吗？顾晨风故作思索回忆道，我想起来了，1个多月前我坠崖那次，在悬崖下
意外发现了一枚发光的果实。当时我腹中饥饿，没忍住，就将它吃了。后来我感觉自己力气似乎变大了很多，修炼铁相功和伏虎枪法时，也一学就会，进步飞快。闻言，顾炎双目光一亮，难道你是服用了某种逆天的天才地宝，改变了身体特性，让你在修炼外功和武技一道有了特殊的天赋？也只有这样，才能让一个人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提升。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顾炎双一把握住顾晨风的手腕，顾晨风只觉一股热流自脉门涌入，向全身扩散。他赶忙暗运开天造化诀，将体内那种特殊的灰色元气蛰伏隐藏，不然让大姐知道自己还是内外兼修，那就太逆天了。这个谎也就兜不住了。片刻后，热流退去，顾炎双的脸上已浮现惊喜之色。你的经脉被拓宽了很多，筋骨皮膜都得到了深层淬炼，果然经历过洗精法髓。看来那枚果实的确是一件了不得天才地宝，改造强化了你的体魄。惊喜过后，顾炎双又有些惋惜，哎，可惜你走的是体修一道，上限太低。体修一道，即便修炼到外功大圆满，也就堪比元气境巅峰。顾晨风的修炼之路几乎一眼望得到头。顾晨风却是乐观表示，没关系的大姐，我服用了那枚果实，万一身体能够打破体修上限呢？再不济，等我无法提升了，再试试修炼内功。顾炎双也是点头道，也是，你能够有这场造化，已是天降大运，不能不知足。见大姐终于相信，顾晨风转移话题道，大姐，今晚袭击我的人应该是左相一派的吧？顾炎双冷哼一声，显而易见的是，那为什么他们不杀我，而是要挟吃我？顾晨风记得两波黑衣人出现都没有直接诛杀自己的意思，而是想要将自己挟持。他们不敢杀你。顾炎双直言道，在尚未明确爷爷情况前，即便是皇甫家也绝不敢对你下杀手，否则就是和我们顾家彻底宣战。一旦爷爷出关归来，左相一派将会付出无法承受的代价。顾晨风思索道，他们这是想要绑架我，逼迫爷爷现身，试探我顾家。顾炎双沉吟道，有这个因素，但他们应该还有一个目的。什么目的？用你来换取我顾家的那座矿脉。矿脉？我顾家在太荒岭边界有一座金铁矿，是先帝赏赐给顾家的。这座金铁矿脉品质极佳，开采铁矿也是我顾家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但在1年前被爷爷下令封锁了。这是为何？顾晨风很是诧异。因为1年前那座矿脉深处发生了一场爆炸，矿洞坍塌，死了很多矿工。后来有人在爆炸现场的碎片中发现了许多元晶碎片，有人猜测这座金铁矿脉深处疑似藏着一座元晶矿脉。扑通，你怎么了？没事，路太颠，没坐稳。大姐，真是一座元晶矿脉。顾晨风的小心肝扑通狂跳，一枚下品元晶市价能达到3000两一枚，自家既然有一座元晶矿脉，那岂不是富可敌国？自己还炼什么丹，赚什么钱，当个米虫不好吗？顾炎双不置可否，不知道，一切只是猜测。因为矿脉坍塌后，爷爷下令封锁了矿脉，决定暂停开采了。哎呀，老爷子糊涂呀！顾晨风急得抓耳挠腮，家里有一座元晶矿脉，却不能开采，这和坐拥后宫佳丽3000却要保持处男之身的有什么区别？顾炎双正色道，小风，爷爷做的决定向来不会出错，他下令封锁这座矿脉定然有其他原因。况且这座元晶矿脉尚未得到证实，就已经引起了各方势力的觊觎，尤其是皇甫家，他们野心勃勃，暗中培养了大量死士和特殊组织，需要大量资源供应。这1年来，他们明里暗里不知道用了多少手段，想要谋得这座元晶矿脉，但都未得逞。如今爷爷闭关，他们定是想趁虚而入，以你为质，得到元晶矿脉，同时试探爷爷的情况，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顾晨风心中恍然，看来此前张游在真情园设套，想让自己欠下赌债等阴谋，都与这座元晶矿脉有关。只是被自己一一化解后，敌人这才兵行险招，派人劫持。娘的，要是元晶矿脉真被你们弄走了，真比杀了我还难受。顾晨风心中直骂娘。大姐，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3番5次被对方设局，泥人也有3分火气，更何况是顾晨风。经过金陵会和今日峡谷中的大战，自己也暴露了不少底牌，继续蹲草里阴人意义已经不大了。顾炎双沉声道，既然他们敢迈出这一步，想必也做足了充分的准备。接下来不仅是暗处出手报复，明面上如果能查到一些线索，对我们展开反击更为有利。除了那些死士的尸体，我带兵前来时还抓住了几名第一波袭击你们的黑衣人，他们的出现应该不是巧合，说不定能通过他们查出一些线索。我已命人连夜审问，
明日应该就能问出些情报。顾晨风点点头，心中也很好奇，今日那第一波黑衣人到底是什么身份？怎么给他一种诡异的熟悉感？对了，大姐，那个丁四，他是血虎卫的一员，血虎卫是爷爷的亲卫，他们都是爷爷从幼年就培养起来的精锐，个个修为不凡，精通兵法、隐匿、袭杀等手段，并且他们都是孤儿，没有亲眷牵挂，对我顾家绝对忠诚，值得信任。此前我担心你出事，派他暗中保护你，既然如今你已有一定的自保能力，也知道他的存在了，日后他就跟在你身边，做你的贴身护卫。顾晨风心中暗暗点头，这才是大家族少爷该有的样子嘛。想起今日丁四一人独占4位远海境强者的强大实力，顾晨风不禁夸赞，这个丁四实力的确强悍，若非敌人来得太多，又提前布置了阵法，根本不需要我出手。闻言，顾言霜却是叹息一声，原本我是想安排4名血虎卫守护你的安全，可其他血虎卫都被父亲调往边关了，一时却抽不出太多好手了。听到这句话，原本还美滋滋的顾晨风顿时气得大脑缺氧，家里陷入危机，这混蛋老爹不想办法解决就算了，还第一时间抢钱抢人，这是人能干出来的。顾晨风不禁用手画圈，诅咒对方生儿子没屁眼，但想到自己就是他儿子，又默默撤回了一个圈。不管怎么说，经过这次精灵会，顾家的名誉彻底保住了，接下来就该继续全力提升实力，并思考怎么对付左相一派，总不能次次被动防守。尤其在得知对方竟然想抢夺自家的元金矿脉，顾晨风觉得他有必要主动出击了，和黄甫家那只屡屡针对自己的黑手碰上一碰了。砰！入夜，精灵会早已散场，那座庄园后方高塔顶层，如豆烛火映照出一张清秀如玉、俊逸出尘的青年脸庞。此时，青年将手中的茶盏放在身旁的案几上，力道微重，茶水溢出。失败了。青年幽冷的目光瞥向身前4名单膝跪地的黑衣人，语气依旧平静：你们4人一齐出动，带了那么多死士，怎么会失手？4人羞愧垂头。那名身材纤细、腰间缠绕铁爪的黑衣女子开口道：回禀公子，顾晨风身边护卫颇多，还有1名血虎卫保护。血虎卫虽然厉害，可也只有1人而已。以我此前的安排和准备的手段，依旧能够完成任务，到底哪里出了意外？青年冷静分析询问。4名黑衣人暗自交换眼色，神情古怪。是顾晨风。黑衣女子嗫嚅回答。此人凭一己之力杀出重围，还斩杀了1名元气境7星武者。咔嚓！青年一直放在茶盏上的五指突然一光一闪，茶盏爆裂，水花四溅。你说什么？那张古井无波的俊秀面庞也终于变了脸色。回禀公子，那顾晨风隐藏了实力，他的外家功夫造诣颇高，已达外功大成。我等4人被血虎卫拖住，其他死士无人是其对手，才导致任务失败。青年沉默不语，良久，直到手上沾染的茶汤变得冰凉，他才缓缓起身，望着塔楼外漆黑如墨的夜色。一个自幼被判断没有修炼天赋、顽劣不堪、文不成武不就的纨绔废柴，却是胸怀惊世才学，外功也炼制大成的绝顶天，才将帝都乃至整个大黎王朝所有人玩弄在鼓掌之中，连我也被骗过去了。呼！青年深吸一口气，顾晨风，是我太小看你了，这一局你赢了。虽然一场精心谋划就此失败，青年眼中却并没有恼怒沮丧之意，反而那双凝望着漆黑夜空的眸光变得越发明亮。放眼帝都，同辈之中能够让我黄甫云看重之人寥寥无几，如今却是要加上一个顾晨风了。黄甫云目光越发炙热，宛如出鞘利刃，锐不可当。你我从出生起就站在不同的阵营，是天生的对手。原本觉得用阴谋诡计对付一个不学无术的纨绔颇为无趣，如今你既已潜龙出渊，露出了爪牙，我倒要和你好好斗上一斗。翌日清晨，大黎皇宫，宫城坐落于帝都正北方，地势高阔，远望如盘踞的巨龙。连绵的宫殿群落覆着厚重的金色琉璃瓦，在日光下流转着庄严夺目的光彩。此时宫廷深处，一间不算太大却格外庄重典雅的厅堂内，身穿一袭着黄长袍、袖袍宽大飘逸如道服的中年人端坐于书案前，他双手展开一张墨迹未干的宣纸，轻轻诵读着纸上写就的一篇词句。渐渐的，中年男子沉稳淡然的眸光绽放出刺目光彩，尤其读到后半段内容：满足齿，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北原皇庭，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可以满以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一口气诵读完全篇。
男子拿起宣纸的手微微颤动，呼吸急促，脸色都有些涨红。好，甚好！中年手掌用力拍在身前桌案上，震得桌案颤动，那激动溢于言表的样子，看得站在书案下手两侧，姚阴公主、三皇子为首的几名皇子公子大感惊诧。眼前这位自然便是大黎王朝的皇帝陛下，玄帝李某。这位帝王当年因为征战，身体留下伤病，多年来一直修身养性，调理身体。除了一些军机大事，其余国事几乎都交给朝中大臣料理，算是一位甩手掌柜。每日清晨、正午和黄昏，玄帝都要打坐冥想，雷打不动。可今日清晨，他却在往日晨练的时间，召集诸位皇子公主来到御书房，并让姚阴公主将昨日金陵会上顾晨风代父公开的《满江红·北征》一词全篇写出。当看到父皇诵读完《满江红》后，激动难抑的样子，众皇子公主心中越发惊奇。自父皇沉迷养生之道后，就变得无欲无求，性子淡如止水，鲜少有这种情绪剧烈波动的时候，可见这首诗词对他的冲击之大。父皇，这首《满江红》真的如此绝妙？此时三皇子忽然上前一步，开口问道。三皇子自然看得出词句的豪迈激昂，文采斐然，但他更看得出父皇此时心绪起伏，需要抒发的契机果然。玄帝闻言面带笑意，眼中浮起一抹追忆之色。你们可知我大黎王朝是如何从诸多帝国王朝中崛起，问鼎兖州南域，成为兖州四大王朝之一的？三皇子李元泽立刻回应道，史书上记载，我大黎王朝自太祖创建至今已有400载。当年大黎王朝偏居南部一隅，只是一个普通的小王朝，直到60年前高祖崛起，率兵横扫各国，我大黎王朝版图开始扩大，后来历经爷爷和父皇3代人南征北战，扫除四方之敌，将原来南部最强的蛮族打回了北部冰原，我大黎王朝才跻身兖州4大王朝之列。玄帝满意点头，史书记载的没错，却未免过于粉饰君王，忽略了真正的有功之臣。昔年皇爷爷于乱世中崛起，带领大黎王朝攻下周围几座小国，只初步巩固了大黎的地位。但当时的高祖年事已高，伤病缠身，为帝国开疆拓土、南征北战的重任落在了父皇身上。当时父皇虽为主帅，而真正指挥大军战斗的却是顾老相国。彼时的顾老正值壮年，修为绝顶，兵法韬略皆为帝国魁首。他不知道为我大黎王朝打过多少胜仗、硬仗，又培育了多少将才。玄帝眼中自然流露出钦佩之色，尤其在父皇登基后，顾老爷子担任大军主帅，整个大黎王朝的兵锋由此达到鼎盛。老爷子横扫诸国，为我大黎王朝开疆拓土后，一路向北推进，最终与蛮族决战。当时已被册封为太子的朕亦随军出征，参与了那场战役。回忆此战，玄帝眼中浮现峥嵘之光。当年蛮族在兖州南域称霸一时，是我大黎王朝最大的对手。我们双方都派出了最精锐的军队，动用了一切的战争资源，在北境边关决一死战。那一战无比惨烈，血流成海，尸骸成山，双方皆损失惨重。那时朕年少轻狂，未听从顾老元帅的劝阻，待亲卫追击，遭到蛮族强者伏击。当时朕身陷重围，已无脱身的机会，为了不被蛮人俘虏，朕已经做好自刎的准备。听到这段父皇从未对人讲述过的往事，三皇子、姚阴公主等人即便没有亲眼见证这场大战，亦能感受到那种刀光剑影、浮尸百万的惨烈景象。尤其听说父皇陷入蛮族包围，被逼得自刎，更是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身为皇子，尤其是太子，一旦被俘虏，便是国之耻辱，一身无法洗刷的黑点。父皇，那后来呢？姚阴公主忍不住追问。玄帝目光望向窗外，冉冉升起的旭日，回想起当年千军万马生死绝境中，那道从天而降如天神般的伟岸身影，是顾老元帅。他凭借宗师境界的绝强战力，单枪匹马杀入重围，一人冲破无数蛮族大军。他背着负伤的朕，在千军万马、枪林箭雨之下，连破敌人布下的重重战阵，杀敌无数，甚至硬抗蛮族3位宗师的围攻，生生带阵杀出了包围。呼！御书房内一片倒吸凉气之声。众位皇子公主自然听说过袁相境宗师级强者战力恐怖，可他们从未对这个境界有过具体的认知。直到此刻，想象着顾老元帅以一己之力对抗千军万马，甚至还要对抗3位同境界的宗师强者，在这种绝境中将父皇救下，这已经不是奇迹，更像是神迹。似是被往事触动，
玄帝呼吸微沉，目光泛红。当年若非老帅拼死相救，朕恐怕早已死在战阵之上，被敌人分尸践踏。老帅对朕有救命之恩，而他也因为那一战被蛮族3大宗师重创，留下暗疾，至今未愈。听到这里，众皇子公子们心中恍然，难怪父皇对这位老相国不仅关怀备至，甚至到了敬仰爱戴的地步。顾北武对大黎王朝不仅有开疆拓土之功，更有从龙救主之恩，其功劳之高，大黎王朝无人能出其左右。朕对你们说起这些，也是想让你们知道，无论帝国之中出现什么非议谣言，顾老爷子和顾家都是我大黎王朝最大的功臣，无人可以质疑。如今老帅虽已不再为国掌兵，但北境还有他的儿子顾凌霄，朕的结义兄弟。这个当年最不省事的混小子，也早已经成熟了，不但为帝国彻底击败了蛮族，将他们全部赶进了北部冰原，彻底奠定了我大黎王朝的霸主地位。玄帝目光落回到那首《满江红》上，手指摩挲宣纸，满眼感慨。一首《满江红》，北征更足见顾家上下一片丹心，精忠报国。自今日起，将这首词装裱起来，悬挂在皇极殿内。朕不仅要让皇室成员知道，还要让满朝文武皆知顾家之忠心。闻听此言，三皇子目光微动，若有所思。如今恰逢右相闭关疗伤，左相一派动作频繁，不断打击右相派系。近年来少理朝政的父皇，今日突然召集他们这些皇子公主，又将顾家的功绩、老相国的救主之恩如此浓墨重彩的回忆讲述，甚至要将这首《满江红》挂在正宫大殿。这分明是父皇在表态，力挺右相和顾家。以顾家的功勋，恐怕即便是顾老爷子倒下，顾家也不会倒。想到这里，三皇子目光闪烁，想起了在边关带兵打仗、功勋日高的太皇兄，想到了失去皇后所生、背景深厚、深受父皇看好的二皇兄，他们背后都有深厚的根基和大家族支持。如今太子之位悬而未决，自己也该谋划一番了。心念电转间，李元则躬身道：“儿臣受教，儿臣定谨记教诲，不忘顾家之忠心。不过此次金陵会可不只出了《满江红》一篇佳作，顾老相国之孙一人与众国子监生源，以及大儒钟偃旗辩论现场赋诗一首，才华惊艳，同样令儿臣印象深刻。”哦，玄帝微露亚色，你是说顾家老三顾晨风？记得这小子满月时，朕还抱过他，只是听说此子在修炼一道并无天赋，行事略显轻浮。李元则忙道：“顾晨风虽风评不佳，但却有真才实学，儿臣亲眼所见。对，那家伙的确有些文采。此时姚英公主竟然也罕见的出言帮腔，连你这丫头都出言夸赞，看来那小子却有点本事，你倒是说给父皇听听。若这顾晨风真有些才学，朕倒是可以好好赏赐他一番。”姚英公主俏脸一红，犹豫着，还是将金陵会上发生之事如实讲述。日影西斜，夜幕即将降临，一辆马车从襄府驶离，出了帝都，一路向南而行。马车没有护卫随行，只有一名戴着斗笠的灰衣马夫驾着马车。车厢内，顾晨风和顾言霜相对而坐。大姐，我们这是去哪儿？顾言霜正用抹布擦拭着两节拆卸式的长枪。隐龙山脉，隐龙山脉。顾晨风有些惊讶，他听说过这个地方，那是帝都附近江湖宗门聚集最多的地方。因为大黎王朝上午对门派、宗门等组织呈开放态度，隐龙山脉一带门派众多，龙蛇混杂。昨夜袭击你们的第一波黑衣人身份已经查明。顾言霜平静开口，昨夜的第一波黑衣人明显不是什么死士，甚至没有经过审问。在看到大黎王朝禁军的旗帜出现，有人直接当场吓尿，跪地主动坦白，他们是江湖门派中人。他们来自一座叫四方门的门派，门主是一位远海劲武者，在这一带颇有些名气。四方门，顾晨风表情有些古怪。你知道这座门派？没，只是有些惊讶，他们抽什么风敢来动我？大黎王朝之中，除了那座地位超然的顶级宗门苍云宗，其他的江湖门派即便是实力一流的大宗大派，也绝不敢在帝都附近生事，更不可能拦截顾家少爷的马车。门派硬刚国家机器，绝对是作死的行为。曾经大黎王朝横扫兖州南域诸国，成为南部霸主后，制定了一系列规则约束宗门势力，一些实力强大的一流宗门就曾联合起来对抗大黎王朝，却被当年正值巅峰的顾北武带领帝国铁骑一路横扫，连灭上百座宗门，包括7座一流大宗后，此后兖州南部所有宗门势力都乖乖遵循大黎王朝的规矩，对朝廷有了敬畏，对顾家更是有了心理阴影。四方门此举无异于太岁头上动土。顾言霜一时疑惑道：“这事的确有些诡异，
但不管怎么说，四方门参与了昨日对你的伏击，只要和此事有关联，就不能被放过。半个时辰后，马车抵达隐龙山脉。隐龙山脉山峰起伏，据说有108座山头。四方门的综合实力在隐龙山脉能够排进前5，因此盘踞在一座元气浓郁的主峰上。但此时四方门的山门脚下，所有要道出入口都已被顾家的人马封锁。早在昨夜，顾延霜就派人将四方门山门封锁，因为不想让太多人注意，没有调动禁军，而是动用了顾家培养的护卫武者。山上情况如何？此时顾延霜背负长枪，带着顾晨风和血虎卫丁四赶到山门角，换过一名护卫队长，询问情况。回禀顾大小姐，我们昨夜将这座山峰包围后，所有擅自下山之人都被我们捉拿或击杀。山上大概有多少人？实力如何？四方门大约有弟子近1000人，元气境武者10人以内。门主严四海是一名元海境武者。顾延霜点点头，你们继续守在山脚，我们走。顾延霜带着顾晨风和丁四就要往山上走。顾晨风一脸懵，大姐，我们这是去上山砸场子？顾延霜清丽动人的俏脸没有丝毫表情。山下这么多人手，不跟我们一起行动？顾晨风疑惑，用不着，对付一个江湖门派而已，我一人足矣。丁四，保护好少爷。是。灰衣斗笠人默默跟在顾晨风身边。顾晨风还是有些担心的，虽然知道自己大姐也是元海境武者，修为不凡，可这四方门毕竟是隐龙山脉的地头蛇，门人众多，还有一位元海境修为的门主坐镇，一人单挑整个四方门，这未免有点太不把对方当人了吧？少爷不必担心，大小姐亲自出手，别说是四方门，整个隐龙山脉恐怕也找不到对手。一旁的丁四出声宽慰。顾晨风闻言一愣，他虽然见过顾延霜出手，但都是一招毙敌，对于大姐的具体实力还真不太清楚。此时前方的顾延霜大步走在山道上，双手握住2节枪身，一合一拧，咔嗒，杖长大枪组装完成。顾延霜望向山巅，运气出声，四方门上下所有人丢弃兵刃，跪地不杀。顾延霜的声音在元气鼓荡下远远传递，笼罩整个四方门山门。顾晨风心中暗叹，论装逼自己还是太弱了，大姐一个人包围整个四方门，还喊话投降不杀，这才是装逼界的天赋怪啊！面对大姐的喊话，四方门方面并没有回应。随着3人沿着山路快步前行，很快前方道路上出现了数十名手持兵刃严阵以待的四方门弟子。来者何人？为何擅闯我四方门山门？顾延霜脚步不停，冷冷开口，丢下兵刃，跪地不杀。那数十名四方门弟子闻言却是丝毫没有投降的意思，还有人用贪婪目光上下打量着顾延霜这妮子长得忒水嫩了，就是口气有些大。不错，整个隐龙山脉也找不到哪家势力敢让我四方门跪地投降的。小美人儿，你是看兄弟们闲得慌过来送菜的吧？一群汉子不怀好意的怪笑。顾延霜不再与他们废话，转而对身后的顾晨风说道，你的伏虎枪法也练出了一些火候，但施展技巧和招数的变化还是不够圆润自然，你认真观看我的枪法，对照学习。顾延霜缓缓握紧枪身，嗡，长枪震动，枪尾一枚散发着淡淡赤光的宝石和枪尖的一簇红缨交相辉映。忽地，一股锐利无边的气势自顾延霜体内腾起，宛如一柄神兵开锋，绽放寒芒。我手中这杆陆河大枪，枪长1丈08寸，有内外3合，内合心、气、胆，外合手、脚、根。此时山道上的四方门门人已然察觉到不对劲，但顾延霜看他们的目光已经是死人。下一刻，呼，顾延霜动了，他身形宛如一道幻影，沿着陡峭山路暴掠而上。小心！察觉到来人实力非凡，众四方门弟子慌忙迎战，手中各种兵刃凶悍挥舞。顾延霜长枪拖地，火花飞溅，人未至，长枪已经投掷而出。咻！嗤嗤嗤，一道赤光接连贯穿数人，将他们定杀在山道上。顾延霜身形如电，冲上前拔枪而动，在顾晨风眼中就看到一道火红身影，宛如流光般在这群人中穿梭而过。那一杆长枪仿佛一瞬间被赋予了生命，扫枪如刀割麦浪，将敌人拦腰横斩；崩枪如力劈华山，令敌人脑浆崩裂；刺枪如毒蛇吐信，洞穿敌人咽喉心脏；挑枪如鸾凤点头，点刺敌人天灵盖。所有动作都快到了极致，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噗噗噗，
伴随着一连串雪花在山道上急速绽放，又如昙花一现般坠落尘埃。战斗已经结束，数十名四方门武者，有人死状凄惨，骨断筋折，面目全非；有人却只有眉心和天灵迸现一点血红，涣散的瞳孔中甚至还带着些许迷惘之意。彼时，山路上方传来喊杀之声，更多实力更强的四方门人冲杀下来。顾炎双手握长枪，脚点地面，一步数丈，如闲庭信步。顾晨风目光晶亮，紧跟在后，丁四则径直地护卫在旁。通往四方门的山道上，一道手握长枪、浑身赤光闪烁的修长身影，从山脚朝山顶一路杀伐而过。无论山上有多少人，用什么样的方式杀来，一人一枪就如一条腾空出海的蛟龙，所向披靡。长枪所指，血溅长空。那看似普通的枪法招式，在顾炎双手中就变得威力莫测，圆润自如。长枪仿佛化作了他身体的一部分。敌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强，顾炎双的杀伐的速度非但没有减缓，反而变得更快。他甚至还在战斗中抽空询问紧随在后的顾晨风：“你可看得清楚？”暗中进入幻武神虚，以悟道台感悟枪法，又用那种超长精神力观察顾炎双战斗的顾晨风点头回应：“看得清。”见顾晨风肯定回答，顾炎双的速度再度飙升，身形化作一道赤光，一路穿梭。顾晨风这才知道，之前顾炎双出手还是在照顾自己，刻意减缓了速度。在顾炎双单方面的屠戮下，四方门方面损失惨重，片刻时间就牺牲了100-200人，其中包括多名元气境武者。察觉到顾炎双的恐怖实力，四方门人开始使用阴招，毒烟、毒箭、藤网一起朝着顾炎双笼罩而来。却见顾炎双周身赤光闪烁，体表竟然燃烧起赤红的烈焰。呼啦，一股惊人热浪席卷，毒烟、毒箭和毒网根本进不了顾炎双的身，就被直接焚化。顾晨风能够清晰感应到，顾炎双周身的火焰乃是精纯的火属性元气所化。然而普通元气境武者的元气最多只是加持增强攻击力，出现一些属性化的表现，与大姐这种化作熊熊大火焚毁一切的能力相比，简直是云泥之别。随着顾炎双的元气能量彻底爆发，四方门方面终于意识到，他们面对的是一位何其恐怖的对手。山上不再有人敢阻拦，反而沿途不断有人仓皇逃窜，或丢下兵刃，跪地投降，3人一路杀至山顶四方门总部。那是一座庄严大气的庄园。此时，一群四方门弟子手持兵刃，拥挤在大门前。他们是四方门中最精锐的弟子，但此刻望着那名手持长枪、浑身燃烧赤色火焰，宛如火之神女，又似地狱修罗般的绝美女子，他们却都感到毛骨悚然，身体抖得更筛糠似的。这个女人太可怕了。顾炎双却是看都没有看他们一眼，手挽长枪插在身旁地面：“我数10个数，让你们的门主出来见我，否则今日过后，四方门就不复存在了。1、2、3、9。”当顾炎双数到第9个数，目光逐渐冰冷，周身温度越发炽热之际，哼！一声如雷冷哼传来。那座庄园内部飞跃出一名中年男子，来人约莫40出头的年纪，身穿一袭黑色锦袍，身材伟岸，浓眉间萦绕着一股阴郁和怒火。此人正是四方门门主严四海。门主看到来人，众四方门弟子如同看到了救星。自家门主那可是堂堂元海境强者，隐龙山脉的顶级强者之一。这女人再厉害，还能是门主的对手不成？门主，这女人杀了我们好多兄弟。门主，你要为兄弟们报仇呀，一定要把这娘们抓起来，好好折磨，报仇雪。啪！这人话还没说完，已经被一巴掌扇得晕死过去。都给我闭嘴！严四海一声低喝。直到此刻，众人才发现门主额头上渗出的细密汗珠。此刻严四海的脸色有些难看，从昨夜自己派出去的那支小队一个人都没有回来开始，他就有些心神不宁。今日他又派了许多人下山打探消息，却一个都没回来，他便知道事情有变。直到方才感受到一股强大气息，杀上四方门，一路杀到总部门前。严四海终于明白自己惹到大麻烦了。当亲自现身，看到那名浑身环绕赤色火焰的女子，严四海便感受到一股惊人的压迫感。还未交手，他便已判断出对方的实力不在自己之下，甚至犹有过之。当他的目光一扫，在看到此女身后跟随的2道身影中，那名跟随在华服青年身侧落后半步的灰衣斗笠男子，脸色就更难看了。2位元海境强者，整个隐龙山脉有这份实力的门派屈指可数，而且这些元海境武者
他都熟识。这两人显然不是来自江湖门派。再看向那名神态淡然、衣着华贵、颇有几分玩世不恭之态的青年时，眼力毒辣的严四海心中一凛，目光不禁望向帝都方向，心念急转间，严四海暗自调整心态，强自挤出一丝笑容。嗨嗨，敢问三位贵客是何方神圣？为何擅闯入我四方门，还大打出手，伤我门人？其中莫非有什么误会？不如大家坐下来，好好商量，大事化小。此言一出，众四方门弟子一阵惊诧，向来脾气暴躁的门主，何时变得如此和善了？人家都把咱们杀穿了，还要大事化小？面对严四海的示弱，顾言霜不答反问：昨日在帝都郊外的那队人马，是你派出去的？严四海闻言，心头一突，果然是祸事上门。严四海斟酌着开口道：是曾有一队人马外出，莫非他们冲撞到了几位？若是如此，本门主待他们向三位赔个不是，还请阁下以和为贵，化干戈为玉帛。严四海的示弱态度已经再明显不过，根本不敢追究顾寒霜一路杀死的四方门弟子。然而顾言霜却是蔑笑出声：化干戈为玉帛，你也配？严四海笑容一僵，他毕竟是隐龙山脉有头有脸的人物，今日如此放低姿态，对方竟然还是不买账，面子自然有些挂不住。而顾言霜却丝毫没有顾忌，说出你们昨日的目的以及你们的幕后指使，再打开山门让我们搜查一番。什么？闻听此言，严四海的表情终于凝固了。他本以为自己一位远海劲武者亲自出面放低姿态，对方多少能给些面子，但这女人明显是把自己的脸面放在地上，用脚反复摩擦。哼！严四海终于一声冷哼：阁下究竟是何人？我四方门虽不是什么名门大派，但在这隐龙山脉也算有些薄面，阁下不问青红皂白，一路杀戮上来也就罢了，竟然还要我四方门自开门户供你们搜查，阁下未免太不把我严某人放在眼中了吧？严四海的话语刚落，顾言霜眼神骤然一凝，寒芒乍现。在众四方门弟子惊愕的目光中，顾言霜周身赤红火焰猛地暴涨，空气瞬间灼热扭曲，形成一股无形的热浪压迫。远海境2星的严四海竟被这气势压得气血翻腾，身形踉跄倒退。呼！顾言霜一步跨出，长枪抡动，枪身带着撕裂空气的尖啸当空砸落，澎湃的火之元气宛如一头毛发耸立的猛虎扑杀而至。伏虎枪法第一层绝技虎啸山林，顾晨风一眼认出这招枪式。严四海大惊，本能想退，却发现自己已被那火属性元气封锁退路。他闪电般抽出一柄短刀，远海境2星修为的水之元气化作一道幽蓝色刀芒横空迎斩而去。刀枪接触的瞬间，刀芒却轰的一声溃散，严四海手中战刀直接崩飞。砰！枪身重重砸在严四海肩头，狂暴的火之元气将他体表护体元气瞬间轰爆。严四海不堪重负，双膝咚地砸在石板上，将四方门大门前的青石地面砸得粉碎，肩膀也直接扭曲变形。噗！严四海一口逆血狂喷，浑身抽搐，本能地挣扎着想要起身，但顾言霜枪尖已悬在其咽喉半寸处，赤红火焰环绕，枪尖散发炙热，令其无法动弹分毫。元丹境强者。严四海瞳孔收缩，终于露出惊骇欲绝之色。他目光震惊无比地看向顾言霜：前辈，饶命，我愿意交代一切。顾言霜居高临下，冷目俯视，嘴角扯起一丝讥诮的笑：原来你喜欢跪着说话。四方门总部大厅，顾言霜和顾晨风并坐于大厅主座，身后悬挂一张巨大的猛虎下山图。二人身前，四方门门主严四海双膝下跪，以头触地，不但姿势卑微到了极点，甚至那伟岸的身躯此刻都在微微发颤，身上的冷汗已经浸湿衣衫。如果说当严四海发现眼前这名年轻女子竟然是一位元丹境强者时，感到的是震惊和畏惧的话，在对方一枪压垮自己后，随手抛给他那块带着顾字印记的腰牌后，严四海的心中就被无边的绝望淹没。原来自己招惹的竟然是大黎顾氏，这个兖州南部所有帮派宗门最畏惧的顶级家族，当年血洗整个江湖修炼界的恐怖存在。只要顾家真的动用家族力量，别说一个四方门，整个隐龙山脉都可以直接荡平。同时他也猜测出了这名年纪轻轻就拥有着元丹境恐怖修为，容貌绝美，却一身军旅肃杀之气的女子身份。顾家第3代长女顾寒霜进军12位，虎贲卫副统领。猜到这一切后，严四海最后一丝胆气也被抽空，他不再抱任何侥幸，更不敢生出丝毫恶念，恭恭敬敬将这3人请入堂中，
屏退众人，直接五体投地，企图用最卑微的态度祈求宽恕。对此，顾炎双眼皮都没有抬一下，淡淡开口：“严门主连我顾家的少主都敢派人劫持，真是好大的气魄呀！”一句话出口，严四海浑身如同触电。劫持少主，他牙齿都忍不住打颤了。这怎么可能？严某便是吃了雄心豹胆，又岂敢做这等冒犯天人、自取灭亡的蠢事？呵，顾晨风轻笑一声：“怎么，你觉得你有资格被本少爷冤枉吗？”闻言，严四海忍不住抬头，这名青年果然就是顾家三少顾晨风。三少，小人确实不知，小人向您赔罪。咚咚咚，说着，严四海便用额头撞地，将地面撞得不断震动。没有用元气护体的额头，很快便渗出鲜血。够了，顾炎霜打断道：“真要杀你，也就是一枪的事。我们来是要知道真相的，到底是谁指使你这么做的？从实招来，否则你知道后果。”“是，小人定知无不言。”严四海不敢有丝毫隐瞒，当即讲述原委。片刻后：“你是说有人出钱让你拦路劫持一名负伤之子？”顾炎霜皱眉审视对方。严四海连连点头：“是的，前些时日有一名气质高贵的公子来到我四方门，他用一瓶能够提升修为的2品丹药，请我帮他办事，说是帝都中一名富家公子招惹了他，他让我出面拦路劫持。”严四海努力回忆着细节，虽然他说对方只是家境优渥的富家子弟，但帝都贵人扎堆，小人也不敢贸然接这种差事，下意识推诿。可此人却退而求其次，说不用我劫持对方，只是拦路恐吓一番，吓唬一下这人就行了，并承诺事成之后再赠我一枚3品大丹。回忆起这个承诺，严四海眼中还不禁浮起一抹热切之色。那青年当时可是亲自展示了那枚3品大丹，要不是顾及对方身边有几名强者护卫，又不清楚对方身份，他甚至都要直接出手抢夺了。随即他又哭丧着脸道：“我哪里知道，那人竟是让我来拦三少的路，小人猪油蒙心，冒犯了三少，万望饶恕。”听了严四海的交代，顾晨风和顾炎霜对视一眼，若有所思。对方应该没有说谎，否则昨日夜里四方门也不会派来那么些杂鱼拦路，劫持失败后也绝不敢继续留在这里。看来你也只是个替死鬼而已。顾炎霜淡漠地说道：“那人诱骗你们出手，只是一个幌子，他们的人手就埋伏在你们后面，等你们的人死的死，逃的逃，他们再出手劫持小峰，达成自己的目的，到时候再灭你四方门满门，销毁所有人证物证。如此一来，所有黑锅就都可以扣到你们头上。”顾晨风也在心中暗叹，黄甫家这一手移花接木的谋划的确够阴险，利用四方门背锅挟持自己，等事情一成，先下手为强，灭了四方门，让假凶手先闭嘴，在暗中威胁顾家交出元金矿脉的契书，等到矿脉到手，黄甫家大可以摇身一变，成为追查到凶手救出顾晨风的恩人，那份契书自然也就成了救命恩人应得的报酬。如此，顾家吃了大亏，还不能公然报复。妈的！这一声咒骂是来自严四海的，他这才知道自己上了恶当。对方不仅杜撰了目标人物的身份，竟然还想让自己当替死鬼，背上这么大的黑锅。到时候不仅是自己，他的亲人朋友，整个四方门上下所有人怕都要尸骨无存。想到这里，严四海眼中流露怨愤之色，恨不得将那名青年生撕活剥。多谢顾大小姐提醒，你先别急着道谢，虽然你是被利用的，可你的确对我小弟出手了。你四方门到底是什么下场，还得他说了算。顾炎霜的语气冷厉，带着一丝森然杀意。顾炎霜只有在面对顾晨风时，才会展露出温暖关怀的一面。面对外人，她是相府长女，年轻一辈的顶尖天骄，元丹境强者，禁军12位之一，虎贲卫副统领。强大的压迫感令严四海心神一颤，几近窒息。他慌忙看向顾晨风，哀求道：“三少，不知者不怪，求您饶恕小人一命吧。”顾晨风冷冷地看着他，沉默不语。严四海的哀求声越来越弱，眼神也越来越暗淡，似是察觉到没有活命的希望。严四海叹息一声，再度重重地磕了一个响头：“三少，小人冒犯了三少，愿意以死谢罪，但求三少怜悯，放小人的妻女一条生路，他们是无辜的。”良久的沉默过后，已经近乎绝望的严四海听到了一道平静的声音：“严门主，念在你还有些许良知的份上，本少爷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你可愿意为本少效力？”闻听此言，顾炎霜不禁露出讶异之色，严四海更是一愣后猛然抬头，满脸不可置信：“三少，您要收编四方门？”
怎么，你不愿意？严四海激动得浑身发颤，连连摆手。不，小人愿意，愿意。严四海是发自内心的激动，不仅是因为自己性命得以保全，更激动于四方门傍上了一座天大的靠山。别看四方门在隐龙山脉地位不低，实则他们也活得极为艰难，否则也不会冒着危险去太荒岭狩猎，甚至偶尔干一些打家劫舍的勾当。那些能赚大钱的生意固然是有，但大多都是帝都权贵们的蛋糕，他们可不敢触碰，反而还要提心吊胆，担心会被一些权贵盯上，一口吃掉，连骨头渣都不剩。若是能被顾家收编，四方门就有了后台，今后自能一飞冲天。顾晨风直言道：好，那从现在开始，四方门就是本少爷的产业了。严四海非但没有丝毫不满，反而恭敬俯身道：四方门上下愿为三少校死力。口说无凭，你且服下这枚丹药。顾晨风取出一枚丹药递给对方，严四海略一迟疑，一咬牙接过丹药，仰头服下。顾晨风收编四方门后，严四海本打想召集门派众人前来正式拜见，却被顾晨风拒绝了，并告知对方自己收编四方门之事暂时不必声张。严四海倒也明白登黑好办事的道理，况且如今的四方门对于顾家而言根本就登不上台面。随即严四海又主动向顾晨风详细汇报了四方门的情况，此时更是主动带着顾晨风和顾言霜前往后山查看四方门的库房。走在前往后山的道路上，严四海在前方引路，顾晨风和顾言霜并肩跟随。顾言霜诧异地看向身旁的顾晨风，低声道：为什么要收编四方门？顾晨风笑道：如今老爹把帝都的好手都调走了，我顾家不正是用人之际吗？顾言霜却是不屑道：区区一个四方门，即便家族力量再空虚，也是弹指可灭。你若真的想笼络江湖势力，只要我顾家释放出一个信号，无数宗门，包括一些一流宗门，都会主动来投靠。顾晨风摇头道：大姐，爷爷在军政两界的影响力已经够大了，要是再插手江湖，有人就该睡不着了。我这只是小打小闹，全当是消磨时间了。顾晨风并没透露自己心中的真实想法，如今的他暗中以用炼丹师的身份和万宝斋达成紧密合作，但获取资源的途径仍旧单一了些。为了以防万一，他还得留些后手。经过昨夜的袭击事件，让顾晨风有了灵感，四方门这种门派虽然对于顾家而言十分弱小，但却是一双十分好用的灰手套。皇甫家可以利用他们来背锅，自己也可以培养四方门，为自己收集资源情报，或者是做一些顾家不方便做的事情。顾言霜没有多言，点点头道：反正你也长大了，用这四方门学一学育人之道也不是一件坏事。自从得知顾晨风炼体大成，有了元气境后期实力后，顾言霜对于顾晨风的管教反倒放开了许多，有意让他加快成长。对了，你刚才给严四海服下的那枚丹药是岩石发作的毒药吗？顾言霜忽然问道。我身上哪有那种药，是我买的炼体丹药而已，吃了强身健体的。那你如何确保这严四海不会生出二心？尽管顾家的力量足以让严四海恐惧，但人心最是难测，顾言霜觉得有必要给顾晨风提个醒。却听顾晨风道：没关系，回头我再去弄一颗合适可控的毒药，告诉严四海是他吃下的那枚丹药的解药，让他再服下便是。顾言霜眼皮跳了跳，看到你这么阴险，姐姐就放心了。不多时，在严四海的带领下，三人来到后山一处用山岩封闭、设有重重机关的库房。原本顾晨风还抱着很高的期许，但直到进入库房查看了一番，他顿时索然无味。果然还是前世小说影视让他对江湖门派带上了滤镜。顾晨风原本还幻想着四方门会藏着一些神功秘法或是奇珍异宝，但他明显想多了。库房中除了数百枚下品元晶让他眼前一亮外，那些珍藏的功法、武技、灵材、珠宝等等，无疑能让他看得上眼。尤其是那些功法武技品质低的吓人，最高级的也就一本黄品初级的水系内功。这就是四方门的藏宝库。顾晨风脸上的失望之色丝毫不加掩饰，严四海一脸尴尬的点头，顾言霜却是毫不意外。兖州大地虽然江湖门派众多，真正有底蕴的宗门大派很少，更不会选在帝都附近建立山门，跟帝都云集的权贵们争夺资源。四方门能够发展到这种程度，已经算不错了。顾晨风郁闷地摇了摇头，严四海很识相地将宝库中的数百枚下品元晶奉上。公子，这是顾晨风让严四海今后对他的称呼。公子，如今四方门已投靠公子，这些元晶就交由公子保管吧。顾晨风却是摆了摆手，不必了，
本少爷将四方门收归麾下，是希望你们发展壮大，今后能够为本少乃至顾家分忧，可不指望你们这三瓜两枣。你也把眼光给我放长远些，只要用心替本少做事，少不了你的好处。见顾晨风对袁京不为所动，严四海心中惊讶的同时，也感到莫名的庆幸。看来三少是诚心收编四方门，要予以重任。他隐隐感觉到，这将是自己和四方门最大的转折。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展现出自己的价值。是，属下一定不会让公子失望。随意在宝库中溜达了一圈，见确实没什么有意思的东西，顾晨风就准备离去。不料，在临跨出宝库洞门之际，顾晨风外放的精神力忽然产生一丝波动，他的目光不禁瞥向洞口墙角。咦？顾晨风走到近前，角落里堆放着一些破旧的陶罐、空木箱等杂物。顾晨风拨开杂物，最终在一个木箱后面看到了一块积灰很重、黑乎乎的盾牌。仔细一看，此物不是盾牌，竟是一柄体型异常巨大、握柄断折的斧头。这是顾晨风的精神力蜕变后，可以进入一种超感状态，方才就是感应到角落里这柄斧头中有一丝微弱无比的能量波动。见到顾晨风拨开杂物，露出这柄巨斧，严四海也是微微一愣，随后才回忆起来：哦，我想起来，这是数年前我带领狩猎队去太荒岭狩猎时，在一座山洞中捡到的斧头，也不知道是什么材料制成的，十分沉重，且水火难侵，坚不可摧。但斧柄处不知为何断折，当时我还以为捡到宝了，带回四方门就请了一些炼器师尝试修复。当他们说这是一柄残缺的援兵，内部阵法已经报废，修补了也只是一柄普通的战斧，加上这战斧分量很沉，四方门中少有人能够施展，我也不善斧法，就一直将它丢在库房里。时间一长，我都忘记有这东西了。援兵乃是元武者使用的兵器，能够令元气加成，价格昂贵。顾延霜的那柄长枪就是一柄援兵。听了严四海的讲述，顾晨风倒是有些好奇起来，上前伸手握住战斧，仅有半尺长的断柄。三少，您当心，这斧头有100斤重呢。严四海出声提醒。顾晨风的废柴之名，他可是听说过的，万一被战斧伤到了，可是不妙。然而下一刻，他就瞪大了眼睛，只见顾晨风的手只是顿了顿，下一刻竟将战斧单手举起，看上去并不费力。这，严四海心中暗暗吃惊，不愧是顾家子弟，三少果然深藏不露。单论这份气力，便是元气境后期武者，也罕有人能够达到。他自然不知道顾晨风是外功大成的武者，单论肉身力量，甚至不逊色一些元海境武者。顾晨风掂量了一下战斧，点头头，这分量的确不轻。一旁的顾延霜也接过这柄战斧，手中炙热的火属性元气扫过战斧内部，他摇了摇头道：这战斧内部的静置颇为精妙，材质也极为坚韧，恐怕是件等级不低的援兵。可惜内部静置全部损毁，似乎遭受中某种强大力量的摧毁，基本无法修复，只能当一件凡兵了。对于这战斧是不是援兵，顾晨风却并不在意。昨夜与那群死士大战时，他曾使用一名相府护卫的战斧大杀四方，对战斧这种兵器也颇为喜爱，尤其是自己肉身的强大力量搭配上这种重型战斧，所爆发出的威力当真是神挡杀神。即便修炼了枪法，顾晨风觉得自己还可以再修炼一门符法，反正有悟道台加持，修炼2种兵器也没有太大难度。于是顾晨风又接过战斧，仔细打量，看出顾晨风对战斧的喜爱。严四海忙主动用衣袖将战斧表面的灰尘掸去，斧身类似乌金材质，乌黑发亮，斧刃锋利，几乎是吹毛断发。细细观察，还能够发现斧身表面有着极其细密的纹路，杂乱无序，似乎是制造工艺粗糙所致。可这种瑕疵不该出现在一件等级不低的援兵之上。顾晨风好奇之下，用超感状态的精神力笼罩斧身，下一刻顾晨风便呆愣在原地。小风，你怎么了？一旁的顾延霜出声提醒。顾晨风惊醒，哦，没事儿，这斧头还挺有意思，我带回去研究研究。公子，这宝库中的东西您看中什么，随便拿就是。严四海讨好道。顾晨风点点头，手上不禁攥紧了那柄战斧几分，眼底闪过一抹金光。在交代了严四海一些事情，商议好今后的暗线联系后，顾晨风带着那把断柄战斧和顾延霜坐上了马车，血虎卫丁4驾车带着一众顾家武者赶回帝都。回城，顾晨风手中摩挲着斧身的纹路，与顾延霜交谈起下一步针对皇甫家一派的计划。先是顾晨风2次3番遭遇算计，又是最近帝都中对顾家名誉的抹黑，乃至昨夜顾晨风在峡谷遇袭，敌人已经连番出招，
顾家自然不能再退。顾延双目光森寒如刀，朝堂上反攻的手段，我自会与各方同僚商议制定，但私下的报复也不能少，打蛇打7寸，这次定要直击皇甫家的弱点要害。顾晨风目光一亮，皇甫的要害是钱。这个回答有些出乎顾晨风的意料，毕竟皇甫家在大黎王朝经营多年，乃是帝都顶级家族之一，最不缺的应该就是钱。便听顾延双解释道，皇甫家深耕多年，底蕴自然也算深厚，财力惊人，但他们的钱财来路可不干净，其中最大的一部分来源于用秘密渠道向北方蛮族大量走私。顾晨风听闻倒没有太过惊讶，虽然大黎王朝已经将蛮族驱赶入北方冰原，称霸兖州南部，但蛮族仍旧未灭，依旧是兖州南部大地仅次于大黎王朝的强大势力。身处资源匮乏贫瘠的北部冰原，蛮族自然需要采购大量物资，其中便蕴藏着惊天利润。虽然两国处于敌对状态，皇甫弘又是大黎左相，这事也不算稀奇。在顾晨风前世古代，甚至还有帝王自己参与走私，与敌国通商，充实私库。但顾延双紧接着又道，但在3年前，北境边防军与蛮族发生一场小规模战斗时，无意间将这条帝国最大的走私路线给揪了出来。虽然皇甫家见势不妙，第一时间抽身将自己洗白，但这条走私的线路也被彻底斩断，皇甫家的经济支柱也就此倒塌。此后3年，皇甫家又开辟了多条敛财渠道，也只是勉强维持开支。顾延双冷笑道，也正是这个原因，他们才盯上了我顾家那条尚未被完全证实的元金矿脉。顾晨风恍然，别看这些大家族好似贪得无厌，敛财无度，实在是他们的消耗也很恐怖。家族子弟的培养、资源供给，还有自己的手下、供奉、私军乃至盟友，都是一只只吞金巨兽，即便强大如皇甫家，也要为钱发愁。顾延双的计划就是攻击皇甫家现有的财路，让他们雪上加霜，自顾不暇。大姐，你打算怎么做？如今皇甫家现有财路主要有3个，其一便是在帝都利用第三方放贷开设赌坊牟利，这正好在我顾家的势力管辖范围。明日起，我便开始肃清帝都，清扫这些产业。顾晨风赞同点头，又询问道，那还有2条财路呢？顾延双沉吟道，另外2条财路倒是不那么好直接干预，例如帝都3大商行之一齐轩阁背后的大股东就是皇甫家，他们经营的也算是正经生意，不好出手。顾晨风闻言却是心中一动，他记得挖走万宝斋首席炼丹师的好像就是这齐轩阁，原来这是皇甫家的产业。另一条财路是来自太荒岭，皇甫家自己培养的一支狩猎队，他们规模不小，且人均战力不低，常年在太荒岭猎兽夺宝，乃至洗劫其他狩猎队为皇甫家敛财。他们名义上是狩猎队，实则随时可以转变为私军死士。这支人马颇为神秘，常年在太荒岭活动。我已经派人在太荒岭搜寻他们的踪迹，寻到机会便想办法打击。顾晨风知道权力斗争的复杂性，像皇甫家和顾家这种顶级家族的斗争，短时间内也不可能分出胜负，需要较为漫长的博弈。如今大姐已经开始行动，自己也不能闲着。顾晨风暗暗记下了皇甫家的3条财路，心中暗自有了谋划。姐弟2人回到襄府时，天色已暮。2人回来才得知，皇宫送来大量金银珠宝和各种赏赐。前来传旨的小宦官已经在府中等了2个时辰，换做其他官员敢让传旨的内官如此苦等，怕不得被这些内官当面斥责数落一番，最后还得花上一大笔银子。求内官们返回宫中，别在御前说什么坏话。然而，但顾家自然不同。当见到顾晨风和顾延双时，那名体态微胖、面白无须的中年内官，脸上非但没有丝毫不满之意，反而满脸堆笑的主动迎了上来。哎呀，顾统领、三少，喜报喜报呀！姐弟2人一脸诧异。内官连忙展开圣旨，陛下有旨。看到圣旨，顾延双这才拉着顾晨风跪地接旨。这是一份封赏圣旨，内容先是恭喜顾延双突破元丹境，并擢升其为虎贲卫正统领。虎贲卫正统领的职位本就已经空缺许久，顾延双虽是副统领，行的却是统领的全职，如今修为突破，自是顺理成章的转正。令姐弟妹诧异的是，圣旨中竟然还提到了顾晨风，言明对方在金陵会表现出众，才华过人，且忠君爱国之心可嘉，竟是封了顾晨风一个礼部从7品协律郎的官职，赐男爵爵位，还赏赐了不少财物和灵药。传了旨意，中年内官还讨好般的说了许多恭维话，这才返回皇宫复命。随后顾晨风少不得
要将金陵会发生之事向大姐详细讲述了一番。在听闻那首《满江红》诗句后，顾炎霜即便不善诗词之道，也是大为吃惊。这怎么可能是父亲写的？是不是你自己创作了，再冠以父亲之名？面对质疑，顾晨风当场赌咒发誓：大姐，我用父亲的性命向你保证，这首词的原作者不是我。此时远在北关，一位身披战甲、身形伟岸的男子忽然感觉背后冷风嗖嗖，他身子一个哆嗦，怎么感觉有人在咒我？顾晨风好不容易才将金陵会发生之事糊弄过去，便扛着那柄一直没有脱手的巨斧，快速返回自己的房间。他已经迫不及待的要探索这柄战斧的秘密了。见房门紧闭，顾晨风坐在地上的蒲团上，将乌金战斧摆放在身前，旋即精神力外放，进入超感状态。随着精神力笼罩战斧，战斧表面的起伏的纹路变得格外清晰，却依旧显得杂乱无序，没有任何意义。但随着顾晨风以意念将这些纹路剥离，又将斧身两面的纹路缓缓重合，这些纹路就构成了一个个天星大陆的文字，并组成了一篇武记。开山七式。当脑海中出现这篇武记时，顾晨风终于露出激动之色。果然如此。此前在四方门发现这柄战斧时，顾晨风以超感精神力察觉到这些纹路有些异常，如今一番研究，果然发现了其中的奥秘。战斧之上竟有一套符法武技，虽然没有注明武技等级，但只是略一浏览，顾晨风就感到武技内容深奥玄妙，品级绝对要超过伏虎枪法。而伏虎枪法乃是皇品高级武技，也就是说，这门开山七式伏法至少是一门玄品武技。这种级别的典籍，即便在帝都顶级大家族中，也绝对是被珍藏的等级，价值高昂。顾晨风全没想到，自己只是在四方门库房捡了把断斧，竟有如此大的收获。但顾晨风也就激动了片刻，便发现了问题。这门开山七式伏法使用巧妙的纹路刻画在这柄巨斧之上遍布斧面和斧柄，可这柄战斧的斧柄大部分都已断折，不知去向，这门武技也就成了残缺品。这门武技颇为高明，有着一套独立完整的能量循环路径，少了这部分内容，循环路径也就出现了缺漏。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一旦能量运转的路线和武技招式不匹配，威力不足都是小事，怕的是修炼中出现岔子，走火入魔。发现这一巨大 bug， 顾晨风顿感失落。果然，天上掉馅饼的事情不是那么容易出现的。说不定在此之前也有人发现过这门武技，只是因为武技残缺，这才对战斧失去了兴趣，最终辗转落到自己手中。心中唏嘘了一阵，顾晨风忽地想起，等等，斧面的武技内容已经占了90%以上，斧柄上残缺的内容只有1成不到，我能否根据已有的武技内容自己推演出残缺部分呢？推演乃至自创功法武技，这种事情不是不可能，却需要极高的武道造诣，修为、经验、智慧缺一不可。顾晨风显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但他有幻武神虚，有悟道台帮助，凭借悟道台的悟性加持，未必不能做到。想到这里，顾晨风直接进入幻武神虚，盘坐悟道台上，脑海中浮现出开山七式的内容。随着悟道台亮起微光，玄妙的感悟状态出现，顾晨风再度进入念头通达、福至心灵般的超强感悟状态。在这种状态下，顾晨风对开山七式的内容迅速浏览理解，融会贯通。当他对典籍的理解达到一个较深的程度后，顾晨风开始尝试推演武技残缺部分的内容。推演创造的过程果然比感悟理解难得多，即便有悟道台加持，推演的过程中大量的信息模拟发散，依旧令顾晨风大脑超负荷运转，精神力消耗倍增。然而让顾晨风惊喜的是，在他全力推演之下，开山七式的残缺的内容竟真的被一点点推演出来。虽然推演速度缓慢，精神力耗费惊人，但的确是行之有效。太好了！面对一门完整玄品武技的诱惑，顾晨风哪管什么消耗，本尊直接一口吞服数枚养神丹，供给精神力消耗，全神贯注的感悟。同一时间，皇宫深处修建在皇宫西侧一座单独划分出来的道观内，空旷的宝殿中央放着一张绣着龙纹的暗金色蒲团，玄帝盘膝而坐，手掐特殊印法，冥想打坐。在他周围1丈半径围绕着一圈燃烧的烛台，每一盏烛台上如斗烛火静谧燃烧着，烛火形成的黄色光晕将这位大理九五之尊笼罩，宛如镀上了一层圣光。忽然，这些烛火无风自动，玄帝面前的一盏烛台，烛火熄灭。玄帝缓缓睁开双眼，望着熄灭的烛火，眉头微蹙。陛下今日打坐，何以心神不宁？此时，一道平和轻柔、透着空灵之意的声音
在大殿中回荡。玄帝抬眼望向大殿高处，那本该摆放神像的位置纱幔垂落，一道身影在摇曳的烛影中若明若暗，仿佛云雾缭绕的仙踪，只露出一抹修长匀称的模糊轮廓，在朦胧中透出摄人心魄的神韵。玄帝沉吟片刻，开口道：“国师，朕心中有些疑惑，一时不能消除。大黎王朝有一位神秘的国师，于10年前入住皇宫，此后玄帝为其在皇宫建造了一座宏大的玄天观，册封国师，并跟随其修炼打坐，养生悟道，对其极为信任。世人虽然好奇这位国师到底是何许人也，竟能让玄帝如此信服，却罕有人能踏足这座道观，遑论面见这位国师一面。便是对方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也几乎无人知晓。只是传言曾有一批帝都武道高手偷偷潜入玄天观，欲盗取观中宝物，并探知国师身份。但这群人自踏入玄天观后便再也没有出现过，宛如人间蒸发。有人推断这位国师也是一位绝顶的武道强者，陛下有何疑惑，不妨与贫道直言。玄帝点头道：“朕今晨收到一则密报，顾家三少于昨日金陵会上一展诗才，击败了大儒钟偃旗和诸多国子监才子，在他返回帝都的途中遭人袭击，危急关头顾晨风亲自出手斩杀敌人若干，包括多名元气境武者，其修为疑似达到外功大成。”闻听此言，那道空灵如水的声音亦感到惊讶：“你是说顾北武的孙子？”“正是此人。前些时日，贫道的确听闻此子有些诗才，想不到他竟然以外功有成，倒是与传闻中不学无术、手无缚鸡之力的形象出入很大。陛下是觉得顾家有意蒙蔽圣听，心怀叵测？”玄帝略显狭长的眉梢不自然地上挑了一下，摇头道：“国师误会了，顾老元帅是朕的救命恩人，顾凌霄是朕的结义兄弟，朕对于顾家的忠心岂能质疑？”闻言，高台上却是传出一声轻笑：“陛下，修道先修心，人只有直面本心，才能克服心魔。陛下对于顾家的感激是不假，难道陛下就真的一点也不担心？顾家功高震主，声望过剩，权柄太重，虽然隔着一道帘幕，但玄帝却能感觉到一双仿佛能够洞察人心的眸光注视着自己，令他的心念无所遁形。片刻后，他终于是轻叹一声：“唉，朕身为帝王，不能仅凭个人喜恶与情感治理国家。顾家为我大黎王朝开疆拓土，的确立下了赫赫战功，但顾家在军中的声望也是一呼百应，无人能及，其威望甚至超过了皇家威仪。顾老元帅更是修为盖世，一人可图万军。朕虽然相信老元帅的忠心，可顾家后人和顾家手中掌握的权力呢？他们也能做到如老帅一般吗？”说到这里，玄帝眼中流露出一丝愧疚之意。老元帅终究是忠君爱国，一片丹心，他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在当年春秋鼎盛之时，主动卸任元帅之职，放弃兵权，回帝都任职。至于朕的义弟顾凌霄，虽然担任镇北大将军，却在边关大力提携与皇室亲近的将领，变相的将兵权过渡给皇家，自己反倒背上了碌碌无能的骂名。朕终究是欠着顾家。一阵沉默后，那位国师道出了玄帝没有说出口的话：“陛下心中觉得亏欠了顾家，同时也防备着顾家3代唯一传人，若只是一介纨绔，陛下可以让他荣华富贵，逍遥一生。可若是对方文武全才，志存高远，情况就不同了。”玄帝眼中流露出复杂之色，倒也没有国师说的这般严重，毕竟那孩子也算是朕看着长大的，只是他的转变太大，令朕有些意外，朕倒想听听国师的看法。沙曼后一阵沉默，片刻后：“此子能够在帝都藏风多年，足见其心性城府之深，的确是个人杰。但即便如此，他终究只是一名体修，修为不会超过元气境。这一点，当年本宗那位高人可是亲自查验过，不会有错。而顾老元帅身上的伤势，陛下想必比贫道更清楚，即便他能够出关，也绝对无法痊愈。如今的顾家看似威势犹在，实则却是大厦将倾。顾晨风此子城府在身，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也只是笑话，终究难续顾家气运。”闻听此言，玄帝目光闪烁一阵，眼中的疑虑终于缓缓消退。有国师此言，朕心安矣。望着沙曼后的身影，玄帝眼中流露出一丝信赖之意的同时，眼底一抹隐晦的炙热亦是一闪而逝。随着帝都郊外金陵盛会结束，整个大黎文坛迎来了一次大地震。震源正是来自帝都有名的纨绔顾家三少，这位传闻中不学无术的废材少爷，前些时日因为一首《醉西厢》搅得文坛风云涌动。听闻他此次参加金陵会，不少文人才子
都暗自冷笑，心说正好可以借此机会打假顾晨风。然而随着金陵会结束，参会的文人学子将盛会上发生的一切传扬出去，帝都舆论场却被直接引爆。新闻焦点大致可以概括成3个。新闻1，顾晨风与大家中演棋辩论，起脸输出，取得胜利。一代大儒心脏骤停，及时抢救后苏醒。新闻2，顾晨风当场赋诗，讽刺儒林文人，又祭出其父顾凌霄昔年旧作《满江红》，诗词文采气贯古今，震撼全场。顾晨风确系最西厢原作者，帝国战神精忠报国，忍辱负重，冤屈多年，一朝沉冤得雪。新闻3，金陵会场国舅爷醉酒调戏苏大家，顾晨风醉酒护花，长乖当朝国舅，脚踹尚书之子。3则新闻单独拎出来都是头版头条，这次却是在同一时间段同一个人身上发生，造成的舆论效应可想而知。尤其是顾晨风讽刺儒林世子的那首诗，以及镇北大将军所作精忠报国的词句，一经问世便震撼世人。对于击败了蛮族大军，开拓北方疆土的帝国战神顾凌霄，百姓们本就十分崇拜爱戴，近来帝都中却多有不利于顾凌霄的言论，愈演愈烈。信息闭塞的百姓们心中开始动摇。直到这首《满江红》问世，顾凌霄的报国丹心直接流芳百世，千古流传，百姓们感动得热泪盈眶，再没有人相信那些流言。街头巷尾，但凡还有人敢站出来议论指责顾凌霄的，轻则被人唾沫咒骂，重则直接被拖出去围殴，打个半死。不仅镇北大将军的名誉得到了捍卫，便是顾晨风这位帝都有名的纨绔，也在这场金陵会上改变了风评。能够接连做出醉西厢和讽儒诗篇的顾家三少，分明身怀经世才学，怎么可能不学无术？定是顾家政敌，诬陷公节，能够为了一位花魁大家长乖国舅，脚踹尚书之子的勇者义士，怎么可能是游手好闲，欺男霸女的纨绔？定是顾家政敌，诬陷抹黑。至于流连风月之地，喜好美色，定是顾家政敌。这好像不是诬陷。很多人都看到顾晨风日日流连千娇阁，但像三少这样才高八斗，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才子义士，能叫好色吗？分明是风流多情，我辈本色。一场金陵会直接将顾家父子岌岌可危的名声彻底反转。如今帝都乃至整个大理百姓都说顾家祖孙3代个个是英豪，真正的小人反倒是那位打着刚正不阿抨击镇北大将军的一代大儒钟衍齐，以及在金陵会挑拨离间调戏苏大家的萧国舅和尚书之子张游。一时间，这几人的名字遭到了大理百姓们的狠狠唾弃，一场针对顾家名誉的阴险杀招就这般被化解于无形。而此时，这场舆论浪潮中心的弄潮顾晨风，此时却已乔装完毕，从千娇阁出发，赶往了帝都3大商行之一的万宝斋。顾晨风再度化身炼丹师葛洪，交付了一批丹药。他这个月的丹药交付额度已经达标，能够超额交付，柳福烟自然是喜出望外。对于高品质的一品丹药，再多也不嫌多。然而当顾晨风取出所要交付的丹药后，接过玉瓶，拨开瓶塞查看丹药品质的柳福烟还是美眸一凝，喜出望外。顾晨风交给他2只玉瓶，盛放的并非金元丹，却是一瓶恢复精神力的一品养神丹，以及一瓶用来淬炼体魄的一品断体丹。丹药品质很高，几乎都是高等品质的丹药。葛先生，您真的炼出精神类丹药和断体丹药了？柳福烟的惊喜溢于言表。此前这葛洪虽然说过他能够炼制养神丹，且品质不会低于金元丹，其实柳福烟心中并不太相信，下意识地认为这或许是葛洪自抬身价的手段，但只要对方能够持续供应高品质的金元丹，他倒也不会太在意。却没想到这才1个月不到，对方竟然真的送来了养神丹，而且还炼制出了炼体类丹药，品质也这么高。顾晨风淡定地开口道，对于一品丹药的炼制，葛某还是有些自信的。不知道柳长房对这些丹药可还满意？满意，很满意。柳福烟不吝称赞，葛先生的炼丹造诣当真了得，这2种丹药更是来得及时，正好可以应对齐宣阁的攻势。齐宣阁，听到这3个字的顾晨风心中一动。今日他来万宝斋，一是为了交付丹药，另一个目的就是来打探齐宣阁的情况。这可是皇甫家的3大财路之一，也是最稳定的一条。既然要开始反攻皇甫家，这条财路岂能不关照1、2？顾晨风顺势询问起齐宣阁的情况。他如今已是万宝斋的独家炼丹师，柳福烟自然是知无不言。原来大理帝都经营与武者相关买卖的商家很多，
但综合实力最强劲的只有3家，分别是万宝斋、齐宣阁以及千钧堂。其中，千钧堂主要经营的是兵器、援兵类的生意，而万宝斋和齐宣阁经营的主要项目都是丹药。此前，万宝斋都是稳胜齐宣阁，但自从数年前开始，齐宣阁原本不温不火的齐宣阁突然开始发力，高薪聘请炼丹师，甚至高价收购大批优质灵材，试图垄断原料市场，对万宝斋发起了猛烈冲击。齐宣阁的丹药品质直线上升，开始侵占万宝斋的市场份额，双方的竞争越发激烈。直到前些时日，万宝斋首席炼丹师被齐宣阁暗中挖走，打了万宝斋一个措手不及。若非顾晨风的及时救场，万宝斋的损失将会极为巨大。闻言，顾晨风心中已然清楚，数年前齐宣阁发力的时间正是黄甫家北方走私路线被斩断的时候。此前齐宣阁只是黄甫家的主要产业之一，如今却成了他们的支柱产业之一，自然要全力经营。至于垄断灵材、挖人墙角这种阴毒行径，也很符合黄甫家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风格。随后，柳福烟又说起齐宣阁近日采取的行动。原来，自从万宝斋推出顾晨风炼制的高品质金元丹，稳住了一部分客源后，齐宣阁又开始出招。他们推出同样品质的金元丹，不仅9折出售，还推出了一品精神类丹药，并令人暗中散布万宝斋急缺优质炼丹师，如今只靠一名一品炼丹师撑场面的消息。顾晨风听闻，暗道好一套组合拳，正面的折扣和新品就足够吸引客户，对方偏偏还在暗处发力。同样品质的丹药，自然是高品炼丹师的产品更容易受到认可。柳福烟感激地看向顾晨风，我这几日正在犯愁，如何应对此事？葛先生送来的这2种丹药，正解了切身的燃眉之急。只要将这2种丹药推出，凭借全品类高品质一品丹药的噱头，也能够将齐宣阁带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顾晨风微微颔首，短时间内是能稳住局面。但如果齐宣阁也推出类似品质的精神类丹药和炼体丹药，凭借那名3品炼丹师在帝都的打出名气，万宝斋的客源还是会不断流失的。柳福烟闻言，俏丽魅惑的预言上也浮起一丝无奈之色。我已经向总部申请调派炼丹师的请求，可总部暂时抽不出人手。这一点，柳福烟比任何人都急。毕竟事关总部考核，他能否留在帝都分行，可急也没用。2、3品的炼丹师哪里那么好找？否则，万宝斋前任首席炼丹师那个糟老头子又怎么敢对自己提出那种非分之想？然而，对面的葛洪此时却是轻描淡写的，从衣袖中又取出了2只更为精致的小巧玉瓶，摆在他面前。这是金元丹和养神丹。柳福烟一脸诧异，心说对方不是才交付了丹药吗？怎么又拿出2瓶？秉着谨慎的态度，柳福烟接过2只玉瓶，轻轻拨开一只瓶塞，只是嗅了嗅瓶中溢散的浓郁丹香，又看了眼瓶中闪烁的晶莹光泽。柳福烟突然目光大亮，谈口微张。他来不及说话，连忙又拨开另一个瓶塞，顿时呼吸急促，身前高耸，波涛起伏。极品丹药。顾晨风淡定地看着，因为激动，脸色都有些潮红的柳福烟。柳长房，有了这些极品丹药，万宝斋应该能够压过齐宣阁一头吧？万宝斋雅间内，柳福烟独自一人坐在房间里，手捂胸口，面带红潮，努力平复着激动起伏的心绪。虽然葛洪已经离去一阵，他仍旧清楚记得对方临走前说过，我即将突破2品炼丹师境界。柳长房放心，和齐宣阁斗便是，葛某定会全力支持你的。说完这番话，葛洪毫不拖泥带水，抽身离去，独留柳长房激动难平，不断回味。柳福烟从来不相信什么命中注定之类的事情，但葛洪的出现让他又动摇了。这人简直就是自己命里的救星。在万宝斋首席炼丹师跳槽，自己面临总部考核的巨大压力下，能够炼制出高级金元丹的葛洪出现了，帮分行稳住了阵脚。如今在齐宣阁的连环反击下，万宝斋再度陷入困境时，葛洪又来了，带着他的1品极品丹药走来了。有了这极品品质的养神丹和金元丹，他便能反将齐宣阁一军，吸引更多客源。而葛洪还告诉他，他要突破2品炼丹师，会全力支持自己。这种危难之际雪中送炭的举动本就足够打动人心，偏偏此人还1送2送3送，送来的惊喜一次比一次大。即便柳福烟这样见识不凡、心态沉稳的女子，都被这样接连的惊喜冲得有些晕乎了。但她很快又警惕起来，葛先生为何要如此不遗余力地帮我？我们毕竟合作的时间还不到1个月，他这么有能力，又是在我万宝斋最困难的时候出手，却没有狮子大开口，
几乎是主动帮扶。柳福烟可不是什么毫无经验的傻白甜，他知道此人不图小利，必有大谋。以他的炼丹造诣，财富和权力唾手可得，甚至如果他愿意，齐宣阁恐怕会花更高的价钱将他挖走。那他到底要图谋什么呢？柳福烟自然不可能想到，顾晨风根本不图自己得到什么，他只想要齐宣阁死。柳福烟一番沉思良久后，忽然面色一变，难道葛先生图谋的是？柳福烟脸色微变，刚刚平复的心绪又剧烈荡漾起来，忍不住伸出纤纤玉指轻抚自己微烫的面颊。并非柳长房自恋，他很清楚自己的美貌与气质，一路走来，自己的美貌带给他许多优势，也同样带来诸多觊觎的目光。当初万宝斋的首席炼丹师就是一个例子。有了前车之鉴，葛洪的连番雪中送炭让柳长房产生这些联想，再正常不过。可就算葛先生真的对自己有想法，难道自己就要拒绝对方的帮助吗？如今的万宝斋太需要这样一位有能力有潜力的炼丹师了，否则自己的总部考核一定会失败，自己也会被调离帝都分行。一想到自己这些年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而总部那些嫉妒自己觊觎自己的家伙也会趁机落井下石，柳福烟的目光骤然变得坚定。不，我一定要成为万宝斋正长房，扎根在帝都。这意味着他不仅要接受葛洪的助理，还要主动加强两人之间的联系。这一切都是我的猜想，葛先生未必真对我有意，哪怕他有这方面的想法，至少他的行为也是君子之风。而且葛先生虽然相貌平平，可他还年轻，比那好色的糟老头子顺眼多了。阿嚏！刚刚返回千焦阁，正待在顶楼丹房的顾晨风打了一个大喷嚏，感觉有人在腹诽自己。此时距离精灵会已经过去了半个月时间，这段时间顾晨风几乎一直待在襄府感悟开山七式符法，用了整整10日，耗费了大量养神丹，顾晨风才终于将这门符法修复完整。符法共有7式绝技，5技修复后，顾晨风第一时间开始感悟修炼。等真正上手后，他才感觉到了这套符法的精妙和深奥，其修炼的困难程度远超伏虎枪法。即便有悟道台加持，顾晨风也是用了数日时间才修炼成了第1式绝技贯月式。在尝试修炼第2式时，他竟然感觉到身体有些承受不住，似乎是修为限制了符法的修炼。顾晨风隐隐感觉到这套开山7式符法的等级比自己预料的还要高，极有可能是一本地级武技。这种等级的武技，即便是帝都顶级大族也绝对会视若传世之宝，小心珍藏。心中激动惊喜之余，顾晨风没有强行修炼第2式绝技，转而开始潜心提升自己的元气修为和体魄强度。在这期间，顾晨风也开始了一些行动。首先是四方门方面，顾晨风命人送了一批功法武技上山，虽然最高不过黄品典籍，都是从襄府典籍阁中拓印的内容，算不得什么，但对于四方门这种江湖门派，无异于天降甘霖。此外，顾晨风还派了一批顾家护卫中的精锐进驻四方门。既然收编了四方门，除了要给好处，还要增强渗透，以便完全掌控帝都附近的江湖门派，实力普遍一般，甚至是龙蛇混杂。帝都有权势的大家族从未将这些江湖门派放在眼中，稍微有点实力的家族都会自己培养人才，就像是皇甫家培养的死士，无论实力还是忠诚度都远非江湖门派可比。这也就导致隐龙山脉一带的门派势力野蛮生长，各自繁荣，而这也给了顾晨风可乘之机。这些江湖势力虽然良莠不齐，却是一群生命力顽强的地头蛇，在情报、渗透等地下工作方面极有价值。譬如顾晨风就传信让严四海派去太荒岭的狩猎队开始调查皇甫家的那支秘密狩猎队的踪迹。如今的隐龙山脉虽是一盘散沙，若是有人将这股力量聚集在一起，却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至于战斗力和规则意识的缺失，则可以后天培养。顾晨风想要的是培育一支独属于自己的力量，如果可以的话，他想成为帝都的地下皇帝。这只是顾晨风计划中的一环。今日来万宝斋就是进行第2步计划，想办法打击皇甫家的财路。自从得知齐宣阁是皇甫家的产业，顾晨风就格外上心。他正好可以利用万宝斋这个平台与齐宣阁展开竞争，给对方添堵，甚至压垮齐宣阁。顾晨风如今已经达到1品炼丹师巅峰，有悟道台加持，几乎随时可以迈入2品炼丹师境界，不仅可以支持万宝斋，也能供给自己的丹药消耗。随着他精神力蜕变，出现那种超感状态，顾晨风的精神力总量和质量都有了飞跃提升。1品养神丹对他的精神力恢复已经极为有限，他需要更高级的丹药。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推进中。顾晨风自言自语道：等我再修炼一段时间，将修为提升到
目前身体素质下的极限，也该去那座矿脉看看了。自从得知自家在太荒岭边界竟然拥有一座疑似元金矿脉的矿产，顾晨风心里就跟猫挠似的。即便大姐告诉他，爷爷安排了人手守护矿脉安全，顾晨风还是想去亲眼看看。凭借自己超感状态的精神力，说不定能够发现一些常人察觉不到的东西。心中思索间，隔壁房门忽然传来敲门声。进来吧。房门推开，苏婉月身着一袭月白长裙，款款入京城。顾晨风来到千交阁，苏婉月并不在房中。不过顾晨风已经学会了易容术，自行前往了万宝斋。此刻的苏婉月衣裙之上沾染不少尘屑，似是奔波了一夜。不过她眼中并没有任何倦意，反而目光莹润有神。顾晨风利用超感隐隐感应到对方体内散发出一丝强盛的压迫感，他知道苏婉月的伤势已经完全恢复，只是不知道此女具体修为如何。这些日子顾晨风都待在襄府，两人已有半个月不见。第一眼看到顾晨风时，苏婉月的目光颇为冷淡，只是瞥了他一眼就看向了别处。只可惜这份故作的冷淡神情被顾晨风看穿，并发现了眼底暗藏的一丝幽怨。他这是在怪我太久没来，有小情绪了。顾晨风便主动开口，那天夜里经历了那场袭击，我大姐担心我的安全，我被禁足了一段时间。今日出了襄府，就第一时间来找你，你不在，跟我解释这些干什么？你来不来是你的事情。苏大家依旧故作冷漠，但眼角眉梢自然化解的疏冷，和面纱下引剑上翘的嘴角还是出卖了他的内心。该死，听了他的解释，我怎么这么开心？苏婉月转念一想，他本就是我的猎物，如此在乎我的情绪，我当然应该满意。于是苏婉月又轻咳一声，嗨，那天夜里我去帝都班救兵时，半路见到你大姐带着禁军赶来，就跟着他们来到了峡谷附近，见到你们的马车安然返回，我便没有露面。你没受伤吧？最后一句分明才是重点。我没事，襄府护卫个个忠心勇武，我大姐又来得及时，他们没伤着我。闻言，苏婉月暗暗松了一口气。这些日子顾晨风没有来找他，他更多的还是担心对方受伤。虽然顾晨风深藏不露，腹有诗书，又极善炼丹，但他却没有感应到对方体内有元气波动。加之帝都多有传言，顾晨风没有修炼天赋，他自然不认为顾晨风有什么武力值。那就好。三言两语间，刚才的冷漠疏离不复存在。苏婉月目露惊喜之色，对顾晨风说道：对了，我追踪到那日伤我之人的踪迹。顾晨风闻言也是心中一动，当初暗杀自己的两人以蛊师身份嫁祸给苏婉月等人，随后苏婉月一行人就遭到了灭口，两者很有可能是同一拨人。你和他照面了？苏婉月摇头，当初我急着营救我的同伴，被此人偷袭所伤，虽然如此，我却暗中在此人身上留下了一些特殊印记。昨夜我驱使蛊虫在城外搜寻了一夜，大概确认了那人的位置。顾晨风道：此人实力强大，需要我动用襄府的力量配合你吗？苏婉月却自信地摇头，不必，此人那次能够伤我，是我仓促前去救援，被其偷袭受伤。这次我会做好万全准备，再找此人算账。人多了反而会打草惊蛇，你等我的好消息吧。见苏婉月态度坚决，顾晨风最终点头道：那好吧，行动时多加小心，遇到危险先自保。听到顾晨风的关切之言，苏婉月心中一暖，我知道的，别担心我，照顾好你自己就行了。两人目光对视，忽然感觉到气氛有些暧昧，莫名的滋味萦绕心头。这味道，咦，怎么有点甜？齐轩阁一间雅致书房内，齐轩阁长房，一名体态肥胖的中年男子和一名青衣长衫、胡须花白、身上散发着淡淡药香的老者，两人皆是朝着书案前一名伸手翻动账册的俊逸青年躬身行礼，拜见公子。陈长房，黄丹师，白衣如雪，气质儒雅的青年微微颔首，随手将手中账册放回桌面。黄甫云的目光看向那中年人。陈长房，最近齐轩阁的营业额的确提升了不少，但似乎跟你向我保证的数字还差了许多。闻言，大腹便便的陈长房额头顿时冒出冷汗。他虽是效忠黄甫家多年的老仆，对这位公子爷依旧感到无比敬畏，深知儒雅外表下的血腥雷霆手段，请公子恕罪。小人原本以为黄丹师离开万宝斋，万宝斋丹药方面的客源就会迅速流入我齐轩阁，却没想到万宝斋又聘请到一位新的炼丹师，此人竟然炼制了一大批高品质的一品丹药，大幅降低了负面影响。陈长房忙又补充道：不过请公子放心，我们已经调查到那名炼丹师的情况不过是名一品炼丹师，如今我们已经推出相同品质的金元丹，
还增加了一种精神类丹药。加上黄丹师在帝都的活招牌，想必万宝斋的客源流失速度会越来越快的。如此便好。黄甫云微微点头，不易察觉地皱了皱眉，心情罕有的有了一丝焦躁。近来他可谓诸事不顺，对顾晨风的数次谋划都以失败告终，尤其是金陵会当日毁坏顾家名誉以及绑架顾晨风嫁祸四方门的计划，都被对方化解，甚至因势利导，为顾家博得更多的美誉。顾晨风显露出的惊人才华和实力，令黄甫云感觉自己遇到了一位劲敌，他很想再度出手会一会此人。可顾家不是普通家族，哪怕右厢因伤闭关，生死不知，顾家的底蕴却依旧摆在那里。如今顾晨风有了防备，他更没有了合适的下手机会。反之，计划失败后，他只能承受顾家的反扑。短短数日，帝都户部、兵部联合城防军，以帝都地痞流氓活动猖獗为名，请旨对帝都进行了一场扫黑除恶的活动，陛下也直接批准。随后，黄甫家的赌坊、放贷组织以及许多相关产业都受到了严厉打击，令黄甫家本就吃紧的经济受到了不小的影响。帝都大族都是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彼此斗争很难在暗处进行，头顶还有天子做裁判，有时候斗争的方式甚至会显得很笨拙。你给我一拳，我踹你一脚，大家都只能出手一次，谁躲开了，谁被打中，只能自认倒霉。就像黄甫云的计划失败，自然走漏了风声，被一些大家族乃至皇家窥见端倪，那么顾家的这次反扑，他便只能吃个哑巴亏，难以正面报复。而为了弥补这些产业的损失，黄甫云只能将重心转移到黄甫家三大财路之一的齐宣阁上。齐宣阁凭借着黄甫家在帝都的根基越做越大，已成为帝都三大商行之一，早已成为了一只下金蛋的鸡。但黄甫云并不满意，同样主营丹药行业的万宝斋一直压着齐宣阁一头，如果能够打垮万宝斋，齐宣阁的利润绝对能够成倍增长。于是他早已在暗中派人与万宝斋首席炼丹师接触，最终以极为高昂的佣金将其挖来。可如今的结果显然没有达到他的预期。好在万宝斋如果真的只有一名一品炼丹师坐镇，的确撑不了太久。房中的气氛眼看放松了几分，忽然一名青年管事急匆匆赶来。长房，不好了！嚷什么？没看到公子在这里吗？陈长房恶狠狠地瞪着那名管事。发什么事了？黄甫云开口询问。公子问你，还不赶紧说。万宝斋今日又推出了一批养神丹、金元丹还有断体丹。年轻管事小心翼翼地看了眼黄甫云和陈长房。哦，陈长房有些惊讶，他们这是看我们推出了精神类的上品丹药，故意效仿。青年管事摇头道，不仅如此，他们推出的金元丹和养神丹中还有一批极品品质的丹药。什么？闻听此言，不仅是陈长房，连一旁一直老神在在，即便面对黄甫云也没有太多恭敬之色的黄丹师都露出惊诧之色。不可能，极品品质的一品丹药几乎只有二品炼丹师才能做到。端坐上手的黄甫云此时焦躁的心情反而冷静了下来，他看向老者道，黄丹师，我不想猜对手的实力，你是我用市场价3倍聘请来的，我只想知道你要如何摆平此事。闻言，接近6旬的黄丹师微带皱纹的脸上露出自信神情。黄甫公子尽管放心，既然你们高价聘请了我，我自然会展现我的价值。万宝斋曾经能够在帝都占据丹药行业第一的地位，全靠我独挑大梁，离了我，万宝斋肯定撑不住。他镇定分析道，万宝斋这名炼丹师能够炼制出极品的一品丹药，想必不是2品炼丹师也即将突破2品之列，但在下可是3品炼丹师，他们能炼制出的极品丹药我也能，而且我还能炼制多种高品质的2品丹药。齐宣阁依旧有压倒性的优势，既然万宝斋还想垂死挣扎，老夫就豁出这副身子骨，近期赶制一批极品1品丹药和上等的2品丹药，到时候老夫再动用自己的人脉，为齐宣阁拉来更多订单，定能一举打垮万宝斋。闻言，黄甫云露出满意之色。既如此，那就辛苦黄丹师了。今夜我就让人送来2位容貌姣好的侍女，服侍黄丹师的日常起居，让丹师能够全心全意的炼丹。闻听此言，黄丹师那张老脸顿时露出兴奋色极的神情。虽然他年近6旬，但日常服用各种养生丹药，保养得当，身体还是很健康的，甚至那方面的需求甚至超过了一般的年轻人，不然他也不会对曾经的老东家柳福烟生出觊觎之心。好，老夫定不会让公子失望。最终，黄甫云离开了齐宣阁，坐在回府的马车上，他对马车对面一名穿着夜行衣的男子吩咐道，让黑龙在太荒岭行动时小心些，
别被顾家的人发现踪迹。另外，那座禁制的破解也要加快进度，最好赶在顾家察觉之前确认那个地方的情况。是。做完这一系列安排，黄甫云揉了揉眉心，舒缓身心的疲惫。他目光虚眯，自言自语：此前我再明，你再暗，我才会步步失策，被你反制。如今我既已知你实力，自不会再给你破局的机会。转眼间又去了小半个月，这段时间帝都颇不平静。顾家对黄甫家发起反击，不仅是帝都扫黑除恶，对黄甫家灰色产业的打击，朝堂之上，顾家一派的盟友也开始对黄甫家派系发难。两座巨大的权力团体相互斗争，一时间搅得帝都暗波汹涌。就连帝都的商界最近也斗得厉害，位列帝都三大商行的万宝斋和齐轩阁近日也斗得如火如荼。面对近段时间齐轩阁来势汹汹的攻势，首席炼丹师离职，备受打压的万宝斋近日高调推出新聘独家炼丹师，炼制的一批质量不凡，涵盖元气类和精神类的二品丹药，在帝都商界掀起不小风浪。作为这些斗争的参与者，甚至是核心影响者的顾晨风，此时却已经再次离开帝都。帝都西门，一名灰衣青年和一名头戴斗笠的男子，二人骑马出了帝都，朝太荒岭疾驰而去。这两人正是略作乔装隐秘出行的顾晨风和丁四。这半个月时间，顾晨风很忙碌，除了忙着提升修为，还要炼制大量丹药，供万宝斋与齐轩阁斗争。借助悟道台的帮助，如今顾晨风的修为已达到了元气境7星，伏虎枪法前3式绝技已经练成，铁相功意识大成达到第3层，银甲境巅峰，开山7式符法，第1式贯月式越发娴熟。此外，他的炼丹术也已突破2品，并靠着悟性加持，技艺快速提升。他甚至已经炼制出一枚极品品质的2品丹药，短短半个月时间，顾晨风又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本想一口气修炼到元海境，但铁相功达到大成后，肉身提升速度减缓，元气修为的提升速度也受到了限制。顾晨风便暂时停止了修炼，趁着万宝斋靠自己炼制的丹药打了齐轩阁一个措手不及，占据上风。顾晨风难得有些闲暇，和丁四秘密出城，他打算去看看那座心心念念的元金矿脉。起初大姐还是不想让顾晨风出城，架不住顾晨风央求，加之顾晨风已有了不弱的自保之力，顾言霜允许他乔装打扮，在丁四的保护下出城一趟。今日顾晨风扮成一名普通游侠，身着灰色劲装，披着一件黑色披风，战马一侧横挎着一杆银色长枪，背后披风随风飘动间，隐隐勾勒出一大片冷硬的轮廓，似乎背着什么东西，又像是穿戴了背甲。一旁的丁四则是还是那件灰衣，头戴斗笠的装束。此前丁四一直都是暗中保护顾晨风，经历了峡谷遇袭一事，顾晨风展现出可力敌元气境后期的战力，丁四便正式跟在他身边，成为顾晨风的贴身保镖。不过这还是二人第一次两人行动。顾晨风好奇地看向丁四，丁四，你怎么一直戴着斗笠？无论在日常生活还是战斗中，丁四总是戴着斗笠，但在他战斗时，顾晨风曾隐隐见过他的面容，是一名模样还算端正的中年人面孔。个人习惯，少爷。丁四单手牵着缰绳，身形平稳，语气淡然。丁四是你的真名？这是机密，少爷。血虎卫一共有多少人？这是机密，少爷。身为血虎卫的一员，即便面对自家少爷，丁四依旧不卑不亢，保持着一位高级保镖的专业素质。血虎卫虽然效忠顾家，但他们完全服从的只有老爷子一人。对此，顾晨风非但没有丝毫不满，反而很钦佩对方的职业素养。殊不知，丁四对于顾晨风那更是好奇无比。当初接到暗中保护顾晨风的任务，丁四内心深处是不愿意的，毕竟贴身保护一名废柴纨绔少爷，他感觉是对血虎卫的侮辱。直到那天夜里峡谷中的一场大战，见到这位少爷出手横扫黄甫家死士，甚至保住了许多顾家护卫的性命，丁四对顾晨风的印象陡然转变。他最好奇的是三少到底是如何修炼的。他跟随顾晨风已有一段时日，对方整日不是在房中睡大觉，就是去千椒阁找那位苏大家私会，唯一做的与修炼相关的事，似乎就是在家里泡泡炼体药剂。这种修炼态度已经不能用懒散来形容了。但就是这样，少爷年纪轻轻，竟然修炼到了外功大成的地步，伏虎枪法也造诣不浅。难道自家少爷是万中无一的武道天才？莫非少爷每次去千椒阁和那位苏大家，并非只是单纯的颠鸾倒凤，而是在修炼某种奇异的双修之法？
主仆二人各有所思，半个时辰不到，两人就已经赶到了太荒岭边界那座矿脉所在。矿脉位于一座山谷之中，山谷外有几名顾家护卫看守，有人坐在岩石上修炼，有人正靠在树干上打盹。见到这一幕，顾晨风不禁有些愕然。大姐说过，这座矿脉的看守人员是老爷子亲自布置的，但看起来看守的也太不严谨了。听到马蹄声，几名护卫惊醒，连忙喝问：“来者何人？”丁四上前亮了一块腰牌：“我们奉大小姐之命，前来查看矿脉的情况。”大小姐的命令。几名护卫立刻换了一副表情，恭敬行礼，请两人入谷。顾晨风开口问道：“近来这矿脉可有什么异常？”一名护卫并未认出顾晨风，随口回答：“这荒山野岭的一座坍塌的矿脉，能有什么异常？我们在这里值守了1年，都没任何事情发生。两位有什么担忧，自行查看便是。”顾晨风暗自摇了摇头，老爷子安排的值守人员，修为最高的才通脉境，连个元气境武者都没有。真有什么异常，他们能察觉才有鬼。我们进去看看。顾晨风招呼着丁四就进入了山谷中。顾家的这座铁矿位于群山之下，矿洞入口就在山谷深处。据说当初发生矿难，山石倒塌将矿洞掩埋了。两人进入峡谷不久，果然就见到了开裂的地面，四处堆积的碎石，到处是一片荒芜。因为山路崎岖，无法骑马，两人各自拿着兵刃，在碎石堆上四下走动查看。不过似乎没什么探查的必要，这就是一座被掩埋的矿脉。想要证实这座矿脉是否为元金矿脉，除非掘地3尺，打通一条地道。顾晨风随意想着，顺便将精神力发散，进入超感状态。如今他修为提升，超感范围从3丈扩大到了4、5丈的距离。他看似随意的四处走动，实则精神力却在地下一路扫描。搜寻了一阵，顾晨风没有任何特殊发现，也没有感应到元金波动。就在他意兴阑珊，准备收回精神力时，顾晨风忽然脚步一顿，表情变得极为诡异。原因无他，在峡谷边缘地下10几米距离，顾晨风竟然感应到一条从山谷外围横通而入，倾斜向下延伸的通道。卧槽，盗洞！突然在自家的矿脉地下发现一条地洞，顾晨风很是吃惊。他又仔细感应了一下，地洞从山谷外部一路延伸而来，应该是有人从矿脉周围的山体打洞，直接从地下潜入矿脉。地洞平整均匀，手法相当专业。妈拉个巴子，摸金摸到本少爷头上了！心心念念的元金矿脉竟被人偷偷开了包。顾晨风有些，但他没有立刻发作。这洞穴如此隐蔽，在地底10多米深度，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发现的。于是顾晨风对丁四说：“老丁，我们到周围山上去转转，可别被贼人钻了空子，打洞钻进了矿脉。”丁四觉得有些离谱，谁会吃饱了没事干，从山上打洞潜入矿脉？即便如此，他还是在周围陡峭的山壁上游走查看起来。片刻后，少爷，这里有个洞。丁四拨开一团杂草，目瞪口呆。下方一座用泥土掩盖的隐蔽洞穴露出了痕迹，这都能说准，少爷这是神机妙算，还是乌鸦嘴？进去瞧瞧。顾晨风却很兴奋，如同抓住盗贼的地主老财。丁四点点头，目光变得冷厉起来。他当先换过2名护卫，命他们召集更多人手赶来，然后对顾晨风说：“少爷，我下去查看，您就留在上面吧。”顾晨风却是摆了摆手：“一起下去，你在前面探路，我跟在后面。”丁四犹豫了一下，想到顾晨风的实力堪比元气境后期，有自己挡在前面，问题不大，便同意了。当下，丁四将自身气息压制到极限，身形轻巧如灵猫般，顺着那座倾斜向下的洞口滑了下去，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身后的顾晨风将拆卸下的2柄短枪背在背后，紧随着跃入洞口，吸取了上次在峡谷中长枪被砸断的教训。此次顾晨风回到襄府，就令襄府的工匠按照顾延霜那杆陆河大枪，用上等金铁打造了一杆可拆卸式的长枪，甚至就连那柄刻有开山7式的乌金巨斧也被他重新改良了一番。此刻顾晨风手脚并用，利用枪法中兰拿画力的手法，在洞中同样是身形灵活异常，如履平地。主仆2人就这样顺着山洞口一路向下移动，逐渐接近了地下那座被掩埋的矿脉。期间，丁四不断以契机探测前方危机，以备出现任何变故第一时间出手保护顾晨风的安全。而顾晨风倒是并不担心，他以超感状态的精神力将前方10余米的情况提前感知得一清二楚，并在洞中发现了不少人在移动时留下的心痕。看来近期就有人利用洞口潜入矿脉，贼人很可能还在下面。
二人一路下潜了数十丈深度，终于在地洞尽头看到了一道淡黄色的光幕，光幕上有着内敛的元气波动。这是隐匿法阵。丁四目光眯起，天星大陆除了炼丹师，还有阵法师、符箓师等职业，阵法一道千变万化。顾晨风当初在峡谷遇袭就曾遭遇过一座流沙阵，眼前这座隐匿阵法等级虽不如流沙阵，却能隐匿气息和声音，显然是潜入矿洞中的贼人布置的。丁四没有急着破开阵法，他不知道阵法另一头是否有人埋伏，选择先行观察。而顾晨风却已经尝试着将超感状态下的精神力覆盖在光幕之上，慢慢渗透隐匿阵法之上，果然传来一股排斥力，阻止顾晨风的渗透。但这股排斥力并不强，顾晨风稍微加强了精神力，竟然便直接穿透过去。当当当，在一座直径超过100丈、由数十根巨大石柱支撑的宽阔矿洞内，晶石放光，照亮洞穴。一群黑衣人正在矿洞内忙碌着，有许多人用铁镐、铁锤、钢钎等工具开凿浅蓝色的矿石，有人推车运输矿石，分工合作，极有条理。还有数十名黑衣人聚集在洞穴最深处一道散发着赤红光芒的光幕前，他们手中拿着各色令旗，令旗上散发出各色光芒，这些光芒汇聚一起，化作一股惊人能量，不断冲击着赤红光幕，却被光幕全部抵挡。此外，还有4名黑衣人站在洞穴中央，指挥众人，似乎是他们的首领。其中一名容貌妖艳、发丝微红的女子，望向矿脉深处那道始终岿然不动的赤红光幕，秀眉紧蹙。这到底是什么阵法？跟个龟壳似的，都数月时间了，竟然还没有被破开。一旁的壮硕中年人道：“这座阵法极为玄妙，很有可能是顾家的高手布置的，耐心点。”一名高瘦青年道：“我们倒是有耐心，公子可没耐心了。公子已经给我们下了死命令，必须在3个月内将阵法破开。”那红衣女子有些不解道：“即便破开了阵法，采集元晶矿脉也不是那么轻松的，到时候说不定顾家早就被惊动了，公子为何执着于此？”那壮硕男子左右看了看，压低声音开口：“你们有所不知，公子图谋的可不止这座矿脉。据说1年前，这座矿脉发生矿难时，曾经出现过一些异象。有人看见灵光冲霄，溢散出一股惊人的药香和强烈的能量波动，这座矿脉之下，怕是藏有重宝，否则顾北武那老家伙怎会如此急迫地将一座价值连城的元晶矿脉封闭？”此言一出，其他3人都是目光发亮。矿脉中若真有奇珍异宝，他们或许也能沾点光。原本公子是想将顾晨风劫持，用计谋的这座矿脉，如此就能够正大光明的探寻宝物。可如今计划失败，便只能令我们加快进度了。你们是清楚公子手段的，上次任务失败，公子没有责罚我们，已经是开恩。若是矿脉再出什么岔子，我们都吃不了兜着走。4人面面相觑，都是心中一凛。高瘦青年抱怨道：“说起那日在峡谷中的行动，也怪不得我们。原本也以为顾晨风身边只有1名血虎为守护，哪知道那顾晨风居然是1名外功大成的武者。”红发女子一时愤懑道：“都是这臭小子破坏了我们的任务，下次遇到他，老娘定要扒了他的皮，令他生不如死。”4人交谈间，忽然洞穴中1名盘膝而坐、手持令旗的黑衣人，手中令旗震动那座封闭洞口的光幕，突然急促闪烁。黑衣人不由惊呼道：“1号洞口探测到有敌人潜入。”霎时间，矿洞中的黑衣人全都凝视那座洞口。砰！瞬息间，一道金光直接洞穿光幕，阵法爆碎的瞬间，2道人影飞跃而入。地下洞穴内，面对突然轰碎禁制跃入洞穴中的2人，数百名黑衣人同时愣住。那4名领头的黑衣人最先反应过来，顾晨风。虽然顾晨风今日刻意乔装一番，却并未使用苏婉月传授的易容术。4名黑衣人目光毒辣，一眼认出了他和身旁的丁四。现场的气氛也顿时变得古怪起来。原本因为有人闯入显得有些慌乱的众黑衣人，在发现对方只有2人时，就已经稳住了心神。再认出来人，居然是顾家3少。4名黑衣人同时目光大亮。上次任务他们损兵折将，落得惨败，心中一直惶恐，担心公子秋后算账。想不到今日目标人物竟自己送上门来。如今4人伤势已经痊愈，且这座矿脉下方本就是他们临时的大本营，此地聚集的武者好手比那天夜里行动的还要多，这正是瓮中捉鳖的大好机会。此时丁四也察觉到情况不妙，先前他被隐匿禁制阻隔，不知道阵法后方的情况，便打算等襄府派来人手增援再行动，却没想到敌人不仅布置了那座隐匿阵法，还有某种
围绕矿洞周围循环流转的警戒阵法发现了他们的气息。他担心对方还有其他攻击性的阵法，身处洞中不便行动。情急之下，丁四便一剑破开阵法，带入得洞内，发现这座巨大的矿洞，以及那天夜里袭击他们的4名远海境强者和众多黑衣武者。丁四虽然心惊，却是无惧，转头看向身后的顾晨风：“三少，你先退出矿洞，我来挡住他们。”然而顾晨风却是上前一步，手指矿洞中数百名黑衣人：“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放下武器，跪地不杀。”众黑衣人闻言都是一脸懵逼。丁四也有些惊愕，觉得三少有些装大了。虽然知道顾晨风实力不弱，但今日的局面可比那天夜里还要严峻。除了那4名远海境武者，黑衣人中还有许多元气境后期高手。顾晨风神色冷厉：“他们恐怕挖了不止一处通道，等我们退走，他们就溜了。敢偷我家的矿，老子要放他们的血！”此时4名黑衣领头人已经果断下令，杀了那名血虎卫，生擒顾晨风。众黑衣人直接出手，同时有阵法师启动了某座不知名的阵法禁制，用一道水蓝色光幕封堵住顾晨风2人来时的洞口。丁四知道来不及让顾晨风退走，眼见那4名远海境强者直扑自己而来，他抽出腰间一柄软剑，淡金色元气灌入，剑身震颤，瞬间绷直，箭射出点点寒芒。“三少，你先撑住片刻，待我击败那4人，立刻来帮你。”然而丁四话音方落，却见身旁的顾晨风和自己同一时间冲出，主动冲杀向那群黑衣人。那4名远海境修为的黑衣人同时包围向丁四，他们倒也想抽出一人直接去擒拿顾晨风更为稳妥，奈何丁四的实力太强，他们才服用过燃血丹不久，无法继续服用，要4人合力才能艰难与之周旋。抽出任何一人，其余3人都有性命之虞。好在顾晨风虽然外功大成，但驻守在矿洞中的元气境高手众多，其中还有2名元气境9星武者，只要纠缠住这名血虎卫一阵，顾晨风必定被擒，就能令丁四投鼠忌器。下一刻，矿洞中大战爆发，丁四手中长剑化作一道金色电光，剑芒激射，快如幻影，与4名远海境黑衣人激战在一处。只见漫天刀光剑影，火花乱窜，元气鼓荡的狂风席卷矿洞。同一时间，顾晨风已经冲入了一群黑衣人中，但见他如猛虎下山，身形俯冲，双拳狂轰而出，一路横冲直撞，直接扫倒，轰飞一片。如今铁象功大成，元气境7星修为，内外兼修的顾晨风，身体爆发力已经达到一个极其惊人的地步。元气境修为以下的武者，在他面前那就是炮灰，来多少都没用。一时间，骨骼爆裂声、闷哼声、吐血声在人群中响成一片。元气境修为以下的全部退出去，别碍事。人群中有人喊了一声，被顾晨风冲得阵营大乱的黑衣人慌忙退后。随后，一群气势不俗、身手凌厉的黑衣人接替包围上来，至少有30-40名元气境武者同时朝顾晨风冲杀而来。见此情形，顾晨风眼中却是流露兴奋之色。嗨！一声低喝，其眼中金光绽放，身躯迅速膨胀，原本匀称修长的身躯硬生生拔高了一截，手脚躯干都膨胀了一大圈，浑身肌肉虬结，青筋凸起如游龙，彪悍雄壮的身躯表面更是绽放出深邃的银芒，令顾晨风宛如一尊怒目罗汉，威势骇人。面对4面围攻过来的元气境武者，他依旧是抡动双拳，横冲直撞。咚咚咚，那双拳头宛如飞舞的千钧巨锤，便是一众元气境武者元气加持的进攻。面对那股非人巨力的轰击，也是瞬间元气溃散，骨断筋折。而顾晨风根本不理会那些轰向自己的攻势，只攻不守，因为这些程度的攻击根本破不开他引假境大成的防御。噗噗，一个照面间就有7-8名元气境武者吐血横飞，生死不知。好恐怖的力量，好可怕的肉身。这些元气境修为的黑衣人都被眼前这一幕惊呆了，方才出手的甚至还有一名元气境8星武者。他一拳轰在顾晨风后背，非但没有伤到对方，反而被一股反震之力震得踉跄倒退。他肉身太强了，都用兵刃，不要被他近身。此前众人怕一不小心弄死了顾晨风，所以很多人都没使用兵刃。在见到顾晨风肉身变态如斯，众人立刻改变了策略。锵锵，顷刻间兵刃出鞘声响起，刀光剑影笼罩向顾晨风。感受到兵刃的寒意逼近，顾晨风却是冷笑一声，他双拳成爪，一双大手抓出，咔嚓咔嚓，恐怖的一幕再次出现。顾晨风双爪宛如神兵，竟是将大量兵刃生生折断。他双手抖动间，手中兵刃碎片
又化作暗气四射，带起大片血雾。即便有兵刃击中顾晨风身躯，也只是划破他的衣物，发出金铁交鸣之声。这家伙是怪物吗？众人终于感到了惊恐。此时顾晨风敏锐感应到多道浑厚气息逼近，却是多名元气境后期武者联手袭来，其中包括4名元气境8星武者。顾晨风凛然不惧，赤手空拳与对方兵刃对撼，狂暴的巨力将这些元气境后期武者轰得闷哼倒退，根本无法与顾晨风正面碰撞。但这几人手中兵刃品相非凡，不易折断，以长拒短之下，顾晨风也不好轰杀他们。哼，比手长嘛！顾晨风双手反抓向身后，抽出2节短枪，双手一合一拧，咔嗒，短枪相扣，化作一杆长于1丈、重达数十斤的陆河大枪。呼，枪身破空，爆发出虎啸之音。死！顾晨风手持长枪，身上狂暴蛮横的气势陡然一变，凝聚成一股所向披靡的锐气。一人一枪，如虎啸山林，裹挟滔天杀气，再度扑杀向众人。吼！矿洞之中，一杆暗银长枪翻飞如过江之龙，但见那巨龙翻腾冲撞，纵横捭阖，所过之处，一众元气境黑衣武者胸膛洞穿，骨断筋折，脏腑炸裂，身躯宛如断线风筝，四下倒飞。顾晨风铁像攻大成，寻常兵器和普通元气境武者几乎破不开他的防御，本就已经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如今这杆陆河长枪在手，搭配上刚猛霸道的伏虎枪法，所爆发出的威力更是无比恐怖。加之顾晨风内外兼修，气息循环往复，无需调息，此刻杀得血液沸腾，出手越来越快，完全化作了一具杀戮机械。周围的元气境武者全都是一枪送走，包括元气境中期乃至元气境7星、8星强者。伏虎枪法第一式虎啸山林，顾晨风体内气血之力和元气同时爆发，长枪横扫，砸向一名手持钢刀的元气境8星武者。嘿，那名元气境8星武者闪避不及，全身元气涌入刀身，厚重大刀涌动水蓝色光芒，宛如一面厚重水盾。然而当长枪砸在刀身之上，轰，咔嚓，水盾炸裂，钢刀断折，长枪势不可挡，将那人双臂骨骼震碎，砸得胸膛凹陷，七窍流血，身躯如炮弹横飞，当场暴毙。这一幕狠狠刺激了矿洞中的黑衣人，一枪轰杀元气境8星武者。他外功大圆满了。便是远处激战中的丁四和4名元海境强者，注意到此处战斗时也是目瞪口呆。距离上次峡谷夜袭才过去1个月不到，当时还是外功大成的顾晨风，这就圆满了。不是说外功修炼比内功修炼还要艰辛吗？这家伙是怎么修炼的？4名黑衣高手顿时心往下沉，而一直担心顾晨风安危，暗中藏匿，随时准备抽身营救自家少爷的丁四，见顾晨风如此勇猛无敌，也就彻底放心。轰！他一跑鼓荡，全身涌动金辉，一股狂暴犀利的元气涌入剑身，剑芒暴涨，剑势也随之飙升。哼，今日你们走不了！狂暴的金色剑芒笼罩而下，4名黑衣高手瞳孔急缩，身形节节败退。同一时间，一枪轰杀元气境8星高手，大开杀戒的顾晨风忽然感到周围人群后方2股隐晦杀机逼近，一道锁定了自己的后心，一道锁定自己的胸口，令他生出警觉。下一瞬，嗖嗖，2道身影如鬼魅般窜出，带起2道隐晦而犀利的寒光袭向自己。顾晨风目光一眯，手中长枪如巨龙出海，一枪直刺向前，迎向前方那道寒芒。对于身后袭向自己背心的寒芒，却是不管不顾。下一瞬，当，长枪枪尖与一柄黄芒包裹的剑锋相撞，爆发出轰鸣巨响。顾晨风身形岿然不动，而那柄长剑却是黄芒一暗，剑身巨震。持剑黑衣人被一股巨力震得暴退，胸口气血翻涌。好强的力量！黑衣人心中惊骇，以他元气境9星的修为，蓄势偷袭的一剑竟然被对方如此轻易震退。那长枪一刺之下爆发的力量，竟然让他有种无可阻挡的无力感。若非他及时转变剑势，卸去大部分力量，仅这次对碰，自己恐怕就已重创。外功大圆满强者的实力竟如此恐怖吗？心中虽然惊骇于对方的力量，可黑衣人却知道顾晨风完蛋了。既然接住了自己这一剑，他身后的一击定能落到他身上。几乎是同一时间，顾晨风背心处一根金铁长矛带着破空声狠狠刺下，矛尖细长如钉，表面还绽放出一层淡淡金光，竟是最犀利的金属性元气，强度同样达到了元气境9星。
此类兵刃和元气锐气惊人，本就是横练武者的克星，而且进攻的还是背心这种要害，即便是一名外功圆满的武者，正面承受这样一击，恐怕也要破功。下一瞬，当长矛刺穿顾晨风身后披风，想象中破开其皮肉，鲜血四溅的场面没有出现，却是发出一声刺耳惊鸣。顾晨风只是身体微一震动，身后那名黑衣人却被反震之力震飞。什么？黑衣人面露惊骇之色，他能够感觉到这绝不是外功横练能达到的效果，这是背甲。可即便是背甲，防御力也不该如此变态才是。顾晨风根本不给他们思考的时间，手中长枪翻转，顺着自己背后刺下，枪击阔连接之声响起。顾晨风猛然发力，挥动枪身，撕了，背后披风撕裂，露出披风遮挡下一面几乎遮蔽顾晨风后背的乌金战斧，斧柄处用百炼金铁制成的击阔将斧身与长枪尾部相连，如此一来，整杆陆河大枪就化作了战斧的斧柄。在开始修炼开山七式后，顾晨风就让相辅的炼器师在打造长枪的同时，改造战斧斧柄，将两件兵器有机结合。因为战斧宽大沉重，不便携带，用卡扣背负在顾晨风身上，以顾晨风的肉身力量，丝毫不影响他活动，且坚不可摧的斧身还能当背甲使用，可谓一举两得。战斧入手的一刹，顾晨风直接抡臂横扫，吃吃吃，就见四周兵刃折断，鲜血狂飙，一群黑衣人猝不及防之下被战斧拦腰斩断。这柄陆河大枪长度本就已经超过1丈，再连接上这柄战斧，总长直接超过4米，重达240斤，简直不像是人类使用的武器。然而顾晨风此刻运转铁相功，身躯膨胀，银光闪烁，与这柄巨斧却是极其相称，宛如魔神下凡。下一刻，顾晨风身形化作一道幻影，再度发起冲杀，手中总长4米的战斧抡转如旋风，又似死神镰刀，所过之处皆是残肢翻飞，兵者甲碎。这一刻，顾晨风铁相功大成的恐怖力量，在数百斤重的巨斧加持下彻底得到释放，无需什么精妙的招数，只要一斧挥出，便是一力降十会，屠杀一切。一众黑衣人宛如被收割的麦穗，齐刷刷倒下。顾晨风如同杀神，只管一路屠杀，甚至不去在意2名元气境9星武者的行踪。战斧在手，元海境之下，他已经无敌。片刻过后，顾晨风身形骤然跃起，手中战斧竖劈而下，爆发刺耳呼啸，虎爪裂空。顾晨风以斧为枪，施展出伏虎枪法第2式绝技，吃了，乌光划破虚空，将一杆笼罩金光的长矛斩断。那名眼犹带惊恐之色的元气境9星强者也被劈成2半，斧身余威不减，将地面斩出一条沟壑。顾晨风再度举起战斧，炙热杀戮的目光扫视周围，却只见尸体铺满地面，四周连一个站立的对手都没有了。这就杀完了。顾晨风忍不住皱眉，靠，我才刚进入状态，还有大招没用吗？快撤！顾家矿洞之中，现场早已经乱成一团，先前退到矿洞边缘的一众黑衣人，再看到顾晨风手持一柄开山大斧，宛如魔神天降般，将在场所有元气境武者，包括2位元气境9星武者，全部屠戮一空，早已吓得脸色惨白。而此时，原本联手抵挡丁四的4名元海境高手也终于不敌，有2人已被丁四当场斩杀于剑下，余下那名红发女子和中年大汉也是身上负伤，不敢再战，直接从顾晨风2人先前潜入的洞穴逃遁。哪里走？丁四见顾晨风已经横扫了敌人，没有危险，自不会放过这2人，当即追杀了上去。此时矿洞中的顾晨风手持4米长的开山斧，目光扫视余下的黑衣人，就像是一只巨型山猫扫视一群灰毛老鼠。一众被吓破了胆的黑衣人已经开始四下逃窜。不出顾晨风所料，这群人黑衣人不止挖了一处地洞，随着几名阵法师挥舞阵旗，矿洞周围竟然又出现了3个洞口。顾晨风见状，手提战斧便要前去拦截，不料刚靠近3座洞口附近，是3座洞口中的一处，一道裹挟刺骨寒意的湛蓝剑光直接绞碎洞口光幕，顺带将几名涌向洞口的黑衣人绞成数段，伤口都直接冻结成冰。随之一名黑衣蒙面人冲入矿洞之中，在剑光出现的一刹，顾晨风便是心中一凛，来人竟是一位元海境武者，且气势惊人，比之丁四也相差无几。难道这群黑人还有高手埋伏，故意调虎离山？顾晨风心念急转之际，忽然感应到黑衣人前来的洞口之中，竟然又有一道强大气息急速逼近。想逃没门。声音偏中性，
似乎是刻意改变了嗓音，但那股强大的精神力波动却让顾晨风感到莫名熟悉。下一瞬，一名面色蜡黄、身材纤细的蓝衣青年，手持一双血色短刃，冲入矿洞之中。突然冲入矿洞中的两人看到洞中满地尸体，众多黑衣人仓皇逃窜的一幕，也是吃了一惊。而当两人看到站在数丈外，手持一柄开山巨斧，身高9尺，肌肉虬结，浑身银光内敛，杀气逼人的顾晨风时，两双明亮的眼眸同时瞪大，都露出惊愕之色。所不同的是，黑衣蒙面人的目光更多的是惊诧和不可置信，而那名灰衣青年的眼神除了惊愕，还带着一丝惊喜。你怎么来了？顾晨风凭借超感状态辨认出蓝衣青年脸上易容的痕迹，再通过对方熟悉的气息认出此人正是苏婉月易容假扮。苏婉月也来不及询问顾晨风怎么会是这种状态，其犀利森寒的目光便锁定那名持剑黑衣人。就是此人，那夜在帝都袭击了我一路跟踪他到了这里。闻听此言，顾晨风也是目光一缩，没想到苏婉月前去追凶，竟如此凑巧的和自己会合了。此人如果真是那名对苏婉月等古尸出手的凶手，就极有可能是派人去悬崖下追杀自己的幕后之人。想到这里，顾晨风握紧了手中战斧，目光也变得不善起来。你们的人不是我杀的，顾三少，我也没有派人刺杀过你。感受到两人目光不善，那名黑衣人忽然开口否认，声音沙哑而冷漠。还想狡辩？苏婉月完全不信，顾晨风也目露狐疑之色。他并没有出言指控对方，此人却主动撇清刺杀自己之事，可谓不打自招。看来对方哪怕不是真凶，应该也掌握了许多情报。先拿下他再说。苏婉月二话不说，身形一晃，宛如一只迅猛雌豹扑向黑衣剑客。他手中一对血色短刃宛如一双血色利爪，裹挟澎湃的怨气浪潮朝黑衣剑客狂扫而去。黑衣剑客瞬间出剑，剑势如流星，不仅快到极致，挡住了苏婉月的短刃，且剑身之上蓝光绽放，带其凛冽寒霜，将苏婉月元气所化血光尽数抵挡。两人竟都是实力不凡的元海境强者，并且元气属性都不属于五行属性之列。顾晨风如今也不是修炼菜鸟了，超感状态的精神力更是能够精准捕捉两人的战斗细节。只是数个回合，他就已经对比出二人的实力。相较而言，黑衣剑客的元气和剑势要更胜一筹。然而苏婉月一双血刃翻飞出手之际，掌心涌出的血光之中，竟然有黑色、血色、紫色等各色蛊虫宛如暗器般冲出，从各个角度朝着黑衣剑客周身袭去。黑衣剑客不但要应对苏婉月的正面攻势，还要时刻提防这些蛊虫近身。他只能不断激发那股冰寒元气，挥舞剑刃阻挡，反倒成了被动防守的一方。眼看两人基本势均力敌，顾晨风也懒得理会那些四处逃窜的黑衣人，目光锁定黑衣剑客，身形一闪，冲入战场，手中开山巨斧划破虚空，朝黑衣人当头劈下。黑衣剑客目光一动，于激战中递出一剑，迎向战斧。小心！这是苏婉月在提醒顾晨风的。当，金铁碰撞，火花四溅。顾晨风手中双百多斤的战斧，在他狂暴力量加持下的一击，竟然被这一剑所蕴含的能量直接荡开。顾晨风身形连退数步，手中战斧巨震，而黑衣剑客却只是剑刃嗡鸣，手臂微颤，继续与苏婉月激战。顾晨风稳住身形，却见手中战斧从斧刃处凝结寒霜，迅速蔓延至自己的手掌，透着刺骨寒意的元气能量瞬间涌入手臂，仿佛要将自身血液经脉都冻结。顾晨风心中吃惊，体内雄浑气血之力奔涌流动，想要抵消这股寒气。不想这寒气凶悍异常，汹涌的气血之力只能令其肆虐的速度减缓，而不能完全消弭。但随着顾晨风将体内蛰伏的灰色元气也调动出来，冲向那股元气，吃，那顽固的极寒元气竟如冰消雪融一般快速消散，自己的元气似乎对其有克制作用。这个过程看似繁琐，实则只在一瞬之间。顾晨风震碎手臂和巨斧表面冰霜，身形一闪，直接再度冲入战场，抡斧就劈。眼见顾晨风再度攻来，黑衣剑客目露震惊之色。先前那一击对碰，他已经感应到顾晨风是一名体修，外功造诣已达圆满，力量之强足以横扫元气境武者，甚至能够媲美元海境1、2星的武者。这虽然令黑衣剑客惊诧，但他却并不担心。外功武者力量再强，比之元海境武者，元气加持的杀伤力终究不在一个层面。更何况他自己的修为已达元海境中期，加之自己身负罕见的冰属性一种元气，威力还在5行元气之上。
刚才二人交手之际，他将一道元气趁机打入顾晨风体内，料想足以让他失去战力。却不料顾晨风只是倒退数步，身形一顿就再度杀来，似乎没有受到半点伤害。这怎么可能？顾晨风可不会解释什么，体内气血和元气宛如两条巨龙，怒吼沸腾，爆发出恐怖威能。两股能量加持巨斧，朝黑衣剑客狂劈猛斩，仿佛不知疲倦。一旁的苏婉月原本还担心顾晨风的安危，见他如此勇猛，爆发出的战力几乎不逊色元海境初期武者，给黑衣剑客带来不小的压力。他心中惊奇的同时，也顿时信心大增，手中短刃变得更快，同时祭出更多犀利蛊虫。地下矿洞内，苏婉月和顾晨风联手对战黑衣剑客。纵然黑衣剑客修为高深，剑法精妙，那股冰寒元气也威力惊人，但苏婉月的实力也不遑多让，正面顶住对方的进攻。此时又有顾晨风爆发出堪比元海境初期武者的战力，出手助力，黑衣剑客顿时落入了下风，处境危险。但此人底牌极多，危机之际，但见他脚下步伐变动，原本节节倒退的身形虽然依旧在退，步伐却变得圆润自如，身形随着步伐诡异扭动，柔软的仿佛没有骨头，犹如流淌的河水。身法武技，顾晨风目光微缩，身法也是武技中的一种，但却更为稀有，修炼难度也更高。搭配其他武技，无论攻击还是防御都是如虎添翼，普通武者很难接触到身法武技。顾晨风也想过修炼身法，但在相府藏书阁中却没有找到能够完美搭配自己枪法符法的身法武技。此刻黑衣剑客施展出身法武技，防守之势顿时变得游刃有余。他似乎不愿与两人纠缠，身形飘动着就朝着一处通道接近，想要脱离战场。此时苏婉月周身血光一盛，身形忽然加速，呼，他身形化作一道血影，直线加速，竟比黑衣人还要快，直接拦住对方去路。哼，你以为就你会身法？苏婉月双刃如电，再度攻向黑衣人。顾晨风也紧随着赶到，抡斧进攻。眼见黑衣人手段层出不穷，二人也加强了攻势。苏婉月双刃陡然间幻化万千，仿佛有无数刃影扑面笼罩向黑衣人。顾晨风也在此时将气血和元气之力爆发到极致，忽而以战斧狂劈，忽而调转斧身，以枪头猛刺。黑衣剑客再度感受到压力，肩头甚至被苏婉月利刃划出一道血痕。哼，一声轻哼，黑衣剑客长剑横扫，以一道寒霜凝聚而成的剑芒逼退苏婉月和顾晨风。在两人抢攻而来之前，摆出一道诡异剑势。只见黑衣人周身湛蓝光芒狂闪，一股凛冽寒意自其体内扩散，在矿洞中席卷起一阵狂风。霜冻百里，一声冷斥后，黑衣剑客如流水般飘退的身形，如蓄力后反扑的巨浪，骤然贴地飞跃，朝追来的苏婉月和顾晨风迎面攻来。刷刷，刹那间，黑衣人与手中长剑凌空急旋，一剑化千影，裹挟滚滚寒霜席卷向二人。刺骨寒意扑面而来，顾晨风体表迅速凝聚寒霜，连身体动作仿佛都迟缓了几分，一股惊人压力笼罩全身。黑衣人显然是拿出了压箱底的本领，一门威力极大的武技。这家伙要拼命了，全力出手。苏婉月手中双刃交叉，血影如电，在虚空中凝聚出一道诡异印记，血光迅速加剧，一股阴寒血腥的威势急剧攀升。顾晨风早在感应到黑衣人这一式剑法的恐怖威势时，身体瞬间绷紧，周身气血之力和灰色元气汇聚，化作一条游龙，在体内按照某种玄奥繁复的路线运转后，汹涌注入手中巨斧。这一刻，巨斧仿佛化作一道无底洞，疯狂吸收着他的能量。嗡，斧身震颤，表面乌光越发明亮。最终，苏婉月先顾晨风一步出手，双刃悍然前刺，带着身前那道膨胀了数倍的诡异血纹，朝着黑衣人裹挟漫天冰雪的剑影对轰而去。砰！血纹与剑影相撞，爆发出一声巨响，冰霜风暴与血色浪潮激烈冲击，双方只僵持了一瞬，苏婉月身形一震，就连同血纹被推着向后。此时苏婉月心中有些无奈，她还有更强的手段，却因为本命骨不在身边，无法施展。眼看着漫天寒霜即将吞没血潮，剑影要将血纹撕裂。轰！忽然苏婉月身后大地震猛地震颤了一下，一道人影骤然腾空而起。顾晨风手持开山巨斧，一跃数丈，几乎接触到矿洞顶部。他双手握住化作斧柄的枪身，身躯在半空中弯曲绷紧，仿佛一张拉满蓄力的大弓。嗡！手中巨斧震荡，乌光耀眼，如一轮冉冉升起的黑色大日。开山七式第一式，贯月式。唰！
下一瞬，战斧抡动，如一座山岳震落，悍然轰向那片冰霜风暴轰。震天轰鸣声中，乌光砸入冰雪风暴之中，掀起狂暴劲气四溢。原本推动血纹势如破竹的寒霜剑影剧烈震荡，连同席卷的冰雪去势戛然而止，甚至被震得不断退后。这一刻，不仅是黑衣剑客，便是苏婉月都震惊抬眼，看向那道持斧劈下、气势霸道无匹的男人。他和黑衣人都知道，顾晨风的修为应该是外功大圆满境界，其实力能够媲美元海境1、2星那家武者，已经是不可思议。但此时，顾晨风这一斧之威，甚至达到了元海境中期的威能。这家伙的肉身到底变态到了何种地步？他的斧法又是什么级别的武技，才能让他横跨这么大的修为差距，施展出如此惊人的攻势？在顾晨风的助力下，苏婉月身前暗淡的血纹再度亮起光芒，与顾晨风并肩向前，朝着黑衣人压去，将对方不断逼退，压制寒霜剑气。危机关头，黑衣剑客一咬牙，也爆发出全身潜力，狂暴寒霜顺着剑气席卷，与战斧、血刃彻底僵持在一起。三股力量疯狂碰撞侵蚀，如同三只绝力的野兽。一旦一方露出颓势，就将一败涂地。在这种战况下，顾晨风的短板就显露无遗了。他这一式贯月式本就还未修炼纯熟，且消耗巨大。此刻三方僵持之际，其体内所剩不多的气血和元气之力还在疯狂涌入巨斧之中。他可不是元海境武者，经不起这种消耗。而黑衣剑客显然也明白这一点，他拼尽全力维持僵局，等待着顾晨风能量消耗，陷入颓势。很快，顾晨风体内元气率先告罄，战斧威势减弱。黑衣剑客敏锐捕捉到战机，剑势反压而下，逼退二人。顾晨风眼看着自己的气血之力也快要耗尽，他干脆把心一横，双手直接松了战斧，凝聚全部气血之力，双拳齐出，轰向黑衣剑客胸膛。顾晨风知道僵持下去必败无疑，而松开战斧有苏婉月顶着，黑衣剑客也不可能瞬间取胜，他却可以趁机近身出手。即便对方是元海境强者，可对上自己这种外功大圆满级别的体修，近身肉搏，对方也绝无优势。顾晨风此刻变招果断，速度也是极快。黑衣剑客在惊诧一瞬后，也瞬间反应过来，双手稳住剑势，胸膛处蓝光闪烁，仓促间凝聚出一层寒霜护罩。砰！顾晨风双拳与蓝光对撼，爆发出一声巨响，咔嚓！薄薄的寒霜护罩碎裂，但顾晨风轰出的拳势也被抵消殆尽。不等顾晨风再度蓄势出手，黑衣剑客已经一脚蹬向顾晨风小腹，而顾晨风在拳势被阻挡的一瞬就知道不妙，千钧一发之际，顾晨风本能的化拳为爪，朝对方胸膛狠狠一抓。本只是一种下意识的反应，可顾晨风双爪一合，却落到了实处，入手绵软且弹性惊人，手感润得离谱。啊！撕了！刹那间，一声女子的惊叫和布帛撕裂声在矿洞中回荡。砰砰砰！矿洞之中，三道身影同时倒飞。顾晨风是被黑衣剑客一脚踹飞的，苏婉月则是在黑衣剑客受到袭击、力量涣散之际趁机发力，两人能量对碰，各自倒飞出去。顾晨风在地上一连翻滚了数圈，脑子晕乎乎的，倒不是被踹晕的，而是方才听到黑衣剑客发出的那声惊叫，脑袋如同遭人重击。那黑衣剑客竟然是个女人，而且是个资本很雄厚的女人，关键是对方的声音还很熟悉。顾晨风原地愣了几秒，缓缓抬头看向黑衣剑客。上官姑娘。顾晨风用试探性的语气开口。此时黑衣剑客正双手捂住胸口，他衣襟处的布料已被撕扯下两大块，从指缝间隐隐可见里面缠绕的纱布和内里浅红的丝绸亵衣。此时黑衣剑客抬起头，他用一种羞窘、愤怒和无奈的复杂目光望着顾晨风，只是与对方的目光一触碰，顾晨风就彻底确认了对方的身份。上官小姐。这一刻苏婉月也惊诧开口，连声音都忘了伪装。苏大家。上官冰心也露出一丝诧异神色，感情今日对战双方都是熟人。片刻后，矿洞中，顾晨风收工，恢复成翩翩公子的模样。苏婉月也从灰衣青年摇身一变，化作白衣如雪、面覆薄纱的苏大家。上官冰心换下被撕坏的黑衣，又恢复了青衣束带，神态清冷的大家闺秀风范。但今日他腰间并没有佩戴那枚玉佩，现场的气氛依旧有些古怪。众人沉默半晌，苏婉月率先开口质问：上官小姐，你为何要对我和我的同伴下此毒手？上官冰心却是一脸无奈。我说了，
不是我杀害了你的同伴，但那晚是你袭击了我。苏婉月用锐利的目光审视着上官冰心。上官冰心解释道：我是曾对你出手，那是因为我也在追查那群家伙。那夜我正在追踪他们，见你行动匆忙，且身上有蛊虫的气息，以为你是凶手，这才对你出手。况且我一开始也没有下杀手，是你不肯解释，只顾脱身，我自然认为你做贼心虚，才出手追杀。闻言，苏婉月微微一怔，回忆起被上官冰心袭击那晚，对手出手偷袭自己后，的确质问过自己的身份，而苏婉月当时急着赶去救援自己的同伴，将对方当成敌人的同伙前来劫杀，直接全力出手突围，最终重伤脱身。回想起来，双方并没有交谈几句，很有可能产生误会。苏婉月秀眉微蹙，将信将疑。上官冰心目光淡坦然，与之对视。更何况我不惧你，亦不惧你背后的古神宗，自没有骗你的必要。古神宗，听到这个3个字，一旁的顾晨风露出惊讶之色。当初苏婉月并没有告诉自己他的来历，尽管他心中有所猜测，却一直无法确定。古神宗乃是兖州北部4大王朝之一的大夏国境内的第一宗门，地位等同于云苍宗在大黎王朝的地位。顾晨风心中惊诧未消，苏婉月紧盯着上官冰心，突然惊讶出声：你是云苍宗的人？上官冰心微微点头，从腰间取下一块带着祥云标志的特殊腰牌。在大黎王朝境内，我云苍宗何须惧你古神宗？即便要出手，我们也犯不着用这种阴谋诡计。苏婉月闻言一声轻哼，虽然有些不满，但也没有反驳。你的意思是有第三方势力在暗中作祟？上官冰心点点头道：既然你古神宗已经到了帝都，看来其他2家也已经到了，说不定是他们出的手嫁祸古神宗。听到二女交谈的顾晨风心中一阵惊愕，想到不到自己身边关系还算亲近的2名女子，竟然分别来自云苍宗和古神宗这2座兖州的超级大派，而且听二女的口吻，竟然还有其他同等量级的存在派人来到帝都。大黎帝都到底有什么？怎么这些巨无霸级别的宗门势力都参与进来了？顾晨风忽然想起苏婉月曾对自己说过，他和他的同伴潜伏在大黎帝都是有一件重要任务要完成，莫非跟这个任务有关？眼看二女还在分析到底是谁哪一家在暗中搅局，顾晨风终于开口了：嗨嗨，2位姑娘，你们潜藏在大黎帝都到底有什么目的？苏婉月最先给予回答：我奉师门之命，在大黎帝都寻找一件东西，上官小姐和云苍宗想必也在找那件东西。上官冰心淡然道：我本就是上官家的一员，只是在云苍宗拜师修炼，如今受师门之命在帝都寻找一件宗门遗失的至宝，那明明是我古神宗的宝物，什么时候成了你云苍宗之物了？苏婉月不满反驳。上官冰心轻蔑地瞥了他一眼：你古神宗远在兖州北部，却到我大黎王朝境内寻宝，还有脸说是自己宗门的宝物？你……眼看二女就要再度撕起来，顾晨风当即打断：上官姑娘，我不关心你们的任务是什么，我只想知道你为何会出现在这里。顾晨风想要弄清楚上官冰心和潜入此地的黑衣人到底有何关系。上官冰心沉吟道：我说过，我也在追踪那伙扰乱帝都之人，得知你遭到袭杀，我怀疑那伙人或许和皇甫家有关，便在暗中追查，结果虽然没有查到皇甫家和那群家伙的联系，却在无意间发现他们在这座矿脉下的行动。上官冰心目光瞥向矿洞尽头那座散发着惊人能量的阵法，直言不讳：听说这座矿脉在1年前坍塌时出现了一些异象，疑似有天才地宝出世，我也有些好奇，想看看阵法中到底藏匿着什么。苏婉月也点头道：我也曾暗中调查过此事，听说这座矿脉乃是一座元晶矿脉，其中还藏着一些秘密，只是碍于身份，我不想节外生枝，一直没有靠近过此地。听了二女这番话，顾晨风目光微一转动：2位姑娘，不知道你们寻到自己要找的宝物了吗？二女同时摇头：那件东西我云苍宗已经寻觅了上百年，哪里是那么好找的？上官冰心叹息一声。苏婉月也是开口道：也是近年来我们才得到了一些情报，那件东西的气息疑是在帝都出现过，但如今那气息已经消失，想要在偌大的大黎都城寻找出那件东西绝非易事，也就是说你们的任务短期内都无法完成。二女同时点头。啪！顾晨风两手一合：好，既然如此，2位姑娘是否愿意与顾某合作？我们合力打开矿脉中的阵法。这二女皆是露出讶异之色。顾晨风道：反正皇甫家一直惦记着我顾家的矿脉，与其千日防贼，不如我这个主人自己破开阵法，
一探究竟。若其中真有宝物，两位姑娘出了力，得到的好处自然少不了你们。看着二女逐渐露出异动之色，顾晨风趁热打铁：难道两位姑娘就不好奇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天才地宝？我曾无意间听我爷爷说起，这矿脉中的确藏着某些非同一般的宝物，可惜爷爷当初没有明言，他闭关后我更无从得知。听闻顾老相国这位宗师级强者都曾言说矿脉中藏有宝物。二女的目光明显变得炙热了，一旁的顾晨风看得真切，心中暗喜不已。他这番话自然是瞎编的，但他的确是想邀请二女相助。一来顾晨风的确很好奇这座矿脉中究竟藏匿了什么东西，若真有什么宝物用来给自己和大姐提升实力，给家族增加筹码，那才是物尽其用。二来以顾家如今的状况，想要在群狼环视下守住这座矿脉颇为费力。若是将云苍宗和古神宗两方势力拉进来，成为临时伙伴，皇甫家再敢插手矿脉，得罪的可就不止顾家了。自己相当于给矿脉找了两位重量级的守护者。终于在顾晨风一番游说之下，苏婉月率先开口道：好，我同意合作。上官冰心迟疑了一瞬后，最终也点头：我也同意。矿洞中，啪啪啪啪啪啪，顾晨风、苏婉月和上官冰心三人达成协议，相互击掌为誓。顾晨风承诺只要二女帮他破开阵法，其中得到的宝物自己得5成，另一半二女平分。顾晨风虽然占了大头，但这矿脉本就是顾家之物，如此分配二女也很满意。两位姑娘打算如何破阵？需要我提供什么助力吗？协议达成，顾晨风心中欢喜，主动询问道。上官冰心和苏婉月同时回头看向矿脉尽头的那座赤红色光幕，均是面露凝重之色。上官冰心道：这是4品离火归元阵，防御力惊人，强行破除恐会引发大阵暴动，十分危险。苏婉月也是分析道：对付这种阵法，最好的办法是以阵破阵，以品级相当的水系阵法按5行相克之道破解。二女都是出自超级大宗，眼界见识自然非凡，很快就商议出一套破阵方案，便是布置一座4品玄水附灵阵，以破解离火大阵。但问题也随之出现，布置一座4品大阵不仅要耗费许多珍稀材料，更需要大量人手加持。苏婉月道：我能够提供一半的布阵材料，但我古神宗在帝都的人手基本被扫清，宗门派来的人还在路上，暂时抽调不出人手。上官冰心也是微微皱眉道：我能出另一半材料，但我在云苍宗的身份，帝都鲜有人知晓，不便召集人手，而且其他2家势力多半也在暗中盯着我们，一旦被他们得知此事，恐怕会从中作梗，弄巧成拙。二女将目光同时投向顾晨风，意思很明显，人手得你出。你们需要多少人手？多多益善。二女异口同声：有修为要求吗？只要是武者，能够听命行事就行了，大阵的具体布置由我和苏姑娘把控。上官冰心补充。顾晨风目光微一转动，有了主意。这个问题好办，交给我。三人正交谈间，顾晨风先前进入矿洞通过的那条通道忽然传来细微声音，下一刻一道灰衣人影掠入矿洞。三少，你没事吧？丁四手提染血宝剑匆匆赶回，方才他一战击杀2名元海境强者，又去追杀另外2人，到现在还不到半刻钟时间。虽然顾晨风展现出的实力很强，几乎堪比元海境初期武者，但丁四还是担心他的安危。然而匆匆赶回矿洞，丁四却愣住了，矿洞中的那些黑衣人都已经逃走了。顾晨风安然无恙地站在原地，身边却出现了2位娇滴滴的大美人。上官小姐，苏大家。丁四虽然认得二女，却实在想不通，他们怎么会在此刻出现在这里。顾晨风冲着丁四眨了眨眼睛：是我约了2位姑娘在这里见面，聊聊诗词歌赋，谈谈人生理想。此时的苏婉月一副羞答答的模样，躲在顾晨风身后，一旁的上官冰心也表情很不自在的瞥向别处。二女不知用了什么办法，都将自身修为气息敛去。看到2位姑娘的反应，再看到顾晨风嘴角那一抹暧昧的笑容，又扫视满地的残肢断臂和尸体，丁四嘴角抽动了几下，心中狐疑的同时直呼现在的年轻人玩得太野，自己根本看不懂。不过顾晨风是他的主人，只要他没有危险，对方想要双排还是3排，队友是谁，在哪里战斗都与他无关。那些黑衣人怎么样了？顾晨风主动转移了话题。跑了一部分，抓了一部分。那4名元海境武者，我杀了3人，1人重伤跳河逃遁，但估计也活不了了。顾晨风满意地点点头。这座矿脉的看守太过松散，加上这群黑衣人挖了不少逃生通道，想要全部拿下可能性不大。
能够让皇甫家损失4位远海境强者，破坏对方的偷家计划，已经是收获颇大。行，那些活口押回帝都，这里的尸体让人清理干净。顾晨风下了命令，便带着二女和丁四回到地面上。众人出了矿脉，丁四寻来一辆马车，顾晨风与二女同乘一辆马车，丁四亲自驾车。公子，我们直接回帝都吗？丁四询问。不，去一趟隐龙山脉，我要去四方门看看。去四方门？丁四有些诧异，但还是选择执行命令。郊外道路难行，一路颠簸。苏婉月和顾晨风倒是没什么，唯有上官冰心在颠簸时眉头微蹙，似有痛苦之色。他暗暗将双手环抱胸前，这才好了一些。只是那幽怨中带着几分森寒的目光，不时瞥向对面的顾晨风。感受到眼神杀的顾晨风急忙战术性闭目，开始打坐恢复。但其双手之上一抹惊心动魄的触感，时不时还会在指尖闪现，令他心中悸动。到了四方门山脚，顾晨风却让丁四留在山下。丁四不放心，想要跟随。顾晨风道：以我如今的实力，四方门中没人能威胁到我，况且如今这里可是本少爷的地盘，你放心吧。顾晨风看了二女一眼，又对丁四投去一个你懂的眼神，似乎在说：本少爷要带2位美女爬山，你可不要当电灯泡，坏我好事。丁四犹豫片刻，想到顾晨风的确拥有自保之力，四方门中还安插了不少相辅护卫，他也就不再勉强了。好吧，我在山下等候。随即顾晨风带着二女登山，走了一段距离，苏婉月终于开口问道：顾公子，你带我们到这里来干什么？顾晨风嘿嘿一笑：你们破阵不是需要人手吗？这四方门就是我的产业，2位姑娘可以安心在这里挑选人手，筹备破阵事宜。闻言，二女都感到有些惊讶，没想到以顾家的权势还会涉足这种层次的江湖门派。2位姑娘都是帝都中出名的人物，说不定有人会认出你们，还是换个装扮吧。二女闻言也觉得有理，便各自改变装束，没有再男扮女装，而是和顾晨风一般，一人头上戴一顶斗笠，以轻纱遮面，虽然看不到容貌，但那窈窕婀娜的身段，一个清冷，一个妩媚，迥异而特殊气质，仍旧散发出惊人魅力。做完这一切，3人才继续登山。1个月前，四方门经历了一场重大变故，一名手持长枪的绝色女子带着一名锦衣青年和一名灰衣男子上山，此女一路横扫，直打上四方门总部，一枪镇压了远海境修为的门主严四海。此事震撼了整个四方门，所有门人都以为门派将遭受灭顶之灾，不复存在。没想到最后发生了转机，那3人最终在盟主严四海的殷切恭送下离去。随后严四海召集门中核心成员，表示四方门危机已经度过，有一位贵人帮他们化解了危难，并将帮助四方门发展壮大，但他们今后也需要为那位贵人效力。严四海并下令将顾严霜3人杀上四方门之事严密封锁。得知命令的四方门成员心中将信将疑，猜测会不会是门主为了遮掩四方门差点被灭门，自己都被逼下跪的糗事，刻意编造的故事。直到半个月前，一队商队装扮修为不俗的武者上了四方门，将一批功法武技运送而来，其中光是皇品功法和武技就有数十种之多，凡品典籍更是多不胜数。这对于门派上下只有一本皇品功法压箱底的四方门而言，简直是天降鸿福。门派上下所有人都激动无比，这才知道门主所言非虚，原来这些典籍都是那位贵人相赠。不仅如此，这群运送典籍的武者也留在了四方门，与他们一同修炼。四方门陷入了一阵狂欢后，渐渐恢复了平静。直到今日，一男两女3名带着斗笠的特殊人物到访四方门，门主严四海亲自到大门外相迎，随后便召集四方门上下所有门人弟子在山顶广场集合。四方门数百名门人弟子此刻齐聚广场，目光都望向广场前方的高台上，那一男两女3道显眼的身影。那男子身着浅色锦衣，身材匀称挺拔，应该有些年轻。真正吸引人的是他身旁的2道曼妙身影。虽然2名女子也戴着斗笠，但身材和气质实在太完美，即便是远远望上一眼，也令众多男弟子心猿意马，双眼发直，忍不住在心中暗暗猜测，那2名女子和这青年是什么关系？莫非都是此人的红颜知己？那这家伙也太享福了吧，也不怕折寿。心中虽然腹诽不已，但在场却没有人敢胡言乱语，因为此时高台之上，在四方门说一不二，拥有绝对权威的门主严四海，此刻正点头哈腰的跟在那名斗笠青年身旁。高台上这3人自然是顾晨风、苏婉月和上官冰心。当初打上四方门，
顾晨风虽然也在场，但所有人的注意都在自己大姐身上，真正注意到顾晨风的不多，更没有将其与顾家三少联系在一起。如今顾晨风带着斗笠现身，倒是无人将他与那日的青年联系在一起。但大家都猜出来了，这名青年应该就是四方门的贵人，为四方门送来那批功法武技之人。公子，本门所有门人弟子都已经召集过来了，您有何吩咐，尽管示下。有了1个月前那场令人绝望的经历，严四海的内心对于顾家的敬畏达到了顶点，尤其顾言霜那无可匹敌的一枪对他带来巨大冲击。他知道只要对方愿意，绝对可以一枪秒杀自己，而且顾言霜和顾晨风只要点点头，动用顾家家族势力，整个四方门顷刻间就会灰飞烟灭。然而最终顾家三少却放他一马，收编了四方门。严四海如绝境逢生，心中庆幸的同时，对顾晨风也充满了感激。自收编四方门后，顾晨风不仅没有剥削他们，反而派人送来大批珍贵的功法武技，令严四海心中狂喜，感叹自己跟对了人。今日得知顾晨风亲自上山，他赶忙大礼相迎，见对方竟然还带着2名身材气质绝佳女子，他心中虽然诧异，却是不敢多看一眼，并按照顾晨风的吩咐召集所有门人。此时顾晨风却只是微微点头，倒也没有什么特殊安排，严门主让他们按照日常修炼，稍微展示一番就好。严四海顿时了然，三少这是想看看这些弟子的实力素质。四方门本就有早课和晚课，众门人都会聚集起来修炼。此刻他当即下令，让广场上的人群分组操练起来，有人打坐运功，有人修炼武技，还有人组成简单的战阵，一众四方门弟子知晓台上那位贵人深不可测，且手笔惊人。此刻门主让他们当着这位贵人的面演练，不正是给他们展示自我的机会吗？于是众人一个个卯足了劲儿，拼了命的表现。偌大的广场上，一群人呼喝声如雷，有人拳脚生风，有人挥舞刀枪棍棒，那些布置攻防阵法相互演练厮杀的弟子更是撸胳膊挽袖子，打得热火朝天。见此情形，严四海面上不语，心中却是暗暗自得意，心说这帮小子还算懂点眼色，知道这时候不能掉链子，这精气神和训练水平可比平日里高出太多了，三少应该能够满意吧。然而看着高台下热闹非凡的训练场面，顾晨风却是面无表情，转而看向身旁二女，你们觉得如何？能达到标准吗？对此二女都做出了答复。上官冰心微微摇头，不合适。苏婉月则给出更为直接的评价，一群废物。听到二女的评价，严四海的表情不禁一僵。与此同时，高台附近一名身材雄壮的络腮胡大汉正好听到了二女不加掩饰的评价，此人乃四方门二当家，身怀元气境8星修为，乃是四方门中除了门主严四海之外的最强者。当初顾言霜杀上四方门时，他正好外出狩猎，未曾亲眼见过顾言霜的手段，对于门主无端效忠一名所谓的贵人，二当家一直心中颇有微词，只是慑于门主的威望，看在那些功法典籍的份上，他才勉强从命。但今日正在闭关修炼的二当家突然被门主急急召见过来，还以为有什么紧急任务，等他赶来才发现竟然是给台上那3人操练表演。二当家顿时心头火起，有种被人当猴耍的感觉，他强抑着怒火在台下操练了一阵，本想配合门主随意应付一下这3人，却不料台上那2个女子竟然如此贬低他们，说他们是废物。二当家顿时怒意上涌，忍不住低骂一句，妈的，2个小娘皮以为爬上了贵人的床榻，任人蹂躏，自己就变金贵了，竟敢瞧不起老子。二当家的声音不算大，但以苏婉月和上官冰心的耳力，怎么可能听不见？苏婉月倒还好，只是眉头一皱，而上官冰心本就某处隐隐作痛，心情不佳，再听到有人如此出言不逊，顿时目光一凝。你刚才说什么？他声音清冷平静，却将现场嘈杂的操练声仿佛都压制了下去。二当家突然心中一凛，竟是下意识后退几步，旋即他有些恼羞成怒，不顾严四海的目光警告，嚷嚷道，怎么区区一个小娘皮也敢来恐吓我？真以为老子怕？话音未落，二当家只感觉眼前一花，一道青衣人影鬼魅般出现在眼前，他还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青色倩影，袖袍一挥，砰！下一刻，元气境8星的二当家双脚离地起飞，他只感觉耳旁劲风呼啸，天旋地转，两眼发黑。四方门广场，所有人的目光都在天空中划过一道圆弧，目送着二当家砸入广场外的花坛中，将地面砸出一个大坑，当场晕死过去。
一时间，所有人都陷入了呆滞状态。一位元气境8星武者就这么被一巴掌扇飞，连哼都没有哼一声，便失去了反抗之力。高台上的严四海望着突然出手又瞬间返回，气定神闲，仿佛从未离开过高台的上官冰心，瞳孔剧烈收缩，心中满是震撼。他亲眼目睹了此女出手的过程，那惊鸿一瞥的强悍元气波动和行云流水，却又快如闪电般身法，无一不透露出此女高绝的实力。这女人修为至少在元海境中期以上，修为超出自己一大截。且观其出手的手法和身法，必定修炼了等级极高的功法和武技。此时现场也骚动起来，什么情况？二当家怎么突然飞出去了？众人根本没有看清上官冰心出手的过程。哼！高台之上，苏婉月扫了眼喧闹嘈杂的现场，一声冷哼。他的声音不大，却似乎在现场每一个人脑海中响起，如雷霆轰鸣，震得众人心惊胆战，魂不守舍。原本正吃惊于上官冰心惊人实力的严四海，猝不及防之下也被一声冷哼震得心头一颤，体内元气都涣散了几分。好恐怖的精神力！他又震惊地看向苏婉月，这白衣女子的实力竟不在青衣女子之下。换而言之，这两看似柔弱的女子实力都远胜自己。这令原本以为二女只是顾晨风红颜知己的严四海背脊直冒寒气，不愧是三少，连身边的红颜知己都这么变态。对于广场上发生的一切，顾晨风没有丝毫诧异。苏婉月和上官冰心可是来自古神宗和云苍宗这等兖州顶级宗门，且二者天赋非凡，拥有一种属性元气，还十分年轻，想必在两座宗门中也都是地位不低的存在。二女能够看得起这群四方门弟子，那才稀奇。于是顾晨风适时开口：嗨嗨，他们的实力的确弱了点，但是可塑性还是很强的，想必稍加训练就可以达到你们的要求了，我会让严门主全力配合你们的。此时顾晨风终于暴露出真正目的，他的确是让二女来四方门挑选人手的，但更重要的是顾晨风想借这个机会请二女当他的免费教练。四方门的底子还是太薄，门人弟子的综合素质都太差，而二女出自名门大派，若按照他们的要求和标准训练出一批四方门精英，不仅能提升四方门的格局，今后也能为自己所用。而二女自然也猜到了顾晨风的小心思。苏婉月嗔视顾晨风一眼，最终点头道：反正布置大阵前期也要准备一段时间，正好可以在这里一边准备材料，一边训练些人手。上官冰心犹豫片刻，也点头同意。见二女点头答应，顾晨风心中大喜，忙唤来严四海：严门主，今后一段时间你要好好配合这两位姑娘进行训练，他们说的话就是本公子说的话。是，三少放心，两位姑娘命令在下无不遵从。严四海额头渗汗，忙不迭地答应。即便没有顾晨风的命令，这两位姑奶奶的实力他也根本惹不起。随后顾晨风又命严四海继续派人在太荒岭打探黄甫家那支神秘狩猎队的消息，这才下了山。回城的路上，顾晨风暗暗思索，如今破解矿脉阵法和四方门的人才培养都交给苏婉月和上官冰心，自己可以放心。二女说过，想要完成玄水富林阵的布置和人员训练要接近2个月时间。至于黄甫家的狩猎队，自己大姐都没有查到下落，严四海派出去的人得到情报的概率更低。他可以暂时不用考虑这两件事情，接下来最重要的还是提升自己的修为。回到相府，顾晨风又将矿脉的遭遇告知了大姐顾寒霜。奇怪的是，得知矿脉被黄甫家之人暗动手脚，大姐竟然不大意外，似乎早已知晓此事。再联想起老爷子在矿脉处布置的松散防御，顾晨风隐隐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但大姐并没有多做解释。当顾晨风主动提出由自己派人看管矿脉后，顾寒霜犹豫片刻，最终答应了他的请求。随后的日子，顾晨风又开始了表面好吃懒睡，流连风月，实则白天在千焦阁炼丹，晚间在悟道台修炼，2点一线生活。短短7日时间过去，顾晨风已达巅峰的铁相功再度突破真至圆满，元气修为也再度突破，达到元气境8星，精神力增强，超感范围扩张，伏虎枪法和开山七式2门武技也均有精进，如此提升速度不可谓不惊人。然而顾晨风终究是遇到了阻碍。铁相功达到圆满境界后，他没有了更高级的外功进一步提升体魄，即便想要靠丹药提升，市面上最高级的也就是一品淬体丹而已，对他的效用已经不大。这就导致顾晨风体魄修为停滞不前，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修为开天造化诀和那种灰色元气的缘故，
顾晨风的元气修为对于体魄强度有相当高的依赖度，肉身修为停滞，元气修为随之放缓，停留在元气境8星。顾晨风猜测，如果自己体魄不能率先突破到另一个层次，即便他达到了元气境巅峰，甚至服下2品大丹，也难以突破到元海境。可棘手的是，修炼界中的体修实在稀少，能够达到圆满境界的体修更是凤毛麟角，因此更高级的体修功法以及淬体丹药极其罕见，相辅之中也没有更高级的体修功法，于是顾晨风只能在炼体丹药上面下手。今日一早他就去了万宝斋。葛先生，您想要1瓶以上的淬体丹方？万宝斋内，顾晨风见到了柳福烟，开门见山地提出了自己的需求。既然暂时寻不到高级外功，就用更高级的灵药提升体魄。不错，葛某最近在修炼一种秘籍，对于体魄要求极为严苛，普通的淬体丹药难以达到需求，所以今日只能叨扰刘长房。顾晨风有些希冀地看向柳福烟，他心情也有些紧张。万宝斋商路广阔，在丹药一道的底蕴尤其深厚，要是连他们都没有此类丹方，情况就不妙了。而柳福烟在沉吟片刻后给出了肯定答复：有，万宝斋真的有更高级的炼体丹方。听到柳福烟的回答，顾晨风目光骤亮。柳福烟肯定点头。近些时日，万宝斋和齐轩阁的斗争愈演愈烈。柳福烟很清楚万宝斋前任首席炼丹师的水平，与对方正面打擂台，他心中还是有些发虚的，但眼前的葛洪却不断带给他惊喜。自从那次送来极品1品丹药，没过几日就送来了一批2品丹药，对方竟已突破2品炼丹师，而且葛洪的炼丹效率依旧极高，即便是2品丹药的产量也是源源不断，丹药的品质也明显在不断提升。在自己最无助的时候，这个葛洪简直就是自己的及时雨。虽然他推测出葛洪如此不遗余力相助，或许是对自己有好感，倾慕所致，但被一位如此有潜力且年轻的2品炼丹师追求，似乎也不是件令人厌恶的事情，更不妨碍他对葛洪越发看重。当然，他打算的是予以对方更多利润和回报，而非以自己为筹码利用对方。面对葛洪的求助，柳福烟主动开口：葛先生，本斋的确有更高级的炼体丹方，分行内目前就珍藏着一门3品炼体丹方，不过按规矩，即便是分行的独家炼丹师也不能翻阅这种级别的丹方。听到万宝斋果真有3品炼体丹方，顾晨风抑住激动的心情，葛某自然不会白白索要丹方。刘长房开个价，我按照市场价购买便是。闻言，身姿绰约、丰腴娇美的刘长房此时微抬号手，玩味地勾起红唇，那妩媚动人的眸光冲顾晨风轻轻一眨，看得顾晨风小心脏扑通一颤。好吧，他得承认可爱在性感面前一文不值。葛先生误会了，您在本斋危难之际伸出援手，妾身还不知道如何报答您呢。这丹方即便妾身自己购买赠与先生，也不能让先生自掏腰包，只是如今倒有一个更好的办法。说着，柳福烟扭身款款走向书房一角的书架，他伸手从书架上取下一个信封，递到顾晨风身前。这是？顾晨风露出疑惑之色。葛先生，妾身代表万宝斋帝都分行正式向您发出邀请，聘请您担任本行首席炼丹师，今后您的利润分成将从原来的7成变为8成。不仅如此，您还可以获得分行的部分股气以及核心成员的多项福利，其中就包括了每年可以免费调阅一定数量的万宝斋3品丹方。首席炼丹师。听到柳福烟这番话，顾晨风不禁露出诧异之色，毕竟他从学习炼丹开始，满打满算还没2个月时间，这就成首席了。柳福烟解释道，正常情况要担任帝都分行的首席炼丹师，至少也要3品炼丹师的标准，但葛先生对我们有恩，在炼丹一道更是潜力非凡，妾身便向总部举荐了先生。其实让葛洪担任首席炼丹师并没有柳福烟说的这么简单，他是以分行副长房的身份全力担保葛洪破格成为首席炼丹师，一旦对方出现任何变动，他都要受到莫大牵连，不用等到总部考核，他就得出局。此举算是将自己和葛洪绑定到了一起，风险不小，但柳福烟是一个有魄力的女人，她选择赌一把，不仅是为了自己的命运，也是为了报答葛洪雪中送炭的恩情。而面对柳福烟送来的大礼，顾晨风没有假惺惺的推迟，当场答应下来。虽然成为首席炼丹师会和万宝斋以及柳福烟绑得更紧，但这也意味着自己能够获得更多资源。随着他的修为提升迅速，无论是破境的大丹还是提升肉身的淬体丹药，后续需求量都会不断提高，这是对自己更有利的事情。双方愉快地签订了新的合约。
顾晨风正式成为了万宝斋帝都分行的首席炼丹师。随后，柳福烟第一时间将那门3品淬体丹方送到了顾晨风手中。龙象淬骨丹，这的确是一门罕见的高级淬体丹方，炼制的难度很高。一般的3品炼丹师想要炼出这种丹药也不容易。不过，顾晨风并不担心炼制的问题，有悟道台相助，成为3品炼丹师，对他而言就是多耗费些精神力感悟而已。他真正关心的是丹药原料。龙象淬骨丹的灵材繁多，除了3种主药外，还有上百种辅药，其中许多顾晨风连名字都没听过。刘长房，炼制龙象淬骨丹的原材料能够在万宝斋内部买到吗？若是有成品丹药，自然更好。柳福烟却是面露难色。葛先生，这种高级淬体丹药，那家武者鲜少用到，而修炼外功的武者因为修为问题也基本用不上，加上龙象淬骨丹的药力流失很快，保存不易，所以即便是总部也没有存货，最多只能收购一些炼药的原材料。顾晨风闻言，心中略微有些遗憾。柳福烟宽慰道：葛先生放心，这些辅药妾身会通过万宝斋的渠道帮你收购，3种主药中的星辰莲也应该能够买到，但其他2种主药相对罕见，可能需要较长时间收购。对于柳福烟的帮助，顾晨风颇为感激，但心中仍有些焦急。如今体魄强度制约了元气修为的提升，顾晨风可耗不起。龙象淬骨丹必须尽快炼制出来，以万宝斋的实力，其他药材应该很快就能集齐。真正的问题就是那2味缺失的主药，一株100年年份的龙涎花，以及一颗元海境妖兽心脏。其中元海境妖兽心脏，顾晨风并不担心。当初在太荒岭，熊大送给他了一颗元海境虎妖心脏以及一根枯枝，也就是说，我现在真正缺的只有1味主要100年龙涎花。可是如果连万宝斋都收购不到，我要去哪里找呢？正思索间，柳福烟忽然说道：对了，葛先生，1个月后就是1年1度的联盟交易会，或许你能在那里有所收获。联盟交易会，顾晨风顿时来了兴趣。柳福烟当即耐心解释了一番。原来大黎王朝的各大商行组成了一个商会联盟，类似顾晨风前世的商业协会。按照惯例，每年联盟都会牵头在帝都附近举办一场交易会，邀请一些有实力的商行带来自己最优质的产品，在交易会上展示，以此吸引全国各地的客商选购签单，给各商行带来巨大利润。因此每年这个时候，各大商行都会卯足劲儿，拿出许多珍稀之物吸引顾客。柳福烟补充道：联盟交易会分为2个流程，入夜后还有一场联盟拍卖会，到时候会有更多平日难得一见的珍宝竞拍，甚至有压轴重宝登场。葛先生应该能够在拍卖会上得到自己想要的药材。柳福烟自信表示：我万宝斋作为帝都最有实力的商行之一，自然也受到了商会联盟的邀请。葛先生若是有意，不妨随妾身一同去参加这次交易会。自千交阁返回相府的马车内，顾晨风心中默默整理着今日在万宝斋的收获。虽然自己算是拉了万宝斋帝都分行一把，但柳福烟这个女人也很懂感恩，时常带给自己一些惊喜。今日一行，她不但成了万宝斋帝都首席炼丹师，拥有了更高的分成和权益，更重要的是得到了龙象淬骨丹的丹方，有了继续提升肉身的途径。恰逢联盟交易会即将举办，顾晨风自然答应了柳福烟的邀请，不仅是为了购买龙涎花，对于那场联盟拍卖会他也很感兴趣。眼下距离联盟交易会还有1个月时间，自己也要做些准备了。龙象淬骨丹的炼制难度在3品丹药中都算高的，我要尽快提升到3品炼丹师。虽然顾晨风才刚突破到2品炼丹师，但他却很有自信。此前他大部分精力还是放在武道修炼上，炼丹方面除了炼制自己所需丹药和供给万宝斋，他很少专门以悟道台提升炼丹术造诣。如今因为肉身缘故，元气修为停滞不前，他有足够的时间提升炼丹术。此外，柳福烟还拜托他炼制一批2品丹药，一来可以作为交易会上的展销品，二来也是提前预备，防止齐宣阁发难。近来和齐宣阁的斗争，万宝斋虽然没有被打倒，但首席炼丹师的离去还是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此次交易会，齐宣阁肯定也会参加，还不知道还会用什么招数针对万宝斋。柳福烟这次亲自带队参加联盟交易会，是想借助此次交易会重振万宝斋的招牌，打一次漂亮的翻身仗。而顾晨风也想弄死齐宣阁，自然会全力支持。1个月足够了。此后的日子，顾晨风依旧日日前往千交阁。苏婉月在千交阁的地位极高，不仅是名震帝都的苏大家，他甚至还是千交阁背后的大股东之一，拥有高度自主权。他这些时日不在阁中，
顾晨风日日前来，也没有人多问半句，而顾晨风每日在千交阁待的时间比以往更久了。通过万宝斋提供给他的许多二品丹方，顾晨风炼制了多种二品丹药，自己的炼丹术也在飞速精进中。期间，顾晨风也出城了2趟，一趟是去四方门看看上官冰心和苏婉月，查看这2位新教头对于四方门弟子的训练效果，结果完全超出了顾晨风的预期。大宗门的精英手段就是不一样，才短短10几天功夫，原本懒散的四方门弟子，一切训练活动变得井然有序，所有门人弟子不敢有丝毫松懈，拼命训练。你要问为什么短时间能有这么大的改变，除了得益于二女先进的管理和训练手段，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苏婉月给每名四方门弟子临时种下的特殊蛊虫。这种蛊虫没有毒性，也不会致死，但只要是不听从命令或是暗中偷懒，就会浑身刺痛如同针扎，或是瘙痒难耐。众多四方门弟子被折磨得痛不欲生，而且二女也不是一味的镇压和逼迫，训练中表现优异进步较大者也可以得到丰厚的奖励，功法、元精、丹药，甚至二女会亲自指教众人一些修炼上的难题。四方门弟子虽然修为普遍不高，但其中也不乏一些明珠蒙尘拥有不凡天赋的弟子，以前在四方门的大染缸里看不出来，如今得遇伯乐，在二女的魔鬼训练和奖励机制下，迅速与其他人拉开差距。短短半个月时间，四方门竟然诞生了多名元气境武者，其中一名年轻的女弟子更是显露出罕见的风属性元气，得到大量资源和关注。有了对比和差距，竞争自然变得激烈起来，众人也渐渐习惯于这种训练模式，甚至连四方门门主严四海在见识了二女的手段眼界，也猜到二女来历非凡。几次主动请教修炼疑难后，严四海深感受益匪浅，内心钦佩，此后竟跟其他门人弟子一般，一起参加魔鬼训练，对二女更是执礼甚恭，如晚辈弟子。而二女虽然是顶级宗门的天之骄子，但这种执掌一座门派训练弟子门人的体验也是第一次，在感到新奇的同时也颇有成就感，将四方门当成自己的处女作，在积极筹备玄水富灵阵材料的同时，也越发用心的培养。这一切看在顾晨风眼中，心中直呼赚大了。今后即便二女离去，四方门弟子的素质也将远远和隐龙山脉其他门派拉开差距，拥有了发展壮大的根基。除此之外，顾晨风还离开帝都去了一趟太荒岭。他先是在顾家矿脉巡视了一圈，随后深入太荒岭，在一处人迹罕至之地，将熊大交给他的那根枯枝引燃。过不多时，大地剧烈震动，一大一小2座移动堡垒般的巨熊身影就出现在顾晨风身前。即便已经不是第一次见到熊大，且自身已有了匹敌元海境初期武者的战力，顾晨风还是被对方那股狂暴彪悍的气势所震慑。他依旧无法判断熊大的修为，对方的实力绝对超出了元海境，就连熊二上次见面还是元气境巅峰修为，如今都已经突破到了元海境。2只巨熊看到顾晨风都很兴奋，兄弟俩各自亲热地拍了顾晨风一巴掌，亲切问候。顾晨风从地上爬起来，捶了他们膝盖2拳，算是还礼。如今他的精神力蜕变，终于可以和兄弟俩无障碍交流。顾晨风当即道明来意，他想让熊大熊二帮他在太荒岭寻找龙涎花，毕竟联盟交易会上不能100%确保得到龙涎花，更何况还有年份要求，所以顾晨风打算做2手准备。熊大熊二是太荒岭中可以横着走的存在，有他们帮忙寻找，或许也能提前寻到龙涎花。此外，他还让熊大熊二帮忙留意一下黄甫家那支神秘狩猎队。面对顾晨风的求助，熊大熊二将胸膛拍得咚咚响，表示包在他们身上。虽然这对熊兄弟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模样，顾晨风还是拿出了2大瓶丹药作为赠礼送给他们。做完这一切，顾晨风就回到帝都继续潜心炼丹。时间一天天过去，距离联盟交易会还有3天。大清早，顾晨风正打算去千交阁，却被大姐叫住了。今日顾延霜一身戎装，手持长枪，顶盔贯甲，形色略显匆忙。大姐，你这是？平日里在帝都当值，顾延霜都是穿软甲，还是第一次穿戴如此齐备的铠甲。最近一段时日，我要到帝都附近巡逻。去帝都外巡逻？顾晨风有些诧异，禁军12位，非特殊情况不会离开帝都半步，就将顾延霜露出严肃之色。近来帝都郊外发现有蛮族间谍活动的踪迹，陛下命令禁军出城搜捕，我禁军12位轮流出城搜捕，今日轮到我带队出巡了。蛮族间谍？顾晨风大感惊讶，
此前他可从未听过相关消息。据他所知，蛮族战力虽然彪悍，但情报间谍工作却一直比较拉胯。而且自10年前蛮族退至北部冰原，已经很久没有大的此类动作了。此事虽然没有完全证实，但陛下对此极为重视。毕竟10年前的一战，蛮族虽元气大伤，退守北部冰原，但还保留了大部分实力。一旦寻到机会，他们必定还会南侵。顾炎双面露严肃之色，并提醒顾晨风，如今你虽然实力不弱，丁4也跟在你身边，还是要多加小心。最近皇甫家太安静了。顾晨风暗暗点头，所谓咬人的狗不叫。最近他也在暗暗关注皇甫家，后者先是被大姐连同顾家盟友清扫了帝都大部分灰色产业，又被自己和丁4撞破他们在矿脉下的行动，杀了他们诸多人马。如今万宝斋又和齐宣阁叫板，遏制对方发展。面对这接连打击，皇甫家安静的有些异常，这不符合他们的行事风格。除非皇甫家又在秘密谋划着什么，顾晨风不得不防。顾炎双临走前交给顾晨风一张淡黄色符纸，此乃传讯符，遇到危险点燃符纸，顾炎双可以第一时间感应到他的大致位置。顾晨风收好传讯符，暗暗思索，还有3天就是联盟交易会了，我一定要将龙涎花弄到手，炼制出龙象淬骨丹。只要我的实力能保持高速提升，皇甫家迟早对我构不成威胁，甚至会被我连根拔起。3日后，一列由上百名护卫随行护送的车队自万宝斋驶离，出了帝都，一路向西。车队光是装的货物就装了10几车，在官道上排成长列前行。车队前方，万宝斋女管事张琪与护卫开道。车队中部，一辆装饰华美宽阔的马车内，万宝斋副长房与首席炼丹师葛洪同乘一辆马车，他们正在赶往联盟交易会的会场。说来也巧，会场地点正是当初举办过精灵会的那座七凤山，地处帝都西郊，距太荒岭不远，略显偏僻。顾晨风也询问过柳福烟，为何交易会不在帝都举办。柳福烟表示，虽然这场交易会主要由帝都各大商会牵头，但因为交易会规格和商品质量极高，吸引了来自大黎王朝、五湖四海各方江湖门派、武道家族乃至帝都权贵们的目光。会场人员身份混杂，难免会遇到一些身上背着官司，乃至一些被朝廷通缉的罪犯混入其中。而在夜晚开启的联盟拍卖会，一些拍品的来路可能也没有那么正规。为了扩大交易会的影响力，吸引更多大客户和珍稀拍品，主办方刻意选在帝都之外举办。这辆马车虽然宽阔奢华，但孤男寡女坐在车厢里，气氛难免显得暧昧。今日的柳福烟也明显精心打扮过，车厢内略显昏暗的光线下，柳福烟一袭红裙裹着窈窕身段，腰肢纤细如柳，胸臀曲线却丰腴饱满，绸缎裙装被撑起诱人的弧度。她将青丝以珠钗挽起，耳坠玉环更衬得肌肤胜雪。那一双桃花眼眸波光流转，红唇微抿似笑非笑，端庄中透着蚀骨魅惑。在狭窄的马车空间里，柳福烟丰腴性感的体态与暗香浮动交织，令顾晨风有些上头，目光不自觉地被对方吸引，然后再不自觉地掠过某些兵家必争之要地，又心虚地快速移开。可顾晨风开始战术性夹腿，主动开启话题，和柳福烟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来。其中就聊到一个顾晨风颇感兴趣的话题，关于万宝斋的总部。原来万宝斋并非一个单纯的商业体，其总部是位于大黎西南的一座名为万宝宗的宗门。万宝宗底蕴深厚，虽比不上云苍宗这等超级宗门，却也是一流大宗中的佼佼者。宗门内有元丹境之上、元灵境强者坐镇，且万宝宗擅长培养炼丹师，丹药产量极高。不仅大黎境内，兖州大地许多宗门势力都会从万宝宗采购丹药，所以这座宗门人脉极其广阔。万宝斋只是他们在世俗界经营的买卖，并非其主要收入来源。数十年前的万宝宗也曾不可一世，甚至瞧不起世俗王朝，还连同兖州南部诸多大宗大派试图抗衡大黎王朝制定的规则。直到那个叫顾北武的大黎武夫带着数十万浮屠军，以蛮横姿态横扫兖州南部所有宗门，万宝宗遭到史无前例的重创，最终选择服软，并主动开设万宝斋，融入世俗界。听到柳福烟讲述起顾北武横扫兖州南部各大宗门，马踏修炼界的事迹，顾晨风对这位记忆深刻却又素未谋面，甚至如今不知生死的爷爷生出一种复杂的感觉。他有些震惊，有些钦佩，还感到一种自豪。这一切感受最终化作顾晨风口中一句调侃般的话语：这顾老爷子真是个莽夫。闻言，柳福烟莞尔一笑，眼中却流露着钦佩之色。顾老相国忠君爱国，
为大黎王朝开疆拓土，打下了大片江山，又打服了那些高高在上的宗门势力，为我大黎百姓和世俗武者争得了更高的地位。他的手段虽然暴力，被修炼界各大宗门仇视，却是功在千秋。柳福烟显然对顾老相国乃至顾家颇为崇敬。他继续说道：不仅是顾老相国，还有顾凌霄大将军，他带兵击退蛮族，镇守北方边关多年，却长期遭人非议抹黑，连我曾经也误以为他名不副实。直到不久前，帝都金陵会，顾凌霄将军曾经创作一首《满江红》，流传出来。此句中凝聚着顾大将军满腔热血和一片担心，必能传颂千古。顾晨风嘴角微微扯动，自己给坑货老爹家的光环好像太重了些，都开始有黑转粉，隐隐要成真战神了。不等顾晨风多想，柳福烟的话题却已经转移到了他自己身上。此女颇为感叹道：要说顾家最惹人争议的人物，还要数那位顾家三少。传闻此子是帝都有名的纨绔，不学无术，吃喝嫖赌，好逸恶劳，是个没有修炼天赋的废材。前缀很长，让顾晨风很扎心。但柳福烟紧接着便话锋一转，但妾身不久前曾与这位三少有过一些接触，倒觉得传言不实。哦，顾晨风不禁升起一丝兴趣，倒想听听柳福烟对自己的评价。柳长房觉得那顾三少是个什么样的人？柳福烟沉吟片刻，给出评价：虽然妾身与三少交流不多，但我感觉此人很聪明，也有些不羁，模样还有些俊俏，绝不像传闻中那般不堪。顾晨风看似面无表情，嘴角却比 AK 还难以压制。对了，柳福烟又补充道，三少还有些好色，眼神不太老实。可，顾晨风差点一个没坐稳。柳福烟含笑道，从千交阁流传出的那首三少送给苏大家的醉西厢，和金陵会上藐视大黎如林的讽如诗句来看，这位顾家三少应是位胸怀惊世才华的风流才子，倒也不算辱没顾家门楣。只可惜这段时间顾三少许久不来万宝斋了。说着，柳福烟还算了算日子，说来也巧，自从葛先生您来了万宝斋，顾三少恰好没有再来过。等下次三少前来，妾身倒可以为先生引荐一二。好。顾晨风暗暗心虚擦汗，从身旁取过一个木箱，主动转移话题。对了，柳长房，这1个月来葛某闭关炼制了一批丹药，你要不要过目？听到这话，柳福烟果然被转移了注意力，目光灼灼地望向木箱。那妾身便斗胆欣赏先生的技艺了。柳福烟并拢修长双腿，将木箱接过，端放在大腿上，一揭开箱盖，里面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玉瓷瓶。柳福烟美眸发亮，暗道不愧是葛先生，一如既往的量大管饱。这才1个月时间，竟然就有了这么多存货，就是不知道质量如何。他小心拿起一只玉瓶，拨开瓶塞，一股浓郁药香扑面。柳福烟精神一振，忙低头看了眼瓶中的丹药，旋即忍不住低呼：2品生元丹，上等品质。这一瓶2品丹药的品质就已经超过了葛洪此前炼制出的一批2品丹药，对方的炼丹技艺竟然又有了提升。他强制着心中的惊喜，又一连打开了多个玉瓶，瓶中的丹药竟然都是上等品质，而且涵盖了元气类、精神类乃至解毒类数种类型的丹药。柳福烟越看越惊喜。此次联盟交易会，他虽然亲自前来压阵，但内心还是有些忐忑的。帝都分行近期能够拿得出手的高品质丹药可不多，齐宣阁方面必然会主动出击。要是在交易会上太过跌份儿，拿不到订单，对分行业绩影响极大。如今有了这些高品质且多种类的2品丹药撑场面，就算不如齐宣阁，也不会太弱势。咦，这几只玉瓶的颜色怎么不一样？柳福烟这才发现木箱角落里还有4只彩色玉瓶。见对面的葛洪笑而不语，柳福烟心头一跳，他小心翼翼地拿起一只浅绿色玉瓶，轻轻拨开瓶塞，瓶中浓郁纯净的丹香顿时汹涌而出，同时还有淡淡光辉闪烁。柳福烟呆愣了2秒，忙凑近仔细观瞧。片刻后，他眼中爆发异彩，惊呼出声：这竟然是极品生元丹！再接连查看了一只蓝色玉瓶、黑色玉瓶，居然都是不同种类的品质达到极品的2品丹药。柳福烟激动地握住瓶身的玉手都在微微发颤。柳福烟自然不是没见过世面，身为万宝斋帝都分行的副长房，在他手中交易出去的3品丹药也不在少数。他真正震惊的是，葛洪的炼丹天赋，对方从跨入2品炼丹师行列后，短短1个多月，居然就能够炼制出数种极品品质的2品丹药。这种炼丹天赋，即便比之总部万宝宗那几位亲力培养的炼丹天才，也不遑多让。自己这是真的捡到宝了呀！柳福烟脸上露出抑制不住的惊喜和激动。
有了这些极品品质的二品丹药，这次交易会即便不能压倒齐轩阁，应该也能平分秋色了。见到柳福烟的表情，顾晨风暗暗偷笑，心说这就让这女人心花怒放了。要是让你知道，其实我还有所保留，你岂不是要跪了？心中暗暗打趣之际，顾晨风眼角余光正巧瞥见柳福烟伸手从木箱最角落里拿起了最后一只玉瓶，那是一只外形精致的粉色玉瓶。这瓶又是什么丹药？柳福烟因为激动，微微涨红的俏脸上露出一丝好奇之色，伸手便拨开了瓶塞。而顾晨风只是瞥了一眼，却差点惊得原地跳起。靠，这瓶药怎么在这里面？糟了，昨天炼完丹药忘记分装了。别闻！顾晨风忙提醒出声，却已经来不及了。柳福烟已号手低垂，凑近瓶口，深深嗅闻。别闻！车厢内见柳福烟嗅闻粉色玉瓶，顾晨风大惊失色，伸手阻拦，却已经来不及了。柳福烟深吸了一口气，只觉得一股异样浓郁的香气自鼻腔而入，直抵上颚，随即扩散全身。霎时间，柳福烟只感觉头皮一麻，脑袋晕眩，眼前的画面仿佛被蒙上了一层雾气，同时全身跟过电似的，一股酥麻感顷刻间传遍全身，令他那双包裹在长裙之下修长浑圆的长腿忍不住轻轻摩挲，身体由内至外生出一种又热又痒的异样感觉，内心深处某种难以言喻的渴望，如引燃的炭火，越吹越旺，越烧越红，无法遏制。眼见柳福烟目光迷离，俏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涨红，顾晨风暗道不妙。糟糕，这1个月来，顾晨风为了尽快提升自己的炼丹术，炼制了很多丹药。他成为万宝斋首席炼丹师，有权限调阅万宝斋多种二品丹药，加上相府存放的丹方，顾晨风炼制了很多品类的丹药，其中一部分是为万宝斋参加联盟交易会准备的，另一部分则是顾晨风自己捣鼓的私活。除了二品精神类丹药，他还炼制了一批毒药，见识了皇甫家用毒药掌控死士，苏婉月用蛊虫操控他人，顾晨风也决定炼制一批毒药，无论是用来掌控他人还是阴人，都是用处不小。比起普通修炼类丹药，毒药的品类更是多不胜数，其中用来激发人体情欲的纯药当然占据一席之地，甚至这种药物若运用得当，有时候比一些见血封喉的剧毒更能发挥作用。顾晨风昨夜顺手炼制了一种烈性纯药，因为时间太晚没来得及分装，就和其他丹药放在了一起，方才见柳福烟聊起顾家三少，他一时心虚，只顾着转移话题，却忘了此事。此时柳福烟的状态明显已经中毒，这瓶药物药性猛烈，只有元海境武者能顶得住。柳福烟的修为不高，只有元气境3星，而且他不但毫无防备，为了品鉴丹药还吸得颇为用力，令药力瞬间上头。面对这突发的意外，顾晨风猛了一瞬后立刻反应过来。对了，解毒药剂，行走江湖难免遇到意外，身为炼丹师，顾晨风身上自然随身携带着一些解毒的丹药和药剂，其中就有化解这种症状的药物。顾晨风赶忙伸手在腰间一阵乱掏，寻找解药。而此时对面的柳福烟双眼已经变得更加迷离，俏脸绯红，身躯不安分的扭动，鼻腔中还发出某种异样的声音。死手，快找呀！顾晨风这个自封于堂主，实则单身20年的宅男，哪里见过这种场面，此时慌的一批，手忙脚乱的在腰带中藏着的一堆小瓷瓶中一阵翻找。突然对面的柳福烟轻哼一声，浑身一颤，他腿上放着的药箱顿时不稳，向下滑落。顾晨风手疾眼快，一只手抓向木箱的提手，而柳福烟虽然意识紊乱，被欲望包裹，却依旧本能的也伸手攥紧木箱。两人的动作此时倒成了争抢木箱。论气力，柳福烟怎么可能和顾晨风相比？身躯被带的一个趔趄，就前倾着脱离了座位。扑通，尴尬的一幕出现，柳福烟直接跪坐在顾晨风身前。此时顾晨风也来不及多想，找到了。他从腰间的内袋中找到一只粉色小瓷瓶，里面有专门的解毒药剂。顾晨风拨开瓶塞就要给柳福烟服下，可此时的柳福烟意识模糊，根本无法配合。顾晨风情急之下，一手扶住他脑后发髻，伸手将纯白色的解毒药剂给他灌入。解药灌入柳福烟嘴里的一刹，顾晨风如释重负地发出一声长叹，总算应急得当，没有铸成大错。但人在最松懈的时候，往往最容易犯错，顾晨风也不例外。方才他的所有注意力都在柳福烟和解药上面，却没有注意到一阵急促脚步声的接近。吱呀，马车木门毫无防备的突然被人推开。刘长房，葛先生，你们……
来人正是随行的女管事张琪。此女20出头的年纪，姿色颇为秀丽，因精通商行各项事务，待人接物也机敏稳妥，深受柳福烟的器重。联盟交易会这种重要的活动，也特意带上她。而方才眼看车队已到达七凤山脚下，张琪本想来汇报一声，谁知他才刚靠近马车，就听到里面传来一声惊呼，和扑通一声身体撞击马车甲板的声音。张琪心中一惊，担心二人出现意外，都忘了先敲门，直接推门。然而当张琪推门一看，眼前的一幕直惊得他目瞪口呆，有些怀疑人生。呆愣了2-3秒后，哐当，半开的车厢门被他飞速关上。张琪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转身快步回到队伍前方。领头的护卫队长看了张琪一眼，发现他脸色发红，神色古怪，不禁有些诧异。张管事，刘长房有什么吩咐吗？张琪故作镇定道：直接上山吧。刘长房正在和葛先生商议关于交易会的机密，任何人不要打搅。是。听到事关交易会机密，护卫队长也神情严肃的应声。却说车队上山的路上，张琪的脑子都乱糟糟的，脑海中不断重复着刚才推开马车木门一角所看到的画面。刘长房跪伏在葛先生身前，葛先生一手提着松散的腰带，一手扶着刘长房发髻，如释重负的模样，以及刘长房面色潮红，目光迷离，嘴角溢出的一缕白色液体的画面。即便已经有不少社会阅历的张琪，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令他此时仍旧面红耳赤，既震惊又羞涩。天哪，刘长房他竟然和葛先生！震惊过后，张琪又感到叹息和钦佩。是了，如今黄丹师背叛了分行，加盟了齐轩阁，刘长房一个人支撑着分行的业绩实在太难了。如今好不容易有这位葛先生的帮助，刘长房一定是为了留住葛先生才做出这么大的牺牲。不过光天化日，他们竟然在马车里天啊，我感觉我的眼睛好像不干净了。车队抵达七凤山山顶联盟交易会现场后，马车上的顾晨风和柳福烟先后下了马车。二人明明穿戴整齐，理好鬓发，抹平衣角，也并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关系，但此时的两人却都是神情紧张，一副做贼心虚的样子。顾晨风更是既尴尬又歉疚，他低声道：刘长房，实在抱歉，都是在下疏忽，其实那瓶药是我用来做实验的，你千万别误会，我绝不是想对你。此刻即便已经服下解毒药剂，驱除所有毒素的柳福烟依旧俏脸绯红，他只是摆了摆手：先生不必解释，妾身自然知道先生不是那种人。葛洪如果真的对自己有不轨之心，方才在马车中只有自己2人，而自己已经中毒失去了意识，他完全可以为所欲为，何须给自己服下解药费力解释。而且柳福烟隐约能够回忆起自己中毒后身不由己的行为，和葛洪及时寻找到解药给自己解毒的过程。想到在自己意识模糊时被欲望操控，在葛洪身上不安分移动的手，和对方为自己解毒时2人保持的那种无比羞耻的姿态，柳福烟心中羞乃欲死。既幽怨于葛洪竟然炼制那种邪恶的药物害自己失控，同时他心中又不禁暗想，要是葛洪身上没有带解药，2人岂不是会在马车中？其实葛洪也可以假装没带解药，顺水推舟，将这一切当作是一场误会。毕竟是自己不小心中毒的，对方如今又是万宝斋首席炼丹师，对自己恩情不小。即便2人真的发生了什么，木已成舟，自己恐怕也只有柳福烟越想俏脸越红。此前对于葛洪的相助之恩，他只想着为对方争取更多利益以作回报。可经历了方才马车内发生的事情，柳福烟平静的心湖仿佛被人伸手用力搅动了一下，水波荡漾，难以平复。葛先生，您先去休息，交易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我得去安排一下。柳福烟不敢触碰顾晨风的目光，交代一句后略显慌乱的离去，随后便与管事张琪指挥着众人布置万宝斋的展位。期间柳福烟将张琪叫到身边，略显心虚的压低声音：张管事，刚才在马车上你……张琪闻言心头一跳，连忙开口解释：刘长房，您放心，我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听到。话虽如此，张琪脸上却分明写着：刘长房您放心，你和葛先生有一腿的事我一定烂在肚子里，保证不会外传。柳福烟心中一阵无奈，心知那种情形下自己怎么解释恐怕张琪都不会相信，也只能让他保守这个秘密了。想到这里，柳福烟心头一动，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向张琪：张管事，如今万宝斋的情况你也清楚，葛先生是我帝都分行的首席炼丹师，每天要为我们炼制那么多丹药，压力自然极大。我身为分行副长房，自然要为葛先生排忧解难，让他专心炼丹。闻听此言，张琪心跳骤然加速，
心中直呼太刺激。果然是这样，刘长房为了稳住葛丹师，连自己都豁出去了。柳福烟却又悠悠一笑，葛先生能够专心炼丹，事关我分行的业绩，乃是头等大事。要是近些时日分行中传出什么风言风语，影响了葛先生炼丹，我就只能请张管事也来帮葛先生分担一下压力了。此言一出，张琪顿时被吓得不轻。刘长房我一定保密，我发毒誓。一想到马车中自己看到的画面，又想象着自己要做刘长房和葛先生做的那些事情，张琪顿时感觉口干舌燥，又羞又怕，哪敢泄密。如此便好。同样是在七凤山举办的活动，联盟交易会的规模那可比金陵会大得多。整个七凤山山顶早在1个月前就开始了会场的布置，前来参展的商行大大小小有数百家之多。此刻太阳还未升起，七凤山竟已是人满为患。万宝斋展位位于会场最核心的区域，也是面积最大的几处展位之一。此时柳福烟还在处理交易会的各项事务，顾晨风则是在会场四处闲逛起来。在交易会上看到了诸多与武者相关的商品，灵材、矿石、元兽、阵法、符箓、兵器种类繁多，令人眼花缭乱。其中虽然没有顾晨风所需之物，却令他对这场交易会更感兴趣了，同时更对晚上的拍卖会更期待了。据柳福烟所说，今日真正的好东西都集中在夜间的拍卖会，尤其是那几件压轴的拍品，是帝都权贵们都极感兴趣的珍品。如此看来，自己想采购到一株100年年份的龙涎花应该不难。四处游逛了一圈后，顾晨风便赶回会场核心区域。此时万宝斋的展位已经布置完成，风格雅致脱俗，颇为亮眼。但让顾晨风诧异的是，万宝斋展位外已经围满了一群人。他还以为是前来购买丹药的客人，但靠近了却听到一阵嘈杂喧闹之声。围观人群有人议论道：“这不是齐轩阁的陈长房吗？跟在他身边那个老者是？这位你都不认识吗？那是万宝斋前任首席炼丹师黄丹师，他可是一位3品炼丹师。不过他现在已是齐轩阁的首席炼丹师了。他们来万宝斋的展位干什么？还能干什么？同藏是冤家，这两家尤其不对付，多半是来砸场子的。”将这些议论声尽收耳中。顾晨风目光微动，加快了脚步。七凤山联盟交易会现场，万宝斋展位内刚一营业，就迎来了一群不速之客。齐轩阁长房陈虚和首席炼丹师黄伟带着一帮护卫前来，引得周围人群纷纷围拢上来看热闹。陈长房、黄丹师两位不在齐轩阁展位坐镇，怎么得闲到我万宝斋的展区？面对不速之客，柳福烟依旧淡定自若。在他对面站着一名身着锦衣的肥胖中年人，和一名两鬓花白、青衣长衫的黄丹师。二人目光望向柳福烟那饱满丰腴、修长匀称的娇躯，和那张面无表情却依旧风情万种的俏脸时，两个男人眼中都不约而同地浮起一抹贪婪与炙热。肥胖中年人咧嘴一笑：“哼，刘长房，大家都是帝都商界的同行，我和黄丹师前来，过来打个招呼，不算冒昧吧？”一旁的黄丹师盯着柳福烟的腰肢，摩挲着这手腕上缠绕的一条青色小蛇，咧嘴露出2排大黄牙：“嘿嘿，刘长房别来无恙呀！今日黄某特意来和老东家打个招呼，叙叙旧。”感受到老者的视线，柳福烟眼底闪过一丝厌恶。黄丹师如今既已加盟齐轩阁，与我万宝斋便没有关系了，也没什么好叙旧的。两位还是离开这里，莫要耽误我万宝斋正常营业。哎，刘长房，来者是客，你又何必急着赶我们走呢？黄丹师依旧处在原地，目光扫过万宝斋展位上的诸多丹药。再说了，这些丹药当中恐怕还有不少都是本人曾经亲手炼制。刘长房不念人情，不计黄某曾经对万宝斋的贡献，难道也不念咱们俩的鱼水之情吗？此言一出，柳福烟不禁一愣：“你胡说什么？”围观的人群一听这里面还有劲爆新闻，顿时也来了精神。什么？万宝斋的刘长房竟然和黄丹师有一腿？不可能吧？刘长房天姿国色，能看上这种糟老头子？这老东西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呢。群众虽然八卦，却不是傻子，这种离谱的造谣可信度太低了。然而黄丹师却是信誓旦旦道：“柳副长房，当初你为了在万宝斋帝都分行站稳脚跟，主动接近老夫，百般勾引，想让老夫帮万宝斋炼丹，以稳固你的地位。老夫依照诺言，让万宝斋的丹药生意在帝都独占鳌头。可你却仍旧不满足，还想更进一步，夺得万宝斋正长房之位。为此，不但以我们的关系为要挟，还以万宝宗的威势胁迫老夫。我也是不得已才离开了万宝斋。姓黄的，你休要信口污蔑！”柳福烟俏脸含怒，
娇斥出声。当初你加入万宝斋时，还是一名2品炼丹师，是我万宝斋耗费资源培养了你。你心怀不轨，背信弃义，我不来责怪你，你竟反过来恶意诋毁造谣。柳福烟执掌万宝斋分行10日不短，面对各种突发事件都能保持镇定。他料到今日齐轩阁会有所动作，却怎么也没想到对方竟会用造黄谣这种卑劣无耻的手段对付自己，事关自己的声誉和名节。柳福烟再难保持淡定，气得俏脸发白。众万宝斋成员亦是对齐轩阁一行人怒目而视。张琪骂道：黄伟，你好不知廉耻，凭刘长房的容貌和身份，会看得上你这种糟老头。刘长房就算真的要找男人，也会找个更优秀的。然而黄丹师却是一口咬定：柳福烟，你敢做不敢当吗？如今你万宝斋连个像样的炼丹师都没有，万宝宗的考核你肯定无法通过，这帝都你是混不下去的。若向我服个软，念在往日的旧情，我还可以将你收为妾室，今后在齐轩阁给你留个职务，你看如何？柳福烟深吸一口气，寒声娇喝：你给我滚！他知道对方今日前来就是要故意泼脏水恶心自己，这种绯闻谣言根本难以自证，与其解释，不如直接将人轰走。万宝斋的护卫立刻上前赶人，齐轩阁随行的护卫也连忙上前阻挡，双方推搡扭打，场面一片混乱。见此情形，黄丹师和陈长房暗中对视一眼，眼中皆是露出得逞之色。近段10日，齐轩阁和万宝斋在丹药行业竞争激烈，即便齐轩阁不断出手，推出更多更好的丹药，万宝斋竟然也是不断推陈出新，抛售高质量丹药，与齐轩阁打得有来有回，这令齐轩阁背后的大老板黄甫云心中很不满意。陈长房和黄丹师自然是也承受了巨大压力。此次联盟交易会，他们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要毕其功于一役，彻底击败万宝斋。但鉴于近来万宝斋手段频出，表现得极为顽强，两人心中还是有些不放心。于是二人便商议了，在交易会正式开始前，先来打乱对手的节奏。而造谣无疑是成本最低且最行之有效的手段。黄伟曾经是万宝斋的首席炼丹师，与柳福烟共事多年，他的话迷惑性极强，加上世人的八卦和阴暗心理，谣言顿时被传播开来。原本还不大相信的围观人群也有些将信将疑起来。难道这刘长房真的和黄丹师有染？不会吧，这刘长房连这种老家伙都能下口。这家伙老是老了点，毕竟是一位3品炼丹师，在帝都名气不小，他说的话应该不会有错。啧，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可惜了。听到周围议论声，风向开始发生转变，齐轩阁一行人又像牛皮糖一般粘在这里捣乱。柳福烟眉头紧皱，神色越发冰冷，他还是低估了对手的无耻程度。就在他打算不顾影响，动用一些狠辣手段驱逐对方时，哎呀，黄丹师，你们怎么在这里？一声颇为夸张的呼喊声在人群后方响起，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只见一名身穿蓝色长衫，25、6岁年纪，相貌平平但气质略显脱俗的青年，一路挤开人群，热情地上前揽住了黄丹师的肩膀。他用一副极为熟络的语气说道：黄丹师，好久不见，最近过得怎么样？和你那几房小妾生活还和谐吧？年轻男子冲着黄丹师眨了眨眼，露出一个男人都懂的暧昧眼神。面对着突然挤进人群和黄丹师勾肩搭背，一副老相识模样的年轻男子，柳福烟和万宝斋众人都是露出惊诧之色。哥，柳福烟刚要开口，顾晨风朝他使了一个眼色，而黄丹师此刻也从迷茫中反应过来，一把推开顾晨风的手。你是谁？我不认识你。顾晨风并不介意，目光瞥了眼黄丹师手臂上缠绕的那条青蛇，又自来熟的伸手逗弄了一下。黄老，你真不记得我了？黄丹师又上上下下仔细打量了顾晨风一番，依旧是一脸茫然。你到底是谁？他有些不耐烦了。顾晨风也面露不悦之色。你这老头，人老了，记性也差了。你难道不认识隐龙山脉丹霞门的岳门主？我当然认识，他是我的老友。黄丹师惊讶道。那就对了，你是不是经常在他那里采购灵材？你们还时常聚在一起宴饮？是呀。黄丹师下意识地猜测对方应该是丹霞门的弟子，或是岳门主的朋友。顾晨风却是继续说道：你是不是身患难言之隐，曾托岳门主为你搜寻能够滋补壮阳的灵材？是呀。黄丹师下意识答应，旋即却是面色一变。不，等等，没有这回事。他心虚无比，连忙否认。顾晨风却是一副你别想瞒我的表情。黄丹师，你别装了，上次岳门主把什么都告诉我了。他说你年轻时因为一场意外
下体被毒蛇咬伤，从此一蹶不振，便开始苦学炼丹术，想要做回男人。在你发现没有丹药能够治疗后，便开始修炼双修采补之术，采补女子元阴之气。只可惜你是个软男，无法人事。最终你想到了一个办法，事前服下某种药丸，并用你手上的毒蛇以毒攻毒，朝那儿咬上一口，那小东西就能半软不硬的撑个10几息时间。我说的对不对？当顾晨风说起自己身患难言之隐，不能人事之际，黄丹师的脸色就已经变了，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浑身的汗毛都立起来了，眼睛瞪得溜圆，像是要杀人。而当顾晨风道出他修炼了双修之术，并且利用丹药和毒蛇以毒攻毒进行采补时，黄丹师的愤怒却逐渐演变为震惊。再到顾晨风准确描述出他的运动时间甚至是形态，黄丹师彻底目瞪口呆，如同被戳中了7寸的蛇，当场僵在了原地。你怎么可能知道？对方的信息太过精准，几乎到了分毫不差的地步。黄丹师一时被惊得六神无主，都忘了继续否认。而现场的人群刚刚才吃了黄丹师造的一个大瓜，紧接着又吃了一个更劲爆的大瓜，人群顿时就炸锅了。我去，这黄丹师原来是个阳痿，服用丹药就算了，还用蛇，简直逆天。刘长房怎么可能会和一个阳痿的老头？这家伙肯定是在造谣的，难怪叫黄痿，真是又黄又痿。人群的议论声如潮水般涌来，站在人群中的黄丹师只感觉像是被人在大庭广众下被人扒光了衣服裸奔一般。他太阳穴突突直跳，眼前一阵模糊，竟然身子一软，直接栽倒。也不知是真的晕倒了，还是羞于见人，故意装晕。一旁的陈长房忙命人搀扶黄丹师，并怒视顾晨风：你是哪里来的无名小卒，竟敢在此胡言乱语，造谣黄丹师？顾晨风冷笑着看向陈长房：你就是齐轩阁的陈虚长房吧？听说你纵欲过度，近来肾虚严重，找黄丹师讨好了不少丹药，最近好点没？你不要胡说，我可不虚。听到对方突然道破自己的秘密，陈长房心头一颤，慌得额头冒汗。他忙挥手示意手下：走，我们先带黄丹师回去。这小子太邪门，再待下去说不定会被扒出更多秘密。陈长房当即带着一帮齐轩阁护卫，扛着晕厥的黄丹师逃也似的离开。一行人气势汹汹而来，此时却在人群的嘲讽议论中仓皇逃窜。葛先生，此刻万宝斋众人将顾晨风包围，如同迎接着打了胜仗的将军一般。方才面对黄丹师和陈长房的无赖纠缠，以及对柳福烟的污蔑，众人既愤怒又无奈。直到顾晨风及时赶回，不但3言2语直击黄丹师和陈虚的要害，令两人颜面扫地，羞于见人，还同时化解了对柳福烟的恶意造谣。一时间，众人对这位还不太熟悉的首席炼丹师都生出钦佩敬仰之意。葛先生，你真的认识黄丹师吗？此时张琪好奇地上前询问。顾晨风失笑道：我这还是第一次见到此人。那你怎么知道？张琪欲言又止，略带婴儿肥的俏脸上泛起一抹红晕。顾晨风一脸高深莫测，葛某修炼炼丹术前曾是一名医师，精通望闻问切和养生之道，肾虚阳痿这种病症一看便知。顾晨风当然是在瞎掰，他是通过和黄丹师手中那条被其奴役多年极为不满的小青蛇交流得知了这些隐秘。而闻听此言，一些万宝斋的男性工作人员目光闪烁，下意识躲避着顾晨风的目光。张琪的脸也变得更红了，心中不禁暗想，葛先生还通晓养生之道，身体想必是极好的。目光不由瞥向刘长房，想起之前马车里刘长房满意而出的状态，更坚定了这个猜想。都去忙自己的事，别围在这里了。直到柳福烟发话了，众人才散去。葛先生，多谢。柳福烟望着顾晨风，面带感激之色。今日若非对方及时赶来解围，即便自己赶走了黄伟等人，今后在帝都怕是也会声名狼藉，甚至令总部那些觊觎帝都分行的家伙抓住机会针对自己。葛洪又出手了，救了自己一次。出言感谢的同时，柳福烟又补充了一句：方才黄伟所言都是诋毁造谣，葛先生切莫相信。这话一开口，他就觉得不妥了。且不说葛先生已经帮助自己辟谣解围，没有解释的必要，更何况两人之间只是同事关系，自己的清白乃是私事，何必这般强调呢？好在顾晨风并没有在意，笑着回应：刘长房客气了，我也是万宝斋的一员，我们本就是同舟共济的关系。当听到同舟共济一词，柳福烟不免想起两人在马车上发生的暧昧意外，面颊微热，心中升起一丝异样感。两人又交谈了几句，顾晨风便前往展位后方的休息室。
白天的交易会只是销售商品，签订一些大批量或长期的订单。顾晨风这个炼丹师不用做什么，此刻只需要等待着参加夜里的拍卖会。随着时间流逝，太阳渐渐东升，七凤山顶聚集的人越来越多。这场在大黎境内都影响颇大的交易会正式拉开帷幕。大量武者涌入会场，购买自己所需之物，或是一些宗门、家族前来对比商品质量，大量采购、签约订单，场面十分热闹。位于会场中心区域万宝斋的展位，此时也有不少客人。毕竟万宝斋的丹药品质在帝国境内都颇有名气，加之此次交易会带来许多质量上等乃至极品品质的丹药，自然吸引了不少客人，也不断有丹药售出。然而坐镇展位的柳福烟见此情形，虽表面带笑，眼底却隐有忧虑之色。今日万宝斋的展位生意虽然不算冷清，但真正的大订单却还没有促成一单。此类大订单一般都是某些门派势力或是武道家族的采购合同，一旦达成合作，往往是1年乃至数年持续不断的灵药供给，利润巨大。距离万宝宗考核10日无多，黄伟的叛变令万宝斋丢失了不少大订单。柳福烟想要通过考核彻底在帝都分行站稳脚跟，业绩上需要填补一个很大的空缺，这就是他此次亲临交易会坐镇的原因。他必须想办法在今日促成几单大买卖。奇怪，今日来的客人虽多，却似乎是散客居多，那些宗门和家族的代表怎么一个都没见到？柳福烟心中疑惑之际，就见张琪匆匆赶来。长房，我刚才去看了齐轩阁的展位，他们签了不少大单，许多门派势力和家族的代表都在附近观望。不用柳福烟追问，张琪直接点明问题关键。齐轩阁今日的手段着实高明，那黄伟以自己的人脉亲自出面，邀请了丹霞门、铁剑山庄等隐龙山脉数一数二的门派代表，还用自己近期炼制的一批3品丹药吸引了很多势力代表。他们不但抛出了不少优惠，还四处散播消息，说帝都经营丹药生意的商行能够自主炼制3品丹药的只有齐轩阁一家，就差对我们万宝斋指名点姓的打压了。闻听此言，柳福烟的心头微沉，自己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黄伟借助万宝斋这个平台，在帝都炼丹界的名气越来越大，人脉越来越广，这本就占据了很大的优势。如今帝都分行虽然有葛先生坐镇，但毕竟没有3品炼丹师，而那些门派、武道家族等势力采购丹药时，虽然未必会采购3品丹药，可供应方能否炼制出这种高品丹药却是一个极大的参考依据。毕竟这些势力中也有修为不凡的老辈武者坐镇，他们偶尔也需要高品丹药供应，以备不时之需。长房，现在各大势力的采购代表都在齐轩阁那边聚集着，这样下去，这些大单怕是都归齐轩阁了。我们现在该怎么办？联盟交易会，齐轩阁的展位内，望着客似云来、人群涌动的场面和一份份现场签下的订单，陈长房和苏醒过来的黄丹师脸上终于露出得意的笑容。两人先前灰溜溜地回到齐轩阁展位，稍一打探便知道，那名蓝袍青年就是万宝斋的首席炼丹师。对于葛洪此人，他们此前就有了一定的了解，这还是第一次照面，没想到一见面就被这人挖出了羞于启齿的隐秘。二人恨得牙根发痒，只能化愤怒为动力。黄伟真伪不假，但他也是货真价实的3品炼丹师，经营炼丹一道多年，丹道造诣高深，如今已经能够炼制出3品中等品质的丹药。帝都不少家族势力以及隐龙山脉许多门派之主都主动与他结交。此次交易会，他特意出面邀请了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又带来一批自己亲手炼制的3品丹药，造势引流，并且揪住万宝斋没有3品炼丹师的破绽，大肆宣扬，终于成功获取各方势力代表的合作。此时陈长房乐得喜笑颜开，哈哈，黄丹师，多亏你亲自出面坐镇，看这样子，今日交易会上所有丹药大单都要收入我齐轩阁的口袋，万宝斋只能吃点残羹剩饭。提起万宝斋，黄丹师的脸色就变得无比阴沉。哼，那个葛洪害我颜面尽失，坏我好事，老夫岂能让他好过？区区一个2品炼丹师，他真以为能够帮助万宝斋逆天改命？老夫只要略微发力，就能让他和万宝斋一败涂地。黄丹师转而露出贪婪之色。柳福烟那贱女人自命清高，真把自己当女神了。只要我们把大单抢光，那女人定然无法通过考核，等到万宝宗将这女人扫地出门，她失了势，老夫也不用顾忌什么，定要不择手段将她弄到手。黄丹师所修炼的双修之术有一门特殊法门，可以采阴补阳。他曾感应到柳福烟身上元阴之气未失，且无比精纯浓郁，若是能够与之交合采补，或许就能将自己的阳气补足，重振雄风，再也不用靠丹药和蛇毒维持。
至于那个葛洪，老夫也要让他吃不了兜着走。与此同时，万宝斋的展位得知齐宣阁情况的柳福烟心中焦急，却有些束手无策。眼看着那些大势力的代表纷纷聚集在齐宣阁的展位，他甚至派人主动前去邀请一些曾经合作过的势力代表前来商谈，给出优厚条件。可对方却都是各种搪塞婉拒，即便有人抹不开面子前来磋商，在说到签订合同时，却都表示要再考虑。无论柳福烟如何让步，依旧难以达成合作。一旁的张琪也是万分焦急，这些家族势力认货不认人，说到底还是看咱们没有3品炼丹师坐镇，他们信不过我们的品质。只可惜葛先生的炼丹造诣有限。柳福烟却是横了张琪一眼，休要妄议先生，葛先生在我万宝斋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已经帮我们大忙，是我们的恩人。况且葛先生年纪轻轻就有如此造诣，今后再炼丹一道必定成就非凡。说到底还是怪我自己识人不会，此前太过信任黄伟，如今遭到反噬。张琪焦虑道，可是此次交易会若拿不下一批大单，刘长房您怎么通过总部考核？柳福烟摇头一笑，大不了就被调离帝都分行，去些偏远之地，总好过回到万宝宗被那些人落井下石。张琪也是一叹，随即目光坚定道，哎，刘长房，你去哪里我就跟去哪里。你这丫头。二女相视一笑，笑容却略显苦涩，似乎已经看到万宝斋在这场交易会失败退场，他们黯然离开帝都的画面。但很快一道声音就打破了这有些压抑的氛围，刘长房，会场有炼丹炉吗？柳福烟和张琪惊诧回头看向顾晨风，葛先生，你……哦，距离晚上的拍卖会还早，我闲着也无聊，想要炼制几炉丹药。闻言，柳福烟有些讶异，还是立刻吩咐道，去给葛先生找了一尊上好的丹炉来。葛先生，您要炼制什么丹药，需要什么材料，我立刻命人准备。即便因为订丹之事而心情失落，在顾晨风面前，柳福烟仍旧没有表现出半点异常，也绝口不提万宝斋面临的困境。我还没有想好炼什么丹药，待会儿看情况吧。看情况？柳福烟有些疑惑。过了一会儿，2名万宝斋杂役抬着一尊半人高的丹炉来到顾晨风身前。葛先生，这丹炉给您抬到休息室吗？不用了，放到外面去，再搭个台子将丹炉垫高。顾晨风抬手指向万宝斋展位门口正中央最显眼的位置。杂役有些诧异，却是不敢多问，依言照做。片刻后，一座高达7尺的方形高台上，一尊黄铜大鼎摆放在正中。在万宝斋众人以及路上行人诧异的目光中，顾晨风登上高台，围绕丹炉游走一圈后，用笔在一张木匾上笔走龙蛇。片刻后，他将木匾悬挂在高台一侧，令交易会现场及远处的人都能清晰看到。有人冲着木匾上指指点点，不自觉地念诵起来：万宝斋店庆大酬宾，现场免费炼丹，药材自备，炼费包赔。读到匾额上免费炼丹4个字，人群顿时骚动起来。什么？免费炼丹？还有这种好事？这不可能吧，这不是天上掉馅饼吗？在炼丹行业，药材费用都是其次，真正的大头往往是炼丹师的炼制费。如今却有炼丹师免费帮人炼丹，这跟做慈善没区别。若非这招牌是帝都老字号万宝斋打出来的，根本没人会相信。招牌打出去没多久，会场四方涌来大量看热闹的人，众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高台上，淡定盘坐面朝众人的青年。这人是谁啊？好大的口气，不但免收炼丹费，还承诺炼费包赔。此人好像是万宝斋新入驻的首席炼丹师葛洪。人群对此都抱着怀疑的态度，而万宝斋内，柳福烟和张琪等人目睹着顾晨风一系列迷之操作，再看到他挂出去的那面牌匾，也是大为吃惊。尤其是柳福烟，他知道顾晨风才突破2品炼丹师行列不过1个月时间，虽然他的炼丹天赋极高，可在这种喧闹的场合炼丹，有太多干扰因素，稍不注意就会搞砸。葛先生，这未免太头大了些吧？张琪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炼丹师炼制丹药往往会有不小的失败率，在这种场合下，1、2次失误就可能被无限放大，将对万宝斋的名誉带来不小的影响。我还是去把葛先生请下来吧。张琪赶忙要去阻止，却被柳福烟一把拉住。来不及了，眼下万宝斋门口已经聚集了大量武者，其中包括一些大势力代表也在好奇围观。这时候若将葛洪拉下台，就成了心虚露怯，等于搬起石头砸自己脚，令旁人对万宝斋彻底失去信任。可是没什么可是的，相信葛先生吧。望着高台上那道岿然不动的年轻背影，不知为何柳福烟竟生出一种莫名的信任感。更何况
按照如今的趋势，万宝斋此次交易会必然会以失败告终。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力一搏。万宝斋掌柜门口，那座高高的炼丹台吸引了会场上大量目光，众人聚集在这座高台附近，指指点点，议论不断。人群之中，一对青年男女也驻足观看。那青年身着赤色锦衣，腰间佩剑，容貌俊朗不凡，其双手环抱身前，平静的目光中透着一丝锐利神光。一旁的少女着一袭火红长裙，腰间扎着兽皮带，脚踩蛮靴，身材苗条，五官精致，一双大眼里透着狡黠与好奇，仿佛从深山走出的火焰精灵。呀，师兄，这人竟然帮人免费炼丹，真是个好人。少女指着匾额上的字，目光发亮的感慨。佩剑青年嘴角掀起一抹不屑的弧度，商人逐利不过是吸引人的手段罢了。不过这人口气倒是不小，现场炼丹就算了，炼废了还包赔，难道3品丹药他也敢炼？3品丹药很难炼吗？我都吃腻了。少女一脸天真的问道。青年额头冒出黑线，你这丫头真是被师伯们宠坏了。3品丹药在咱们宗门也不是普通弟子能够享用的，而3品丹药宗门中能够炼制的人是不少，我也能，但要在如此闹市之中不受干扰，现场炼丹我可做不到。师兄，那证明人家比你优秀吗？少女随口说道。青年一时无语，那咱们就看看这人到底有几分斤两。人群越聚越多，都是将信将疑。片刻后，终于有人第一个尝试。一名衣着有些寒酸，身上打着许多补丁的青年挤开人群，来到高台近前。这位大师，您真的可以免费帮人炼丹吗？高台之上，面对四方目光聚焦，顾晨风依旧淡然自若，微笑颔首。只要你提供药材，或在本斋支付药材成本，再指明丹药种类，我可以帮你炼制。感受到顾晨风目光中的善意和自信，青年仿佛受到了鼓舞，连忙从衣襟中取出一个干瘪的黑布包裹，剥开里3层外3层的包装，从里面取出了数十种灵材。大师，我妹妹不慎中毒，命不久矣，我想炼制1枚1品解毒丹，这些药材我都凑齐了，你能帮我炼制吗？青年人的目光中充满了希冀。然而当他取出那包灵材时，围观人群中一些通晓炼丹之道、有辨识灵材经验的武者却是纷纷摇头。青年取出的这包灵材虽然勉强算是齐全，可品相却实在太差，许多灵材都已经变形，元气流失颇大，有些灵材的年份也明显不够。如此品质的灵材，哪怕是只是1品丹药，也根本不达标。众人不禁猜测，这位葛先生会如何应对？是一脸不耐的拒绝，还是对青年的寒酸嗤之以鼻？却不料对方只是扫了眼黑色包裹中的灵药，对青年说道：你的药材品相不大好。青年闻言顿时面露紧张之色，他自然也清楚这些药材品质不佳，奈何自己家境普通，为了凑齐这些灵材，他已经倾尽所有。此前他也寻求过其他炼丹师帮忙，可别人看到他的药材都是连连摇头，得知他已经没钱支付炼丹费用，更是毫不客气地将他轰走。今日他也是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来到交易会，如果再得不到解毒丹，妹妹恐怕就撑不过今晚了。当看到万宝斋门口免费炼制丹药的招牌，他毫不犹豫地冲了上来，如同溺水之人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可顾晨风的话让他的心已经凉了半截。先生，您真的没办法炼制吗？顾晨风却是摇了摇头。你的灵材品相太差，至多只能炼制出1枚中品品质的1品解毒丹，你能接受吗？此言一出，青年顿时愣住，围观众人也都是吃惊不已。真的假的？这种品相的药材也能炼丹？开玩笑吧。这位葛先生真有这种炼丹技艺？便是人群后方那名佩剑的赤衣青年也是眉头紧皱，眼中浮现质疑之色。此时那名寒酸青年也终于反应过来，他一脸激动。先生只要能炼制出解毒丹，什么品质都行，只要是1品解毒丹，我妹妹就有救了。顾晨风点点头，将青年提供的灵材收下，随即他二话不说，直接转身面朝丹炉，当场生火炼丹。当着现场成千上万人的注视，顾晨风眼眸中异光浮动，旁若无人般开始了淬炼药材的过程。众人见状越发好奇地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顾晨风的动作很粗犷，一如当初前往万宝斋接受柳福烟的面试一般，往往是一次就将7、8种灵材一股脑地投入丹炉中，同时开始淬炼。见到他的举动，无论是那寒酸青年，还是周围的围观者，以及远处观望的那对青年男女，都露出惊愕之色。这人是在炼丹还是熬汤呀？红裙少女瞪大美眸，嘴里嘀咕着。然而仅仅是片刻过后，叮叮叮，
随着那尊黄铜丹炉发出阵阵声响，投入鼎中的各种灵材相继完成淬炼。顾晨风将淬炼的粉末、液滴快速分装在不同器皿内，随手又将第二批药材投入鼎中。普通炼丹师淬炼数十种灵材，最少也要1炷香时间，而他的速度却是普通炼丹师数倍不止。片刻之间，所有灵材淬炼完成，没有任何准备工作。顾晨风将各种淬炼后的灵材按照顺序利索地倾倒入丹炉中，开始了最后的凝丹过程。不同于其他炼丹师在凝丹时的小心翼翼，往往会将火候降到最低，小火慢炖的炼制。顾晨风依旧保持着猛火，且双手不时弹出，拍打丹炉，发出阵阵闷响，仿佛在通过这种方式进行特殊的细节调试。过不多时，嗡，丹炉一阵颤动，一股浓郁药香顺着炉盖空洞溢散而出。成丹了！人群中顿时传来惊呼声。我去，真的给炼成了！这炼丹的速度比我同房的速度还快，这真是炼制的解毒丹。在全场惊呼声中，顾晨风淡定揭开炉盖，取出了一枚碧绿如玉的丹丸。此时人群中全程观摩顾晨风炼丹，保持着双手环抱且神色越发凝重的赤衣青年，在看到丹药的一刻，瞳孔猛地一缩，震惊失声，居然是中等极限。此时顾晨风随手将丹药抛给那名青年，不好意思，我尽力了，还是没能突破到上等品质。中等品质。当看到高台上的顾晨风竟真的将一批品质低劣的灵药炼制成丹，人群顿时沸腾，居然能够炼制出中等品质的解毒丹，看品相差一步就能跻身上等了。这种垃圾药材都能炼制成丹，也太猛了吧，完全就是变废为宝呀。轰闹的现场，那寒酸青年接过顾晨风炼制的丹药，激动的说不出话来，竟直接跪在地上，咚咚咚连磕了数个响头。多谢大师。说罢带着丹药飞快冲出了人群。此时不显眼的角落内，师兄，那人好像真的有些厉害，明明炼制丹药的手法粗鄙不堪，竟真的能成丹，这难道是运气？红裙少女扯了扯佩剑青年的衣袖，不确定地问道。此时青年依旧保持着双手抱胸的高冷姿势，但他的额头却已经渗出了冷汗，目光死死望着高台上那道年轻身影。不是运气，是天赋。哦，少女有些惊讶。佩剑青年面色凝重无比，此人的炼丹手法看似毫无章法，实则却是对药材本身和淬炼的细节都已经到了直达本质的地步，根本不在乎手法。炼丹时可以做到念头通达，随心所欲，真正的人丹合一。这家伙的天赋强得可怕，他真有这么厉害？少女也有些被唬住了。反正宗门内年轻一辈，能跟此人比肩的不超过一手之数，再看看吧。此时有了顾晨风以劣质灵材现场炼制出中等品质丹药的惊人事迹，围观众人再无人质疑顾晨风打出的招牌，现场免费炼丹，如此天大的好事岂能错过？更何况这位葛丹师明显炼丹技艺非凡，人群顿时汹涌向高台，疯狂求取丹药。葛丹师，我要炼制疗伤丹药；葛丹师，我要炼制提升元气的丹药；葛丹师，我要壮阳丹。一时间，万宝斋展位前变得人声鼎沸，热闹非凡。见此情形，同样惊讶于顾晨风的丹术造诣又有提升的柳福烟，此时哪里还不明白顾晨风登台炼丹的真正意图？这是在帮万宝斋造势，吸引客源，同时也是要通过展示自己的炼丹术，吸引一些大客户的信任。柳福烟第一时间增派人手维护高台周围的秩序，然而吩咐张琪，你带人去外面迎客，告诉他们展位内还有许多葛丹师亲手炼制的高品质丹药，可直接购买，今日可以享受8折优惠。好的长房。有了顾晨风这个活字招牌，在高台上现场炼丹，万宝斋的生意火爆异常，不但丹药销售极快，而且还吸引了一些门派家族的代表开始签下订单。订单数量虽然不多，也不是什么大势力，却是个良好的开端。却说高台上顾晨风依旧在炼丹，台下这么多人求丹，他自然不可能帮所有人炼制，便着重挑选一些大众化、市场流通量大的丹药炼制，配合上他那种独特且高效高质的炼制手段，完全就是异界版炼丹直播间。无论是购买丹药的，还是看热闹的观众，都被其吸引。而随着顾晨风现场炼制出的高品质丹药越来越多，甚至有不少极品丹药出炉，即便高品质的2品丹药也被他轻松炼制出来。人群之中，不少势力的代表开始进入万宝斋进行商谈。比起那些自吹自擂的销售形式，这种现场炼丹的方式新颖直接，比什么广告都有效。眼看着一家家势力代表现场签下
与万宝斋的长期丹药供应合约，柳福烟欣喜万分。他的目光不禁望向外界高台上那道盘坐在丹炉前忙碌的年轻身影。此时这道身影是如此的伟岸，仿佛无论有多么汹涌的风浪，他都能一肩扛之。葛先生在高台上认真炼制丹药，自己在这里忙着签约订单。柳福烟忽然有种葛先生主外，自己主内，两人如小夫妻一般共同经营生意的感觉。其实这种感觉好像也挺不错。想着想着，柳福烟渐感面颊发烧，他连忙摇头甩开杂念：我在干什么啊？现在可不是胡思乱想的时候。却说此时齐轩阁的展位内，你说什么？万宝斋生意比我们还火爆，人都挤不进去了。陈长房和黄丹师听到前来一名小厮带回的消息，都感到难以置信。这怎么可能？他们没有三品炼丹师坐镇，也没有那些门派家族势力的捧场，凭什么吸引那么多客人？黄丹师一脸质疑。那小厮忙道：陈长房，千真万确，我亲眼所见，是那万宝斋的葛丹师现场帮人免费炼丹，承诺炼费包赔，吸引了好多人。什么？现场免费炼丹？听到这话，两人都是一愣。快细细说来。陈长房催促道。小厮当即将万宝斋展位外发生的一切讲述了一番，包括葛洪以劣质药材炼制出一品中等丹药，甚至还现场炼制出高品质的二品丹药，吸引了诸多势力代表之士一五一十道出。听到这些消息，陈长房和黄丹师的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而此时聚集在齐轩阁附近那些犹豫着还未签下订单的各方势力代表，此时也听说了万宝斋的情况，一个个顿时有了兴趣，纷纷朝万宝斋赶去。有几名代表甚至已经在和齐轩阁磋商订单细节，此刻也起身要走。陈长房连忙开口：几位先把订单签下，再走不迟呀。几人连忙推脱：不急不急，待会儿我们再回来签。不一会儿功夫，齐轩阁展位内外的客人竟是走了一大半。见此情形，陈长房和黄丹师哪里还坐得住？走，我们也去看看。等陈长房和黄丹师匆匆赶到万宝斋展位附近，远远望向那座高台时，叮！高台上丹炉正好传来一阵悦耳清鸣，同时伴随着浓郁的丹香四散飘逸，令人嗅之便感到一阵心旷神怡。又成丹了。此时现场围观的人群既感觉到有些上头，又感到一阵麻木。这位葛丹师炼丹的效率太高了，而且失败率目前为0，这已经不知道是今日他炼成的第几炉丹药。当丹炉顶盖掀开，顾晨风从中取出一枚赤红晶莹的丹丸，展现在众人眼前。刚刚赶来的黄丹师远远望之便是目光一缩，极品品质二品丹药。人群一时再度喧闹起来，居然是极品品质的二品丹药，炼制速度还这么快，这位葛丹师好强呀，难怪能成为万宝斋的首席炼丹师。万宝斋果然还是底蕴不减。随着顾晨风将这枚极品品质的二品丹药炼成，除了四周更加疯狂的呼喊求丹之声，还有大量人群涌入万宝斋展位抢购丹药，仿佛要将那座面积宽阔的展位生生挤爆。其中更是不乏一些签订长期订单的势力代表。这家伙不是刚刚跨入二品炼丹师行列吗？怎么竟有这种炼丹技艺？陈长房见到眼前的场面，脸色阴沉的要滴出水来。他亲眼看到几名方才还徘徊在齐轩阁内的势力代表，此时挤进了万宝斋的展位。一旁的黄丹师眯缝着眼，上下打量高台上的顾晨风。或许此前的消息都是万宝斋在固步一阵，这家伙本就是一名老牌的二品炼丹师。陈长房疑虑道：此人会不会是三品炼丹师？不可能。黄丹师断然否决，这人如此年轻，就算幼年开始炼丹，也不可能突破得这么快。就算真有这种天才，也早被帝都一些大佬或是影视宗门招揽，岂会加盟万宝斋？更何况如果他真是三品炼丹师，万宝斋一开始就可以公布出来，何须隐忍到现在？说的也是，可现在该怎么办？陈长房有些焦躁不安。公子可是要参加联盟拍卖会的，说不定就快到了，眼下的情况我可没法交代。黄丹师沉吟片刻，忽然目光一亮，对陈长房耳语几句，后者也是赞同点头，连忙向手下传达命令。不一会儿功夫，围在万宝斋高台周围的人群中有人嚷嚷起来：能够炼制1、2品丹药算什么本事？老子想要定制一枚3品丹药，你炼得出来吗？3品丹药。听到人群中竟然有人要炼制3品丹药，原本喧闹的人群顿时安静了下来，齐刷刷向着开口之人望去。那是一名身高8尺，面色微黑，一脸凶相的大汉。此人步履稳健，身上还有着不弱的气势波动，是一名元气境9星武者。众人看向男子的目光
都带着些许好奇和敬畏之色。三品丹药一般只有元海境武者，甚至是元丹境武者才会使用，不但药力惊人，且价格昂贵。一枚最普通的三品丹药也要耗费十几万两，甚至更高代价。总之，需要三品丹药的人绝非普通人物。众人下意识给黑脸大汉让出一条道路，后者大摇大摆来到高台之下，望向顾晨风：“你就是万宝斋的葛丹师吧？我听说万宝斋的首席炼丹师加盟了齐轩楼，你们万宝斋已经炼不出三品丹药了。”黑脸大汉一开口就带着毫不客气的质疑之意，令现场的气氛陡然一变。所有人的目光都望向高台上青年炼丹师，不知他会有什么反应。此时站在角落里暗暗观察着现场的陈长房和黄丹师也露出阴冷的笑容。出人意料的面对黑脸大汉的质疑，年轻的葛丹师只是淡淡一笑：“这位客人说的是黄丹师吧？那位老丹师的确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三品炼丹大师。”此言一出，现场不由一阵骚动和议论。谁也没想到葛丹师一开口，竟然对身为竞争对手的黄丹师如此夸赞，称其为大师。黑面大汉也是一愣，有些始料未及。但下一刻葛丹师便话锋一转：“黄大师固然优秀，但毕竟年迈体虚，还身患阳痿之症，炼制丹药也有些力不从心。万宝斋为了提高丹药的整体质量，体恤黄大师的病情，便同意了他的辞呈，并用重金聘请葛某前来担任新的首席炼丹师。”此言一出，原本被葛洪称为炼丹大师，暗自有些得意的黄丹师顿时又眼前一黑，气得脸红脖子粗，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可这家伙硬是揪住自己的隐疾，疯狂鞭笞。围观人群也听出了顾晨风这番话的意思。葛丹师此言分明表示黄丹师是因为体力不济，且炼丹术开始下滑，万宝斋才结束了与他的合作，转而重金聘请葛丹师。言外之意，他的炼丹术比黄丹师还要高。黑脸大汉此时也反应过来，不禁冷笑：“葛丹师年纪轻轻，口气倒是不小，如此说来，你也能够炼制三品丹药？”顾晨风风轻云淡地点点头：“当然。”这两个字一出口，现场又是一阵哗然，便是万宝斋展位内的柳福烟和张琪等人也立刻紧张起来。葛丹师他真能炼制三品丹药？张琪不敢置信，柳福烟也是暗暗攥紧了衣角。顾晨风1个月前才突破2品炼丹师，能够炼制出极品的2品丹药，已经是天纵奇才，怎么可能这么短时间内达到3品炼丹师的境界？那黑脸大汉见顾晨风点头，目光一亮：“好，我家主人正需要一枚提升元气功力的3品凝元丹，我这里药材齐全，你能炼制吗？”凝元丹算是3品丹药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提升功力的丹药，但想要凑齐丹药材料依旧是不容易。此人凑齐了这些药材，却没有去找人炼制，反而出现在这里，实在有些耐人寻味。顾晨风却是点点头：“可以，不过什么？”黑脸大汉似乎看到了敌人的破绽，目光陡然变得锐利起来。顾晨风目光扫视高台下密集的人群道：“今日我万宝斋免费炼丹，是为了回馈大家的支持。如果炼制1、2品丹药，葛某还能炼制很多炉；而若是炼制3品丹药，则会耗费很多时间，让很多人失去这个福利。”此言一出，人群中果然出现反对声：“对啊，葛丹师帮你炼制了3品丹药，把时间都用光了，我们怎么办？对，这种机会太难得了，你别一个人独占了。”事关自己的利益，一些也想要求丹的客人当即嚷嚷起来。黑脸大汉见状，不禁冷哼一声：“哼，葛丹师只怕不是不想练，而是根本练不出来吧？明明说好帮人免费炼丹，却只炼制1、2品的丹药，遇到3品丹药就如此推脱。万宝斋果然是店大欺客，虚有其名。”此言的针对意味已经明显至极。如果顾晨风执意推辞，就是炼丹水平不济。面对黑脸大汉的刁难，顾晨风故作为难之色：“如果你实在急着要丹药，也不是不能给你炼制，但你要支付市场价10倍的炼制费用。我万宝斋会将这些炼制费用全部转为折扣，回馈给在场的其他客人。”什么？一听这话，黑脸大汉顿时一愣：10倍炼制费用？你怎么不去抢？3品丹药的炼制费用极高，凝元丹按市场价不计原料，光是炼制费用就要8万两，10倍价格就是80万两，这价格简直比锅底还黑。黑脸大汉当即嚷嚷起来：“你事先怎么没有说炼制3品丹药要收费？你们分明是不讲信用，存心刁难，我看你根本也炼不出3品丹药。”对此，顾晨风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将挂在高台上的牌匾翻了个面，上面写着一行醒目的大字：3品丹药炼制，收费10倍。这原本正撒泼大骂的黑脸大汉，一看到这行大字，顿时愣住了。
周围围观的人群本就布满黑脸大汉，占用大家免费炼丹的时间。见此情形，立刻声援。你看，葛丹师事前已经写明了，3品丹药要收10倍炼制费。是啊，给不起就快滚，别耽搁大家的时间。你是不是存心来捣乱的？此时，为顾晨风担忧、心情紧张的柳福烟、张琪等万宝斋人员都不禁目光大亮，想不到葛丹师还留了这么一手。10倍的炼制费用，正常人都不可能答应。如此一来，葛丹师不用炼制3品丹药，万宝斋也不算出尔反尔，一举两得。面对众人的催促指责，黑脸大汉则有些左右为难，目光不禁向着人群外围某个角落瞥去。此时，陈长房和黄丹师望着那块牌匾上的内容，也有些惊愕。这家伙居然如此阴险，早有预谋。80万两也不是一笔小数目，更关键的是用10倍价格让对方炼制，这不是摆明了自己别有用心？稍微有点头脑的人，恐怕就会联想到齐宣阁头上。事到如今，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了。陈长房一咬牙，朝那黑脸大汉使了一个眼色。远处得到授意的黑脸大汉一咬牙，大声回应：好，10倍炼制费就10倍，你现在就给我炼制。不过老子丑话说在前面，若是你炼制失败，浪费了我的丹药，我也要你们10倍赔偿。哗！见黑脸大汉竟真的要支付10倍炼制费用，让葛丹师炼丹，人群一片哗然。这人有病吧？10倍炼制费去哪里炼丹不行？就是啊，哎，我看这人怎么有些眼熟，好像在齐宣阁见过。这家伙莫非就是齐宣阁故意派来砸场子的吧？现场不乏脑筋灵活之辈，很快道破了黑脸大汉的来历和目的。听到周围的议论声，黑脸大汉也慌乱了片刻，但随即他也豁出去了。被你们发现了又如何？我就是齐宣阁的人又怎么样？老子给了钱，你就得给我炼丹，炼不出来就翻倍赔偿。喂，10倍费用我愿意给，药材也给备齐了，现在总能炼丹了吧？黑脸大汉冷笑着看向顾晨风，等待着对方出糗。这时柳福烟终于坐不住，起身准备帮顾晨风阻拦，但顾晨风却突然冲他眨了眨眼。刘长房，你先收费，我再炼丹。柳福烟一愣，望着高台上镇定自若的顾晨风，心中隐隐有了某些猜想，又觉得不可思议。犹豫再三，最终他还是按顾晨风的要求去做。那黑脸大汉也果真掏出了80万两银票，并取一批炼制凝元丹的完整灵材，质量中等，找不出毛病。柳福烟亲自将灵材检查了一遍，又给顾晨风送上高台。两人靠近时，他借机低声询问：葛先生，你真的能行吗？顾晨风瞥了他一眼，低声回应：男人不能说不行。柳福烟微微一怔，察觉话中奇异，不由面颊微热，但紧张的心情却不禁放松了几分，反而生出一丝期待。随后全场瞩目之下，顾晨风再度开炉炼丹。现场炼丹本就是极为少见之事，现场炼制3品丹药，许多人更是闻所未闻。此刻七凤山顶，今日参加联盟交易会的一大半客人都闻讯赶来，聚集在万宝斋附近，见证这一幕，场面不可谓不火爆。但对于周遭发生的一切，顾晨风却是毫不在意，自顾自地将灵材投入丹炉之中，开始淬炼的过程。比起炼制1、2品丹药时，他淬炼灵材的速度明显放缓了不少，一次也只投入2、3种灵材。即便如此，还是看得不少内行人心惊胆战，觉得顾晨风的淬炼之法路子太野。但偏偏顾晨风每一次都能成功将灵材淬炼，足足用了大半个时辰后，顾晨风将凝元丹最后一味主要淬炼完成，便立刻着手倾倒各种淬炼后的灵材，开始了凝丹的过程。这一刻，周围人群都紧张起来。丹药炼制中，灵材的淬炼还是其次，凝丹才是最难，也是最容易失败的时候。此时，人群角落里，陈长房和黄丹师都瞪大双眼，死死盯着高台上的情形，心也悬了起来。黄丹师，这小子竟然真的敢炼制3品丹药，看样子还挺熟练的。他不会。陈长房紧张地攥紧了双手，不可能，他绝不可能是3品炼丹师，一定会凝丹失败的。黄丹师一口咬定，但脸上的紧张和担忧却已无法掩饰。随着时间流逝，高台上的顾晨风身形依旧稳如泰山，身前的丹炉不但没有出现任何不稳的情况，反而开始有阵阵令人心旷神怡的清香溢散，这是要凝丹的征兆，真的要成丹了。这位葛丹师果然是一位3品炼丹师，能够在这种嘈杂环境下炼制出3品丹药。这位葛丹师虽然年轻，只怕炼丹造诣已经超过了齐宣阁的黄丹师。众人开始议论纷纷，言语中多有对葛洪以及万宝斋的推崇之意。角落里连眼皮都不敢眨动，双眼瞪得发红的陈长房和黄丹师此刻也终于急了。
这家伙竟然真的是3品炼丹师！黄丹师咬牙切齿，眼中既震惊又恼恨。黄丹师，如果真的让这家伙成功炼制出凝元丹，咱们亏的可不只是炼制费，只怕其他订单都得丢失了。公子一旦怪罪下来，可如何是好？陈长房焦急不已。黄丹师目光一阵闪动，犹豫片刻，他一咬牙，伸手从怀中摸出一根黑色细针。哼，想要炼成凝元丹，白日做梦！黄丹师指尖悄然凝聚能量，一丝浑厚元气自指尖流出，汇入黑针之中。细针闪烁乌光，竟然漂浮而起，逐渐变得透明。这位黄丹师竟也是一名元气境9星巅峰的武者，手中这枚细针是一件暗器型的元冰，其上蕴藏剧毒。我这无影针一出，不仅要他丹药炼不成，还要他的命。黄丹师脸上浮现狠厉之色，他凭借这枚暗器元冰，曾无声无息地暗杀过不少与他作对之人。却说黄丹师指尖蓄力，暗中瞄准高台时，正全心全意凝聚丹药的顾晨风保持外放的精神力突然惊觉，他察觉到了一丝杀机，并锁定杀机传来的方向。顾晨风目光微微一眯，眼中杀气顿起。凭借他的强大感应力，陈长房和黄丹师2人虽然藏在不起眼的角落，却早已经被他发现并未理会而已。没想到在自己即将承担之际，这2个家伙还想暗中捣鬼，而且看样子他们不仅想破坏自己炼丹，顺带还想要自己的命。但顾晨风岂会让他们如愿？今日他在休息室内听到了柳福烟和张琪的谈话，知道万宝斋目前的困境。如果今日万宝斋拿不下足够的订单，自己这个首席炼丹师不会有任何影响，但柳福烟却很可能要离开帝都分行。对于柳福烟，顾晨风的观感一直很好，对方是一个诚恳贴心而且还很养眼的合作伙伴，更何况他后续在丹药方面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此女相助，所以顾晨风便想出了现场炼丹的办法相助。至于他的炼丹术，早在10日前，顾晨风就炼制出3品丹药，成为3品炼丹师。如今的炼丹术绝不在那黄丹师之下，只要炼制出这枚凝元丹，万宝斋就能一扫颓势，再度力压齐轩阁。这也符合顾晨风想要打压黄甫家财路的目的。面对暗处即将到来的偷袭，顾晨风倒是不太担心。虽然感应到那黄丹师拥有元气境9星的修为，且似乎有一件颇为犀利的暗器，但以他如今外功圆满的体魄和内外兼修的底蕴，无论是出手抵挡还是直接躲避，都能轻松应对。稍微棘手的是，此时已经到了成丹的关键时刻，自己稍有异动，极易影响丹药品质，甚至废丹。而此时黄伟已经蓄力完成，想让柳福烟等人去阻止，已经来不及。顾晨风只能暗暗调运气血，准备硬抗这一击，竭力稳住丹药。同一时间，人群外围偏僻的角落里，黄丹师神色阴狠，缓缓屈指，准备弹射飞针。一旁的陈长房面带兴奋之色，期待地看向高台。就在2人全神贯注，准备按下毒手之际，砰砰2声闷响同时在2人身后响起。陈长房和黄丹师同时眼前一黑，直接昏厥。这2个混蛋真当我们是空气吗？当着我们的面也敢做这种缺德事？红衣少女挥舞着一把小铜锤，粉嘟嘟的俏脸上满是不爽。一旁的佩剑青年也收回砸晕黄丹师的剑鞘，踢死狗一般，一脚将黄丹师撂开，随即便全神贯注地看着高台。2人方才一直在角落中暗暗观察高台上那位葛丹师炼制丹药。整个过程中，佩剑青年的脸色逐渐从凝重到震惊，到了此刻已经是近乎钦佩学习的态度。偏在这种时候，附近来了2个家伙，在他们不远处鬼鬼祟祟，喋喋不休。青年和少女都是精神力非凡之辈，听到了2人的谈话，见他们竟然要出手破坏葛丹师炼丹，甚至要取人性命。正在一旁观摩学习的2人心中大为不爽，直接将2人砸晕。要成丹了！佩剑青年目光一凝，下一刻，叮！远处高台上一阵珠落玉盘般的清明响彻四方，伴随着一股数倍于之前的浓郁丹香扩散。这枚3品凝元丹终于炼成了。高台上随着一枚散发着碧蓝光泽、释放出强烈元气波动的丹丸展现在围观众人眼前。万宝斋展位外传来一片惊呼喝彩之声。凝元丹成了，这可是3品丹药呀，竟然能够亲眼见证炼制过程，好强大纯净的能量波动，这丹药的品质似乎已经达到上等了。这位葛丹师的炼丹术造诣果然远胜黄丹师，不愧是万宝斋，出手必是精品。无需多言，当顾晨风现场炼制出一枚品质上等的3品丹药时，此前一切对万宝斋的质疑与诋毁都在此刻烟消云散，人们心中反而烙印下
万宝斋炼丹师技艺高超，丹药品质精良的印象。此时太阳已经西斜，顾晨风微微擦拭额间汗丝，朝人群歉意抱拳：“诸位道友，实在抱歉，葛某今日炼制丹药太多，有些疲乏了，就不继续炼丹了。但我还是会遵守承诺，用方才得到的80万两炼制费作为折扣补贴，让诸位享受5折优惠，直至80万两耗尽为止。另外，本斋的丹药大部分都是葛某亲手炼制，品质绝对有保障，诸位可以放心选购。”听到葛洪真的要将80万两炼制费馈赠给众人，原本一些没尝到甜头还心有不满的知人也是无话可说了，甚至有人带头喝彩：“好，葛丹师大气，快去万宝斋抢购丹药，别错过了折扣。”人群顿时一窝蜂地涌入万宝斋，开始抢购丹药。不仅是购买丹药的散客，还有那些尚未与齐宣阁签丹的各方势力代表，此时也争先恐后地涌入万宝斋展位内。几乎不用万宝斋工作人员如何浪费唇舌，只要承诺高品丹药是由葛丹师亲手炼制，订单便如雪花般堆积起来。甚至有的势力为了能提前得到第一批丹药，愿意加价购买。一众万宝斋工作人员简直忙疯了，同时也无比兴奋。这一场交易会下来，不知道要售卖出多少丹药，签订多少订单，他们也能够赚取一大笔分成。忙碌中，众人的目光都会情不自禁地瞥向那座高台上正盘膝养生的年轻身影。所有人的目光中都不自觉地带上崇拜和钦佩之色，他们都很清楚，今日过后，葛丹师必定名扬帝都炼丹界，而万宝斋也将借助葛丹师之名，成功渡过难关，重新坐稳帝都丹药行业的龙头位置。此刻，望着展位内人群汹涌、你争我抢的火爆局面，柳福烟兀自还有些发呆，目光怔怔地望着高台上那道盘坐的年轻身影。此时他的心中早已掀起阵阵波涛，回想这段时日的经历，每当他陷入艰难局面，这个男人总是能站出来力挽狂澜，带给他一个又一个惊喜。今日亦是如此。柳福烟本该兴奋于葛洪以炼丹术征服了所有人，令万宝斋签下以往交易会上数倍不止的订单金额，令展位内的丹药都被一扫而空，而他自己也必定能够通过总部考核，坐上帝都分行长房这期盼已久的位置。可此时他竟然没有太大的惊喜和兴奋，他只是留意到葛洪闭目时眉宇间萦绕的一丝疲惫，他心中莫名心疼，同时还有些难以言说的慌乱。他心疼的是，葛洪为了万宝斋的付出，如此高强度的现场炼制丹药，必定让他耗费了大量心神，而令他慌乱的也正是这份心疼。身为万宝斋副长房帝都分行的实际负责人，柳福烟一路走来，不知道与形形色色的男人打过交道，因为他的样貌、身材和气质太过突出，不乏一些真心爱慕自己或是对自己充满贪欲，想要占有自己之人。但柳福烟是一个很有野心的女人，她有自己的追求和理想，绝不想做男人的附庸。那看似知性妩媚的外表下，潜藏着一颗坚定勇敢的心，所以她很早就学会了用各种手段保护自己。虽然偶尔也会利用自己的魅力在与一些男性谈判中占据主动地位，但她却从未让人真的占过便宜，自己更是从未对任何男子动过心。直到葛洪的出现，此人给柳福烟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相貌平平的年轻炼丹师，炼丹天赋还不错。但随着两人之间接触加深，合作的愈发密切，葛洪一次次雪中送炭，一次次展现出非凡的天赋，柳福烟对此人也越发看重。直到他感觉到葛洪对他的帮助隐隐超过普通炼丹师和雇主的关系，他心中才出现一种别样的感觉。虽然内心并不排斥葛洪，柳福烟依旧避免自己感情用事，他开始为葛洪主动争取利益，让他成为首席炼丹师，想要以这种方式回报葛洪，心无亏欠。但在今日，自两人在马车上发生了那场暧昧无比的意外，柳福烟的芳心便荡起了一丝涟漪。不等他平息内心的这些涟漪，葛洪今日再次出手了，以精明的头脑、高超的炼丹技艺，挽救了万宝斋乃至自己的命运。试问哪个少女不怀春？柳福烟也是一个正常女人，也有七情六欲，只是她为了自己的目标，一直紧锁着心门，不为任何人开启。但再坚固的心门也有防御的极限，如葛洪这般穷追猛打，一次比一次的猛烈冲击，便是柳福烟也根本招架不住，终于芳心大乱。看着葛洪疲惫的样子，他感觉一阵痛惜，回想起对方认真炼丹的样子，他又感觉好有魅力，甚至回想起两人第一次见面到如今发生的点点滴滴，这段不算太长的回忆，柳福烟的嘴角居然会泛起一丝痴痴的笑。天啊，我不会真的对葛先生。柳福烟深吸一口气，忽然感觉心跳一阵剧烈跳动。长房，直到张琪一声呼喊将他惊醒。你干什么？吓我一跳。
柳福烟有些嗔怪道：“长房，好多势力代表的订单，等着您签字呢。”哦，柳福烟这才想起还有正事，他仍是忍不住看了眼高台上。葛先生定是太累了，你派人将葛先生带回休息室，好好服侍照料。说罢，柳福烟才1步3回头，有些不放心的离去。而留在原地的张琪望着高台上盘坐的身影，却是一阵迟疑。长房让我照顾葛先生，还说葛先生太累了，莫非长房是想让我为葛先生舒缓压力？他顿时又想到了马车上自己看到的炸裂一幕，俏脸蓦地涨红。然而一想到葛先生可是一位年轻有为的3品炼丹师，虽然外貌普通些，但气质非凡，刚才炼丹的样子甚至还有些小帅。有了这些滤镜加持，很快张琪心中就没那么抗拒了。既然连长房那般天仙人物都不介意为葛先生分担压力，自己是不是太矜持了？犹豫片刻，张琪一咬牙就要冲向高台，却被一只手突然一把揪住，却是柳福烟去而复返，拉住了他，目光犀利的吩咐：“行了，我派了2个人去照顾葛先生，你来帮我签约。”闻言，张琪心中一阵幽怨，却又不敢反驳，只得点点头，悻悻跟在柳福烟身后，心中暗想：算了，以后还多的是机会。高台上，顾晨风盘膝打坐，略一定神后，便睁开了双眼，目光正望向人群散去的某个角落，那里站着一名佩剑青年和一名红裙少女。顾晨风的目光与青年对视，朝对方颔首，递过一个善意的眼神，而青年只是微微点头，算是回应，旋即带着少女转身就走。师兄，那人好像知道我们出手帮了他，此人的精神力极强，炼丹一道的天赋，恐怕只有宗门里那个怪胎能够与之相比。红裙少女有些吃惊，他真有这么强吗？青年点点头道：想不到此次大黎王朝帝都一行，竟然能够遇到如此人物，如果不是还有重任在身，定要与此人结交一番，等任务完成后再想办法与之接触吧。若能邀请此人加入宗门，也算是大功一件。与此同时，齐轩阁休息室内，是谁敢敲老夫闷棍？脑袋好疼！陈长房和黄丹师终于悠悠苏醒，两人是被齐轩阁的小厮从路边抬回来的，他们被人敲晕了，还吸入某种特殊的昏睡药物，服下了解毒丹药，这才苏醒。二人醒来，刚要恼怒发作，便看到了坐在上首处身着无瑕白衣、气质出尘的俊逸青年。公子，二人皆是心中一惊，连忙起身行礼。公子，今日……陈长房战战兢兢，声音都有些发颤了。我都已经知道了，那个葛洪是一名3品炼丹师，他今日出尽了风头，让万宝斋签下许多大单，如今的风头已彻底压过了我齐轩阁。今后只要此人一日还在，我齐轩阁都不可能在炼丹一道超越万宝斋了。黄甫云平静说完，目光悠悠地看向陈长房。陈长房，当初你对我承诺过什么？没有忘记吧？陈须吓得扑通跪倒，汗如雨下。小人说过，若不能胜过万宝斋，小人愿意提头来见公子。黄甫云露出一丝笑容，本公子很欣赏你的决心，现在该见识你的勇气了。哐当，黄甫云身边一名黑衣侍卫拔出腰刀扔在地上，看着身前兀自颤动闪烁寒芒的利刃，陈长房瞳孔收缩，心脏几乎骤停。他虽然心中惊悚，却知道这位公子的行事风格，若是自己敢反抗，不仅是自己的妻儿老小无疑能够幸免。迟疑片刻，陈长房鼓起勇气抓住刀柄。公子，属下办事不力，愿意赴死，还请公子饶恕我的家人。说罢，陈战放一咬牙，眼中厉芒一闪，举刀便朝自己脖颈斩下。就在此时，黄甫云却是目光一眯，屈指弹出一道光束，噗嗤，光束直接射在陈长房一只握刀的手上，断了他一根食指的同时，也将刀身弹飞。陈长房闷哼一声，脸色白得吓人，既痛苦又疑惑。公子，黄甫云淡淡开口道，念在你往日对我也算忠心，加上那葛洪的能力的确有些出人意料，暂且饶你一命，断你一指，算是长个教训。今后若再办事不力，你不会再有自裁的资格了。闻言，陈长房先是一愣，随即顾不上断指之痛，拼命磕头，多谢公子饶命。一旁的黄丹师虽是一名3品炼丹师，武道修为也不弱，却也被这种血腥场面吓得不轻。面对黄甫云冰冷的目光，只感觉遍体冰寒，如同被一条毒蛇盯上。然而黄甫云脸上又浮起一丝笑容，黄丹师，你不用担心，只要你好好炼丹，忠于齐轩阁，忠于我黄甫家，你和你的家人朋友都不会受到任何威胁，我也会保证你的待遇。黄丹师心中发寒，连忙点头称是。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陈长房，我需要的那件东西打探到消息了吗？
打探到了。陈长房连忙汇报，根据商会联盟内部消息，今夜联盟交易会压轴的几件拍品中有公子需要的那件东西。很好，公子，那万宝斋方面还有那个葛洪。陈长房小心翼翼地请示，不必在意他们，且让他们得意片刻。或许在不久，或许就在明日，他们便构不成威胁了。黄甫云说了一句令两人云里雾里的话，便挥了挥手，你们退下吧。联盟交易会的火爆场面一直持续了到日落时分，夜色将近，人们才陆续下山。夜幕降临后，整个七凤山渐渐安静下来。但在七凤山后山一座临时搭建的会场，却是灯火通明，陆续有人进入会场，很多人都戴着面具斗笠，甚至易容前来。因为参会人员混杂，且会场位置偏僻，容易出现混乱和危险，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许多人都选择隐藏身份前来。久而久之，也已经成为了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此时，一男一女戴着斗笠，穿戴宽大的黑袍，并肩走入拍卖会会场。二人正是遮蔽容貌的顾晨风和柳福烟。能够受邀参加这场联盟拍卖会的，或为一方势力代表，或是武力非凡的散修，亦或是权贵人家。即便是万宝斋，也只有数张入场券。第一次来参加拍卖会的顾晨风颇感新奇，望着装饰华美、宽敞明亮的圆形会场，扫视场中诸多戴着面具、斗笠、穿着怪异的男女，他突然有种参加假面舞会的错觉。身旁的女伴刘长房虽然披着宽大的袍服，依旧无法完全遮挡傲人的身材曲线，加之那一缕沁人心脾的美人体香，倒显得更为神秘魅惑了。葛先生，我们到那里落座吧。柳福烟指向会场角落一处人比较少的座位。二人落座后，柳福烟便给顾晨风讲解起拍卖会的各项规则和流程。因为大家都隐藏了身份，两人交谈时声音很低，身体自然倾斜向彼此。加之两人本就是挨着坐的，这一靠近难免会有些身体上的触碰，肩膀、膝盖、手臂不时会彼此碰触。即便隔着布料，顾晨风也能清晰感受到柳福烟身体的柔软滑腻，加上鼻尖不时飘来的一缕幽香，更是让他有些心神荡漾。男人对美色的抵抗力本就薄如一张纸，而距离当初被女魔尊冷星夜的压榨已经过去了不短时日，顾晨风早已经满血恢复。如今内外双修的他精力澎湃，血气方刚，自然反应颇为强烈，更何况是柳福烟这样的极品美女。顾晨风很快就夹紧双腿，正襟危坐。对此，柳福烟却似乎并未察觉，依旧凑近身子，在顾晨风耳边柔声讲述着，令顾晨风身体逐渐紧绷，越坐越直，心中直呼 My God。 顾晨风没有看到的是，柳福烟斗笠黑金下红唇微微翘起的一抹魅惑弧度。经历今日马车上的暧昧，以及顾晨风今日现场炼丹力挽狂澜，拯救了自己事业和命运后，柳福烟对于顾晨风的心态发生了变化。他觉得有些时候人不能太固执，既然缘分到了，遇到了对的人，就应该学会改变和接受。但柳福烟毕竟是女儿家，不可能主动开口，所以他决定给某些人一些暗示。然而根据刚才自己悄悄释放出的一些信号，以及葛先生身体反馈的信息来看，葛先生对自己并不抗拒，甚至反应很强烈。想到这一点，柳福烟心中既羞涩又欣喜，心中也越发坚定了一些信念。却说顾晨风为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便暗中扩散精神力，以超感状态扫视拍卖会会场。虽然参会人员基本都对自己容貌身形做了改变，但身上气息和能量波动却难以藏匿。顾晨风超感状态下的精神力便能洞察这一切。通过精神力感应，他发现了不少武道高手，其中不乏远海境武者。同时他还发现了一些熟人，齐轩阁的陈长房、黄丹师都在此列。咦，还有那名帮助过自己的青年和少女，这两人的气息有些模糊，应该用了某种特殊手段遮掩修为。顾晨风又将精神力向上扫视，拍卖会还有第二层，不过是几间单独的包厢，连身为万宝斋副长房的柳福烟都没有资格进入包厢，可想而知，包厢内的人身份绝不简单。顾晨风的精神力扫过这些包厢，惊讶地发现包厢周围还有阵法抵挡住自己的探查。柳福烟注意到顾晨风的目光，低声为他解惑：葛先生，那些包厢都是为帝都权贵们准备的。顾晨风恍然点头，心知若是他以顾家三少的身份前来，恐怕也就坐在上面了。不过这并不重要，今日他是为了百年龙涎花来，只要得到龙涎花，炼制出3品龙象淬骨丹，他就能打破肉身上限，元气修为也能突破远海境。心中带着期待，又等待了一阵，这场联盟拍卖会终于开始了。接下来进行第3件标品竞拍，黄品低级功法轻松诀，起拍价100枚下品元金。
联盟拍卖会现场，拍卖会已经开启一段时间。一名衣着得体、容貌姣好的年轻女子作为拍卖员，正在台上主持拍卖。此刻，台下众人纷纷出价。经过几轮加价后，这门皇品终极功法以200枚下品元金的价格被人拿下。顾晨风目睹了几件拍品，竞拍的过程，心中毫无波澜。这些东西根本入不了他的眼。柳福烟也提前告诉过他，拍卖会开始的一些拍品会比较普通，主要是暖场、活跃气氛的。越往后，拍卖的商品会越来越珍贵。果然，随着主办方又拿出几件普通拍品后，逐渐开始出现一些较为高级的灵材、晶石乃至功法、丹药竞拍的标品，规格不断提升。顾晨风也开始提高关注度，尤其关注灵材类拍品。这一类拍品的竞拍强度尤其激烈，毕竟珍稀的灵材不仅能够炼丹入药，有些还能直接服用，甚至可以直接培养，留作传家宝物。柳福烟也曾数次出手竞拍，都是为万宝斋采购一些稀有灵材。如此激烈的竞争，也意味着灵材拍品的价格一路飙升。例如，一株名为杜灵草的百年灵材，乃是3品明元丹的主药。一株完整的杜灵草能够炼制10到20枚明元丹，而宁元丹作为元海境武者，提升元气修为的丹药，虽然价格高昂，但需求量极大，加之杜灵草又十分稀有，仅这一株杜灵草竟拍出近1000枚下品元金的价格，换算成银票，价值接近100万两。顾晨风心中暗暗啧舌，心想自己还是小看了这联盟拍卖会。这些时日靠着疯狂给万宝斋炼丹，他已经挣了数千枚元金，本以为自己也算是一个小土豪，没想到到了这里根本算不得什么。似乎是感受到了顾晨风的顾虑，柳福烟轻声道：葛先生别担心，只要有龙涎花出现，我会帮你拿下的。闻听此言，顾晨风不禁升起一丝异样之感，怎么有种被富婆包养的感觉，暖暖的很贴心。如此又耐心等待了一阵，期间还出现过几种令顾晨风颇为异动的拍品，他都没有出手。直到那女拍卖官取出一株长约数寸、通体晶莹如水晶，还散发着一种奇异香气的灵材，顾晨风目光骤然一凝，身子都不由自主地挺直了。接下来这件拍品是一株接近200年年份的灵材龙涎花，此类灵材十分稀有，年份达到这种程度更是极为罕见，请各位抓住机会。此轮拍卖起拍价400下品元金，每轮加价不得低于10枚下品元金。终于来了，顾晨风精神一振，没有急着出价，而是先观察现场其他人的反应。此前出现100年年份的灵材都免不了一番激烈竞拍，然而此时面对这株接近200年年份的龙涎花，现场举牌竞拍的人却寥寥无几。顾晨风心中一定，果然如此，高品炼体丹药需求量太低，连带着龙涎花这类灵材也少有人问津，所以这株灵材年份虽高，有需要的人却很少。此时最高竞拍价也才450枚元金，见迟迟没有人再提价，顾晨风果断举牌。那女拍卖官目光扫向竞价牌，目光微动，这位客人出价500枚下品元金。听到价格，不少人朝这里看来，目光略感惊讶。而那名出价460枚下品元金的客人，似乎对龙涎花的兴趣也很有限，摇了摇头，没有继续加价。如果没有其他客人加价，这株龙涎花就归属这位客人了。此时拍卖官举起小木锤，正准备倒数3个数，忽然场中又竖起一枚竞价牌，这位客人出价600枚下品元金。拍卖官目光一亮，立刻收回木锤。会场众人不少人侧目，在拍卖会上直接加价100枚下品元金的情况可不多见，这就相当于加价10万两银票。此举表明竞拍者对这件拍品志在必得。此时本以为灵材已经到手的顾晨风也是心中惊诧，他看向竞拍之人，不禁更加意外，是他，这人竟是齐宣阁首席炼丹师黄伟。顾晨风和柳福烟都遮盖了面容，对方应该没有认出他们，不会故意捣乱，证明他也需要此物。他要龙涎花干什么？心中一阵疑惑，见对方距离自己不算太远，顾晨风直接和黄伟手腕上那条与自己交流过的小青蛇取得联系。小青妹妹，这老杂毛要这株龙涎花干什么？这条青蛇也是一只元气境修为的元兽，智慧不低，被黄伟从野外捕捉，以药物约束控制，作为自己软件硬化的工具。小青蛇对于黄伟十分怨恨，所以今日顾晨风才能通过他探听到黄伟的一些秘密。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有顾晨风这个能够听懂兽语和黄伟不对付的人类，小青蛇十分乐意分享黄伟的秘密。他想要用龙涎花炼制一种可以壮阳生血的3品丹药，配合他修炼双修秘术。这家伙很变态，命人暗中绑架一些人类少女供他采补，害死了不少人类女子。闻听此言，顾晨风目光一眯，
眼中隐有寒光箭射。这个黄伟不但人品低劣，且为人阴狠。今日在自己炼丹时，这家伙就曾想对自己暗下杀手。顾晨风早就记下了这笔账，这人也是绝不能留下的。如今看来，这货比想象中更该死。不过眼下更重要的是，还是先拿下龙涎花。顾晨风目光略转动，和小青蛇又沟通了几句，随即再度举牌。这位客人出价610枚元金。哼！见顾晨风继续加价，身披黑袍、戴着脸谱面具的黄丹师不禁发出冷哼，真是不开眼，敢跟我争！他需要炼制的那门丹药，如今只缺一味主药龙涎花。对这株灵材，黄伟志在必得。一想到丹药炼成，配上小青蛇的毒素，效果至少比以前强上好几倍。虽然也就是10几息时间的几倍，那也是质的飞跃。再想到通过丹霞门的渠道弄到手的几名年轻少女，黄丹师心急火燎，恨不得立刻开始修炼双修秘术。在拍卖官倒数之际，他急忙写下700下品元金的竞价。正要举牌之际，手腕上的小青蛇毫无征兆地窜至黄丹师裆部。哎呦！黄丹师一声惊呼，身子顿时弓屈，手中的竞价牌也掉落了。约莫10息时间过后，随着黄丹师身躯猛地打了一个哆嗦，又索然无味地直起身子。赌！落锤声响起，高台上传来女拍卖官的声音：恭喜这位客人以610枚下品元金的价格拍下这株龙涎花。该死！黄丹师气的脸色铁青，狠狠地揪住小青蛇的7寸：你这个小畜生，谁让你现在咬我的？要不是看你还有用处，老夫现在就弄死你！哼，看来你是忘记老夫的手段了。说着，黄丹师顺手将一粒药丸塞进小青蛇嘴里。小青蛇痛苦的身躯一阵扭曲颤抖。小青妹子辛苦了。靠着小青蛇的神助攻，顾晨风没有耗费太大代价便拿下了龙涎花。你答应我的事情可不能食言。放心，我保证让你重获自由。拿下100年龙涎花，凑齐龙象淬骨丹的原材料，顾晨风心中大定。接下来便以一种极为放松的心态参加这场拍卖会。此后的拍品中不乏一些珍品，甚至有一株接近300年年份的灵材卖出近3000枚下品元金的高价。顾晨风虽然暗自心动，奈何囊中羞涩。当然他也不是干看着，每当黄丹师和陈长房出价时，顾晨风总会热情的捧捧场，令两人到手的拍品价格至少上涨个3-4成，甚至翻倍，气得两人频频投来怨怒的目光。期间顾晨风也遇到过让他真正动心的拍品，乃是10张名为暴血符的灵符。与阵法一般，符箓也是修炼界中出名的辅助类手段。暴血符的功效乃是引爆体内气血以及部分元力，令自身力量、速度、爆发力暴涨一截。此类符箓在遇到实力相当的劲敌或是生死危机下逃生都有着极大的作用。当然，暴血符的功效因人而异，越是气血强大、肉身强大之人，效果越显著。这对于顾晨风这种外功高手，自然再合适不过。即便这10张符箓开价就是1000枚下品元金，现场很多人也都跃跃欲试，想要争夺。然而令众人没想到的是，竞拍刚一开始，会场2楼的一间包厢直接爆出2000枚下品元金的高价，强势竞拍。这个价格虽然很高，但在场也不是没人能够加价。然而能够坐在2楼包厢内的人物，身份必定非凡，谁敢轻易得罪他们？一时间会场上竟然无人在加价。柳福烟见顾晨风对暴血符心动，倒是想要帮忙出价，却被顾晨风阻止。他不想因此让柳福烟惹上麻烦，更何况他们即便出价，恐怕也争不过对方。此后的拍品，顾晨风也都不大感兴趣。直到拍卖会接近尾声，女拍卖官语调陡然提升，接下来就是本场拍卖会最后3件压轴拍品的竞拍。随着拍卖会进入尾声，3件压轴拍品终于登场，整个会场的气氛也变得异常热烈。历届联盟拍卖会的压轴拍品都是极为珍惜的宝物，众人自然十分期待。随着一名侍女从后台将一块丝绸遮盖的托盘送到前台，万众瞩目之下，拍卖官揭开绸布，托盘中没有天才地宝，也没有绚丽的意象，却是一本斑驳古旧的典籍。众人心中疑惑之际，女拍卖官开口介绍到本次联盟拍卖会第1件压轴拍品地品身法类武技血影换身步。话音落下，现场先是一片寂静，随即哗，全场哗然惊呼：什么？竟然是地品武技！乖乖，我不会是听错了吧？地品武技，而且还是最珍贵的身法武技，即便是帝都那些顶级大家族或是一流大宗都会视为至宝，怎么可能拿来拍卖？人群惊呼议论，皆是不敢置信。顾晨风也被这件压轴拍品惊得不轻，一门黄品典籍就要卖出上百枚元金，一门地品典籍
那得是什么天价？然而就在现场一片沸腾之际，女拍卖官才开口解释道：“诸位，地品典籍的珍贵，自不用切身多言。这门血影幻身步的确是地品身法不假，但这门武技残缺了一部分，原本共有4层境界，如今只剩下前2层境界的内容。”此言一出，众人顿时恍然，原来是一件残次品，难怪会拿出来拍卖。一时间，原本火热的会场迅速降温，许多人眼中都露出失望之色。对此，女拍卖官显然是早有所料。诸位，这门地品身法武技是残缺品不假，但经过商会联盟鉴宝大师检验，这门武技每层境界都有独立的功力运转路线，前面2层境界完全可以练成，其威力也比选品身法武技更强。如果诸位有机缘，日后说不定还能得到典籍的后半部分，得到一部完整的地品身法武技。听到女拍卖官这一番讲述，在场众人固然不会相信靠机缘得到后半部典籍的鬼话，但依旧十分心动。哪怕是残缺的地品典籍，只要能够修炼，威力也比普通的选品典籍强。即便将其当作是一件选品顶级的身法武技，也绝对值得全力争夺。想明白了这点，众人眼中又浮现炙热之色。拍卖官在细节介绍了一番武技内容后，也直接给出起拍价。血影幻身步起拍价5000下品元金，每次加价不少于100枚下品元金。听到这个起拍价格，众人虽然吃惊，却无人质疑。地品身法武技，哪怕是残篇，也绝对超过这个价值。当下立刻有人举牌，5500枚下品元金，6000、6200、6500，竞拍价格一路飙升，最终竟然达到了9000枚下品元金的天价。出价的正是楼上另一间包厢的客人，对方直接提价2000枚下品元金，震撼全场。最终，这门血影幻身步也被其成功竞拍。看着这门身法武技落入他人手中，顾晨风心中不禁有些叹惋。此前他一直在寻找一门适合自己的身法武技，方才拍卖官介绍的关于血影幻身步的特点倒是十分契合自己，而且凭借悟道台加持，自己甚至能够将武技后面2层境界内容完善出来。奈何它的价格太高，自己身上所有元金加起来也不超过2000枚，即便柳福烟出手，恐怕也未必能够拿下。何况顾晨风也不想欠这个人情，只能故作淡定，但他心中却是在暗骂，如果不是坑货老爹将相府的家产卷走，自己也能坐在包厢里大手一挥，直接拿下武技，甚至没人敢跟自己抢。算了，虽然我没钱，但是我能忍。顾晨风只能在心中安慰着自己。随之第2件拍品也出现了，居然是一枚拥有储物空间的那件。虽然只有约莫1个立方的储物空间，但这件压轴拍品出现的一刻，还是轰动了全场。这种宝物寻常武者根本接触不到，基本是在修炼界高层之间流通。顾晨风对于这件宝物也是眼馋无比，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若有了这枚那件，自己的长枪和巨斧今后可以储存在储物空间内随时使用，甚至还能存放各种暗器毒药。然而当拍卖官公布出8000枚下品元金的起拍价后，顾晨风表示我他妈还能忍。最终不出意外的，这枚那件的争夺在楼上几座包厢间展开，其中包括此前出手买下10张暴血符的包厢，和另一座今夜还未出手竞拍的包厢。最终那件价格飙升到15000枚下品元金，被那第一次出手竞拍的包厢主人拿下。随后最后一件拍品也终于登场，那是一根长约数尺、手臂粗细的脊骨，骨质晶莹透明，且脊骨内似有淡金色的液体流动。这是本场拍卖会最后一件拍品地龙精髓。女拍卖官的声音回荡在会场，场内的反应有些怪异，许多人都露出茫然之色，似乎没有听说过此物，但有些人面露震惊渴望的神情。地龙精髓竟然是这件秘宝，便是顾晨风身旁的柳福烟也是倒抽一口凉气，竟然是这件宝物。柳长房，这是何物？顾晨风低声询问。柳福烟轻声解惑道，所谓地龙即蕴含蛟龙血脉的元兽，这一类元兽极其稀少，且血脉天赋惊人，随着实力提升，脊骨内会凝聚出一种名为精髓的宝物，据说可以洗精伐髓，改造肉身经脉，甚至改变武者一部分修炼天赋。闻听此言，顾晨风也不禁感到吃惊。洗精伐髓，改造肉身，甚至能改变一个人的武道天赋，这功效着实有些逆天。柳福烟继续说道，这根脊骨中的精髓已经呈现淡金色，这只元兽的修为恐怕达到了元丹境，甚至是元灵境，其价值实在惊人。想来我们是没有资格竞争了。柳福烟的目光不禁望向楼上，而此时顾晨风的注意力也落到了楼上几间包厢。因为地龙精髓的出现，这几间包厢内的主人
显然也不平静，有几扇紧闭的水晶窗栏都被人推开一条缝隙，里面的人似乎要更仔细地观察地龙精髓。借此机会，顾晨风的精神力也终于探测到这些人的气息。他的目光瞬间锁定东南方那间包厢，那座包厢的主人曾经出手拍下10张暴血符，又和另一座包厢争夺过那枚那剑。当包厢窗栏推开的一刹，顾晨风就感应到一丝莫名危险且熟悉的感觉。与此同时，那扇水晶窗栏后方，一袭白衣、气质飘逸出尘的青年，也是目光一眯，透过窗栏缝隙向着会场某个方向扫去。方才那一瞬间，他有种被人窥视的感觉。难道是错觉？以我的精神力，这里应该不可能有人能够逃过我的感应。能够洗精法髓改造武者天赋的地龙精髓一出，整个拍卖会会场都轰动了。天下间的武者，无论高低贵贱，最公平的就是天赋。地龙精髓虽然无法做到颠覆性的改变武道天赋，最大的特点还是剔除身体杂质，强化淬炼肉身。但哪怕是武道天赋上些许提升，或许就能改变一名武者的命运，由不得众人不疯狂。几乎在此物出现的一刹，场中不少武者都下意识将气机探出，朝着地龙精髓笼罩而去。哼！但就在此时，拍卖会后台处传来一声冷哼，会场忽然席卷劲风，一股强劲气势浪潮笼罩高台，将四周靠近而来的气机全部震退。元丹境强者感受到这股强大气势，会场众人都是心头一凛。拍卖会会场上武者众多，不乏元气境乃至元海境武者，甚至有1-2位元丹境武者隐匿气息混在人群中。但拍卖会后台的那股气势无疑要强势霸道得多，即便是在元丹境层次也是极为厉害的存在。诸位，请遵守拍卖会的规则，以免损坏拍品。一声浑厚低沉的嗓音回荡在会场四周，令不少人眼中的狂热清醒了几分。商会联盟作为能够统筹大黎王朝大大小小商行的庞大机构，其实力和底蕴绝不逊色于一座一流宗门。若敢公然挑衅或做出什么违规之举，后果可想而知。待会场回归秩序，台上的拍卖官又将地龙精髓细致介绍了一番，便开始了拍卖。地龙精髓起拍价1万下品元金，每次加价不低于1000枚下品元金。这个底价一出，场上倒抽凉气之声不绝。同时他们也清楚，这地龙精髓虽好，却不是他们能够争夺之物，恐怕早已是成为上面那几座包厢主人的围猎目标。果不其然，其中一座包厢率先开价11000下品元金，立刻有人加价。当价格来到15000下品元金时，2万下品元金。东南方向拍下暴血符的包厢内，直接加价5000下品元金，轰动全场。顾晨风在感应到那座包厢主人的一丝气息后，便一直关注着那座包厢。他总感觉对方似曾相识，但却想不起在哪里见过。对方似乎存在于原主记忆中几乎淡忘的回忆角落。直到此刻，包厢主人开出惊人价格。顾晨风精神力感应到会场不远处的陈长房和黄丹师出现异动，二人目光望向那座包厢，眼神都透露出敬畏之色。同时，顾晨风隐隐探听到两人的交谈。陈长房有些兴奋道：“公子终于出手了，这块地龙精髓可是公子势在必得之物。”黄丹师却是有些不解：“公子实力惊人，想必武道天赋卓绝，为何还要这地龙精髓？”这我也不是很清楚，只是听说公子因为一次意外受了重伤，根基有些受损。公子曾四处搜寻天才地宝治疗，这次打听到拍卖会有地龙精髓竞拍，特来竞拍。二人短暂的对话却令顾晨风目光一凝，心头微震。陈长房和黄丹师几乎是齐宣阁地位最高的存在，能被二人称为公子，如此敬畏之人，恐怕也只有黄甫家之人了。顾晨风不禁又想起曾经在顾家矿脉地道中，那群黑衣人也曾说起过黄甫家的那位公子，后者也是密谋绑架自己之人。看来两者应该是同一人。这一刻，顾晨风目光骤然凝滞，锁定东南方那座包厢。他如同在原始森林中被猛兽一路秘密追杀的猎人，突然在森林隐秘处发现了这只猛兽的行踪。终于和你碰面了。虽然心中惊诧，顾晨风却没有轻举妄动，而是暗暗观察着这个素未谋面却和自己多次交锋的对手。此人的城府极深，手段也很老辣。若非顾晨风穿越而来，与原主差别太大，对方之前所设计的每一环计划，原主都不可能逃脱。即便顾晨风已是今非昔比，也不敢丝毫小觑对方。此时地龙精髓的竞价还在继续，尽管黄甫家这位出价2万下品元金，依旧有一座包厢与之竞争，甚至在大厅会场竟也有人加入了竞价。那对帮助过顾晨风似乎来历不凡的青年男女竟也参与了竞价。直到地龙精髓的价格
攀升到了3万枚下品元金。那对青年男女犹豫了片刻，摇了摇头，没有继续参与竞拍。楼上2座包厢继续竞争，最终位于西南方和皇甫家那位竞争的包厢主人直接开价3万6千枚下品元金。面对如此天价，令会场众人早已是目瞪口呆。顾晨风本以为皇甫家那人还会继续出价，没想到此人竟也停止出价。地龙金髓被西南方那座包厢主人拍下，至此拍卖会也宣告结束了。此时斗笠下，顾晨风的眉头却是紧紧皱起，他感觉有些不对劲。如果不知道东南方包厢的主人就是皇甫家那位，顾晨风不会多想，可一旦知道对方的身份后，一切就变得不符合常理了。从此人对自己接连下手，敢派人绑架自己，敢直接在顾家矿脉下方破阵夺宝，乃至操纵齐宣阁打压万宝斋，做出的种种卑劣阴狠的打压手段，都可以看出此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且胆大包天。这是一只心狠手辣的恶狼。今日拍卖会上面对着这么多重宝，从头到尾此人却只拍下了10张暴血符，就如同恶狼面对无数山珍海味，却只啃下一只瘦小的鸡腿。所谓事出反常必有妖。再联想到近来皇甫家异常的安静与隐忍，和皇甫家的财政危机，顾晨风心中突生警觉，不对，他的胃口绝对不可能这么小。可是这些宝物已经落入他人之手，他又能做些什么呢？难道他想……顾晨风略一思忖，忽然他脸色一变，预感不妙。刘长房，我们走。顾晨风直接起身，与柳福烟拿上拍卖会所得宝物，出了会场便片刻不停地向着七凤山下赶去。葛先生，为何不乘坐马车？柳福烟有些诧异于顾晨风的急切。虽然万宝斋的工作人员已经提前下了山，但还留下了一辆马车和一些护卫接他们下山，而且他们带着大包拍品，步行下山也不大方便。柳福烟还打算着等两人坐在马车上，顺着山道蜿蜒而下，沿途欣赏月色，聊天叙话，拉近2人距离的同时，再给葛洪多一些暗示。然而顾晨风却是没时间解释太多，他直接将柳福烟身上的包裹接过，背在身后，旋即竟是伸手一把拉住柳福烟白皙细嫩的玉手，朝一片阴暗丛林中钻去。不要走大路，我们顺着无人的小路走。同一时间，会场东南方的包厢内，白衣如雪的青年换上了一袭黑衣，透过水晶窗栏望向七凤山上漆黑如墨的夜色。青年眼中寒芒一闪，嘴角勾起一丝冷漠的弧度。时间差不多了，让黑龙开始行动吧。啊！面对葛洪突然伸来抓住自己手掌的大手，柳福烟身躯如同触电，浑身传来一种酥麻感。他只感觉葛先生的手宽厚有力，却又不失修长匀称的美感。被他的大手覆盖着，柳福烟体会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温暖和悸动，令他心跳加速，呼吸急促。但很快他就反应过来了，他怎么突然就抓我的手？这也太直接了吧！这可与葛先生方才在会场中表现出的腼腆模样出入颇大。难道葛先生读懂了我的暗示，这是在向我表明心意？还不等柳福烟想明白这一切，顾晨风已经拉着他朝一片昏暗的密林中冲去。柳福烟越发惊愕，葛先生不走大路，拉我去树林里干什么？他突然想到了什么，俏脸疼得就涨红了。难道葛先生是想……可这也太快了吧，我们还没确定关系，我根本没准备好。一想到葛洪带他进入密林后可能要做的事情，这位执掌帝都万宝斋的刘长房顿感心慌意乱，腿都有些发软了。葛先生，你……顾晨风见柳福烟走得太慢，干脆一伸手揽住他纤细滑腻的腰肢，将他揽靠着自己，将对方大半个身子的重量都拖了起来。此刻顾晨风来不及嗅闻柳福烟身上传来的动人幽香，也无暇感应两人肢体亲密接触下佳人弹软丰盈的娇躯，只是脚下步伐加快，身形如一道黑影窜入密林之中。啊！忽然被顾晨风拦腰抱住，高速冲入密林。柳福烟下意识惊呼一声，却被顾晨风轻轻捂住唇瓣。嘘，别叫出声。柳福烟被顾晨风这一连串行为弄得一头雾水，起初还有些嗔怒，觉得葛先生太不尊重自己，将她当成了随便的女人。但很快他也察觉到了一些异常，葛先生虽然紧紧抱住了自己，却并没有再更进一步做出任何于理之举。在望见葛洪斗笠下脸上浮现的警惕神色以及他迅疾的行动来看，对方这么做必有极大隐情。柳福烟很快恢复冷静，甚至主动伸手揽住顾晨风结实的腰身，让两人贴合更紧，方便行动。葛先生，你有什么发现吗？柳福烟压低声音小心询问。今夜七凤山恐怕要出大事，会死很多人。啊，这不可能吧？
柳福烟满眼不可置信，联盟拍卖会可是商会联盟一手操办，参会的许多有头有脸的人物，实力不俗，即便偶尔会发生一些争斗，乃至明争暗抢，但都不会闹得太大。然而柳福烟话音方落，轰轰轰，两人侧后方一处通往山下的山道上便爆发出数团炽烈火球，是赤炎符，不好，有人截获！杀！几乎是片刻之间，兵刃碰撞声、喊杀声、惨叫声便已连成一片，而且七凤山更远处的一些山道上也同时出现火光，传来喊杀声，似乎也发生了杀人截获之事。柳福烟被眼前这一幕惊得说不出话来，忍不住伸手掩住红唇，不敢置信。自联盟拍卖会开设到现在数十年间，还从未出现过如此惊变，竟然有人公然抢夺参加拍卖会的所有势力和个人，这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顾晨风一面抱着柳福烟，脚步急点地面，在昏暗嶙峋的山路上飞奔下山，一面暗中观察各处山道的动静，心中也忍不住一阵感叹，真是一个疯子。顾晨风在交易会结束后终于猜到了黄甫家那位的打算，没错，就是抢劫，直接抢夺整个商会联盟以及今日参会的各方势力。如今的黄甫家不缺权势，不缺人手，独缺一笔庞大的财富。在北境的走私路线被断，帝都的灰色产业被扫荡，偷掘顾家矿脉，打压万宝斋，多条财路受阻的情况下，沉寂已久的黄甫家终于再度出手便是雷霆万钧。可以想象，若是黄甫家今夜能够将七凤山汇聚的财富全部洗劫一空，哪怕不可能真正解决黄甫家的财政危机，也可以缓冲一段时间，让黄甫家有时间从其他渠道攫取财富。而以黄甫家在大黎王朝的地位，只要手脚干净些，不留下铁证，即便这些势力怀疑到黄甫家头上，也根本不可能，也不敢报复。更何况顾晨风估计这家伙早已经有了金蝉脱壳的计划，说不定又有哪方势力会成为他的替罪羊。想通这一切，顾晨风也不得不承认，黄甫家这位胆大心黑手狠，的确是个做大事的人。同为帝都权贵，顾家的权势可不在黄甫家之下，甚至更强。可惜爷爷闭关，老爹败家，让自己这个三代纨绔此时也只有走为上策。凭借着超感的精神力，他隐隐感应到山上几处爆发巨响的战场有着极其恐怖的元气波动，威能甚至超出了元海境，达到元丹境层次。这种级别的战斗根本不是自己目前能够应付的，还是离得越远越好。幸亏他反应及时，带着柳福烟遁入山林小道，加之顾晨风能够通晓兽语，还有超感探路，沿途并没有遇到任何危险。短短片刻时间，二人已经快到半山腰，想要全身而退应该是不难。然而顾晨风心中刚生出此念，忽然一声尖锐鸣啼撕裂夜空，顾晨风猛然抬头，便看到夜空中一道模糊的飞禽身影盘旋虚空，一双幽绿放光的眼眸俯视大地，洞若观火。更令他心惊的是，这只飞禽的目光赫然锁定着二人所在的方向。不好，顾晨风知道自己失算了，他低估了黄甫家的手段，竟然还派出了这种能够高空探测的飞禽。自己和柳福烟的行动虽然隐秘迅速，但却逃不过这种目力惊人、夜间都可狩猎的飞禽监测，反而因为两人脱离七凤山的速度太快，更引起了这只飞禽的注意。此刻的啼鸣就是在传递信号。果不其然，就在片刻后，顾晨风通过精神力探测和周围飞禽走兽传递的消息，发现了从山林两侧以及山下，同时有3个方向都有敌人迅速逼近。夜色如墨，七凤山的密林间杀机四伏。柳福烟被顾晨风有力的臂膀半抱在怀中，耳边是呼啸的风声和远处激烈的厮杀声，令他心中惊悸未平。嗖！就在此时，树影幢幢间，数道黑影如同鬼魅般从前方截断了他们下山的小径，手持森寒冰刃急速逼近。这些人全身裹在夜行衣中，只露出一双双冰冷无情的眼睛，动作整齐划一，气息凌厉。柳福烟心中一紧，他能清晰地感知到，这些黑衣人中大部分都是元气境武者，绝非乌合之众。其阵型和散发的铁血气息，分明是大家族精心培养的死士。来不及思考这些死士的来历，对方已经冲到近前，刀剑寒光呼啸而至。小心！柳福烟低呼一声，强自镇定心神，同时体内元气境5星的能量运转，正要挣脱葛洪的手臂迎敌。然而不等他巨力出手，顾晨风已经动了。他的动作快得不可思议，搂着他的手臂甚至未曾收回，身体宛如一道在原地掠过的残影，又像是一阵骤然卷起的狂风。柳福烟只觉眼前一花，
根本看不清他的具体动作，就看到一片模糊的手影在他眼前，在那群黑衣人周身要害处一闪而逝。喉结、眉心、太阳穴、心脏，那手影仿佛死神之处，无情且精准。每一次急速闪烁都伴随着一声极其轻微却令人毛骨悚然的爆裂闷响。扑通扑通扑通，7、8名黑衣人甚至没来得及发出一声完整的惨叫，便全部被抽走了所有生命力，直挺挺地栽倒在地，瞬间毙命。柳福烟的元气刚刚凝聚在手心，准备轰出的招式硬生生僵住。他瞳孔骤缩，红唇微张，美艳的脸上写满了极致的震撼与茫然。这……柳福烟眸光上扬，视角正好可以看到月辉透过斗笠纱巾洒落在葛洪那张冷静镇定、没有一丝情绪波动的脸庞。眨眼之间，瞬杀7、8名死士，其中包括多名元气境武者。这是什么实力？这还是柳福烟第一次见葛洪出手。此前他更关注的是葛洪非凡的炼丹术，而且他记得葛洪刚加入万宝斋时还在求取荣元丹，他应该突破元气境不久才对，怎么可能有这种实力？然而顾晨风根本没有片刻停留，更没有任何解释，一个照面击杀所有黑衣人，揽住柳福烟的腰肢，脚下轻轻一点，两人身影便如离弦之箭，再次朝着山下激射而去。这一次他的速度更快了几分，沿途中果然又有数批黑衣人从不同方向包抄拦截，但在顾晨风面前，这不过是土鸡瓦狗。他身形晃动，如同在黑衣人中穿行的鬼魅，左手表面一抹灰色元气萦绕，只要有黑衣人进入他身边方寸之间，结局便已注定。有的被一指洞穿眉心，有的被拳锋砸碎喉骨，有的被掌缘切断颈侧大脉，所有动作皆是在高速移动中单手完成，干净利落，一击毙命。柳福烟被他稳稳护在怀中，能感受到他胸膛沉稳有力的心跳，以及每次出手时那瞬间爆发又瞬间收敛的令他心神颤动的恐怖力量和冰冷杀意。他亲眼看到一名元气境8星的黑衣头目横刀怒劈，气势惊人，却被葛洪身形微侧避开刀锋的同时，一记简单直接的拳印轰在其心口。砰！一声沉闷如擂鼓的巨响，那黑衣头目眼睛暴突，后背衣衫猛地炸开一个拳印状的破洞，身体炮弹般倒飞出去，直接撞断一棵碗口粗的大树，七窍流血，暴毙当场。元气境8星，一拳轰杀。柳福烟一颗心早已被惊涛骇浪淹没，他没想到葛洪不但在炼丹一道天赋非凡，年纪轻轻便已迈入3品炼丹师境界，他的武道天赋竟同样恐怖绝伦，丝毫不逊色他在炼丹术上的造诣。被他对方这样强悍地保护着，在这生死一线、危机四伏的逃亡路上，一种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安全感竟奇迹般的滋生出来，如温暖的潮水悄然浸润了柳福烟紧绷的心房，抚慰着他心中的不安。这样一个优秀的男人，如果自己能和他……柳福烟脸颊在夜风中一阵发烫，他忽然感到一阵羞赧。两人尚且没有确定关系，眼下又是这种危险局面，自己怎能如此胡思乱想？顾晨风自然不知道自己携家人一路逃生带给柳福烟的巨大冲击和对方心中荡漾的遐想。此刻他斗笠下冷静镇定的面容已渐渐浮起一丝凝重之色，因为天空中那只飞禽依旧在高空盘旋，锁定着自己，他们还在敌人的监控之下。顾晨风尝试与飞禽沟通，想要收买对方，奈何这只飞禽受过特殊训练，根本不理他。而此次黄甫家为了洗劫整个联盟拍卖会，出动了最精锐的死士。顾晨风一路杀来，拦截的黑衣人看似越来越少，修为却越来越高。希望不要出现元海境武者吧。顾晨风一路上都是使用体内的灰色元气出手，并未暴露自己的外功，他不想让敌人将自己和顾家3少的身份联系在一起。虽然顾晨风的元气修为是元气境8星，但这股灰色元气的威力却是非同凡响。当初在顾家矿脉，连上官冰心的冰属性元气都隐隐受到灰色元气的克制，顾晨风以此出手，配合上自己恐怖的身手，同样可以横扫元气境。如此又带着柳福烟一路狂奔逃窜，快要冲下山脚时，轰！顾晨风是大力沉，辉光浮动的一掌轰在一名元气境9星黑衣武者的心口，此人双目圆瞪，胸口塌陷，死不瞑目。顾晨风脚下一跺地面，身形暴掠，便要冲下山脚之际，轰轰！顾晨风强大的精神力感应下，两股比之前任何拦截者都要强大数倍，沉凝如山岳般的气息，如2团涌动的山火，锁定自己的方位，左右包夹而来。感受到这2股气息，顾晨风不禁心头一沉，他知道这次没那么容易脱身了。只在数个呼吸间，2道如鬼如魅的黑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前方狭窄的山道上，
完全堵死了去路。他们并未刻意爆发气势，但那自然流露的威压已经让周围的空气都仿佛凝固了。袁海静，救！夜空中那只盘旋的飞禽再次发出一声尖利的啼鸣，仿佛在为猎物的最终锁定而得意。顾晨风的眼神也在这一刻变得冷若幽潭。能够一路逃到这里，杀了我们这么多好手，你也算有些能耐。昏暗山道上，2名黑衣人冷冷注视着顾晨风，眼中带着一丝戒备之色。毕竟对方是能够轻易轰杀元气境9星武者的存在，他极有可能也是一名元海境武者。其中一人试探道：你们是哪家势力的高手？报上名来，若是与我家主人有交情，说不定可以放你们一马。顾晨风闻言心中冷笑，这些皇甫家死士不但实力不俗，还颇有心机，想借此让自己放松警惕，一旦露出破绽，他们必定抢先出手。顾晨风不为所动，悄然松开怀抱中的柔软娇躯，他顺便在柳福烟耳边低语嘱咐了一句。柳福烟虽然有些不解顾晨风的用意，还是乖巧点头，从顾晨风袖中接过一物，快步退入后方密林中。2名黑衣人见状，刚要出手，顾晨风却悠悠开口道：你们皇甫家这次出动了多少人马？2名黑衣人同时目光一缩，心中惊疑。你怎么？唰！就在2人分神的一刹，顾晨风动了，他瞬间锁定左侧那名气息稍弱的黑衣人，如一只迅猛猎豹扑向敌人，元气鼓荡如潮，拳脚携着破空之声狂轰而去。黑衣人心中一凛，见失了先机，他的反应也极为迅速，身形暴退的同时，手脚并用，用巧妙招式化解顾晨风的攻势。电光石火间，黑衣人已摸清顾晨风实力。对方虽拳劲刚猛，元气汹涌，但修为最多也就元海境1星，与自己在伯仲之间。而此时自己同伴的剑锋已刺破夜色，直取此人后心而来。黑衣人顿时心中大定，单臂抬肘格挡住顾晨风正面轰来一拳的同时，右手迅速下探，抓住腰间刀柄，便准备拔刀出鞘，配合同伴前后夹击斩杀此人。然而就在他腰间战刀出鞘寸许，一抹寒光外溢之际，对面顾晨风瞳孔中银芒骤现，其周身肌肉如充气般暴涨，令身上宽大的黑袍都几乎被撑得隆起，整个人仿佛在瞬间拔高，膨胀了一大圈，银芒自毛孔迸射而出。刹那间，顾晨风全身气势和力量暴涨数倍不止。咔嚓，黑衣人格挡住顾晨风的一肘，直接被这股巨力摧毁，震得骨骼碎裂，手臂软塌塌弹开。唰，顾晨风银拳如电，探入黑衣人空门，在对方惊骇的目光中化拳为爪，扣住他左臂，五指如钩，穿透血肉，直钉入他肩胛骨上，将黑衣人生生定在原地。另一只铁拳已化作残影，裹挟风雷之势砸向其面门。一瞬间的惊变令黑衣人被剧痛和恐惧所淹没，他根本来不及抽刀，只能弯曲右臂，凝聚土黄色元气光辉，护住面门和心脏。只要能够抵挡一息时间，同伴就能杀到，自己便能捡回一条性命。然而他终究是低估了顾晨风的力量。咚咚咚，数道宛如擂鼓般的闷响几乎在一瞬间爆发。昏暗密林中就看到一道脑袋乃至整个上半身都严重变形的黑衣人影，如炮弹般倒射出去，砸碎一株大树，身上最后一丝生机也顷刻消散。也就在一瞬间，噗嗤，一抹寒光刺入顾晨风后肩，剑光犀利，带着元海境2星武者的惊人力量，却是那名持剑黑衣人在顾晨风爆杀另一名黑衣人的瞬间，急速出手，一剑刺向顾晨风背心。即便顾晨风急速闪避，躲开要害，依旧被刺中肩膀。元海境2星武者全力一剑的威力，即便是外公大元的肉身也无法完全抵挡。剑锋入肉半寸，当，却听一声金铁交鸣之声，这一剑竟无法刺穿顾晨风骨骼。什么？持剑黑衣人瞳孔猛然收缩，唰，下一瞬，一道银亮刀光带着虎啸之音悍然扫来，却是顾晨风在轰飞第1名黑衣人时顺手抽刀反斩而至。黑衣人急速收剑格挡，枪，刀剑相撞，一股沛然巨力如排山倒海而来，黑衣人竟被这一刀横扫出去，身形贴地而飞，胸口逆血翻涌。外公大圆满，你是内外兼修。这一刻，黑衣人眼中终于露出惊骇之色。他本以为这人只是一名普通的元海境1星武者，自己和同伴联手可稳稳拿下，却不料此人面对他们不但主动出手，还突然爆发出惊人战力，将猝不及防的同伴轰杀，并以肉身硬抗住自己的致命一击，发动反扑。元海境1星修为不可怕，肉身大圆满也不算可怕，
可两者叠加所蕴含的意义就完全不同了。至少黑衣人从未听说过帝都有这种妖孽人物。唰！黑衣人来不及思考太多，他横飞的身形还未稳住，一道森寒刀光裹挟恐怖劲气已经席卷而至。身形彪悍雄壮的男子双手绽放银芒，宛如一头扑食的猛兽冲杀而来。黑衣人心惊肉跳，连忙强抑胸口翻涌的气血，出剑抵挡。当当当！昏暗密林中，只见两道人影飞速移动，刀光剑影翻飞，刺目火花四溅，同时林中掀起惊人气浪，扬起阵阵沙石。双方一交手，高下立判。黑衣剑客虽然有着元海境2星修为，但顾晨风早在元气境7星修为时，就能凭借内外兼修力敌元海境1、2星武者，甚至使用开山七式绝技短暂爆发出堪比元海境中期的战力。如今他已是元气境8星修为，铁相功大圆满，肉身达到极限，内外功力结合爆发出的威力完全力压黑衣剑客。加之方才他中剑后突然反击的一刀震荡了对方气息，黑衣剑客心中震惊忌惮之下，更无法完全发挥战力。此消彼长，黑衣剑客颓势加剧，身上顷刻间多出10几道刀伤，胸口还被重重轰击了一拳，气息萎靡，眼看已支撑不了片刻。然而顾晨风对此却并不满意。方才2名元海境武者拦住他们去路的一刹，顾晨风就知道自己不能再保留实力，必须当机立断，杀敌脱身。他没有直接爆发实力，而是突然偷袭，集中火力进攻一人。在对方以为看穿自己实力，心中放松的一瞬间，内外功力同时爆发，将那人猝不及防的轰杀，而后又凭借强大的肉身和元气护体抵挡住另一名黑衣人的致命一击。虽然受了些皮外伤，却丝毫不影响顾晨风的战力。顾晨风全力爆发，想的是速战速决，在黄甫家其他死士还没有反应过来时，解决掉这名元海境武者，逃离七凤山。可元海境2星武者毕竟不是弱者，更何况还是黄甫家精心培养的死士。顾晨风使用的又是他不擅长的刀类兵器，即便实力气势都占据绝对上风，也无法瞬间结束战斗。最终生生拖了7、8息时间，一抹寒光闪过，噗嗤，一颗黑金蒙面的头颅高高抛飞，血如井喷。从密林中折返的柳福烟正好看到了这一幕，眼中不禁露出震惊之色。啊！2名元海境武者竟都被葛先生斩杀了。此时顾晨风身形已恢复如初，伫立原地。葛先生，我们现在该怎么办？继续下山吗？柳福烟下意识询问。顾晨风依旧立在原地，目光凝重地看向远处密林，沉声低语：来不及了。刷刷刷，幽暗密林中，3道黑影从山脚方向转眼间便来到顾晨风和柳福烟所在区域。3人目睹到不远处2名黑衣人的尸体，都是目光一凝，看向顾晨风的眼神顿时变得冰冷而戒备。看到这3名黑衣人，顾晨风神色也变得异常凝重，他能够清晰感受到3人的强大。2名元海境4星武者，还有1人气息强出，2人一大截，已达到了元海境6星修为。3名元海境中期强者，绝非先前的2人可比。此时顾晨风不禁暗叹，若是能够得到今日拍卖会上的那枚纳戒，我就能将陆河大枪以及开山斧随身携带。即便这种局面无法击败对手，也有突围的机会，但这也就只能想一想。如今他不但没有趁手的兵器，身后还有一个需要保护的柳福烟，情况很不妙。顾晨风目光眺望，夜幕下远方起伏的群山，低声询问柳福烟：刚才按我说的做了吗？此时的柳福烟也察觉到局面凶险，紧张地点点头：都做好了。顾晨风鼻翼微动，嗅到空气中一丝不同寻常的气息后，干脆伸手一扯，将头上斗笠摘下，露出一张平凡且年轻的面庞。对面3名黑衣人一愣，那名元海境6星的黑衣人目光微动，露出惊诧之色：你是万宝斋的首席炼丹师葛洪。另外2名黑衣人也目露诧异之色，他们也听说过葛洪之名，却从未想过今夜一路斩杀诸多死士，一人连杀2名元海境武者的强人，居然是一位炼丹师。不错，是我。顾晨风镇定回应。黑衣人看向他身旁，那这位应该就是万宝斋的刘长房吧？见葛洪已经公开了身份，柳福烟也干脆接下斗笠，露出一张娇艳动人的俏脸。柳福烟虽然紧张，但身为万宝斋负责人，他依旧表现出非凡定力。你们究竟是何人，竟敢洗劫联盟交易会？这不仅是和商会联盟为敌，也是和参加拍卖会的各方势力乃至帝都权贵们为敌。闻言，领头的黑衣人不屑一笑：呵呵，死到临头还问这么多干什么？既然我们敢做，后果自然承担得起。说罢，他
他目光转看向顾晨风，葛丹师，我家主人很欣赏你在炼丹一道的天赋，特意给我们下了一道命令，若遇见你，只要你肯归顺主人，专心为他炼制丹药，我们可以饶你一命。顾晨风故作惊诧之色，你家主人是谁？黑衣人摇头道，现在不能告诉你，你若愿意归顺，先服下这枚丹药，很快就能见到主人。黑衣人取出一枚黑色药丸，目光观察着顾晨风的表情。顾晨风眼中露出一丝异动之色，旋即又犹豫道，那柳长房他？看到柳福烟绝美的容颜，黑衣人眼中略带惋惜之色，却依旧冷冷开口，这件事是机密，所以他得死，而且须得由葛先生亲自出手，为主人那个投名状。柳福烟面色一白，忍不住抬眼看向顾晨风，顾晨风却是坚决拒绝，不行，她是我的女人，我若杀了她，你家主人也不会相信我的忠心。此言一出，柳福烟不由神情一呆，目光变得古怪起来。领头黑衣人则眉头一皱，神情质疑，根据我的情报，你加入万宝斋的时间尚短，和这位刘长房应该没有任何关系。顾晨风辩解道，我和刘长房一见钟情，表面是长房和炼丹师的关系，背地里早已有了夫妻之实。在来交易会的路上，我们还在马车里，嗨嗨，总之我们已经勾搭上了。这番话一出口，柳福烟早已经羞臊得面红耳赤。虽然猜到葛洪可能是在拖延时间，想脱身之法，可葛先生这话说的实在太羞人了。什么叫背地里勾搭上，还有马车里做的事，这也太令人遐想，太不要脸了。不过与黄伟造、柳福烟、黄瑶不同，听到葛洪说出自己是他的女人，柳福烟心中固然羞赧，却又莫名生出一丝喜意。而听了顾晨风的讲述，三名黑衣人也是一愣，显然没想到在这种场合下还能听到这如此刺激的八卦。你们在马车里干了什么？一名黑衣人忍不住开口追问，立刻被领头的黑衣人瞪了一眼。领头黑衣人盯着顾晨风二人，将信将疑。而顾晨风望了眼山脚下夜风吹动的密林，目光突然微微一亮，主动开口，你们若不信，我现场证明给你们看。三名黑衣人面面相觑，连柳福烟都是瞪大美眸望着顾晨风。他想干什么？不会是要现场？果然，顾晨风直接转身，一把搂住了柳福烟的纤纤细腰。葛先生，你……顾晨风温柔地看着他，安抚道：福烟，别担心，我会很温柔的。别这样。柳福烟下意识后退，却被顾晨风一手揽腰拖着后背，一手直接摸向他的腰带，做事要脱他的衣物。柳福烟感觉自己大脑都快运转不过来了。他一方面被顾晨风的亲近和爱意冲得目眩神摇，一方面又被对方这惊人大胆的举动吓得六神无主，一时竟有些腿脚发软，反抗得很是无力。连见到这一幕的三名黑夜人都觉得葛洪太变态了，但不可否认，这的确很刺激，刺激到三人忍不住瞳孔收缩，连呼吸都加重了几分。却说顾晨风的手刚一扯动柳福烟的腰带，那只拖着他后背的手却已经先摸到了他的后颈，并轻轻伸手一点。柳福烟轻哼一声，竟是身子一软，直接晕厥过去。几乎在同一时间，三名黑衣人身后，吼一声惊天怒吼，如雷霆咆哮，震得大地颤抖，掀起滚滚劲风。天空中一道黑影遮蔽了残月，如泰山压顶般镇压下三名黑衣人。啊！那突如其来的恐怖怒吼，还蕴含着一股摄人心神的威压。两名元海境4星黑衣武者心神战栗，反应不及，被黑影瞬间覆盖。轰隆一声惊天巨响爆发，仿佛震得整个七凤山都在摇晃，大地直接被轰出一个直径10几丈的巨坑。造成这一切毁灭性破坏的是一尊高达数丈，比普通阁楼还要高出一大截的巨熊。那巨熊身形宛如堡垒般巨大，浑身毛发绽放深邃银芒，尤其是背脊处的粗硬毛发高高耸立，宛如隆起的剑脊。狂暴霸道凶悍巨熊宛如一头灭世魔兽，除了那股野性暴力的气息，身上强大的气势波动更是掀起阵阵罡风。此时他抬起一双巨大前掌，深坑中两名黑衣强者已经化作两滩肉泥，和尘土彻底融合一旁，险之又险，堪堪避开这一击的领头黑衣强者看到眼前这一幕，也不禁被吓得魂不附体，面色惨白。不远处，顾晨风环抱起晕厥的柳福烟，笑容玩味。我刚才在等援军，你们在等什么？说着，顾晨风又看向魔神降临般的巨熊，熊大，这里交给你，我先走了。说罢，抱起柳福烟，脚步点地，身形纵跃向山脚掠去。